双修？早说啊！你上还是我下？楚池听到女剑仙的要求，期待地搓了搓手，眼神里有野兽一般的光芒。你不怕我将你采捕致死？楚池没有废话，只说了5个字：我先脱为敬。1年后，女剑仙眼神惊讶地道：你居然这么强，不过是只蝼蚁，居然能坚持这么久。楚池斜斜一笑，猖狂地道：就这，我都说了，我这方面超顶的，不就是当你的顶炉吗？谁怕谁？来啊，再来大战3亿回合。楚池又躺了下去，洞穴秘境里又传来了楚池得意自信的声音：哈哈，剑仙不过如此，服不服？服不服？服了，大声点，服不服？时间流逝，10年后，这10年，楚池除了短暂的休息，其余时间都在协助女剑仙修炼。换做普通人，早就面黄肌瘦，甚至唉声断气了，但楚池却依旧生龙活虎。你竟然觉醒了特殊体质，难怪你扛得住。荒古大日体，没错了，你肯定是那种罕见的体质。女剑仙眼神忽然变得明亮，非常欣喜，似乎没想到能遇到这种体质的人。闻言，楚池却是相当震惊。什么？我真是荒古大日体？被那婊子蒙对了。荒古大日体，10万年难得一遇，但不是说这种体质有多强，只是因为这种体质太过特殊，太过另类。拥有这种体质的人，开枝散叶的能力特别强，没几个人受得了。但所有觉醒这种体质的人都无法活过20岁，因为20岁的时候，这种体质会迎来逆天的爆发，体内的至强阳气会突飞猛长，如同汪洋大海。那时候人会化为野兽，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甚至不管是不是人，都会受到摧残。就算如此，还是化解不了体内的至强阳气。所以觉醒这种体质的人，不是爆体而亡，就是在20岁生日来临之前自杀，或者被人杀死。楚池之所以跳崖碰到了来此地疗伤的女剑仙，就是因为他的未婚妻想要悔婚，将他塑造成为了觉醒荒古大日体的邪魔。他不想被杀死，只能跳崖求生。剑仙前辈，你确定我是荒古大日体？确定。娘西皮的，怪不得我每次去玩村委小翠家都感觉不得劲，原来是我天赋异禀，需求太大。女剑仙微笑，遇到你是我最大的机缘。他拍了拍手，洞穴深处忽然走出2道人影，这2人同女剑仙长得一模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身上的气息。那穿白色衣裙的眼神温柔如水，气息如同暖阳，让人心旷神怡；穿紫色衣裙的眼神寒冷如冰，身上有血气和杀意，让人如坠冰窟。这3胞胎挺刺激啊！别惊讶，他们都是我。白色衣裙的是我善意所化的剑仙善师，紫色衣裙是剑仙恶师，他们也受伤了。女剑仙的声音传来，她身为绝世强者，一心成仙，但成仙何其难，秩序已毁，仙门难入。她寻了好久，才找到了成仙的办法，那就是将意识分裂成3师，分别是善师、恶师以及自我师。等她斩杀3师，收到果，就能强行成仙。但她小看了自我师，自我师独我而行，修为居然比本体还强。关键时刻竟想反杀本体和善恶2师，夺取成仙契机。他控制善恶师围攻不敌，逃亡至此。接下来你不仅要助我修行恢复，还要协助我的善恶师，事成之后我会报答你。时间流逝，300年后，楚池出现在了大山脚下，他仰着头看着天上的太阳，眼含热泪。300年了，你知道我这300年是怎么度过的吗？虽有绝世美人相伴，是非常美妙的事情，但再好的风景看久了都会腻。当然，楚池还是很感谢女剑仙的，如果不是女剑仙，他就算没摔死，也被体内暴涨的至阳之气弄得爆体而亡了。楚池，你虽然是荒古大日体，阳气十足，能经得住我的采阳秘术，但你的身体太弱。记住了，1年后我会去找你，我们进入第2重双修之境，我助你1日冲天，但你的修为至少要提升到魔人境。楚池的脑子里出现了女剑仙的声音，他当时就有些懵，还来，居然还想要，幸亏我是荒古大日体啊！去吧，不是有女人负了你吗？该报仇就报仇，我用了时间神符，秘境300年，外面7日。剑仙前辈，等一下，我也想报仇，但我天生无法修炼，只是一介凡人，我要怎么报仇啊？荒古大日体因为体内至强阳气的原因，根本无法成为修者。剑仙前辈，剑仙姐姐，剑仙姥姥，你还在吗？要是我死了怎么办？你真啰嗦，看看你识海，我将一尊鼎放在里面了，此鼎材质特殊，能保你小命。另外，
我将基础的剑道传承也传给了你。识海，识海和丹田一样，只有成为修者才有，我哪里有？这个想法还没有落下，楚池的身体忽然出现在了一片黑色海洋之上，黑海无垠，不见其边。这就是识海。他现在的身体是由精神凝聚而成，他的本体依旧在原地。识海上空是氤氲雾气，想要拨开云雾，看见更广阔的海洋，只能不停变强。这是识海，我居然有了识海。这么说，我成为了修者，是同你双修的原因吗？哈哈，太好了！楚池太兴奋了。这世上没有人不想成为修者，只有成为修者，才有资格主宰自己的人生。楚池之所以被未婚妻设计陷害，就是因为他连修者都不是。剑仙姐姐真是太好了，不枉她努力耕地300年。止住兴奋，他再次开口道：剑仙姐姐，那就是你给的鼎吗？在识海的上方悬浮着一口黑色的鼎，此鼎没有任何威压释放，看上去平平无奇，看上去很普通啊。难道宝物都这样低调？这就是所谓的大道至简。女剑仙没有解释，因为这口鼎根本不是什么宝物。至少女剑仙得到此鼎后，并未发现此鼎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这鼎在她眼里无异于垃圾，但用来保这小子的命应该暂时足够了。此刻识海中，楚池见女剑仙不说话，忍不住用手摸了摸这看上去普通的黑鼎，一瞬间异变突起，安静的鼎忽然发生了震动，似乎与楚池的身体产生了感应。识海中的氤氲雾气快速涌动，好似一条条云做的神龙，神龙翱翔，识海颤动，古井无波的黑色海洋泛起了滔天浪潮。楚池感觉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他只是用手摸了一下黑鼎，精神居然要崩溃了。就在楚池觉得他快死了的时候，黑鼎散发出了光芒，光芒如日，沸腾的黑色海洋，奔涌的云龙瞬间安静。楚池抬起头再看这口鼎，发现这口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鼎身上的黑皮开始剥落，露出了闪闪发光不知名的纹路。这些纹路像是符文，它们挣脱鼎身，盘旋于识海上空。其中一部分符文冲向了楚池的神识体。楚池瞳孔颤抖，脑子里多出了一些关于这口黑鼎的知识。这口鼎名叫震天鼎，乃是天地诞生的无上至宝。只是因为此鼎太强大，被先人一分为9，后人称之为震天九鼎。要是能集齐完整的九鼎，九鼎归一，那才是真正的震天鼎。哪怕天地秩序已经崩碎，也可让人轻松成仙。女剑仙居然将这等好东西都给了我，难道爱上我了？也对，我这样给力的男人天下少有，哪个女人不喜欢？楚池嘿嘿一笑，再次看向四周的符文。这些符文在他眼里不再陌生，而是化为了文字。大道自然觉，是自然者，无始之先在也。符文一会在空中，一会进入楚池的身体，隐匿于他的脑海深处。这好像是一门无上法诀。难道我的妖孽人生即将来临了？终于轮到我崛起了吗？楚池太兴奋了。好久，这些文字才消失不见。震天鼎依旧古朴，但比之前却多出了一道无言的威压。他屹立在识海，似乎亘古就在那里。剑仙姐姐，多谢了，那我走了先。你放心，我一定努力。1年后我再喂饱你，不对，治好你。楚池挥了挥手，大步离去。真是无知，一口烂鼎就当作是宝贝，居然这么兴奋。他应该在心里感激我吧？女剑仙微微摇头，她丝毫不知道他给了楚池一个天大的造化。如果他知道那口黑鼎就是传说中早就失踪的震天鼎之一，绝对会发狂。楚池，珍惜这1年的时光吧。1年后，就算我没有将你才不成人干，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亲手杀了你我红绫的身体，居然被一个乡野小子得到，孽缘。哎，对了，我有了识海，那丹田呢？楚池并不知道女剑仙的想法，他一边离开，一边将精神从识海移到了身体内部。他的小腹果然出现了丹田，除此之外，还有3条闪闪发光的引脉。3条引脉说明楚池现在的修为是凡人境3层。这个世界修炼分为凡人境、强人境、狂人境、至人境、魔人境、地人境、天人境等境界，每一个境界分为9层，已经凡人境3层了。不知道庞飞烟那婊子见我还活着是什么表情。1个时辰后，飞云村，这里就是楚池出生的地方。飞云村有2大地主势力，分别是楚家和庞家。2大势力的最强者都是凡人境9层的修为。这个修为放眼整个王国毫不起眼，卑微如蝼蚁，但在村子里却是一方霸主。楚池一进村子就引起了喧嚣，那不是楚家的纨绔少爷楚池吗？我不是见鬼了吧？我听说他
他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荒古大日体，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不然宜春院20个姑娘怎么会被他活生生弄死了18个？甚至他还想对飞燕小姐的妹妹出手，真是禽兽，连未来的小姨子都不放过。快将女儿藏起来，千万不要让她看见。他要是看见女人，怕是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听到四周人的议论，楚池脸色难看，看来整个村子都已经听过他的传说了。他在跳崖的那一晚的确在宜春院待过，那一晚他被庞飞咽下了最强的大补之药，醒来时候已经在宜春院了。当时他看见的画面是庞飞燕正在同一个野男人苟合，那对狗男女将他绑成粽子，他无法动弹。那些姑娘不是他杀的，是他们用狠辣的手段捅破那些姑娘的身体，栽赃给他，为的就是将他塑造成为觉醒荒古大日体的邪魔。最后他们强行将楚池控制，带去庞飞燕亲妹妹庞云朵的闺房，并且加大了大补之药的剂量。只有最亲的人即将受到伤害，他们才方便出手击杀楚池。但楚池的意志比想象中的坚定，关键时刻居然保持清醒，趁所有人不备，从窗户逃了出去。庞家人一路追寻，将他逼上了悬崖。虽然当时楚家人也跟来了，但庞家家主拿出早已经动过手脚的侧阳石，强行破开楚池的手，滴了一滴血上去，侧阳石直接爆开了。世人都知道，这世上只有荒古大日体可以让侧阳石裂开。那一晚的楚池太绝望，太无助了。虽然他喜欢勾搭寡妇，也是宜春院常客，但他真的是被冤枉的。这一切都是那婊子设的计。止住心中的杀意，楚池用一块布遮住了脸，快速赶回楚家。远远的他就看见一位女子进入了楚家的大门。庞飞燕，这婊子就算化成灰他也认得。没想到一回来就遇到了仇人。庞飞燕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跟着庞家诸位长辈一起来的。他们来楚家干什么？楚池思考了一下，从侧墙翻入。没多久，他听见了庞飞燕的声音：楚池，今天是你的头七，明天你就下葬了。我特意来送你最后一程，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当你的女人。这世上除了我父母外，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了。这娘们的话让他好想吐，他已经忍不住要现身，揭穿这婊子的虚伪面纱了。楚池，我还记得你为了让我提升修为，从楚家偷3色花给我，你还偷了楚家老爷给楚风辛苦收集的淬体水。庞飞燕的话让楚家人的脸色都很难看，原来这些东西是被楚池偷走的。楚池，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如果你不是荒古大日体，那多好啊，我多希望你还活着。你要是能活着，我少活几10年又何妨？妈的，太假了，实在听不下去了。楚池猛然一声低吼：婊子，恭喜你，你的愿望成真了。成真了。楚池的话不停在四周飘荡，声音铿锵，荡气回肠。刷刷刷，只是一瞬间，他就吸引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这一刻的他万众瞩目。你是何人？胡说什么？庞家家主庞庆阳冷声质问。我是谁？楚池冷笑了一下，一把扯掉了面巾。那一瞬间，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瞪大了双眼，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七少爷，是七少爷，这是人是鬼啊！一些胆子小的下人已经吓得变了脸色。有影子，七少爷还活着。众人仔细一看，楚池的身下的确有影子，他不是鬼，是人。此刻阳光洒在楚池的身上，居然给人一种光芒万丈，不敢直视的感觉。楚池对面，庞飞燕瞳孔不停收缩，惊讶的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楚池怎么可能没有死？那可是万丈深渊啊，谁掉下去都是死路一条，除非能飞。你现在的眼神我很满意，是不是很惊讶为什么我还活着？楚池咧嘴一笑，笑容戏谑。说着他看向楚家家主，也就是他的爷爷楚山。爷爷，我知道你从来都不待见我，但我就问一句，如果楚家儿郎蒙受大冤，当怎样？楚山眼神漠然地看着楚池，淡淡开口道：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好，那就请爷爷准许我杀了这婊子。楚池指着庞飞燕的脸，身上射出了一股强烈的杀意。这杀意现场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你要杀庞飞燕？你不是很喜欢她吗？这到底怎么回事？是啊，楚池，你将话说明白一点。好。楚池刚想解释，庞飞燕看了一位庞家人一眼，对方心领神会，手腕里忽然射出一道暗器，暗器直击楚池面门。不好！楚山和楚家的长辈面色一变，这么近的距离，想要出手也来不及。还好，楚池伸出右手将暗器夹住了。庞飞燕眼神惊讶，这暗器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挡下来。楚池这个纨绔废物
是怎么做到的？巧合吗？庞家的人，你是不是太放肆了？这里是我楚家。楚山面色不悦，去到楚池身边，亲自护住他。楚池，你继续说，到底怎么回事？爷爷，我是被这娘们陷害的。那一晚，楚池将自己的遭遇讲了出来。听了他的讲述，现场所有楚家人眼神惊讶，谁都没想到楚池经历了这么憋屈的事情。但从他们的表情来看，明显有些不信。庞飞烟不像是做这些事情的人啊。相比于楚池这个纨绔，他们似乎宁愿相信庞飞烟一些。此时楚山询问庞庆阳：老庞，你有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庞庆阳反问道：需要解释什么？当晚你们也亲眼看见测阳石碎了。爷爷，那晚的测阳石绝对是假的。假的？楚山眉头一皱，随后继续开口道：这样，我楚家也有测阳石，我们重新测一下。楚风，你去拿测阳石。此话落，楚池连忙拦住了爷爷，他怎么可能重测？重测，测阳石必定会碎，因为这婊子瞎猫碰到了死耗子，他真的是荒古大日体。也就是说，如果庞飞烟不弄这一出戏，当晚夜里他还真会暴走。爷爷，不用让二哥去拿测阳石，我现在还活着，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毕竟我已经20岁了。楚池的话让楚家人恍然大悟。对啊，7天过去，楚池已经满20岁了。他要是荒古大日体，就算没摔死，也爆体而亡了。这么说，他说的是真的？庞飞烟真的如此蛇蝎心肠？但我怎么那么不愿意相信呢？是啊，我也不信。楚家的人还是不相信楚池，由此可见，楚池在楚家的地位非常低。唯有一个17、18岁的少女咬牙道：我相信七哥，七哥绝对不会拿这种事情撒谎。这女子叫楚莹莹，排行老8。整个楚家除了楚池的亲哥哥楚天，就他同楚池的关系最好。八妹，你信楚池？会不会是庞飞烟觉得七哥不是修者，配不上他，所以才想出如此恶毒的计策，要弄死七哥？庞飞烟或许就是一个下头女。楚莹莹的话让庞庆阳皱起了眉头，他开口道：楚池说的话毕竟是他的一面之词，或许当晚他的记忆已经混乱了。我不信飞烟会那样对他。楚山问道：你的意思是飞烟没有给他下药？庞庆阳点了点头：绝对没有。要是楚池有证据，尽管拿出来。楚池，你有吗？楚池没有说话，他怎么可能有证据？那一晚在现场的姑娘都死了。这时庞飞烟也开口道：楚池，没想到你会这样冤枉我，你真是让我太寒心了，亏我今日还来为你烧纸钱。庞飞烟委屈的都快哭了。楚池摇了摇头，感叹道：人不要脸，真的是天下无敌。行了，你也别装了，我不管大家信不信。庞飞烟，我就问你一句，你敢同我来一场生死战吗？哗！楚池这句话一出，全场哗然，每个人都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楚池。在飞云村，谁不知道楚池是一个修炼废材？楚庞两家的青年一辈中，就他一人怎么都无法感应到丹田。他居然说要同庞飞烟来一场生死战，送死战还差不多。庞飞烟的天赋虽然不好，却也不平庸，年仅19岁就已经是凡人境3层的修为，据说马上就要冲破第4条引脉，步入凡人境4层。楚池，赶紧收回你的话，你是得了失心疯了吧？是啊，你这是自取其辱，会给我楚家丢脸的。既然你没死，就别没事找事了。楚家年轻一辈纷纷开口阻止，他们看楚池的眼神非常嫌弃。楚家二少爷楚风更是拍了拍楚池的肩膀，将嘴巴凑到楚池耳边，小声开口道：乖乖当你的纨绔废物，别给我楚家丢人。就连楚山都忍不住摇了摇头道：看来你是摔坏了脑袋，所以今日才胡言乱语。行了，散了吧。我没摔坏脑子，也没失心疯。庞飞烟，我再问一次，你敢同我生死战吗？要是不敢，跪下求饶。楚池厉声质问，声音猖狂。呵呵呵，我有何不敢？我迎战。庞飞烟笑了，笑里藏着刀。既然楚池没摔死，那就再杀一次，反正是这小子自寻死路。楚池，你干什么？你就非得作死吗？你作死就算了，还让我楚家跟着你一起丢脸。楚风等人先后质问。楚池看了一眼四周的人，他的眼神桀骜不驯。楚池知道，一个人想要被别人认可，只有成为强者。他根本没有废话，而是走到了远处空地，朝庞飞烟勾了勾手指头。婊子，来吧。庞飞烟眼神一冷，心道：楚池，既然你执意找死，我就成全你。他双脚一踏，身体像是青红，聚到了楚池身边。他眼里的杀意，楚池看得一清二楚。飞烟，你上去吓唬吓唬他就行了，千万不要伤他性命。这时
庞庆阳的声音传来了。这一战，他不认为庞飞烟会败，但他也不想庞飞烟因为冲动而杀了楚池，那岂不是变相验证了楚池说的话是真的吗？庞飞烟眼神一颤，似乎清醒了一点。是啊，虽然是生死战，却也不能杀楚池。楚池，你应该是做了一场噩梦，将我当成了仇人。但你真傻，我虽然迎战了，却又怎么舍得伤害你呢？我就站在这里，让你出气。你尽管打我吧，我让你好好发泄发泄。来啊，打我！庞飞烟说的情真意切，最后居然闭上了眼睛，那模样绝对是任君宰割之姿。你别说，他惺惺作态的样子还真有感染力。原本楚家人就不怎么相信楚池的话，这一刻他们更是不信了。有楚家人感叹道：庞飞烟真是一个好女人啊，宁愿自己挨打，让楚池发泄，也不还手。唉，楚池不知道哪里来的好运，当时抓阄他们怎么就抓到一起了呢？庞家第一美人许配给了一个庸才。15年前，庞家和楚家决定联姻，当时采取的是抓阄的方式，抓之前两方就商量好了，抓阄的结果谁都不能改变。楚池，动手吧，打我！庞飞烟的声音再次传来，那睫毛颤抖的样子，我见犹怜。他的声音刚刚落下，楚池沙包大的拳头已经落在了他的鼻子上，只听咔嚓一声响，鼻梁断裂的声音是那般清脆。庞飞烟的身体被巨大的力量直接击飞了，身体还在空中，鼻血飞流直下，在空中带起一抹嫣红。只是一击，全场所有人瞪大了双眼，全部倒吸一口凉气。谁都没想到楚池真的动手了，一个闭着眼睛我见犹怜的美人，他居然真的下得去手。这小子绝对得了失心疯了吧？下得去手就算了，这力量怎么这么大？这绝对不是普通人的力量啊！楚池没有理会四周的惊愕，他瘪了瘪嘴，耸了耸肩，开口道：你们也听见了，是他让我打的，这种要求我还是第一次听见。话落，楚池的嘴角咧开了一抹嗜血的笑容。既然动手了，那他就没打算停止。他双脚一踏，身体像是一枚炮弹，射向了还在倒飞的庞飞烟。什么？怎么这么快？不对，这是修者才能拥有的力量和速度。楚池什么时候是修者了？不可能！四周所有人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惊愕间，楚池已经去到了庞飞烟身旁。此刻的庞飞烟已经睁开了眼，他的眼神同样惊愕，他怎么也没想到楚池的力量这么大。但现在不是惊讶的时候，因为楚池的拳头又落下了，拳如雨落，应接不暇。哪怕他已经反抗了，但失去先机，他根本挡不住。只是10招之后，楚池的拳头击中了他的眼睛，就算他用灵气护住了眼，他的眼眶也立马肿了起来。当他的身体落在地上后，两只眼睛都肿得像是熊猫，他的脸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处地方还保持完整。此时庞飞烟想要起身，楚池44码的鞋子已经踩在了他的脸上。楚池的脚像是有万钧之力，他居然无法挣脱那原本美丽的脸蛋，早就变换了形状。他的嘴角不仅有哈喇子，还有鲜血。但这怎么可能啊？楚池不是一个普通人吗？而他可是凡人境3层的修者啊！凡人怎么可能是修者的对手？他自然不知道，楚池现在的修为也是凡人境3层，而且他是荒古大日体。荒古大日体一旦突破桎梏，成为修者，绝对是同层无敌。不可能，不可能！庞飞烟嘴里重复着这句话。楚池眼神清冷，居高临下地道：没有什么不可能。婊子，下辈子别再惹我！楚池捡起旁边一块大石头，他举着大石砸向了庞飞烟的脑袋，他似乎要硬生生将庞飞烟砸死。这一幕终于让四周的人反应了过来。住手！楚山和庞庆阳第一时间发出冷喝。凡人境9层的气息瞬间释放，这威压凡人境6层以下绝对无法忍受，会身体发软跪在地上。但楚池却浑然未觉，他动用了10海里震天顶的力量，这点威压算得了什么？楚池手里的石头还是砸了下去。不！庞飞烟双目惊恐，裤裆湿了一片，居然直接吓尿了。尿了！哈哈！楚池忽然停下了，手里的大石头距离庞飞烟只有0.01公分。他俯下身体，朝庞飞烟轻语了几句。刚刚说完，楚山和庞庆阳出现在他身旁。楚山拉着他后退了几步，庞庆阳则抱起了庞飞烟，转身就走，因为他根本无脸逗留。这生死战是庞飞烟主动答应的，就算庞飞烟被打被侮辱了，他也什么都不能说。离开楚家后，庞庆阳才开口问道：飞烟，他刚才对你说了什么？庞飞烟咬住嘴唇，根本没有回答。刚才楚池说的话他绝对不可能告诉别人。
楚池说：“杀了你是便宜了你，你不是浪荡，在我面前勾搭野男人吗？我今后会将你送入宜春院，让附近的人都去策马奔腾。我要让你当头牌，被千人驾，万人骑，等着吧，这一天不会远。”楚池也要杀人诛心，就好像那一晚他绝望无助，被逼得跳崖一样，他也要让庞飞烟体会那种感觉。只是杀了他太便宜他了。楚家院子，楚山打量着楚池，好一会才开口问道：“你是修者了？”他的问题也是所有楚家人的问题。楚池骄傲一笑：“不错，我已成为修者。”“什么？真的是修者？”楚家人虽然已经猜到了，却还是觉得惊讶。有人皱眉道：“一个修炼废物，居然也开辟出了丹田，我还是不相信。”这话出，楚池眼神猛然一冷。以前别人叫他废物，看不起他，他只能忍，但现在他不需要忍了。既然他也成为了修者，还忍你妈的蛋啊！楚池双脚一踏，快速去到骂他废物的楚家五少爷楚南的面前，没有丝毫征兆，猛然一巴掌落下。这一巴掌谁都没有预料到，啪一声脆响。楚南虽然是凡人境4层的修为，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也被打肿了脸，他眼睛瞪得大大的，似乎被打懵逼了。懵逼之后，楚南怒了：“你这个有爹娘生没爹娘养的东西，居然敢打我！今天不弄死你，老子不是楚南！”体内的灵气全部被楚南调动在右拳之上。下一刻，他冲向了楚池，他的右拳发光发亮，一拳出，好似有老虎在咆哮。这是猛虎拳，居然有虎啸声。楚南将猛虎拳小成了。什么？猛虎拳小成？这么说，现在的楚南有跃层对敌的实力。这一拳要是落在楚池的脑袋上，不好，他是真想杀了楚池。楚南的拳头带起呼啸风声，击向了楚池的脑袋。楚池微微皱眉，身为楚家人，他自然知道猛虎拳有多大威力。这可是人级中品武技，他刚刚成为修者，对自己的实力还不大清楚。他没有硬拼，双脚一踏，快速退开。废物想逃，你逃得了？楚南冷冷一笑，身体像是青红，快速追了上去，似乎不打爆楚池的头，他就不罢手一样。楚池当时就怒了：“妈的，真以为自己还是以前那样好欺负吗？不跑了！”楚池的脑海里下意识浮现起了女剑仙传给他的剑道传承。女剑仙的剑道传承绝对精妙，可以被称为神通秘术。就算楚南的修为比他高一层，还学成了人级中品武技，他也有自信能击败楚南。只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施展出来，毕竟他还没有练习过剑术。但管那么多干什么，先试试再说，反正不能坐以待毙。他摘下院子里一枚树枝，以之为剑，正准备施展剑技。一直没有动静的楚山忽然出现在他身前，一把抓住了楚南的手腕：“爷爷，你别拦我！这废物趁我不备，居然打我的脸，我必须弄他！”楚南捏紧拳头，还是很生气。被楚池打脸，简直就是人生奇耻。从小到大，只有他欺负楚池，哪有楚池欺负他的份？楚山没有说话，他将另外一只手搭在楚池的肩膀上，灵气渗透而入。随后他才开口道：“3条引脉，凡人境3层的修为，怪不得能击败庞飞烟。但你不是楚南的对手，这样你道个歉吧。”“道歉？”楚池眼神桀骜不驯，他冷笑道：“他嘴贱，该打。”楚山摇了摇头道：“你小子嘴挺倔，那你可知道，我要是不拦下他，他一拳可打爆你的脑袋。我只知道，我一路赶回楚家，身体很疲惫，他现在对我出手，就是趁人之危。”话落，楚池看向楚南，嘲讽一般地道：“楚南，你要是真不服气，想弄我，我给你这个机会，等我休息一晚，明天你我堂堂正正来一场战斗，如何？”楚池这话一出，四周围观的小伙伴们全部惊呆了。楚池是不是疯了？他居然主动同楚南约战，凡人境3层想对抗凡人境4层，痴人说梦。何况楚南还小成了人级中品武技，楚池是在找死。人级武技对应凡人境，分为上品、中品、下品和少见的极品。人级下品武技，凡人境1层及其以上修者可以学习。人级下品武技的威力最大也不过相当于凡人境4层，偶尔有妖孽能发挥出凡人境5层的力量，但极少极少，可以忽略不计。人级中品武技以此类推，凡人境4层以上可以学习，大部分人6层才能将之入门，威力最大不过凡人境8层。上品武技，凡人境7层以上可以学习，极品武技，凡人境巅峰修者可学，一旦学会，有资格对抗下一个大境界的修者。楚池，你说什么？你要堂堂正正和我战一场？
哈哈，好啊，这可你自己说的，千万别反悔。楚南哈哈大笑。楚池严肃地道：绝不反悔。好，那我就给你1晚上休息的时间，要是1晚不够，3天5天也可以。不用，1晚足矣。明天太阳升起，我会去你的院子找你。这1晚，楚池打算学习剑术，时间虽然短，但他觉得应该够了。女剑仙对他的要求是1年之内将修为提升到魔人境，这说明他的天赋非常强大，否则女剑仙也不会这样要求他。爷爷，你听见了，不是我欺负他，是他自己同我约战的。那我就回去等你。楚南的话落，已经转身离去。他一走，四周的人也先后散去。等大部分人离开后，楚山再次朝楚池开口道：夜郎自大，你根本不是楚南的对手，这一战你必败。罢了，我会让他手下留情，但挨一顿打，你肯定是免不了的。楚池没有解释，他知道爷爷并不看好他，解释也没用。明日用事实说话。对了，你说的庞家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楚山再次开口。楚南这才回答道：爷爷，我知道你其实是信我的，但我楚家的实力要弱于庞家一些，如果真同庞家动手，那是杀敌1000自损1000，所以哪怕是真的，你也只能当作假的。你小子心里倒是明白得很，但我就算不能找庞家的麻烦，也得给你出这口气。爷爷，怎么出？你说的事情日落之前定然会传遍整个村子。多谢爷爷，这已经够了。至于庞家和庞飞烟，我自己会解决的，这事情绝对没完。楚山好奇地问道：你解决？你怎么解决？当然是灭了庞家。楚池眼里有光，声音铿锵：庞家是一定要灭的，不灭庞家，他又怎么让庞飞烟当头牌呢？灭庞家。楚山惊愕的都忍不住笑了，他拍了拍楚池的肩膀，笑着道：努力吧，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说着，楚山大步离去。楚池知道爷爷没将他的话当回事，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口问道：爷爷，我哥不知道我的事情吗？院子里这么多人，但楚池一直没有看见他的亲哥哥楚天。不知道。楚池呼出了一口气，这么说他还在野兽山岭，不知道就好，不然这些天他得多难过。楚池从小到大最亲的人只有楚天，他的母亲在他3岁的时候跟别的男人跑了，这事情一直都是村里的笑话。楚家因为此事被庞家人笑话了好一阵子，之后他爹外出寻找，从此杳无音讯，生死未知。就像楚南说的那样，他有爹娘生，无爹娘养。他能当一个纨绔，完全是因为他有一个修为不弱的哥哥。楚天年仅23，已经是凡人境6层的修为。这些年，楚家同辈虽然经常嘲讽楚池，看不起楚池，却也不敢对楚池做太过分的事情，就因为他哥哥天赋不弱，备受楚山的期待。楚池知道这些年他哥哥过得很累很累，除了修炼就是修炼，因为他哥比谁都明白，在这个世界没有实力就不会受任何人待见。他如果不努力，楚池在楚家的处境会更加难，甚至他们2兄弟怕是早就被赶出楚家了。哥，你护了我10几年，或许今后轮到我保护你了。止住心中的想法，楚池回到了偏院，这就是他和楚天的家。他站在院子里，开始领悟女剑先传给他的剑道传承。这传承是一种剑道境界。他手持一根树枝，闭着眼睛安静站在院子里。同一时间，庞家，庞飞烟一回到庞家就忍不住低吼道：爷爷，我要杀了楚池，我要杀了他。庞庆阳皱眉道：要杀楚池，只有先灭楚家，那就灭了吧。庞庆阳却是摇了摇头：就算我们庞家的整体实力强于楚家一点，但灭楚家，我庞家必遭重创。这时候要是有别的势力闻讯赶来飞云村，我庞家死路一条。爷爷，那就这么算了吗？不算了还能怎样？除非飞云村有建立私家村的名额。庞庆阳说到私家村的时候，眼神里满是光芒。私家村也就是让飞云村改名为庞家村，意味着这个村子庞姓为王，庞家的旗帜可以插在村口，随风飘扬，而他庞庆阳将成为村子里唯一的村长。村长，王国最小的官职，但官职再小也是被官方认可的，所有庶民皆不可忤逆村长之家。将家族发展成为私家村，那是多少小家族的梦想啊！但建立私家村的名额非常少，想要得到这个建村的名额，只能靠运气。爷爷，你倒是提醒我了，我好像听峰哥说过，过段时间上面要给建村名额，飞云村很可能能分到其中一个。什么？飞燕，你说的是真的？
庞庆阳瞬间就变得激动了，他的小眼睛变得大了不少。是真的，上次峰哥临走前提过一嘴，但他说等事情弄清楚了，确定了，他再告诉我。那什么时候能确定？这都已经7天过去了。峰哥说最多也就10天半个月。10天半月吗？庞庆阳眼里射出一道金光。爷爷，如果真有建村名额，如果真有名额，我自然要灭了楚家。整个村子只有他楚家有资格同我们抢这个名额。现在就等雨峰的消息了。爷爷，到时候楚池留给我，我要亲手杀了他。还有，今天的事情可别告诉峰哥，我怕他会忍不住替我杀了楚池。楚池那个废物在峰哥手里走不过一招。放心，我不会提。好了，现在我就得去计划计划。如果真有建村名额，我必须率先想好计策，以最小的代价灭掉楚家。时间流逝，天色黑了下来。楚池依旧站在院子里，手持树枝一动不动。这样的动作他已经保持了好几个小时了。忽然他睁开了双眼，手中的树枝被他扔在了地上。他咧嘴一笑道，原来所谓的剑道传承根本不是武技，而是对剑的一种领悟。这么说，我得去武技房领取一门剑技。轻喃着，楚池前往了武技房。武技房门口有一位老者守护。穆爷爷，我来选一本武技。楚池啊，你的事情我听说了，跳崖未死，还成为了修者，这是说书先生嘴里才有的故事。说不定你真的走运了。来吧，我带你进去。楚家的武技房非常小，整个武技房只有不到20本武技，其中人级下品武技14本，人级中品武技6本，人级上品和极品武技1本都没有。对于弱小的势力来说，武技非常珍贵，越高级越难寻。居然没有上品武技，楚池有些无语。早知道当时离开山谷的时候，让女剑先给他传一些低等级的武技，但仔细一想，这么低等级的武技，女剑仙哪里会有？听女剑仙说，她一修炼就是绝世妖孽，配合师门的绝世丹药，几天就能提升好几个大境界。那些弱小的武技，她估计看都没看过。你小子居然想学上品武技，你可知道上品武技非凡人境7层不可学，大部分修者凡人境9层才学得会。另外，楚家也只有1本上品武技，在你爷爷那里，想学需要他口传，要去找爷爷。楚池皱起了眉头，他现在就去找楚山，楚山怕也不会传给他。谁会信他一个凡人境3层的修者能越级学会人级上品武技啊？这种人不是没有，但每一个都是传说中的武道奇才。楚池懒得自找麻烦，他仔细打量了一下书架上的人级中品武技，眼神猛然一亮，他指着一本保存得很好的武技，开口道：穆爷爷，我学这本。穆爷爷一看，惊讶地道：你要学七剑斩？怎么了？娃娃呀，这可是剑技，剑技是公认的最难学的武技之一。这七剑斩摆在这里30年，不知道劝退了多少人。你爷爷这么多年来也只学会了4剑而已，是吗？那我决定了，就学他。你小子，行，既然你要学，那就学吧。这七剑斩，要是你能施展出3剑，就有中品武技之威；要是能施展出7剑，它的威力绝对不弱于任何上品武技。5分钟后，楚池带着七剑斩和另外2本人级中品武技回到了院子里。一回去，他就开始舞剑。一剑起，风飞扬，尘土如蛇，随风而上。逐渐的，月色下出现一道璀璨剑影。起初，剑影只有1道，但随后2道、3道、4道。一夜很快过去，次日朝阳升起，楚池如约赶往了楚南所在的院落。还没进院子，他就看见了院子门口的楚莹莹。楚莹莹看见楚池，连忙跑了过来，一脸担忧地道：七哥，你怎么真的来了？你快回去，你根本不是五哥的对手，要是同他战斗，你肯定会被打断手脚的。这一次五哥不会手下留情。八妹，你专门在这里等我，但你放心，我不会有事。楚池淡淡一笑，径直走向了院门。七哥，你……楚莹莹咬住嘴唇，想拦住楚池，却发现楚池的身体像是一座山，根本拦不了。很快，楚池进入了偏院。院子里不仅有楚南，还有2位女子，2位青年，分别是楚家晚辈中排行第2的楚风，排行第4的楚丽文，以及长孙女楚清河。这几人明显是来看热闹的。现场除了这几位晚辈，没有任何一位长辈前来观战，因为所有长辈都不觉得这场约战有什么悬念，这战斗提不起他们的兴趣。楚池，你居然来了，我可是赌你不敢来的。楚风看见楚池，当时就皱起了眉头。楚池反问道：我有何不敢来？你的嘴真的挺硬，从小到大你都是说最硬的话，挨最毒的打。楚池，
这一次挨了打，你不会又哭着回去找你哥给你出头吧？楚立文和楚风对着楚池一阵嘲讽，就连楚清荷叶也是一脸鄙夷。他朝楚南开口道：五弟，昨天他偷袭你那一巴掌我们都看见了，你不用手下留情，一定要打得他妈都不认识。我忘了，他从小就没有妈。大姐，你放心吧，要弄他何其容易。你们等我一会，10个呼吸的时间就行，我去就来。楚南站起身体，朝院子中央的楚池走了过去。他昂首挺胸，好似胸有成竹。七哥，现在走，还来得及。楚莹莹站在楚池身旁，拉了拉楚池的衣角。楚池微微一笑，道：放心，我没事，而且这场架非打不可。他以前怎么欺负我的，我要他连本带利还回来。楚池记得很清楚，小时候他哥哥不在家，楚南总是来找他麻烦。这世界上总是有人喜欢欺负弱者。他不仅朝楚池身上吐口水，有一次还趁楚池不备，将楚池推进了粪坑。那滋味，楚池到现在都没有忘记。以前他没有能力，想反击也没办法，但现在他有能力了，他一定要让楚南还回来。思考间，楚南来到了他的对面，眼神高傲，居高临下。楚池，不得不说，你比小时候有种了。小时候你可是看见我就躲，根本不敢直视我。我是真没想到你一个废物也能成为修者，但你似乎有些飘，居然敢来挑战我。那我就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楚池脸色冷漠地道：你的话太多了，要打就打。呵呵，你想早点死我就成全你，看我一拳将你打趴在地上。楚南一声冷喝，全身灵气疯狂运转，他的右拳散发出了光芒，还未出拳，四周就隐约有猛虎在咆哮，一出手就是猛虎拳。看来楚南是没有打算留手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被楚池这个废物打了一巴掌，是我也不会留手。没悬念了。楚风等人纷纷摇头。虽然这一次楚南的拳头没有击向楚池的脑袋，但楚池就算不死也要断好几根骨头。五哥，你居然用猛虎拳，爷爷昨天不是传过话让你手下留情吗？七哥，别打了，你不是对手的，快跑啊。楚池旁边楚莹莹都快急哭了，她很想帮楚池，但她也只是凡人境3层的修为，根本帮不上忙。她的话刚刚落下，楚池也举起了拳头，一拳起，猛虎怒吼，吼！整个院子能清楚听见猛虎的叫声，似乎有人在院子里养了一头老虎。这虎啸声不仅杂院能听见，就连主院和附近的小院也有人听见了。好雄浑的虎啸声，但我楚家没有人养虎啊，难道是猛虎拳？如此大的声音，有人将猛虎拳大成了。快去看看。偏院，楚池一举拳，全场皆震，因为楚池这一拳的力量明显要比楚南强大许多。那一声虎啸犹如猛虎就在身边，无论是威压还是气势，都不是楚南能比拟的。楚池什么时候学的猛虎拳？是啊，气势还这么强，我都做不到。惊讶间，两拳相碰，伴随轰的一声闷响，空中有鲜血飘洒，随后便是刺耳的惨叫声。啊！发出惨叫的自然是楚南，他的右手从手肘位置脱臼了，骨头错位，扎破皮肤，鲜血喷洒，血肉狰狞。这一幕让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有楚南的惨叫还在四周飘荡。好一会，楚风率先反应过来，楚池施展的确是猛虎拳，但如此声势，我只在爷爷在那里见过。这是猛虎拳大成了。什么？猛虎拳大成？这怎么可能？在楚风等人惊愕的时候，楚池一步步走向了楚南，他的拳头依旧释放出了光芒，一拳出，猛虎咆哮，这一拳击向了楚南的腿，只听咔嚓一声闷响，楚南的腿也被楚池打断了。猛虎拳大成，他就算运集全身灵气去抵挡，也根本挡不了。打断手脚后，楚池将楚南提起，一步步走向了旁边的茅房。楚池，你要干什么？楚风忍不住开口询问。楚池根本没有回答，去到茅房后面的粪池，随手一扔，只听扑哧一声响，细花四溅。只是听声音，楚风等人似乎都闻到了臭味。楚池居然将楚南扔进了粪池。楚南进入粪池后明显有些慌，那恶心的味道让他忍不住张嘴，但张嘴又更恶心了。他好不容易忍住伤痛，从粪池里跳了出来，他的身上肮脏不堪，还有虫子在上面蠕动。这姿态，大姐楚清河只是看了一眼就觉得胃里一阵翻涌。此刻的楚南更是羞愧难当，恨不得打个地洞钻进去。
太屈辱了。但还好，现场没有几个人。这个想法刚落，院子外面忽然传来了人语。刚才的虎啸声就是这里，没错了。看来大家都被虎啸声吸引来了啊！是谁？是谁将猛虎拳大成了？我楚家出现了天才吗？声音还在飘荡。楚家的诸位长辈鱼贯而入，一进来，他们就看见了院子里全身肮脏的楚南。四目相对，时间似乎静止在了这一刻。所有人都有些懵逼。好一会，有人发出了悲腔的怒吼：“哪儿？不，这是怎么回事？”怒吼的是一位中年，这是楚池的四伯父楚寻义，楚南的亲生父亲。寻义，你怎么也从外面回来的？这么说，猛虎拳大成的不是你？楚山皱起了眉头。按照他的猜测，大成猛虎拳的只会是儿子这一辈。楚寻义没有回答，他快速去到楚南身边，仔细打量了楚南的身体后，他更加愤怒了。谁干的？是谁干的？谁这么残忍？不仅打断了我手脚，还将他弄成这样。他的话落，楚池淡淡回答道：“我，是你？不可能。”楚寻义明显不相信，楚池不过凡人境3层，怎么可能打断楚南的手脚？这时，楚风开口道：“四伯父的确是楚池。”这一瞬间，现场所有长辈的目光全部集中在楚池身上，每个人的眼神都很诧异。楚风，你确定是他？他将猛虎拳大成了。什么？这语落，全场皆惊。猛虎拳虽然只是人级中品，但想要将之大成也非常不容易。整个楚家将猛虎拳大成的不超过双手之数，而且都是长辈。楚山也是在修为提升到凡人境6层后，用了5年才将猛虎拳大成。楚池一个小辈居然大成了猛虎拳。震惊之后，楚山询问道：“楚池，你什么时候学的猛虎拳？”楚池咧嘴一笑，装逼一般地道：“昨晚。”楚池本来只打算学7剑斩，但他没想到得了女剑仙的剑道传承，他修炼剑技的速度快到爆。只是很短的时间，他就掌握了前面5剑。至于后面的2剑，不是他掌握不了，而是他修为太弱，不足以施展出最后2剑。所以后半夜，他开始修炼另外2本人级中品武技，其中一本就是猛虎拳。原本楚池以为修炼拳法速度就慢了，但他万万没想到，速度不仅不慢，反而更快。在修炼拳法的时候，大道自然诀自动浮现在脑海里。这无上功法似乎能让他修炼武技事半功倍。掌握自然诀，一切自然而然。1个晚上，他就将猛虎拳大成了。当然，这也同猛虎拳等级不高，只是微末小技有关系。昨晚，胡扯！1个晚上你能将猛虎拳大成？家族的长辈明显不相信，就算是武道奇才，也不可能1晚上就将武技大成吧？长辈们还想问些什么，楚寻义的声音传来了：“楚池，原来是你！都是一家人，你何以下手如此狠？”楚寻义双眼发红，双拳紧握。虽然他身为长辈，却也忍不住要出手教训楚池了。闻言，楚池忍不住笑了：“一家人，当年他将我推下粪坑的时候，你们不是这样说的，甚至根本没有人管我死活。现在告诉我，一家人，这么说，你是故意下狠手的？”“当然是故意的，谁让他欺我平凡，谁让他辱我尊严，我就是要告诉他，该还的迟早都要还。”楚池声音铿锵，眼神无畏，他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楚南，如果不服，随时来挑战我，但1日手下败将，终生手下败将。你只是一个失败者，从今以后，你只配仰望我。够了，你太放肆了！既然你从小没爹妈管，我这个当伯父的就来管教你。楚寻义一声怒吼，他忍不了了。虽然长辈出手欺负晚辈是很没有脸面的事情，但天下当父母的，谁能眼睁睁看见自己儿女受到伤害？这个楚池太嚣张了，出手如此狠，就算了，居然不知道悔改。楚寻义体战灵光，凡人境7层的气势蜂拥而出，这气势让现场凡人境4层及其以下的修者全部双腿发软，跪在了地上。修者之间3层一道坎，但楚池依旧站立如松，不动如钟。他眼神冷傲地道：“我是没有父母管，但不意味着你就有资格管我。你以为你是谁？你野孩子就是野孩子，一点都不尊重长辈，该好好教训。”楚寻义脸色非常冷，已经准备出手了。楚池却是一点都不慌，转头看了楚山一眼。就在楚寻义准备动手的时候，楚山开口了：“够了，长辈对小辈出手，成何体统？说出去也让人笑话。爹，可是哪儿塔？你别忘了，这场约战
是楚南自己答应的，你赶紧将他带回去，接好断骨，用药温养。好了，你们也散去，别看热闹了。楚池，你跟我来。话落，楚山抓住楚池的肩膀，快速离开了院子。路上，楚山冷哼了一声，开口道：“你小子怎么知道我要维护你？”楚池眼神平淡地道：“我是年轻一辈中唯一一个将猛虎拳大成的人，你这都不维护我，那得多愚蠢！你是在变相骂我？不敢不敢。”楚山哼了一声，继续道：“你当真大成了猛虎拳？”楚池二话不说，隔空打出一拳，拳声犹如虎啸。楚山眼神一眯，眼里有金光。好一会，他开口道：“楚池，你打伤楚南的事情，我可以护着你，我保证寻医不会再追究。但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得到了什么了不得机缘？不然，你怎么忽然成为了修者，还拥有了如此逆天的天赋？”楚池思考了一下，道：“爷爷，我也不瞒你，我坠下山崖，遇到了一位身受重伤的绝世强者，是他救了我，并且助我成为了修者。遇到了绝世强者，居然有这等机缘，那他有没有传授你绝世功法或者神通秘术？”楚山眼里有光。楚池摇了摇头道：“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何须修炼猛虎拳？可惜了。”楚山不停叹气，好一会才道：“你打伤楚南的事情，无需担心，我保证没人去找你麻烦。这么说，我终于得到你的认可了。果然，在这个世界，想要得到别人认可，只有变强。”楚池的声音明显有些自嘲：“爷爷，要是没其他事，那我回去继续修炼了。”“去吧，我待会也要出村，亲自送一批货物。楚池，努力吧。你要是能成为我楚家青年最强，我保证，你在楚家的地位没人能比。我还会给你一个惊喜。青年最强，这有何难？”楚池将手放在后脑袋，潇洒离去。楚山看着楚池离去的背影，眼神睿智。他知道楚池可能没说实话，但这不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如果楚池真的是天才，他绝对会当成重点培养对象。但光是武道天赋高还不够，修者最重要的还是修为，毕竟强大的武技需要修为去支撑。楚池回到院子后，亲自做了一顿饭。吃饱喝足后，他盘腿而坐，开始吸收天地灵气。不知道是荒古大日体，还是大道自然诀的原因，四周的灵气居然主动朝楚池汇聚而去，似乎他将整个村子的灵气都聚集在了这里。他丹田里的灵气在快速变得饱和，只要灵气饱和，他就可以试着冲击第4条引脉。一旦打通，修为就提升到了凡人境4层。差不多了。8个小时后，楚池睁开了眼睛，他体内的灵气已经饱和，这速度快到爆啊！要知道，吸收天地灵气来提升修为是非常慢的，普通人提升1层修为，短则3-5年，长则10来年。也就是说，他的天赋的确很牛逼。哈哈，没想到速度这么快。这么说，现在就可以冲击第4条引脉了。但听说冲击引脉需要淬体经辅助。就在楚风清南的时候，院门忽然被推开。楚池眉头一皱，修炼被打扰是很不爽的事情。八妹，你这是？推开房门的正是楚莹莹。楚莹莹额头有汗，似乎是一路奔跑而来。她着急地道：“七哥，快跑，赶紧跑！”楚池当时就冷了：“跑什么？哎呀，先跑了再说，你得赶紧离开楚家，不离开飞云村。”楚莹莹一边说，一边推着楚池的身体。这到底什么事情这么惊慌？楚莹莹咬牙道：“五哥死了。”楚池瞳孔一缩：“什么？楚南死了？不可能啊，那点伤不足以要他的命。你确定他死了？”“我确定。刚才我去找五哥，想要安慰安慰他，但我推开门就看见什么？看见五哥吊死在了房梁上。你的意思是他自杀了？”“我操，这傻逼是自尊心太强，还是受不得一点打击，居然自杀？我小时候受他那么多欺负，也没有想过轻生啊。现在的人怎么一点抗压能力都没有？”楚池破口大骂。随后他眉头一皱，觉得大事不妙。四伯父楚寻义只生了楚南这一个带把的，虽然楚南不是被他杀了的，以四伯父楚寻义的性格，又岂会放过他？尽管楚池有镇天鼎可用来保命，但镇天鼎这种好东西，只有生死关头才能用，一旦用了，还必须得用镇天鼎将对方砸死，杀人灭口才行。虽然他同楚家人关系不怎样，却也没有到要将对方弄死的地步。楚池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开口询问道：“四伯父知道楚南死了吗？”“还不知道，是我先发现的尸体，我发现后第一时间就来通知你了。”“好妹妹。”
楚池拍了拍楚莹莹的头，对方虽然不是他的亲妹妹，却胜似亲妹妹。既然他还不知道，那我的确应该趁这个时间先走。七哥，快走吧，我送送你。楚池和楚莹莹刚准备离开，一声怒吼响彻整个院子。楚池小杂种，给我滚出来！你害死我，我要你死！不好，是四伯父，他已经知道了。七哥，你快点走，我这里有些银子，你全部带上，不要回来。楚莹莹将身上所有银两都交给了楚池。楚池没有收银子，而是转头看向了门口。门口站着一位中年，正是楚寻义，他已经到了。楚寻义双眼血红，来势汹汹，怒气冲冲。他的怀里抱着楚南的尸体，他的手里还握着一封绝笔信，也就是遗书。遗书上只有一句话：爹，替我杀了楚池，否则我死不瞑目。小杂种！楚寻义用手指着楚池的脸，他身上的杀意丝毫没有遮掩。他来这里就是要杀楚池。八妹，老爷子在不在家？楚池再次开口。楚莹莹摇了摇头道：爷爷不在，他好像是送什么重要的货物，还没有回来。闻言，楚池不再说话，他的眼神异常冷静。既然楚寻义执意杀他，他也不可能坐以待毙。楚寻义是凡人境7层的修为，他们之间差了整整4层，这差距虽然很大，但他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如果用剑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可重伤甚至杀死楚寻义。楚池去到花坛旁边，捡起了放在那里的剑，7剑斩就是他的依仗。此时楚寻义抱着楚南的尸体已经来到了院子中央。儿啊，你在天有灵，好好看着吧。为父这就给你报仇雪恨。楚寻义将楚南的尸体放在了地上，他要准备杀人了。砰！只听砰的一声闷响，他的身体像是炮弹一般射向了楚池，他的拳头发光发亮，好似一轮明日。这是楚家唯一的人级上品武技光明拳。这一拳让空气都产生了爆破，这一拳直击楚尘的脑袋，这一拳锁定了楚池的气机，楚池想躲也躲不了。居然是光明拳！四伯父，不要杀七哥啊！楚莹莹快崩溃了，难道一天之间她要见到2位亲人死去？楚莹莹丝毫没发现楚池握剑的手微微上扬了一下，只等楚寻义进入他的攻击范围，他手里的剑就会挽出5道剑光。刀剑无眼，楚寻义可能会死，但这不是楚池能控制的，他的修为太弱，攻击一旦打出就无法收回。5步3步到范围了，楚池双眼一冷，正准备持剑攻击，一位老者出现在楚池身前，用手挡住了楚寻义的攻击。穆爷爷。看清楚老者的模样，楚池有些惊讶，这不是守护武技房的穆爷爷吗？穆老，怎么是你？你为什么拦我？楚寻义惊讶询问。穆老淡淡开口道：楚山走的时候特意交代我照看这小子一下，你要杀他，等楚山回来吧。算算时间，估计也快了。不等，我等不了，我现在就要弄死他。可以，但你得先打败我。穆老说着，全身释放出恐怖的气息，这气息是凡人境8层。穆爷爷居然这么强！楚莹莹目瞪口呆。穆老守护藏书阁15年，从未展露过实力，谁都没想到穆老如此厉害，他的修为居然仅次于楚山，居然是凡人境8层的修为了，怪不得能挡下我的光明拳。楚寻义脸色难看，他的光明拳只是入门，并未小成，最多和穆老打成平手，但要让他就这样退去，他不甘心。如果不能替子报仇，他还当什么父亲？光明拳！一声低吼，楚寻义再次打出了光明拳。穆老摇了摇头道：没用，除非你光明拳小成，才有击败我的可能。那我现在就将他小成。楚寻义疯了，他灵气疯狂运转，这样做有灵气破体的可能，但他非但没有破体，这些灵气还按照一定的路线聚集到了右拳。灵气流动间，手背上似乎形成了特殊的纹路，他右拳的光芒更加强盛，这一拳的气势突然暴涨。穆老眼神一眯，这气势忽然变强了，这一拳的力量让他察觉到了压力。他惊讶地道：光明拳小成。对面楚寻义笑了，他近乎疯狂地道：这么多年光明拳一直未有寸进，却没想到在仇恨和杀意的刺激下真的小成了，看来是老天爷也要让我替男儿报仇雪恨。穆老让开，否则死！穆老依旧没有让开，他举起拳头也打出了一记光明拳，但这一拳的威力明显没有楚寻义强。砰！2拳相碰，哪怕穆老的修为高于楚寻义1层，巨大的反震力也让他后退了整整5步，脸色更是一阵潮红。反观楚寻义，身如磐石，
一步未退。这就是武技入门同小成之间的巨大差距。哈哈，凡人境8层又如何？武技小成，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木老，还是那句话，让开，不然死。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阻止不了我。这小杂种，我杀定了。楚寻义眼里的杀意越来越强烈，佛挡杀佛，神挡杀神。完了，四伯父怎么这个时候武技小成了？七哥，一旁楚莹莹急得都快哭了。就在他手足无措的时候，一声怒吼从院子门口传来：天王老子也挡不了你，那我呢？声音落，楚山快步走了进来，只是1、2步就出现在了楚池的身前。爷爷，太好了，你回来了。一旁楚莹莹松了口气，楚山在楚家的地位绝对没人敢忤逆。果然，楚寻义的拳头逐渐放了下来，楚山脸色这才缓和了一点，他冷声质问道：说说吧，为什么要找楚池的麻烦？我临走之前是不是特意交代过，楚池和楚南的恩怨到此为止了？楚寻义指着楚南的尸体，声音颤抖地道：爹，楚南死了。他不堪楚池的羞辱，悬梁而去。楚山瞳孔一缩，这才看见花坛旁边楚南的尸体，身体僵硬，早已没了气息。这小子自杀了，操蛋，真是个废渣，这点打击就自杀。爹，你知道我的性格，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楚池害死了他，我要他拿命来还。爹，你可以护住他这一时，但你能12个时辰都寸步不离地守住他吗？无论如何，我要这小杂种死。闻言，楚山没有说话。如果楚寻义铁了心要杀楚池，他还真不可能24小时守护楚池。就在他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楚池忽然开口了：楚寻义，你他妈的够了，楚南死了，同我有直接关系吗？又不是我杀的他，是他自己心智脆弱，受不了打击，这就是从小娇生惯养的结果。他不是一直骂我废物吗？但我看他才是废物。他活这么大，不过是温室中的花朵罢了，根本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他死了，活该。楚池的话震惊了所有人，谁都没想到这种时候了，他还敢同楚寻义对着干。此刻，楚寻义气的脑袋都快冒烟了。哇呀呀呀呀！小杂种，不弄死你，我就不是楚寻义。楚池面不改色地道：我知道你想杀我，但你这样杀我会让人笑话的。这样吧，我给你一个光明正大的机会，我向你约战，10天后在主院同你进行生死战，你敢应战吗？哗！楚池这话落，全场震惊。无论是楚山、楚莹莹，或者是楚寻义本人，都是一脸懵逼，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楚池居然主动同楚寻义约战，一个晚辈居然约战长辈，而且还是进行生死战。天啊，这太疯狂了吧！楚池要是能击败楚寻义，那蟑螂就要称霸世界了。你说什么？你要同我约战？但你少来这一套，你怕是想趁这个时间逃离飞云村吧？楚寻义冷冷开口，根本就不信楚池真的会同他战斗，这小杂种肯定会利用这个时间差远走高飞。逃？你瞧不起谁呢？楚池伸出手指向了主院，主院的屋顶插着一面绣着楚字的足旗。我对着足旗以天道发誓，要是逃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楚寻义，我就问你，敢不敢迎战？你是不是怕10天后败给我，被族人笑掉大牙？我会败给你？你说什么梦话呢？好，就再给你10天时间活命，好好珍惜这最后的时光吧。这么说，你答应了？不错，答应了。你自己寻死，我当然成全你。楚寻义的话落，压制住心中的杀意，抱起楚南的尸体，一步步离去。当楚寻义离开后，楚山这才看向楚池，开口道：亏你能想出这样的办法，趁老四还没有反应过来，赶紧走吧。楚池眉头一皱，反问道：爷爷，你莫非以为我刚才说的话发的是只是权宜之计？你也认为我要逃跑？那不然呢？你不过凡人境3层的修为，别说给你10天时间，就算给你10个月，甚至10年，你也不一定是老四的对手。这话落，楚莹莹非常认可，她一脸担忧地道：七哥，还是赶紧跑吧，别管什么誓言，违背誓言总比真丢了小命的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快走吧。楚池却是摇了摇头，眼神坚定地道：你们太看低我了，我不会走，10天后我会当着你们的面将楚寻义踩在脚下。楚莹莹一脸惊愕：七哥，你来真的？但没听过有晚辈是长辈的对手啊。楚池声音铿锵地道：10天后你就听过了。这话出，楚山眼神一眯，这小子似乎对自己迷之自信啊。楚山摇了摇头，忍不住开口道：楚池，你若是真能击败老四，我保证整个楚家
没人敢再欺负你，你的地位仅次于我。另外，我会给你一个惊喜。楚池咧嘴一笑，自信地道：爷爷，那我就等着你的惊喜。对了，请你给我一些淬体晶，我准备冲击隐脉。哦，你要冲击凡人境4层了？这么快？好，我给你。很快，院子里只剩下了楚池一人，他盘腿坐在槐树下，开始冲击第4条隐脉。对别人来讲，10天时间对付凡人境7层的修者是痴人做梦，但他不一定做不到。再说了，如果他高看了自己的天赋，真的做不到，那时候再逃也不迟。楚池深知大丈夫能屈能伸的道理，谁会傻到明知道不敌还去故意送死啊？第4条隐脉，我来了。人体隐脉无数，想要打通隐脉非常不容易。就算长辈们告诉你隐脉在什么地方，也只是一个大概的位置。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时候淬体晶就有了作用。淬体晶是凡人境修者将隐脉里的灵气实体化形成的晶体，它能同体内的隐脉形成感应，主动引导灵气前往隐脉所在的位置。对于小家族来说，淬体晶还是很珍贵的，因为每一次凝练淬体晶都需要不短的时间。淬体晶凝练成功后还得休养很长一段时间，一般都是家族的长辈修为无法晋级又闲来没事才会凝聚淬体晶。淬体晶是淬体晶下肚，立马转化成为独特的能量，这股能量牵引着楚池体内的灵气前往了身体某个隐秘的地方，随后停滞不前。也就是说，这里就是第4条隐脉所在的位置。冲！楚池二话不说，运转灵气疯狂撞击，每一次撞击体内就排山倒海一般难受。撞击了大概1000次，一颗淬体晶的能量就消耗殆尽了，淬体晶的能量耗尽，对灵气的牵引作用就会消失。楚池正准备服用第2枚淬体晶，却发现大道自然诀自动运转了起来。哪怕淬体晶的能量消失了，灵气也并未散去，依旧聚在一起，自动撞击第4条隐脉的端口。一切自然而然。最让楚池惊讶的是，那聚在一起的灵气化为了细针，那密密麻麻的细针排成掌队，像是游龙。在细针疯狂的撞击下，嗤的一声响，黑暗处多出了一点光明。那一层看不见的膜终于被捅破了，灵气顺着缺口快速涌入，一条发光的隐脉出现在了体内。第4条隐脉成功打通，楚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变得更大了。凡人境4层了，比我想的还容易。楚池非常惊讶，大道自然诀居然还能用来冲击隐脉，这是万物万事皆自然吗？哈哈，继续吸收天地灵气。楚池闭上眼睛，再次吸收天地灵气，但这一次四周聚集的灵气量远远没有之前浓郁。他的体质虽然能让灵气快速聚集，但乡野之地灵气稀薄，之前他吸收了那么多灵气，天地之力还没有将灵气恢复，所以这一次灵气明显变少了。之前8个小时灵气就能饱和，但这一次8天都不一定能饱和。香蕉你个巴拉，我虽然天赋逆天，但大环境太差了啊！乡野小村终究不是洞天福地。楚池皱起了眉头，虽然他现在是凡人境4层，想要对付光明泉小城的楚寻义还是不稳妥，最好是将修为提升到凡人境6层，就算6层同7层之间有一道坎，他也有自信能轻松对付楚寻义。那么要怎样才能快速将修为再提升2层呢？灵药。楚池眼神一亮，想要快速提升修为，只能依靠提升修为的灵药。这种灵药楚家没有，但楚池知道有一个地方有可能有，那就是野兽山岭。野兽山岭很大，如果运气好，还是能寻到提升修为的灵药的。他哥哥楚天曾经就寻到了一株3色花，3色花可提升凡人境3层以下修者1层修为。当时楚家是打算将这花给楚莹莹，却被楚池偷了，送给了庞飞烟。现在想想，他真对不起八妹。那就去一趟野兽山岭吧，就算没寻到灵药，要是能猎杀野兽，能得到兽丹，也能增强体内的灵气。正好看看能不能遇到我哥。他去野兽山岭也有半个月了。想到就做，楚池准备了几套衣服，离开了楚家。在路过村里宜春院的时候，楚池停下了脚步。宜春院大门紧闭，门上写着暂时打烊。楚池下意识捏紧了拳头，对于这个地方他是有感情的，毕竟他是这里的常客。只是站在门口，他似乎就看见了姑娘们在向他招手。七少爷，您又来了，快请进，你不是一直想要新人吗？金哥终于来了，而且还是一对双胞胎。七少爷，你都3天没来了，我还以为你外出了呢。以前楚池的存在感只存在于大手大脚花银子的时候，因为只有这种时候他才有被人认可被人拥戴的感觉。
只有这里的人不排斥他，只有这里的姑娘需要他。别人都以为他天性浪荡，实际上这里是他心灵的港湾。别人不懂。楚池叹了口气，朝院子里拜了3下。这3下拜那些死去的姑娘们，青莲、野菊、绿萝，每一个姑娘的名字他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一晚发生的事情他同样记得清清楚楚。我不会让你们枉死的，绝对不会。轻喃了一声，楚池正准备离开，大门忽然裂开了一条缝，有人叫了一声：七少爷。门缝后的人虽然披头散发，楚池还是认出来了对方是谁。龟婆，你没死。那一晚在宜春院的所有姑娘都死了，按照道理来说龟婆也不可能活。七少爷进来说。龟婆小心打开房门，让楚池进去了。楚池进来后，龟婆才解释道：七少爷，那晚我有点事，临时出去了一下，等我回来的时候所有姑娘都死了。楚池叹了口气问道：龟婆，你觉得他们是我杀的吗？龟婆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最开始我的确是这样觉得的，毕竟他们都说你是觉醒荒古大日体的邪魔，但你活着回来后我就不信这话了。刚才看你朝这里拜了3下，我就更加不信了。龟婆经营宜春院有10-20年了，什么变态她没见过，楚池什么性子她是清楚的。楚池绝对是客人中最有礼貌最有风度的，这也是每个姑娘都期盼楚池来宜春院的原因。谢谢你相信我。龟婆摇头笑了一下，随后去到门边确定外面没人，才继续开口道：七少爷，现在村子里都在传那一晚是庞飞烟火同一个野男人设计刺激你陷害你。楚池点了点头道：这不是。他本来想说这不是传言而是真的，但话刚刚开口，龟婆再次开口道：但我确定这不是传言。楚池有些惊讶，甚至还有些感动，龟婆居然这么相信他。你懂我啊？他忍不住问道。你怎么这么确定？龟婆回答道：七少爷，那个野男人是不是长得比你还高一点，大概1.9米，头发中长，男不男女不女的？我见过那个野男人。楚池眼里有光，立马问道：你见过他？什么时候？你出事的那天中午，我去酒楼吃饭，看见了庞飞烟，那个男人就站在庞飞烟旁边，当时还有庞老爷在现场，我以为是庞家的客人，也没多注意。七少爷，如果他就是那个野男人，那你就要小心了。龟婆一脸严肃地提醒。小心什么？那个野男人身份不简单，当时就连庞家老爷都对他拱手行礼，很是客气。楚池眉头一挑，他一直都以为庞飞烟是随便找了一个野男人来刺激他，但现在看来，那根本不是什么野男人，更不是临时找的。那个长发男子绝对是庞飞烟的相好，只不过庞飞烟同楚池有婚约，婚约不解除，她绝对不可能嫁给别人，所以对方商量都不商量一下，直接就设下了这个计谋。这个计谋的好处就是既可以光明正大的杀楚池，又对庞家没有任何负面影响。真他妈的狠，真他妈的绝。就在楚池思考的时候，龟婆再次开口道：我好像听他们叫那个男人为雨少爷，老婆子我去过不少村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是雨家村的人。司家村？楚池眼神一惊，能用姓氏命名村子的只有司家村，司家村的地位和实力都凌驾于飞云村这样的村子之上，司家村的村长绝对是强人境的修为，这也是庞庆娘很想要建村名额的原因。要是庞家建立庞家村，官方会派人送来强体精，强体精强人境才能凝练出可以引领体内的灵气，自动寻找强人境所需要打通的引脉。没有强体精，凡人境9重的修者，除非走狗屎运，几乎是不可能突破到下一个境界的。也就是说，只有成为司家村村长，家族的实力才能更进一步。只要有一位强人境出现，就不会缺强体精，今后自然就有第2位、第3位。对了，七少爷，说起司家村，我忽然记起了，前段时间我接待过一位看上去就不平凡的客人，他当时喝酒喝醉了，说什么考察，说什么建村，但我仔细问，他又不提了。考察？建村？楚池身体一颤，难道飞云村有建村的资格了？如果是的话，楚家和庞家几十年保持的稳定关系一定会打破。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司家村不姓楚就姓庞，两家必有一家被灭。龟婆，谢谢你，你给我的信息非常重要。有些消息先知道和晚知道，差距如同天与地。这么说，他必须快速将修为提升起来啊！凡人境6层还远远不够，他需要将修为提升到凡人境7层、8层，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凡人境无敌。甚至，如果庞家真同雨家村有关系，凡人境无敌还根本不够，他必须有资本
对抗强人境修者，不然整个楚家都会有大危机。如果真有建村资格，他希望飞云村从此姓楚。贵婆，多谢，我先走了。什么时候宜春院重新开张，我一定来捧场。楚池说着离开了宜春院。他现在迫切地想要将修为提升起来。在村口买了一匹马，楚池快速赶往野兽山岭，目的只有一个，快速提升修为。能寻到灵药最好，如果寻不到，那就大量猎杀野兽，获取兽丹。一夜赶路，次日天亮，楚池抵达了最近的入口。他没有在外围逗留，因为外围的野兽都是实力最低的。很快，他的视线中出现了一头1级4阶野兽。1级野兽对应凡人境，4阶对应凡人境4层。他抽出身后背着的长剑，开始猎杀。长剑带起一道惊人剑芒，7剑斩被楚池施展而出，只是3剑便轻松斩杀了1级4阶野兽长毛猪。他快速破开长毛猪的脑袋，但很遗憾，这头长毛猪并未给他留下兽丹。并不是所有野兽都会形成兽丹，等级越低，形成兽丹的概率越低。楚池一路前行，杀了第11头4阶野兽后，才得到了第1颗1级4阶兽丹。没有迟疑，他将兽丹吃下了肚子。他很想知道一颗兽丹能提升他多少灵气量。兽丹下肚转化成为特殊且狂暴的能量，但这股能量被人体排斥，进入毛孔后便消散于了天地之间了。一枚兽丹的力量，人类只来得及吸收1%，甚至不到1%，这就是兽丹唯一的缺陷。我操，这么浪费！要是能完全吸收兽丹的力量就好了。楚池咬牙暗骂，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骂声起了作用，识海中的震天鼎忽然释放出了光芒。那些汇聚于全身毛孔正准备散去的兽丹能量被震天鼎的力量给镇压住了。这口鼎似乎能镇压一切，再也没有一点能量从楚池身体散出，最终所有能量都被楚池转化吸收，全部吸收了。这岂不是说我可以100%吸收兽丹的力量？天啊，这简直就是作弊啊！楚池当时就疯狂了，别人只能吸收兽丹力量的1%不到，而他却是100%吸收。这说明什么？只要给他足够的野兽，给他足够的兽丹，他的修炼速度是别人的至少100倍。如果别人需要100颗兽丹，他1颗兽丹足矣。这简直就是作弊开挂啊！怪不得女剑仙会给我这口鼎，这简直太逆天了。嘿嘿，这么逆天的东西他都舍得给我，毫无疑问他已经被我征服，肯定是爱上我了。没错，只有这一个解释。继续猎杀野兽，楚池一路深入，很快眼前出现了一头1级5阶野兽。只要不被5级野兽击中，楚池施展7剑斩也能轻松将之斩杀。这一次斩杀了20头野兽，他才得到1颗5阶兽丹。没有迟疑，他将5阶兽丹吃下了肚子。在震天鼎神秘力量的作用下，兽丹的能量完全被他的身体转化吸收。他丹田和隐脉里的灵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明亮。果然，兽丹的等级要是高于我的修为，对我的帮助最大。按照这个速度，再来3-5颗1级5阶兽丹，我就可以冲击凡人境5层了。不过，兽丹形成的概率很低，怕是要猎杀至少100头1级5阶野兽，这太浪费时间。不如直接杀1级6阶野兽吧，说不定1枚兽丹就够了。不得不说，楚池的想法很疯狂，他居然打算越2层修为击杀野兽。要知道，野兽身躯一直都比人类强，同级野兽无敌，除非修者学会了强于自身的武技。一路深入，楚池一边寻找灵药，一边寻找野兽。3个时辰过去，他终于发现了第1头1级6阶野兽。这是一只红眼睛的兔子，但它的体型比普通的兔子大10倍，那锋利的牙齿更是能轻松咬穿大树。居然是铁牙兔！楚池二话不说，掉头就走。铁牙兔他的确可以杀，但前提是铁牙兔不躲避不逃跑。但兔子的速度绝对不慢，他如果无法一击必杀，反而会激怒铁牙兔，被铁牙兔追杀。除非他动用震天鼎。震天鼎坚硬，既能防身，又能凭借本身数万斤的力量直接将野兽砸死。但震天鼎这东西怎么能在光天化日下动用呢？野兽山林里还是有其他修者的。楚池正准备退走，眼神忽然一眯，不对，好像受伤了。这只铁塔兔蹲在地上，它的身下有血。楚池思考了一下，捡起一块石头，远远朝铁牙兔砸了过去。铁牙兔耳朵灵敏，察觉到风声，立马躲开。但楚池看得清楚，铁牙兔的身体踉踉跄跄，他的一只腿被人打断了，另外一只腿也有伤痕。他刚刚躲开，就摔倒在了地上。哈哈，天助我也！楚池不知道这只铁牙兔同谁战斗过，但这是为他做了嫁衣啊。
楚池手持长剑，快速冲了过去。铁牙兔察觉到危机，拔腿就跑，但一只腿断了，一只腿伤了，他的速度慢到了极点。楚池追上去后，长剑刺出，5道剑光出现在铁牙兔身旁，其中1道剑光落在了铁牙兔的脑袋上，铁牙兔的脑袋直接被斩成了2半，一颗闪闪发光的兽丹滚了下来，第一头6阶野兽就爆出了兽丹。哈哈，这运气简直没谁了。楚池捡起兽丹，立马吃下了肚子。6阶兽丹蕴含的能量是4阶兽丹的9倍，丹田和隐脉的灵气变得越加明亮，越加浓郁。只要再来1颗1级6阶兽丹，绝对能达到饱和。不错，希望接下来都有这样的好运。楚池咧嘴一笑，用剑剥去了铁牙兔的皮，皮只收取小腹位置，只有这里的皮毛才卖得出去。随后他又取下了铁牙兔的牙齿，这牙齿比皮毛更值钱。楚池确定四周没人，这才用意念将皮毛和牙齿收走了。他用手摸了摸左手时只戴着的戒指，笑着道：有储物戒指真的太方便了。这储物戒指也是女剑仙给的，当时楚池还激动了好一阵子。储物戒指这种东西他只是听过，见都没见过。像楚家这样的小家族，别说拥有储物戒指，连最低级的储物袋都没有几个。唯一遗憾的是，女剑仙给楚池的储物戒指里什么资源都没有，因为女剑仙压根就没想过要将楚池培养起来。她给楚池一口鼎，也只是不想楚池这1年死在外面而已。继续寻找猎物，收好战利品，楚池继续深入。1天后，他又成功斩杀了5头6阶野兽，却没有1头给他留下兽丹。看来运气没有之前好了啊。这么说，遇到5阶野兽也得杀，必须得抓紧时间提升修为。时间流逝，楚池进入野兽山岭整整3天了。这3天，他猎杀了12头6阶野兽，没有1头给他留下兽丹。之所以杀的这么少，因为6阶野兽不好杀，这些野兽一旦知道不是对手，或者受了不轻的伤势，就会疯一般的逃跑。除非楚池一击必杀，不然还真难留下他们。但6阶野兽难杀，5阶野兽就容易多了。这3天，他猎杀了80头5阶野兽，成功得到4颗1级5阶兽丹，应该也够了。楚池寻了一处小山，背一小山，开始服用兽丹。第3颗5阶兽丹下肚后，体内的能量已经达到了饱和。楚池没有迟疑，开始冲击第5条隐脉，大道自然诀再次运转，体内灵气化为细针，以疑点破面的方式疯狂撞击第5条隐脉的端口。短短10几分钟后，端口破了，楚池成功进入凡人境5层。但他没有欣喜，反而觉得修为提升还是不够快，3天才提升1层修为，太慢了。与楚寻义的约战还有不到7天，至少要将修为再提升2层。其实凡人境5层，楚池就有底气对付楚寻义了，因为修为提升了2层，他有自信掌握完整的7剑斩。他之所以不满足，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敌人不只是凡人境7层的楚寻义，还有整个庞家。同一时间，楚家，楚池离家3天，楚寻义都快急疯了。3天了，这小子外出一直都没有回来，我就知道我不该相信他的话，我居然如此天真，这小子肯定跑了。当然，楚家不止楚寻义这样认为，几乎所有楚家长辈都是这样认为的。楚风等小辈更是不停嘲讽，我还以为楚池那小子真有自信挑战4伯父，现在看来完全就是缓兵之计，现在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七哥，你真的跑了吗？唯有楚莹莹对楚池逃跑一事抱有怀疑的态度。那日楚池说的话和他的眼神并不像是在说假话。野兽山岭，楚池依旧在猎杀野兽，此时他微微皱起了眉头，轻喃道：奇怪，进来3天了都没有见到我哥。他能猎杀的野兽也就1级6阶，最多1级7阶，应该就在这个圈子，该不会是出事了吧？我在想什么呢？呸呸呸，野兽山岭这么大，没遇到哥哥也在情理之中，继续猎杀野兽吧。那是死人吗？楚池忽然停下了脚步，他在一处阴暗的角落发现了一道人影，此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人影背对着楚池，楚池看不清楚对方的容貌，但楚池确定这是一位女子，而且这位女子的身材非常完美。她躺在地上露出 S 型曲线，那白皙修长的腿更是让人移不开目光。楚池快速靠近女子，发现女子身上没有外伤，而且女子有呼吸，并没有死去。他将女子的身体翻过来，那一瞬间他瞳孔不停收缩。这女子太美了，美到他都不知道如何去形容。之前碰到女剑仙，他以为女剑仙是世上最美的女子，但眼前的女子却比女剑仙还要漂亮。最重要的是，
这女子没有女剑仙那种高高在上、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不对劲，她的脸怎么黑了？楚池忽然皱起了眉头。女子那美丽的脸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线，她的嘴角更是溢出了血迹。这是五步蛇的尸体，她中毒了。楚池在女子身体旁边发现了被扯成2半的五步蛇尸体。五步蛇蕴含剧毒，被咬后10秒之内就会陷入昏迷，5分钟之内不解毒或者将毒吸出去，天王老子来了也就不活。看女子脸上的黑线，估计时间也快到了，再不救就来不及了。原本楚池是不会随便救一个陌生人的，他可不是什么好心肠的人。但俗话说颜值即正义，这么美的女人死在自己面前，那真的是暴殄天物。女人，你运气不错，遇到了乐于助人、号称妇女之友的我，或许还有救。楚池蹲下身体，抱起了女子修长的腿，伤口就在小腿上。女子皮肤细腻光滑，只是触碰就激起了楚池心中的那片火。他感觉体内的血液开始沸腾了。楚池有些惊讶，同女剑仙大战了300年，他还以为他的欲望已经减退，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此刻他才发现，他的欲望不是减退了，而是一般的女人根本提不起他的欲望。楚池恨不得将女子压在身上，好好快活一番。但他虽然好色，却不下流。君子好色，取之有道。这种趁人之危的事情，他做不出来。他抱起女子的腿，将毒血吸了出来，一边吸一边吐，黑色的血逐渐变得鲜红了起来。女子脸上的黑线也越来越少，看来这女子的确是命不该绝。当所有黑血全部被吸出来后，楚池拿出水壶，不停漱口，口腔里的毒血一丁点都不能吞下肚子，否则他也会中毒。将水壶里的水全部用尽，楚池这才罢口。他低头看了一眼女子，女子的脸色已经变得红润，这让女子显得更加美丽了。但女子还是没有醒来。此时楚池的目光不自主地从女子的脸部移到身体，随后是修长的双腿，原本压制下去的欲望又起来了。他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很想知道裙子下面是什么风光。此刻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邪恶的声音：掀开看看吧，反正只是看看，他又不吃亏，你都救了他的命了，看看又能怎么呢？这个想法一出，一发不可收拾。楚池的手下意识就放在了裙摆之上，随后微微抬起，好风光。楚池盯了好久，才恋恋不舍地松开了手。此时他的脑海里又出现了一个声音：光看有什么意思，不如摸一摸。摸一摸，这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反正摸一摸他也没有什么损失，只要你不说，谁知道这些事情？还是那句话，要是没有你，他命都没了。有道理。楚池的手还是不受控制伸了出去，他心里在叹息，果然男儿本色啊，这可怨不得他，何况他是荒古大日体。但就在他的手要触碰到女子的时候，女子睁开了双眼，一睁眼，女子就看见楚池目露银光的样子。淫贼找死！女子发出了尖叫声，随后她伸出纤纤玉手指着楚池的脑袋，她的指尖有灵光闪现，但这灵光只是一闪而逝。女子猛地吐出一口鲜血，身体倒在了地上。楚池这才开口道：你醒了，你别误会，我是在给你整理裙子，刚才有点走光了。整理裙子？女子明显不信，但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她开口道：我应该中毒了才对。楚池回答道：你不是应该中毒了，是已经中毒了，是我将毒吸出来的，不然你早就死了。是你救了我。等等，你说将毒吸出来，用嘴？女子下意识抱住了自己的腿。楚池白了女子一眼，道：不用嘴能用哪里？用屁股啊！我。女子咬住嘴唇，那秀眉微蹙的样子别有一番味道。这种小女态，哪怕是女剑仙身上也没有。好一会，女子才接受了这个事实，她咬牙开口道：谢谢你。这才对嘛，我救了你，你当然该谢谢我。女子白了楚池一眼，又问：这里是哪里？楚池奇怪地道：你不知道这是哪里，那你怎么来的这里？难道你是被人打晕拐到这里来的？该不会你已经被人给……哎，可惜。你回答我。女子眉头一皱，隐隐有些恼怒。楚池耸了耸肩，道：这里是野兽山岭。野兽山岭？没听过。你告诉我，这里是哪个国家？还能有哪个国家？当然是大元国。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怎么感觉傻兮兮的？女子没有回答，而是轻喃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家吗？美女，你在说什么？没什么。女子忍住身体的不适，强行站了起来。
但他的伤势真的太重了，连站都有些摇晃。你叫什么名字？女子再次开口。楚池。楚池，多谢你救了我，我的身体受伤太严重，我得先找个地方好好休养一番。你家住哪里的？等我能正常走动就去找你，我不会白白受别人的恩情。楚池打量着女子的身体，好奇地道：怎么，你要报答我，以身相许吗？你想多了，不是以身相许，难道一夜情也行？我还可以不负责任。无耻！女子脸色瞬间变红。楚池却是洒脱一笑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女子实在无语，还想说些什么，楚池再次开口道：行了，既然你不给我睡，那就不用报答我，我救你也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只是觉得你这样的绝世美人死在这里有些可惜而已。好了，有缘再见。楚池挥了挥手，洒脱离去。真的走了？女子瞳孔颤抖，没想到世间还有如此奇怪的男子。这男子看上去好色，却好像又很正经。你说他正经吧，但他刚才的眼神又的确很好色。他记得没错的话，他睁眼的时候，楚池的目光放在他的，而且女子对自己的容貌女是很自信的，从小到大绝对没有一个男人不想同她待在一起。眼见楚池就要走远，他再次开口道：你还没告诉我你住哪里的？你还挺执着。飞云村。楚池的话落，身体已经消失在了树林之中。真是一个奇怪的人。飞云村，我会去找你的。女子轻喃了几句，随后抬头看向天空。到底是谁想要杀我？如果不是爹娘给了我破虚空符，我怕是已经死了。他说这里是大元国，连王国都不是，真是一个卑微的小国。也好，在这里我可以安心养伤，等我断掉的经脉完全恢复，家传功法自动运转起来，家族的长辈自然能感应到我的大概位置。楚池走出千米远后，忽然停住了脚步。我都忘了这里是野兽山岭，那女子受了伤，怎么在里面存活？要是遇到强大的野兽或者是难修者，他的处境怕是不妙。这想法出，他给了自己一巴掌。妈的，他自己都不怕一个人危险，我担心这么多干什么？楚池啊楚池，你还是心地善良了，抓紧时间提升修为吧，这才是你该做的。楚池没有再停留，继续深入。现在的他必须大量猎杀1级6阶和1级7阶野兽，如果能猎杀8阶野兽，那是最合适不过的。只要得到1颗8阶兽丹，在100%吸收兽丹能量的情况下，他体内的灵气肯定会达到饱和。决定了，就猎杀8阶野兽。但想要猎杀8阶野兽，还得依靠7剑斩。楚池找了一处无人的地方，开始练剑。他必须将7剑斩完全掌握，甚至小成。楚池手持长剑，原地舞动。女剑仙在剑道的领悟，加上大道自然诀，楚池在剑道的天赋无人可比。短短3个小时后，楚池的四周出现了7道剑光。但楚池还不满足，出现7道剑光只是将7剑斩入门，他还要让7道剑光转动起来。又是5个小时后，7道剑光像是从死物变成了活物，剑光流转，可攻可守，7剑斩小成。要是楚家人在这里，一定会惊愕地从地上跳起来。他们一直都觉得剑技难练，但楚池得到7剑斩前后也就不到4天的时间，这4天他不仅学会了7剑斩，还将7剑斩小成了。这天赋简直是变态，该去猎杀8阶野兽了。楚池轻喃了一声，快速远去。其实他可以一鼓作气将7剑斩大成，但7剑斩小成后就足以应对8阶野兽了。现在提升修为才是最重要的，他缺少的就是时间。一路没有停留，大约半个时辰后，前方出现了打斗声。楚池思考了一下，随后朝打斗的地方赶了过去。现在的他还没有离开6阶野兽生活的圈子，万一前面打斗的是他哥呢？很快，楚池去到了一座大山脚下，打斗就是从山脚传来的。视线中，几位修者联手正在击杀一头人级6阶野兽。这是一只白关蛇。白关蛇属于巨蟒，体型庞大，皮肤坚硬。这几位修者虽然都受了伤，但白关蛇在他们的围殴下也受伤不轻。此刻，一位凡人境6层的修者看准机会，一剑刺向了白关蛇的眼睛。这一剑不仅刺穿了白关蛇的眼睛，还击穿了他的脑袋。白关蛇的身体在地上扑腾了几下，便失去了呼吸。没有。楚池微微摇头，有些失望。这些人里没有楚天的身影。楚池正准备离去，却发现这几人根本没有理会白关蛇，全部走向了山脚的洞穴。这应该是白关蛇的窝，不看看有没有兽丹就进洞穴了，难道里面有好东西？楚池眼神一眯，悄悄跟了上去。
虽然对方人多，但修为最强的好像也就凡人境6层，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一路跟随进入洞穴深处后，里面居然出现了亮光。楚池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棵发光的小树，小树只有30公分高，上面有一朵蓝色的花骨朵。楚池觉得这花骨朵很眼熟，却一时之间没想到这是什么。对了，蓝光花，这是他哥哥最想得到的灵药。哥，这真的是蓝光花吗？这时前方的人群中有人开口询问。那位击杀白关蛇的中年回答道：不错，这就是蓝光花，等它完全绽放，再将其摘下，可以提升凡人境6层以下修者1层修为。这花正适合我。别说了，要开花了。此刻含苞的花朵逐渐开放，只是几个呼吸便长成了一朵散发着蓝光、模样奇特的花朵。在花朵彻底绽放的那一刻，惨叫声也传来了。发出惨叫的是那位哥哥，一把利剑毫无征兆从他身后刺穿了他的心脏。他一回来就看见了弟弟那狰狞的表情。哥哥，你太自私了，谁说这白光花最适合你？有了这朵花，我就能将修为提升到第6层，我就会取代你，成为家族里最年轻的凡人境6层修者。这就是修者的世界。在绝对的利益诱惑前面，亲人也会背叛你。弟弟踩着哥哥倒下的身体，风一般的冲向了蓝光花，但他刚刚有动作，一把剑从旁边朝他击来。谁说是你的？这花是我的，想死的就来抢。很快，昏暗的洞穴里出现了刀剑相碰的声音。之前的小伙伴们大打出手，互相残杀。很显然，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到蓝光花。蓝光花只有一朵，只有活着的人才配拥有。鲜血在飘洒，生命在凋零。10分钟后，乱战结束。杀兄的青年技高一筹，活到了最后。他提着剑开始补刀，只有确定这些人断气，他才放心。此刻还有一人未断气，见青年提剑走来，他不停求饶：别杀我，蓝光花我不同你抢了，你放过我吧。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们点过香，结过义。义字刚落，此人的脑袋就掉在了地上，双目圆瞪，死不瞑目。白痴，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弱者才会放在心上。我连亲哥哥都杀了，何况结义兄弟。青年低头查看了一下，确定所有人都死了，他才走向了蓝光花。哈哈，蓝光花是我的了。他伸出手打算将花摘下来。就在这时，楚池手持长剑冲了过来。青年察觉到了身后的动静，反手一剑刺向后方，但这一剑并未刺中目标。楚池的身体并不在他的正后方，而是在他的身侧。青年想提剑变招，却已经来不及了。楚池手中的剑带起一朵剑花，斩在了他的脖子上。青年只觉得脖子发凉，视线有些倾斜，他的头已经斜挂在脖子边，鲜血像是喷泉洒落地面。你是谁？但青年并没有死，他用手扶着脑袋，还有一口气。居然没死吗？我的剑还是太钝了。楚池眼神冰冷，没有丝毫感情波动。对于这种为了一点小利益就要杀死自己亲哥哥的人，他不会有丝毫怜悯，因为在他的世界里，哥哥非常重要。下一刻，空中出现了2道剑光，哪怕青年的修为强于楚池1层，也无法同一时间拦住2道剑光。楚池在见到的造诣，青年根本无法望其项背。随着咚的一声响，青年的脑袋滚落在地。杀死青年，楚池这才摘下蓝光花，但他并没有马上服用。蓝光花可以提升凡人境6层及其以下修者1层修为，在凡人境6层服用最合适。原本楚池没有多大信心，在不到7天的时间里将修为再提升2层，因为时间真的有点紧，能提升到凡人境7层最好，如果不能，这株蓝光花可以备用。收下蓝光花，楚池又将青年等人包裹里的东西全部收入了储物戒指。这些东西虽然质量不高，却也可以换点钱财，谁会嫌钱多呢？收了战利品后，楚池这才离开了洞穴。路过白关蛇尸体的时候，他顺手打爆了蛇头一枚闪闪发光的寿丹，从里面滚了出来。本是随手一试，没想到真有寿丹，运气不错。楚池微微一笑，直接将6阶寿丹吃进了肚子里。随后他继续深入，越进入深处，野兽的等级越高，但数量就相对要少一些。这一路他依旧没有遇到哥哥，也不知道是真的出事了，还是已经离开了野兽山岭。哥，你千万别出事啊，我还想让你看看现在的我呢。弟弟已经同以前不一样了。同一时间，在距离楚池大约5里之外，这里有一片充满雾气的竹海。竹海外站着3位中年男子，最右侧的男子
身材矮小，样貌猥琐。左侧的男子身材魁梧，满脸串脸胡。中间的男子脸型狭长，眼如鹰。此时身材矮小男子开口道：那小子应该进去5天了吧？看来他是宁愿死在这片充满瘴气的竹海，也不愿将东西交出来。他的话落，魁梧的串脸胡汉子开口问道：矮子，你怎么就确定打开石门的钥匙被他取走了？说你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你还不信？要是这小子没有钥匙，看见我们进入洞穴，为什么转身就离开？现在更是直接躲入了瘴气竹海，这不就说明他身上肯定有打开石门的钥匙吗？只不过在他准备打开石门的时候，我们恰巧也进去了。有道理，那现在该怎么办？都5天了，他都没出来，他不会从别的方向跑出去了吧？不可能，这片竹海位置特殊，其余3个方向都是沼泽，不可能有人从沼泽之地走出来。这么说，他还在里面。这都5天过去，他不会已经死了吧？死没死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要是不想死，就一定会出来。矮小男子的话刚落，充满瘴气的竹林里出现了一道模糊的身影。这身影起初很模糊，随后越来越清晰。很快，一位青年出现在所有人视线中。这青年剑眉云鬓，原本俊秀的脸变得有些发黄。他边走一边咳嗽，身子骨似乎虚弱到了极点。他的背后背着一个大大的包裹，哪怕走路摇摇晃晃了，他没有打算放下这个包裹。出来了，我还以为你真打算死在里面。矮小男子戏谑一笑。他的话落，青年虚弱开口道：你们赢了，我知道你们为何追我，我将那个东西交给你们。青年的手里出现了一个石玉佩，算你小子识相。魁梧男子一把接过了玉佩，随后回头问道：这小子杀了吗？青年咬牙道：我将东西都给你了，何故取我性命？魁梧男子根本没有理会青年，他眼神兴奋地道：你们不说话，那就是默认让我灭口了。好。魁梧男子伸出手掌，灵气运集到手掌边缘，像是一把手刀。你们。青年眼里瞬间射出一道狠光，既然都是死，还不如痛痛快快战一场，能杀一个就是一个。虽然身体中了毒，他还是全力运转灵气到右拳。他的右拳发光发亮，低沉的虎啸声萦绕四周。这是楚家的猛虎拳。这青年正是楚池的哥哥楚天，他的猛虎拳只是入门。小子，你的天赋不错，年纪轻轻就视凡人境6层，但可惜老子视凡人境7层的修为，要捏死你轻而易举。魁梧男子伸出左手抓住了楚天的手腕，右手的手刀劈向了楚天的脑袋。楚天的眼神当时就变得绝望。他出入野兽山岭这么多次，一直平安无事，这一次终究是要陨落在里面了吗？不，他不能死。他死了，楚池怎么办？要是没了他，楚家的人不会有任何顾忌，楚池在楚家会过得更加艰难。他若死，谁来守护楚池？可惜就算他不想死，也无能为力。修者的生死向来都是由强者决定，弱者的命从来都不由自己。弱小是罪，有时候还是死罪。弟弟，对不起了，我无法再守护你了。如果你的世界从此没了我，一定要更加坚强。来世我不想再当哥，好累，真的好累。老姜，给我迸射出来吧。魁梧男子一声低吼，他似乎很喜欢看见打破别人脑袋的画面。魁梧男子的动作并不快，似乎要让人在绝望中死去。但就算不快，他的手也即将触碰到楚池的脑袋了。那旋转的灵气如同利刀一般锋利，旋转形成的劲风吹得楚天的头发一阵乱飞。很显然，这是一门武技。眼见魁梧男子的手就要触碰到楚天的脑袋，矮小男子忽然开口道：等等。魁梧男子的手猛然停在了空中，他疑惑地道：等什么？矮小男子眼神睿智地道：先留下他的命。魁梧男子眉头一皱：为什么？他的命有什么用？矮小男子解释道：那石门后面不知道有什么危险，我觉得留下这小子的命，或许关键时刻可以替我们去送死。这……魁梧男子一细想，觉得很有道理。反正这小子修为比他弱，又中了毒，掀不起什么风浪。他收回手，笑着开口道：矮子，还是你聪明。这话一落，矮小男子忽然暴走了，他手里握着一把匕首，猛然冲向了魁梧男子，刀尖就抵在魁梧男子的脖子上。他的手举得高高的，那模样非常滑稽。我是不是说再叫我矮子，我弄死你？魁梧男子却是笑道：矮子，你我同是7层修为，你杀不了我。妈的，你找死！矮小男子正准备暴走，一直都没说过话的鹰眼男子
忽然开口了：“够了。”他一开口，矮小男子瞬间罢手，鹰眼男子继续道：“别在这浪费时间，带上这小子，先过去看看。”好的，鹰哥。三人带着楚天快速离去。很快，他们去到了一处断崖下，这里不久前发生过山体滑坡，山下是堆积如小山的乱石。他们一路攀上乱石，去到了山腰的位置。这里因为滑坡出现了一个洞口，似乎这座大山里原本有条暗道。鹰哥，矮小男子忽然停住了脚步，用手指着洞口。鹰眼男子定睛一看，眉头当时就皱了起来。洞口出现了一头老虎，这老虎同普通老虎不一样，它的尾巴像是毒蝎。这是一级8阶野兽蝎尾虎。是蝎尾虎？这畜生什么时候来的？他好像将这洞穴当成新家了。鹰哥，怎么办？这畜生是8阶野兽中最凶猛的。魁梧男子开口询问。鹰眼男子眼神冰冷，只说了2个字：打虎。好，那就弄死这畜生。鹰哥，你是凡人境8层的修为，我们拼一把，就算弄不死他，也能将他打跑。矮小男子说着，一巴掌将楚天打昏。随后3人冲向了蝎尾虎。山体滑坡出现石门，说明这里面肯定有机缘，这头老虎必须弄死。另外一边，楚池一路深入，终于他发现了第一头8阶野兽铁背犀牛。还没等他攻击，铁背犀牛已经主动朝他冲杀而来。8阶野兽是有领地意识的，铁背犀牛体型庞大，奔跑起来大地似乎都在颤抖。我靠，这么猛！楚池大吃一惊，连忙施展出7剑斩，这一次是全力。7道剑光出现在他的身旁，随着他快速舞剑，7道剑光彼此流转，似乎在他身前形成了一层剑道结界。能将7剑斩施展到这个地步，他怕还是第一人。剑道结界刚刚出现，铁架犀牛就撞了上来，一点也不认怂。你真壮啊！真是头铁。只听砰的一声响，剑光消散，楚池手中的剑更是断成了几截。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楚池撞飞了20米，他将断剑插在地上，这才稳住了身体。他抬起头，嘴角虽然有一抹血迹，但他还是露出了笑容。他扔掉手中的剑，走向了铁甲犀牛。铁甲犀牛在刚才的攻击后已经倒在了地上，因为他的脑袋已经碎了。7剑斩小成，攻击力本来就相当于凡人境8层，再加上铁甲犀居然全力朝楚池的剑道屏障撞击而来，这是杀敌100，自损1000。7道剑光直接搅碎了他的脑袋。走近后，楚池的脸色却变了。铁甲犀牛的脑袋里没有任何光芒，他没有看见寿丹。我操，不会吧？没有寿丹？我可是被你撞得受了内伤啊！楚池拿出剑在大脑袋里刺来刺去，最终他确定没有内丹。算了，寻找下一个目标。时间流逝，不知道是不是好运用，光了楚池又杀了5头8阶野兽，没有一头给他留下寿丹。他的身体已经很疲惫了。就在他打算休息一会，忽然察觉身后有野兽的呼吸声。楚池猛然转头，瞳孔一阵收缩。他的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头猛虎。蝎尾虎。楚池面色难看，蝎尾虎可是8阶野兽中的王者。别说现在的楚池身体疲惫，多处受伤，哪怕不受伤，他也很难杀死蝎尾虎。最重要的是，他的灵气快枯竭了。要是蝎尾虎朝他进攻，他必须做到一击将之杀死，否则死的就是他。这一刻，一人一虎彼此对视，微风吹过，气氛微妙。怪了，他怎么不攻击我？不对，他受伤了。楚池将灵气运集到双眼，终于看清楚了。远处的蝎尾虎毛发凌乱，有的地方更是被血迹粘在一起。俗话说，老虎不吃人，除非没能力。这可能是我的机会。楚池眼神一眯，非但没有逃走，反而一步步靠近了蝎尾虎。蝎尾虎虽然做出进攻姿态，却没有发动攻击，而是远远咆哮了一声。他是想将楚池吓走，但楚池非但没有吓走，他反而更加确定这只老虎受了伤，而且他的伤比想象的还要重。很快，楚池距离蝎尾虎越来越近，双方只有不到10米的距离。近了，他才发现蝎尾虎被草丛遮挡的身体在不停滴血，他的腹部有一道大大的伤口。吼！蝎尾虎最后咆哮了一声，终究还是倒了下去。很显然，他能跑到这里已经是强弩之末。他倒在地上后再也没有站起来，他的眼神再也不像之前那么凶猛，因为他知道他快死了。他用舌头最后舔了舔布满血口的爪子，脑袋无力地垂了下去。这姿态有些凄凉，但再凄凉，楚池也没有怜悯。趁你病要你命，万一毒蝎虎给他留下一颗寿丹呢？送上门的机会怎能不珍惜？
既然你这么痛苦，那我给你解脱。随着楚池的话落，7道剑光包裹了蝎尾虎的脑袋，蝎尾虎直接被爆头，一枚闪闪发光的寿丹从脑袋里滚了出来。楚池眼神当时就亮了，随后他自嘲地道：自己辛辛苦苦杀了好几头都没有得到寿丹，没想到每次一捡漏就都能有收获，难道要多多捡漏？不对，得赶紧躲起来。楚池脸色忽然一变，之前捡漏铁牙兔是因为铁牙兔等级不是很高，可能是有强者不屑于将铁牙兔追杀致死。捡漏白关蛇是因为那几个人想要蓝光花，还无心处理尸体。但眼前的可是蝎尾虎，八阶野兽，它的尾巴可用来制作有毒的暗器，它的皮毛也价值不菲。对方既然能重伤蝎尾虎，就没道理不将之赶尽杀绝。也就是说，后面很可能有追兵。先走。楚池拔腿就跑，刚刚跑了几步，他就听到远处隐约有人语传来：大傻哥，血迹在这边。这畜生重伤了，还能跑这么远，真是累死我了。楚池来不及再跑，直接躲在了一棵大树后面。很快，2位中年出现在他的视线中。这畜生已经死了，他的脑袋碎了。有人来过，有人在哪里？应该是听到我的声音跑了。那要追吗？老子弄死他！居然敢捡我们的漏！为了杀这畜生，我们大战了好几个时辰，就连鹰哥都受伤了。你真是个傻子，你都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跑的，怎么追？再说了，尸体还是完好的，对方可能什么都没得到。别废话了，赶紧将皮剥下来，然后回去找鹰哥。对，回去找鹰哥，然后打开石门，里面或许有天大的机。魁梧男子的话还没有说完，矮小男子猛然低喝：住嘴！你是不是大傻逼？这事情能说出来吗？这里应该没有人了吧？你要是不放心，我去附近看看。别浪费时间了，鹰哥还在等我们呢。收了东西，赶紧回去。声音落，2人开始剥皮。此刻，楚池眼神里有光芒闪烁。这2人说什么打开石门？难道他们发现了什么隐秘的遗址？那待会要不要跟上去看看？他眼珠子快速转动，在衡量利弊得失。从这2人的对话和形态来看，他们虽然重伤了蝎尾虎，也都受了伤，这说明他们的修为最强的也不过凡人境8层，否则不可能如此狼狈。也就是说，只要我将修为提升到6层，还是能对付他们的。既然能自保，那还等什么？先服用寿丹。楚池一口吞下了寿丹，他要趁着2人剥兽皮的时间冲破第6条隐脉。8阶寿丹下肚，转化成为精纯能量，在震天鼎的作用下，这些能量全部被身体吸收。同他想的那样，一枚8阶寿丹的力量就足以将第5层的修为提升到巅峰。短短几分钟后，无论是丹田还是隐脉，都释放出璀璨光芒。没有迟疑，他服用下一颗淬体晶，开始疯狂冲击第6条隐脉。他必须抓紧时间，不能让这2人先走了。10几分钟后，瘦小男子和魁梧男子已经收好了兽皮，起身离去。已经好了？这么快？但我还差一点啊！快！第6条隐脉，给我破！不知道为什么，楚池心里有一个声音，让他一定要跟上这2个男人，好像不跟上他就会后悔一样。这种感觉非常无厘头，好像是人的第6感一样。难道真有什么天大的机缘在等着他？但有时候越着急越难打通。很快，瘦小男子和魁梧男子的身影彻底消失。当他们的身影消失了几分钟后，第6条隐脉这才打通了。楚池的身体重新恢复力量，石海也是一阵清明。虽然2个男人已经失去了踪影，但楚池还是跟了上去。蝎尾虎留下的血迹就是最好的指引。一路狂追，他的视线中终于出现了瘦小男子和魁梧男子的身影。这2人受了伤，速度根本没他快。跟上来后，楚池放慢了速度，他远远跟着2人，放平呼吸，不敢靠得太近。走了20分钟，视线中出现了巨大的乱石堆。乱石堆上隐约有一道人影，此人盘腿而坐，腰间和手臂上都缠着绷带。楚池看不清楚对方的长相，因为距离还有些远。鹰哥，我们回来了。怎么去这么久？这畜生跑得太远，剥皮的时候也费了点时间。行了，走吧，将那小子弄醒。好的，鹰哥。魁梧男子去到楚天旁边，猛然一脚踢在了楚天的小腹。楚天吃痛下瞬间清醒，随后从地上站了起来。楚天站起来的那一刻，楚池瞳孔剧颤。虽然距离很远，虽然看不清楚容貌，但他还是认出来了，这人是他的哥哥。哥哥的身形他绝对不会弄错。进入野山山岭，他一直都在寻找哥哥，却没想法到在这里遇见了。这个该死的大个子居然敢踢他的哥哥。他不知道哥哥是他这一生
最亲、最重要的人吗？这一刻，楚池已经忍不住要现身了，但现在明显不是时候。现在要是暴露身份，他想救楚天就很困难，毕竟楚天离他太远了，要是对方下杀手，他根本来不及援手。你还背着包裹干什么？将这东西给我放下！太碍事了，难道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吗？乱石堆上，魁梧男子见楚天一直背着行囊，有些不悦，说着，他一把将包裹取了下来，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一些5阶野兽和6阶野兽的皮毛，什么垃圾！魁梧男子吐了一口唾沫，一脚将包裹踢飞了，里面的物品洒落满地。你！楚天气得不停咳嗽，这些都是他辛苦得到的资源啊，这些资源兑换成钱财，又足够弟弟挥霍一段时间了。别你你我，赶紧跟我们走，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楚天强行压制下心中的愤怒，一步步爬上了洞穴。虽然他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次危机，但只有活着才会有希望。或许石门里面有逃生的机会。楚天的身影消失后，楚池这才现身。他快速登上乱石堆，在经过楚天包裹的时候，楚池眼神有些感动。他知道楚天弄这么多资源是为了他，他要让楚池活得有尊严。普通人想要有尊严，就得有钱。楚池很想将地上的资源全部收进储物戒指，但他还是忍住了。他知道现在该做什么。哥，等我，我来了。他快速去到洞口，却没有马上进去，而是探头观望。洞口并不深，只有20米的样子。魁梧汉子等人举着火把，里面也算明亮。此刻，鹰眼男子拿着石玉佩放在了墙壁一个凹陷处，这石玉佩刚好能放进去，但放进去之后，石门没有任何反应。怎么没动静？难道这石玉佩是假的？小子，你在耍我们吗？魁梧汉子性子急，一把抓住了楚天的衣领。楚天还没有说话，鹰眼男子用力按了一下石玉佩，见依旧没有反应，又开始旋转。下一刻，齿轮转动的声音传来了，石门缓缓打开。开了，开了！我说之前我们找不到机关，果然是这小子将钥匙拿走了。3位中年眼神都透着金光，他们出入野兽山岭10-20年，还是第一次发现这种地方，这里面肯定有机缘。鹰哥，我们进去吧，小子，你走前面。魁梧汉子一把将楚天推到石门前，楚天眼神阴郁，并未反抗。不好，要进去了。洞口，楚池眉头一皱，他知道他必须现身了。要是3人进去关上石门，他敢肯定哥哥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这一刻，他的思绪快速转动，他在思考要如何救哥哥。强行出手是绝对不行的，他就算能杀人，也不可能一次杀3人。这期间要是出现一点差错，哥哥都可能死。很快，楚池想到了办法，他轻声道：咦，这里怎么有个洞？这声音一出，3位中年彼此对视了一眼，眼神里都有杀意。没想到这个时候有人发现了这个地方，随后他们的身体瞬间紧绷了起来。他们知道能进入这里的至少也是凡人境6层的修为，甚至也可能有凡人境7-8层的高手。他们3个都受了伤，要是战斗起来不一定就能全身而退。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趁现在快速进去关闭石门。快进去！矮小男子正准备催促快进去，但他的话很快就止住了，因为楚池已经站在了洞口。看见楚池后，他们都松了口气。原本以为来的是强者，却没想到来的是一位20来岁的小子，一个毛头小子，怕什么？此刻不仅他们看见了楚池，楚天也看见了楚池，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弟弟怎么在这里？不对，不可能是弟弟，弟弟只是一介凡人，要是来野兽山岭，连1000米都深入不了，就会成为野兽的口粮。只是这世上怎么能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难道这个人同弟弟才有血缘关系？自己是捡来的？那个，我不知道里面有人，我就是路过，打扰了，我这就走。楚池的声音再次传来，他挥了挥手，一脸尴尬，似乎也知道自己好像进入了不该进入的地方。楚池的话落，楚天瞳孔剧颤，内心已经泛起了滔天骇浪。这人不是长得同弟弟一模一样，这分明就是楚池。楚池的声音他能不知道吗？但怎么回事？楚池怎么来了野兽山岭？这里是凡人的禁地，楚池从未踏足过，就算踏足了，又怎么可能深入到这里？但就算再想不通，楚池出现在这里也成为了事实。就在楚天惊讶的时候，矮小男子冷笑一声：小子，既然来了，还想走吗？声音还在飘荡，矮小男子像是猎豹一般冲向了楚池，他伸手为爪，抓向了楚池的脑袋，似乎要将楚池的脑袋直接捏碎。
楚池吓得立马用手捂着脑袋，第一时间开口求饶道：“别杀我，别杀我！”一边说，他还一边摇头，他的眼神看了一眼楚天。此刻的楚天捏紧拳头，似乎要暴走，但还好他没有暴走。楚池这才放心，说明哥哥看懂了他刚才的手势。他刚才挥手说走，那个手势是没问题的手势。这个手势楚天每次离家都会做。哈哈，这么胆小，原来是个懦夫。矮小男子哈哈大笑，开口嘲讽。楚池心里却在冷笑，等老子杀你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不是懦夫了。矮小男子的攻击终究没有落下，他先是朝洞口外面看了一下，确定外面没有人，这才开口道：“英哥，只有这小子一人，看来是误闯到这里的，不如也将他带上。只是一个炮灰，我担心不够。”“不要，我不想死，我只是路过的，你让我走吧。”楚池疯狂摇头，极度不想进去。他这个样子让矮小男子彻底放下了戒备心。这时鹰眼男子却是目光犀利地询问道：“你这么怕死，怎么进入的这里？这附近的野兽可杀凡人境7层以下的修者。”这话一出，魁梧男子表示认同，他也冷喝道：“对啊，你小子怎么进来的？”楚池抬起头，一脸懵逼地道：“啊，我进入了7阶野兽的圈子，我根本不知道，2天前我迷路了，我还以为我一直都在往出口走。”楚池的话让魁梧中年哈哈大笑，原来是一个连方向感都没有的蠢材。这世上愚蠢的人的确不少，鹰哥，带上他吧，他的命或许也用得上，反正他对我们来说没有危险。鹰眼男子没有拒绝，而是开口道：“赶紧进去，以免又来人。”此话落，矮小男子将楚池推向了楚天：“你跟着那个小子走最前面。”楚池脸上惊慌，心里却笑了：“哥，我来了。前面20年一直都你保护我，从这一刻起由我保护你，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一定。”楚天借着矮小男子的力气，脚下一个踉跄倒向了楚天。楚天虽然身体疲惫，却还是用手扶住了楚池。小心！这一句小心绝对发自肺腑。扶起楚池后，他的眼神非常复杂。他狠问一句：“弟弟，你怎么在这里？你可知道你摊上大事了，会死的。”但他知道他和楚池是亲兄弟的身份，最好不要暴露，不然会更加麻烦。这也是为何楚池在看见他后一直云淡风轻，装作不认识他的原因。亲兄弟终究是心意相通，两兄弟相互搀扶进入了石门。紧随其后的是魁梧男子，他的2只手分别掐着楚天和楚池的脖子。“你们在干什么？”魁梧男子忽然冷喝了一声，他似乎看见楚天伸出手在比划着什么。“没什么。”魁梧男子冷哼道，“你们2个可别想着逃，那样只会死得更快。”话音落下，鹰眼男子也进来了，他站在门口打量了一下石门的正面和背面，随后他将石玉佩取了下来。石门里面也有一个凹槽，也就是说从里面关门或者开门也需要石玉佩，这石玉佩必须保管好。关好门后，鹰眼男子3人用火把照亮前方，往前了走了大约100米，视线中出现了一条铺着青石板的狭长小道，两边的墙壁上雕刻着纹路，但灯光太暗，看不了多远，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这里或许有机关，你先去试探一下。鹰眼男子没有贸然前进，而是用手指着楚池：“怎么是我？我不敢去。”楚池有些犹豫，依旧是一副贪生怕死的样子。一旁楚天迈开脚步，正想说一句“我去吧”，但楚池的手抓住了他的胳膊，他居然无法上前。楚天当时就震惊了，他虽然中了瘴气毒，却也不是一个凡人能拦下的。弟弟的力量怎么这么大了？小子，鹰哥让你去你就去，信不信现在就杀了你？魁梧汉子开口威胁。不知道是不是被吓到了，楚池双腿一软，直接瘫在了地上。他抱住魁梧汉子的大腿道：“能不能别让我去？这走廊一看就有危险，我不想死，要不你让他先去吧。”楚池用手指着楚天，楚天瞳孔一缩，虽然不知道弟弟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心里难免有些难受。这是一有危险就让哥先死吗？妈的，老子没见过你这么懦弱的修者，别碰老子！魁梧男子实在有些无语，他抬起脚将楚池甩飞了。楚池飞的方向恰好是鹰眼男子所在的地方。落地后，楚池又抱住了鹰眼男子的大腿，开口道：“我知道你是他们的老大，那你能不能让他先去？我想活，我真的想活。”鹰眼男子微微低头，那眼神让人胆寒，充满杀意。“你真的很懦夫，但越不想死
就越要越死。我现在就杀！鹰眼男子的话还没有说完，一边突起，楚池手中忽然出现了一把剑，这把剑出现的毫无征兆，一剑在手，天下我有。7道剑芒瞬间出现在了鹰眼男子四周，剑光照亮黑暗，昏暗的洞穴变得光明了不少。当剑光消散的时候，楚池手持长剑就站在鹰眼男子旁边。这一刻的楚池昂着头，挺着胸，站如松，目如龙，哪里还有之前那贪生怕死的样子？楚池旁边，鹰眼男子也是站着的，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脸、他的脖子多了几道伤口。随着鲜血的涌出，鹰眼男子的脑袋被分成了8块，咚咚咚，碎裂的脑袋夹杂着脑浆落在地上。安静，现场诡异的安静了下来。矮小男子和魁梧汉子早就目瞪口呆，直到脑袋落地，他们这才反应过来。鹰哥，不可能，不可能，你怎么有实力杀鹰哥？当然，震惊的不只是他们，楚天的瞳孔也在不停收缩。他做梦也想不到，弟弟能一剑斩杀凡人近8层的修者，这样的修为绝对是高手啊！而且，楚池什么时候是修者了？他刚才施展的剑法，好像是楚家最难修炼的剑技7剑斩，但楚池不仅学会了，还施展出了完整的7剑。这就是之前进门的时候，楚池向自己询问着几人修为的原因吗？之前2人相互搀扶，楚池趁机询问了一句：“修为？”楚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转头看了魁梧汉子等人一眼，他立马心领神会，用手朝楚池比划：“778。”现在看来，楚池是一开始就在寻找机会，一击击杀这3人中的最强者。楚天收起心中的惊讶，快速去到了楚池身后。他不知道楚池为什么变得这么强，但现在他不能拖累弟弟，离他越近才越安全。此时楚池再次开口了：“有什么不可能的？现在轮到你们2个了。”声音落，他手中的剑再次动了，7道剑光斩向了魁梧男子。魁梧男子想要躲，却如何躲得过7道剑斩？楚池的剑太快了，他的2只小腿直接被楚池斩断，他的身体倒在地上，不停哀嚎：“我的腿，我的腿！”那声音粗犷嘶哑，比杀猪还难听。一旁矮小男子脸色一变，二话不说，转身就逃。此子不仅妖孽，出手也非常果断。他从未想过一个年轻人有此等心机和实力。见矮小男子逃走，楚池根本没有追，因为矮小男子逃不了。石门的钥匙在鹰眼男子身上，矮小男子就算跑回去也打开不了石门。楚池捡起地上的石玉佩，一步步去到了魁梧汉子身边。魁梧汉子忍住疼痛，用双手刨地，也想逃跑，但这速度并不快。之前就是你踢我哥，你的脚就彻底别要了。楚池的眼神冰冷的像是千年寒山。声音落，他的脚从天而降，踩在了魁梧汉子的断腿上，一脚落，一脚又起，霎时间血肉横飞，魁梧汉子的断腿直接被踩成了碎肉，鲜血溅在楚池的身上，将他衬托的像是盖世魔王。只是几个呼吸，魁梧汉子的右腿从大腿根部全部被踩碎，那碎肉夹杂着骨头粘在地上，这场景惨不忍睹。但楚池的动作依旧没有停止，他开始踩左腿，每一脚力量都很大，每一脚都鲜血四溅。虽然他的内心里也有点反胃，这还是他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但没有不忍，只有痛快。当修者真好，快意恩仇的感觉太爽了。只要有仇，在能报仇的情况下，就尽量让仇恨不过夜。魁梧汉子看上去强壮，在楚池的踩踏下也疼得昏死了过去。这一幕楚天看在眼里，却并未多说什么。修者的世界向来这样残酷，没意思。楚池轻喃了一下，一剑刺穿了魁梧汉子的脑袋。刚刚拔出剑，那逃跑的矮小男子去而复返。很显然，他也知道石门那里根本跑不掉。这一次回来，矮小男子的眼神变得很辣，他从身后取下一把弯刀，似乎打算同楚池拼命。小子，拿命来！弯月刀。矮小男子挥动着弯刀杀向了楚池，但他的刀法太差了。楚池长剑轻轻一点就破了他的刀法，弯刀随同矮小男子的手一起掉在了地上。矮小男子眼神绝望，没想到他居然不是楚池的一击之敌。他能感觉到楚池的气息没有他强，也就是说对方的修为至少弱他一层。这小子是哪个大势力的天才啊？没想到天下有你这样的妖孽。这么说你一直在扮猪吃虎，但我很疑惑，你既然如此强，为什么不直接出手杀了我们，何须装一个弱者呢？矮小男子知道楚池的剑法非常厉害，
哪怕三人联手也是死路一条。按道理来说，楚池根本不需要伪装的。楚池神色严肃，指着楚天开口问道：“你知道他是谁吗？”“是谁？我亲哥。”“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矮小男子恍然大悟，这小子虽然强，却不可能一剑杀他们3个。他选择装弱者，只是为了万无一失。为了亲人，这小子也算是能屈能伸。这样的人太少见了。你是我见过最不一样的少年，但你能不能不杀我？我可以当炮灰，这条路很可能有危险，我可以替你们去探。矮小男子的话还没有说完，楚池的剑已经落下了，嗤的一声响，人头落地。楚池是不可能给自己留下后患的。矮小男子虽然不被他放在眼里，他的存在终究能威胁到楚天。给他活命的机会，就是给哥哥增加危险，一点危险都不能有。哥，没事了。楚池回过头，嘴角带着一抹笑容。再见哥哥，真的像是隔世一样。毕竟他在秘境里1日300年。弟弟，你怎么做到的？我的意思是，你怎么成为修者了？你的气息同我差不多，你应该也是凡人境6层的修为吧？楚天终于能问出心中的疑问了。楚池没有回答，依旧笑着道：“哥，你震惊的眼神真是让我开心，终于我也成为了一个对你有帮助的人，不是吗？你小子，快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这事情说来就话长了，那就长话短说。短说的话，就是我落入悬崖，遇到重伤的强者，对方替我开辟出了丹田，甚至直接替我打通了几条引脉。这是不是太短了？好多疑惑都没有解开啊！关键是他才离开楚天多久啊？前后后也就10来天吧。”楚天还想问些什么，身体却不停咳嗽，甚至咳出了一些血迹。楚池大吃一惊：“哥，你是不是受伤了？你等等，我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恢复伤势的灵药。”楚池正准备去翻几位中年的包裹，楚天开口道：“我没有受伤，只是中了瘴气毒。”“中毒了？那赶紧回去。我听说瘴气毒不早清除，5脏6腑都会受到损伤，慢慢糜烂。”楚池说着蹲下身体，准备扶起楚天。楚天却是笑着道：“别这么紧张，还没到那个地步。这走廊深处，你不准备去看看吗？”楚池不停摇头：“不去了，你的身体最重要。再说了，石玉佩在我这里，我随时都可以再来。我知道村子外有一个老郎中擅长解毒，我马上就带你去解毒，这事情不能拖。不过，你先等等我。”楚池去到3位中年尸体旁，收走了他们的包裹，这才回到楚天身旁：“来吧，我背你。”楚池转过身，蹲下了身体。“你背我？哥，你哪里那么多废话？怎么，只准你背我，不准我背你吗？”“不是，只是有些不习惯。”楚天摇头一笑，还是上了楚池的背。“抓稳！”楚池提醒了一下，快速离去。不知道为什么，将哥哥背在身上，他的心里不仅安稳，还很自豪。从小总是哥哥背着他，护着他，今天终于轮到他背哥哥，护哥哥了。他楚池终于不再是人们口中没有哥哥就一无是处的废物。今天如果不是他，哥哥大概率已经死了。其实楚池的心里还有些后怕，如果不是自己恰巧成为了修者，恰巧也来了野兽山岭，是不是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楚天了？他甚至连楚天的尸体在哪里都不知道。楚天会同他爹一样，从此失踪，杳无音讯。哥，你没事，真好。离开洞穴，楚池回到了乱石堆，像是想到了什么，他将楚池放在了一块大石上，开口道：“哥，你再等我一下。”声音落，楚池将乱石堆上散落的兽皮、兽脚全部捡了起来。这些东西是哥哥辛辛苦苦收集的，他不能让哥哥的辛苦白白浪费。好了，走吧。楚池重新背起楚天，快速离去。没走多久，楚池就听见了细小的呼噜声，扭头一看，楚天已经睡着了。哥，这些天你一定身心疲惫吧？睡吧，睡吧，好好睡一觉，睡醒了我们就到家了。连夜赶路，1天后，楚池回到了飞云村，但他没有进村子，而是在村子外拜访一位老郎中。楚天的毒还需要老郎中去除。时间流逝，很快，楚池同楚寻义约战的日子到了。这一日，楚家主院，楚寻义一大早就站在院子中央。虽然他知道楚池已经跑了，但他还是来到了这里。他心中还抱着最后的一丝期望，万一这小子回来了呢？他一定要给儿子报仇。但从太阳升起到夕阳西下，始终都不见楚池的身影。四伯父还在院子里。哎，他是多想杀了楚池啊！明知道楚池已经跑了，却还在这里等。此刻，飞云村外老郎中所在的小院，楚池看着夕阳，
神色有些焦急。今天就是他同楚寻义约战的日子，按理说日落之前他就得去，但老郎中说了，他哥哥中的瘴气毒有些深。原来那日哥哥不是睡着了，而是昏迷了。老郎中说，如果7日之内醒不来，那就很危险，随时都有断气的可能。但如果醒来，就表明没事了。所以这几日他一直守在这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太阳逐渐落下山头。楚家主院太阳的光辉越来越暗淡，马上就要傍晚了，天要黑了，四伯父居然还在。四伯父，不用等了，楚池绝对不会出现的。他要是出现，那不是自寻死路吗？院子里，楚风忍不住喊了一声，这一声喊击溃了楚寻义内心的执着，他彻底死心。小杂种，我真后悔那日没出手杀了你，悔不该当初，悔不该当初啊！楚寻义抬起头，双眼通红。啊！他仰天咆哮了一声，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离去。但就在这时，楚寻义的下人忽然跑了进来，一边跑一边高呼：“四爷，楚池，楚池回来了！楚池回来了！”下人的声音不停在四周飘荡。楚寻义瞳孔一颤，猛然停步，已死的心忽然快速跳动了起来。但他还是确认了一句：“真的，看清楚了，一清二楚，他跟着他哥楚天一起回来的。”下人的话惊呆了四周所有人。什么？楚池真的回来了？这太费所思了，他只要不傻，就不会回来送死。楚池现在在哪里？就在前院，正朝主院赶来。此时前院，楚池的确回来了。本以为今天会错过这场战斗，却没想到太阳落山时，哥哥忽然就醒了。此刻他与楚天并肩而行，一路赶往主院。他们所到之处，无论是下人还是本家人都震惊地瞪大了眼睛。是七少爷，是楚池，他不是跑了吗？怎么回来了？看他前进的方向，好像是要去住院。难道他真要同四伯父约战？不，他不可能同四伯父战斗。你没看见他旁边的楚天吗？他这次出走，看来是找楚天给他出头了。找楚天出头？楚天只是凡人境6层的修为，根本不是四伯父的对手。想那么多干什么？跟去看看。前院到主院有一段距离。当楚池和楚天来到主院门口的时候，楚家几乎所有人都到了。伯父、叔叔、7大姑、8大姨几乎到齐，楚风、楚清河等晚辈也是尽数到场，就连楚山也推开了房门，站在了主檐之下。现场的气氛有些奇妙啊。当楚池踏入主院后，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他，几乎所有人都是一副看好戏的样子，唯独楚莹莹皱起眉头，一脸担忧。七哥，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是不是傻啊？会死的。楚池见这么多人一点都不怯场，反而朝四周挥了挥手，嬉皮笑脸地道：“大家都在啊，不好意思，因为点事情耽搁了，所以回来的有点晚，让大家久等了。”楚池的话让四周所有人脸皮抽动了一下，这小子死到临头了还笑得出来，这是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啊！最让人无语的是，楚池居然还朝楚寻义挥了挥手：“四伯父，久等了。”楚寻义没有说话，因为他太激动了。原本以为这一辈子再也无法给楚南报仇，万万没想到楚池真的回来了。他的嘴角情不自禁露出了一抹笑容，这笑容充满嗜血的味道。好，好，他一连说了2个好字，这才整理好情绪。只要你没跑，只要你能来，就算再等久一点也没关系。跑？我压根就没想过跑。楚池耸了耸肩，云淡风轻。楚寻义不知道楚池哪里来的自信，他看了楚天一眼，询问道：“你是想让楚天给你出头吗？”但他还不够格。今日我要杀你，谁挡我就杀谁。楚寻义的话落，楚天神色冷峻地道：“不，我来主院也是观战的。”声音落，楚天一步步去到了旁边的屋檐下，他神色冷漠，一动不动。他似乎真的没打算出手，也没打算替楚池求情。这一幕让四周所有人都懵逼了。什么情况？楚天他不准备出手，这不应该啊！难道2兄弟吵架闹矛盾了？四周的人面面相觑，都不知道楚天这是上演哪一出戏。楚莹莹更是去到楚天身边，着急地道：“四哥，你不帮七哥吗？”楚天依旧冷峻的道：“我没能力帮他，而且这祸是他自己闯的，得他自己解决。”楚天话落，不再开口，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姿态。他的性格是同楚池相反的。四哥，你……楚莹莹急得跺脚，就是七哥解决不了，才需要你帮忙的。他还想说些什么，院子里楚池再次开口了：“四伯父，
在同你战斗之前，有些话我想先说清楚。楚寻义冷冷道：“有遗言就快说。”楚池笑了一下，道：“我知道你将楚南的死怪在我的身上，但我希望这场约战之后，所有恩怨一笔勾销。”没问题。楚寻义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在他眼里，楚池必死无疑，他死了，自然什么恩怨都没有了。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只给你这一次杀我的机会，你要是把握不住，将不再有任何机会。如果还要找我麻烦，我可能会弄死你，弄死你。楚池的声音铿锵有力，不停回荡，他嘴角的笑容已经消失不见，眼中更是射出了一抹杀意。此话一出，全场震惊。震惊之后，有人忍不住笑了。他说他要弄死四伯父，哈哈，太好笑了。我总觉得这小子跳崖没死，脑子就变得有些不正常。我也这样觉得的。就他凡人境3层的实力，想弄死四伯父，切，怕是连四伯父的衣领都摸不到。院子里，楚寻义脸色铁青，他居然被一位小辈嘲讽威胁了。楚池，你找死！你是小辈，出手吧。楚池却是摇了摇头道：“我要是出手，你就没有出手的机会了。”我操，这小子的嘴真硬，硬的我都想去抽2巴掌了。四周的楚家人已经看不下去了，狂妄至极，那就让你在狂妄中死去。楚寻义不再废话，他已经被楚池激怒了，也顾不得自己是长辈，他率先举起了拳头，他的右拳发光发亮，一声虎啸清楚在院子里回荡。很显然，一击他就想杀了楚池，他不想让这小子再多呼吸哪怕1秒钟的空气。出手就是猛虎拳，这小子完全激怒了老四，哎，自寻死路啊！楚家的长辈们都在摇头，但没有人出手阻止，因为他们同楚池之间几乎没有感情。无父无母的孩子是不会有人疼的，更何况他母亲跟别的男人走了，这让楚家脸上无光。恨一个人，自然连他们的孩子也会恨。没悬念了，有的长辈已经准备转身离去。就在这时，楚池的身体也散发出了灵气光芒，他的气势突飞猛长。准备离去的诸位长辈瞳孔猛地一颤，这气息不是凡人境3层，是凡人境6层。他怎么这么强了？但很遗憾，还是不够。凡人境6层怎可敌猛虎拳小成的？这位长辈的话还没有说完，便戛然而止。此刻他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像是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院子里，楚池拔出了背在身后的长剑，他手持长剑冲向了已经朝他冲过来的楚寻义。嗡！随着剑身一抖，长剑舞动，一道剑芒快速出现。起初剑芒只有1道，随后2道、3道、4道、5道，只是一个眨眼的时间，四周出现了7道剑芒。7道剑芒一出现，全场皆惊，诸位长辈更是差点从地上跳起来。这是7剑斩？怎么可能？我不是眼花了吧？7剑斩，楚家的家传剑技，哪怕是楚山这么多年也只掌握6剑，而且这第6剑还是前段时间才掌握的，但楚池居然一连施展出了7剑，这太不可思议！居然是7剑斩，不好！楚山暗叫不好，楚池的剑法太精妙绝伦了，就连他都差点捕捉不到7剑的轨迹。这剑法好像不是刚刚入门那么简单，或许是剑法小成，甚至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剑法大成。否则区区凡人境6层施展的剑法，他怎么会很难捕捉到？天啊！如果是7剑斩大成，楚池真的是绝世妖孽啊！最恐怖的是，老四会死，但他想出手阻止，也根本来不及。完了！这个想法刚刚落下，嗤嗤嗤几声轻响传来，空中传来了鲜血的味道。鲜血洒，7道剑芒快速散去，楚池的身体已经出现在楚寻义的身后，他的剑就抵在楚寻义的脖子上。此刻的楚寻义全身有6道剑伤，右臂1道，肩膀1道，小腹3道，后背1道。最后1道本应该在脖子上，但楚池的剑停了。这一刻，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瞠目结舌，小辈们更是不停揉自己的眼睛，还以为自己是眼花，或者是产生幻觉了。怎么眨眼之间，楚池的剑就搁在了四伯父的脖子上啊？好一会，才有人开口道：“老四，说了，楚池，你刚才施展的可是7剑斩，你将7剑斩小成了。”楚池还没有回答，楚山忽然出现在了楚池身边，他拍了拍楚池的肩膀，卸下了楚池手中的剑，这才朝四周人开口道：“他不是将7剑斩小成，而是大成。”哗！此话一出，所有长辈瞳孔巨颤，根本不敢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大成！
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爹，你弄错了吧？楚山摇了摇头，道：绝对不会错。他最后这一剑本可刺穿老四的脖子，但他却在一瞬间停了下来。楚池不过凡人境6层的修为，却能做到收放自如，唯有5技大成。这么说，他真的将5技大成了？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他才练剑多久啊？难道这些年他一直在扮猪吃虎？楚池居然这么强了，这么说，我也不是他的对手。这一刻，无论是长辈还是小辈，看楚池的眼神都发生了变化。楚山没有理会四周人的震惊，他转头看向了楚池，开口问道：是大成了吧？楚池没有否认，点了点头。这几天在守护哥哥的同时，他也在练剑，因为只有沉浸在剑法中，他才不会忧心忡忡、惶恐不安。几天下去，他将7剑斩大成了，凡人境6层就将人级上凭5技大成，这天赋绝对妖孽。果然如此，楚山叹了口气，随后他朝一脸懵逼、脑子一片空白的楚寻义开口道：老四，你输了，输得彻彻底底。这是金疮药，先止血吧。我输了，我输了。楚寻义似乎恢复了一点意识，他摸了摸小腹的3道剑伤，眼神不甘。不，我没输。忽然他一声怒吼，用左手施展出了猛虎拳，反手一拳击向了楚池的脑袋。如此近的距离，绝对是偷袭，但他的拳刚刚打出，就被楚山一巴掌拦下。这么大的人，居然还搞偷袭！楚山有些气愤，一脚将楚寻义踢飞。他双手背在身后，朝左有族人开口道：这场约战，楚池胜。从此以后，楚南的事情到此为止，我不想听见任何人再提起此事，否则家法处置。另外，从现在开始，楚池在楚家的地位仅次于我，你们都得尊重他。楚山的话让楚家人面面相觑。楚山那一句在楚家的地位仅次于我，信息量太大了。这是不是在说楚池是今后楚家的接班人？他们心里非常不爽，却好像又没有任何反驳的理由，因为楚池的表现真的太让人大跌眼镜了。甚至他们都在怀疑，眼前的天才到底是不是楚池？一个无法修炼的纨绔废物，怎么忽然之间就这么厉害了？是被强者施展了传说中的夺舍之术了吗？七哥，太好了，你没事了。此时楚莹莹跑向了楚池，整个楚家除了楚天，唯一替楚池开心的只有楚莹莹。她还记得小时候楚池对她说过的话：八妹，你放心，我不会认输的，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修者，我要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我不服。当时楚池完全就是不甘心，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其实也承认了自己是修炼废材的事情。他找寡妇谈心，去宜春院愉悦身心，就是想在快乐中忘记自己是废物。每个人都需要宣泄。楚池一直很庆幸有个经常给自己零花钱的哥哥，如果不是通过花钱让他找到了存在感，得到了慰藉，他就算再坚强再强颜欢笑也会崩溃。楚池摸了摸楚莹莹的头，正准备说话，被楚山踢倒在地的楚寻义忽然崩溃了。他抬起头嘶吼道：男儿，是爹爹没用，居然也败给了楚池。爹爹没用啊，男儿，你在下面过得怎样？会不会感觉到寂寞无助？你等着，你等着。楚寻义说着伸出了拳头，灵气浮现，猛虎咆哮。这一拳是打向他自己的，他准备自我了结。既然无法替儿子报仇，那就下去陪儿子。此刻的他道心已崩，他似乎有些理解那一日被扔进粪坑后楚南是什么心理了。真的太丢人了，真的太耻辱了。可惜楚寻义没有自杀成功。楚山脸色铁青地出现在他的身旁，握住了他的拳头。爹，别拦我，我无脸活在这个世上。废物！我现在才发现当日楚池说的话非常正确。你知道是谁杀了楚南吗？楚寻义咬牙切齿地道：当然是楚池。不是楚池，是你。我。楚寻义眼神愕然。不错，是你。是你对楚南过度的呵护和照顾，让他受不了一点打击。他看似坚强，实则脆弱，就像现在的你一样，丢了脸面，受了打击，就不敢见人，想要寻死。你说害死楚南的不是你，那是谁？不是你，那是谁？楚山的话像是一面警钟，不停在楚寻义的脑子里回荡。是我，是我，是我害死了男儿。楚寻义的身体柔软无力，瘫在了地上。这时楚山再次开口了，他恨铁不成钢地道：楚南的死已经成为事实，但你他妈的又不是杨伟，太监了，你再生一个带把的不就行了？如果我说这些你还听不进去，
要死就滚去一边死，别当着我的面，省得先将我气死。楚山说着，又一脚将楚寻义踢飞。滚，都给我滚！楚山愤怒地下达了逐客令。顿了顿，他又道：楚池，你留下，爹生气了。走，快走！四周围观的人先后散去。楚寻义被两位兄长扶着离开，他的嘴里一直重复着：是我害了哪儿，是我害了哪儿。就在人群逐渐散开的时候，同一时间，庞家天色已黑，一只鸽子落在了庞飞烟窗口。庞飞烟取下鸽子腿上的信，打开了看了一眼，眼神瞬间变得欣喜。他快速起身离开闺房，朝主院跑去。一边跑，他一边喊：爷爷，有消息了！庞庆阳没等庞飞烟进入主院，已经闻声而来，那速度像是一道风。飞烟，是与少爷的消息吗？峰哥确定了，这次的名额有飞云村，真的有名额了。庞庆阳的眼神瞬间变得明亮。爷爷，这些日子你想好了要如何灭楚家了吗？想好了，就等这个消息确定，明日随我去楚家。不，我等不了明日，你去通知你大伯父他们，稍后随我去楚家。爷爷，我就不去了，我不想看见楚池。楚家主院，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院子里只剩下了楚池、楚天还有楚山。楚天看了楚池一眼，神色冷酷地道：我在院子外面等你。话落，已经转身离去。楚天的性格就是这样，不苟言笑，那张脸明明很英俊，却成天紧绷绷的。楚天走后，楚池询问道：爷爷，你有话对我说？楚山点了点头，仔细打量了楚池一眼，这才开口道：没想到我楚家最有天赋的人是你。这么多年，你一直被族人排挤嘲讽，恨过爷爷吗？楚池眉头一挑，问道：要听实话？当然。楚池哼了一声：恨，怎么可能不恨？从小我和哥哥都受到排挤，但你身为家主，对我们不闻不问，好像我们不是楚家的人一样。要不是哥哥后来成为了修者，我们的处境会更加艰难。那现在还恨吗？要说不恨吧，心里还是有怨气；要说恨吧，也谈不上。因为我从小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在这个世界，想要被认可、被尊重，甚至被敬畏，只有让自己变强。可惜我是个修炼废材，变强的重担只能落在哥哥身上。楚池看向了院子外面，哥哥身影孤傲，略显落寞。楚山感叹道：没想到我楚家最坚强、最坚韧不拔的人也是你。老四他们经常骂你废物，但真正的废物是他们啊。爷爷，你将我留下，到底要说什么？楚池有些不耐烦了。要是这里的事情处理完了，他还打算去一趟野兽山岭。石门里面到底有什么机缘，他还没有弄清楚呢。的确有问题想问你，但在问之前，我先给你惊喜。惊喜？之前我向你承诺过，只要你击败老四，就给你惊喜。看好了，别眨眼。楚山伸出右掌，原本他的右掌空空如也，没有一物，但眨眼之间出现了一个像是香囊一样的小布袋。这是储物袋，不错，正是可以存放物品的储物袋。怎么样，是不是很惊喜？你应该不知道，我楚家一共也只有2个储物袋。闻言，楚池的神色没有多少波动。如果没有遇到女剑仙，楚山给他储物袋，他绝对会欣喜若狂。能储物的袋子，谁不想要啊？但有了更高级的储物戒指，谁还看得上最低等的储物袋？爷爷，谢了。楚池还是收下了储物袋，他看不上，但这东西给哥哥也是极好的。你小子好像不怎么惊喜的样子。哪里，惊喜得很。是吗？那你知道储物袋怎么用吗？知道，先滴血同他建立联系。知道就好，记住了，不要当着任何人的面动用储物袋，不然会有杀身之祸。我明白，我不傻。明白就好。现在我问你，这10天你都干了什么？怎么修为提升的这么快？10天，你居然提升了3层修为。爷爷，我离开楚家的时候就已经是凡人境4层的修为了。其实我这次出去就提升了2层修为，那也狠了不得了。如何提升的？楚池，你就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得到了什么了不得功法，却没告诉我？你这老头暴露心思了吧？爷爷，我老实说吧，那位强者还传给了我基础的剑道传承，所以我练剑的速度才会这么快。剑道传承？楚山眼神一亮，剑道是这世上最厉害的大道之一。楚池，那你是不是？爷爷，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那位强者说过，他传我的绝不能外传，否则不仅要杀我，我全族都会死光。楚池说谎话，
绝对不眨眼。人生在世，该说谎时还是得说谎才行。楚山这才恍然的道：原来如此，怪不得你不告诉我。也对，强者都是看重传承的。爷爷，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但你不要急，等我崛起，该有的都会有的。当然，我得看看族人对我是什么态度，是什么表现。如果表现不好，什么都不会有。你也知道，我其实对他们没有多大感情，包括你。嗨，楚山老脸一红，咳嗽了2声。这小子说话这么直接，这是一点都不给他脸面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吗？但没办法，他理亏，因为他的确不喜欢楚池和楚天，因为他比谁都怨恨楚池的母亲。如果不是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他最天才的儿子怎么会外出寻找，从此杳无音讯？他知道他的3儿子多半死在外面了。楚山还想说些什么，一位下人忽然出现在门口。家主，庞家的人来了。楚山眉头微微一愣，开口问道：庞家的谁？庞家家主庞庆阳，还有庞家长子庞大强。他们说有要事商量。楚山思考了一下，道：带他们去会客厅备好茶水，我随后就到。楚池，那今天就这样吧。楚池点了点头，正想离去，像是想起了什么，开口道：爷爷，有件事情差点忘了，还请你一定要提防庞家。楚山微微一愣，提防庞家什么意思？我听说飞云村可能有建立私家村的名额了。私家村？楚山瞳孔不停收缩，随后他皱眉道：你从哪里听到的？宜春院的龟婆告诉我的。闻言，楚山忽然笑了，他刚才居然认真了。龟婆的话你居然相信？而且进宜春院的人谁不是满嘴鬼话？爷爷，万一是真的呢？提防一点的好，小心驶得万年船。你的意思是，这一次他们来是想趁我不备杀我？有这个可能。只要你一死，他们就能拿下我楚家。你小子想太多了吧？楚山摇了摇头，明显不信。行了，我去会会他们，看看他们来庞家是不是要杀我。楚山大步离去。很快他去到了待客厅。待客厅坐着庞庆阳和一位中年男子，这是庞庆阳的长子庞大强。老庞啊，没让你久等吧？这个时候来找我，可是有什么急事？庞庆阳笑着走进了待客厅。楚叔叔。庞大强连忙站起身，行了一礼。庞庆阳也是拱了拱手道：老楚，当然有事，但也不算急事。我这次来是想缓和一下我们2家的关系。你也知道，前些日子因为楚池的事情，你我2家有些误会。楚山挥了挥手道：以前的事情已经过了，不用再提。你说的缓和关系是怎么缓和？当然是尽早安排一门婚事，只有这种大喜事才能让我们家的关系恢复如常啊。婚事？谁的婚事？不会是楚池和庞飞烟吧？你说笑了不是？楚池到现在都误会飞烟，他们之间是不可能了。我说的是楚天和庞月。楚天的婚事？是啊，你也知道，庞月一直都很喜欢楚天，早就想嫁给他了。但你家楚天一心扑在修炼上，这婚事也就一直拖着。现在你我2家气氛尴尬，我觉得该举办一场婚礼了。我带着大强来，就是想问问你，楚天到底什么时候娶庞月？这样吧，我现在就叫人问问楚天的意思，何须这样麻烦？你是一家之主，只要你拍板，小辈只能执行。该不会是你不想吧？我怎么会不想？你我2家的确该联姻了。行，那我就替他答应了。这样吧，明天我就叫人送上聘礼，以表礼数，然后你我选个良辰吉日，将这场婚事办了。哈哈，好，那我明天就等你的聘礼。对了，老楚，我来的时候已经找人算过，8天后就是100年难得一遇的良辰吉日。楚山有些惊讶，你的意思是8日后就举办婚礼？这不是太快了一点？快吗？8日也足够你们家准备宴席了吧？这么好的日子，我可不想错过啊。再说，你我2家现在的气氛，越早举办婚礼越好。也行，只是到时候你莫要嫌弃婚礼办得仓促，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还请见谅。哪里的话，你我2家迟早是一家。那我就不多打扰，先回去告诉庞月这个消息，那丫头肯定开心死了。行，我也得去知会一下楚天。10分钟后，杂院。什么？我哥要结婚了？他们是来商量婚事的。楚池听了爷爷对楚天说的话，眼睛瞪得大大的。不然呢？难道你还真以为是来杀我的？楚池没有回答，他转头看向了楚天，似乎在强忍自己的笑意。哥，听了这个消息，我居然有些替你开心。这些年你一直努力修炼，不近女色，到现在还是处男，
23年了，你终于要当一个真正男人了。楚天冷冷瞪了楚池一眼，只说了2个字：闭嘴。说着，他朝楚山开口道：爷爷，我的婚事怎么这么急？可以再缓缓吗？我不想娶妻。楚山淡淡道：此时我们已经说定了，我只是来通知一下你。楚天啊，你23也可以结婚了，而且结婚也不影响你修炼。楚天微微握拳，他的性格冷漠，不善言辞，想拒绝又找不到理由。就在这时，楚池再次开口了：爷爷，虽然我哥要破处了，我也替他开心，但我总觉得这个时候庞家嫁孙女没安好心。楚山有些无语地道：怎么什么事情在你这里都是没安好心？楚池，你是不是得了被害妄想症？还有宜春院这种地方的消息，你得懂得分辨真假。行了，我得回去准备聘礼，明日去庞家提亲。楚天，你从小没有父母，你的婚事爷爷亲自替你做主，替你操办。楚山话落，转身离去。楚池眉头微皱，爷爷依旧没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啊。但爷爷不提防，他得提防，毕竟这关乎他和哥哥的生死，还是得再提升一些修为。只有强大道凡人尽无敌，他才不惧庞家的任何阴谋阳谋。转过身，他朝楚天开口道：哥，这门婚事你怎么看？我的意思是，你想娶吗？不知道，那就是不想娶，却也不排斥。哥，你就是闷骚，估计你也想体会一下那种事情的乐趣吧。楚天脸皮抽了抽，没有接话。这时楚池再次开口道：干哥，我不想你娶。为何？因为庞飞烟。我对你说过，我要那婊子被万人骑，也就是说我同庞家必定是仇人关系。我知道，可惜这婚事不是我能单方面拒绝的，但你放心，哪怕成婚，我也不会碰那个女人。楚池嘿嘿一笑道：这个倒也不必，如果你真想尝试一下那种事情的快乐，睡就睡吧，别用心就行。你别将她当成你的女人，当成彼此解决欲望的工具就好了。楚天瞪了楚池一眼道：说不碰就不碰，那好吧，随你。哥，我向你保证，等我越来越强，肯定会给你找一个绝世大美女当嫂子。你给我找，我先声明，你玩过的我可不要。哥，你在想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玩过或者别人玩过的都不行。楚天忽然用手捂着头道：我到底在同你说些什么？我回去睡觉了。去吧，你的毒刚刚清除，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老郎中让你多休息，你也早点睡。我就不睡了，我打算连夜去野山山岭。楚天停下脚步，瞳孔一缩：你是要去那处遗址？不可，等我身体恢复，同你一起去。楚池却是摇了摇头：我知道你怕我出事，但你仔细想想，如果我都出事了，你跟我一起，怕是也凶多吉少。楚池的话让楚天的眼神瞬间暗淡了一些，他都忘记了，现在的楚池不再是以前的楚池，以前是他保护楚池，但现在他已经需要楚池保护了。哥，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我保证我一定会安全出来的。楚池之所以敢去，是因为他身上有镇天鼎，他一人去比同哥哥一起去更方便。对了哥，走之前这株蓝光花给你，你身体好一些就服用了吧。楚池将蓝光花拿了出来，看见蓝光花后，楚天全身巨震。蓝光花有何作用，他一清二楚，这是他现在最需要的灵药。等等，他需要，楚池也需要。楚池的修为也是凡人境6层，虽然他很渴望得到蓝光花，也没有伸手去接。他呼出一口气，冷冷开口道：蓝光花只能你吃。语气虽然冷，但他的内心却在感叹：弟弟啊，你要去野兽山岭，服下这花，修为能提升1层，你活着的概率大一点。楚池知道楚天的性格，懒得多说什么，直接将蓝光草扔在地上，转身就走了。一边走，他一边开口道：想让蓝光花被别人发现，你就别捡起来。声音落，楚池已经离开了院子。小样，我还治不了你。院子里，楚天看着蓝光花，叹了口气，他终究是蹲下身体，将蓝光花捡了起来。他用手轻轻擦拭上面的灰尘，那小心翼翼的样子，似乎怕失手将之损坏。这些年，从来都是他对楚池付出，从未想过有一日楚池会反向对他付出。我被你超过了吗？但我不会当你的拖累。意念一动，蓝光花消失不见。他用手摸了摸胸口，在衣服内侧有一个小布袋，那是楚池交给他的储物袋。一夜无言，次日太阳升起，楚池抵达了野兽山岭。他没有停留，径直深入。路上遇到野兽，也并没有猎杀。在太阳落山的时候，他回到了洞穴。同一时间，庞家。
楚山提着丰厚的聘礼，带着楚天前来庞家提亲。提亲也就是一个形式。很快，楚山和楚天就从庞家出来了。出来的时候，楚天正好碰见一位男子被人领了进去。他似乎还看见庞飞烟亲自出门迎接了这个男人。庞飞烟脸上的笑容绽放的像是鲜花。楚天眉头一皱，他很想知道这个男人是谁。难道是弟弟口中的那个野男人？但在庞庆阳的相送下，他已经出了大门。此时送走楚山后，庞庆阳立马赶往了庞飞烟所在的院子。院子里，庞飞烟依靠在一位男子身上，那双媚眼似乎写着欲求不满4个字。就在男子快要控制不住的时候，庞庆阳的声音从院子外面传来：于少爷，刚才在送楚家人，没来得及招呼你，现在可方便？我可以进来吗？进来吧。庞庆阳这才进入院子。男子站起身体，笑着道：庞爷爷，不是说了吗？不要叫我与少爷。对了，我的信你收到了吧？收到了，昨天就收到了。与少爷既然要亲自前来，又何须送信呢？我是怕信鸽中途出现什么意外，你们没收到信。既然收到了，那你就得尽快想对策，灭了楚家。这一批建立4家村的名单已经被递了上去，经过审批后，上面会在附近的4家村里随机挑选一位使者前来飞云村，估计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就会有使者来。你们必须在使者到来前解决了楚家，到时候你们一家独大，名额自然是你们的，不然就得在使者见证下同楚家争夺这唯一的名额，那时候就靠实力和运气了。于少爷放心，我已经想好了办法，可以轻松歼灭楚家。哦，什么办法？庞庆阳还没有开口，庞飞烟笑着道：7天后，楚家大摆宴席，要同我庞家联姻。我们已经暗中收买了厨子，让他偷偷下药。下药？你们是打算在宴席上一举歼灭楚家？这是个好计谋，但那个厨子可靠吗？计划会不会生变？当然可靠，那厨子本来就是我们的人，这么大的喜事，楚家自己的厨子可忙不过来，我们去帮忙也是应该的。而且村子里酒肆的掌柜也是我们的人。总之，大喜之日一定就会变成楚家的大丧之日。男子点了点头道：这么说，不需要我雨家帮忙了？于少爷自然是不需要的。也对，让雨家帮忙就得同我们签订20年的条约，必须将庞家得到的资源给我们进贡2层。这也是我希望你们自己解决麻烦的原因。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虽然男子同庞飞烟是情侣，但如果要雨家帮忙，雨家是要得到利益的。对了，庞爷爷，你还有什么事情吗？庞庆阳立马反应了过来。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飞烟，好好招待雨少爷。庞庆阳走后，院子里传来了少儿不宜的声音。这2人还真是以天为被，以地为床。1个时辰后，男子离去，庞飞烟亲自相送。自始至终，他都没告诉男子楚池还活着的消息。毕竟7天后，楚家所有人都会死，包括楚池。野山山岭，楚池举着火把站在狭长的走廊前，他并没有贸然前进。打量了一会，他将鹰眼男子的尸体踢向了走廊，尸体稳稳落地，走廊里没有任何杀机出现。他沉吟了一下，又将魁梧男子的尸体踢了进去。魁梧男子的尸体落得更远一点，距离鹰眼男子的尸体大约15米，距离楚池大约30米。最后他将瘦小男子的尸体也踢了进去，尸体还没有落地，一便凸起。在瘦小男子的尸体距离楚池大约30米的时候，四周的墙壁射出了密密麻麻的箭矢，射入尸体，尸体瞬间被射成了马蜂窝。30米才有危险吗？楚池眼神一眯，随后迈开脚步踏上青石板，果然没有危险。但他没有大意，他并没有继续踩青石板，万一青石板上有机关，那就不妙。他一步跃起，跳到了鹰眼男子的尸体上，随后他举起火把照亮了2旁的走廊。这时候他才发现走廊上的纹路是一个个小人图案，除了图案似乎还有字迹。楚池又点燃了一个火把，随后将灵气运集到双眼，这才发现这字迹是一段话：野兽山岭太过无聊，除了野兽没有多少机缘，老夫寿命不多，就赐予你们一些机缘。这走廊上刻画的是老夫意外得到的秘术。看到这里，楚池已经震惊了，这走廊上刻画的居然是珍贵的秘术。何为秘术？半修者一生的术，其珍贵程度远远超过武技。因为无论什么等级的武技，只要你的修为超过武技的等级，武技对你的帮助就不大了。举个例子，楚池现在的修为是凡人境6层，如果他修炼人级下品武技，对攻击几乎没有加成，因为人级下品武技的威力
最强也只能相当于凡人境6层。但秘术就不一样，秘术可伴随修者终生，也就是说，无论你什么修为，它都能提升你的战斗力。此刻，楚池已经按捺不住要去修炼秘术了，但他还是强忍着心中的冲动，将这些文字看完。有缘人，如果你学会了秘术，恭喜你，可以凭借秘术的威力，无惧走廊上的任何机关。此秘术一旦学会，再凡人境，你是无敌的。居然一学会就凡人境无敌，这么说，这秘术必须学会，而且是7天之内。今后突破凡人境，无论你是什么境界，此秘术都能让你至少越一层对敌。有缘人，努力吧！我花费50年才入门此秘术，希望你花费的时间比我少。另外，在走廊的尽头有我留下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你肯定用得上。看到这里，楚池似乎明白为什么30米开外才有危险了。这30米的安全区域全部都刻着秘术，既然这里没有危险，楚池从尸体上跳了下来，来回观看墙壁的纹路，整体看了一下，他的眼神更加明亮了。这秘术居然是罕见的体技，名为天地霸体。这天地霸体是要让修者感应日月星辰之力，这对于弱者来说简直是难如登天，按道理来说只有强者才做得到。但创造此秘术的不知道是哪位大人物，他自创了一段功法，按照他的运功路线，只要有天赋，还是能轻微感应到这股力量。虽然只能感应到一丁点，也能学会天地霸体。开始练习吧。楚池将小人的动作和运功路线全部记在心里，随后盘腿而坐，开始感应日月星辰之力。现在是白天，运转功法和口诀正好感应日之力，等天黑了再来感应星辰和月之力。但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了。就算是楚池天赋逆天，1日1夜过去，除了天地灵气外，居然没有感应到丝毫一力。居然这么难，楚池惊讶了，这还是他成为修者第一次受挫折。按照现在的状态，别说7天，哪怕7年也不一定能掌握天地霸体。怪不得留下传承的人学了50年才入门。我靠，我不会也要学几10年吧？我可没这个时间。就在楚池皱眉的时候，识海中的震天鼎散发出了光芒，鼎上的纹路又化为了文字，正是大道自然诀。他的脑子里更是出现了一个声音，像是有得道高僧正在吟唱：是自然者，无始之先在也。自然无母，自然其然；自然无始，自然既然；自然无相，自然人然；自然无乐，自然则然。这几句话楚池之前就知道，但此刻伴随着未知声音的吟唱，他似乎更加明白了这是一种怎样的意境了。他双眼一亮，下意识接出了后面2句话：以其无可竭穷，故曰自然也。有些道理，有些境界，悟了就是悟了。极难感悟的日月星辰之力，他终于感应到了。虽然暗淡如萤火，细微如蝼蚁，但只要感应到了，就可修炼天地霸体。原本他以为星辰和月之力要晚上才感应得到，毕竟晚上才看得见星星月亮，但实际上无论是白天和夜晚，星辰和月亮都在那里。哈哈，我他妈的果然是个天才。楚池自我吹捧了一下，立马开始吸收这股力量。他要将这股力量在体内形成单独的循环，一是让这股力量淬炼身体，二是让身体熟悉这股力量，只有熟悉才能凝聚和动用这股力量。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时间流逝很快，6天过去了。算算时间，哥哥的婚礼要到了，再不入门就赶不回飞云村了。快一点，再快一点，距离凝聚出灵气战铠只就差一点了。楚池有些着急，他必须抓紧时间，只差最后一步他就成功了。飞云村，太阳刚刚升起，飞云村就已经热闹了起来。经过这几天的布置，整个村庄张灯结彩，每一处村道都摆着大桌子，庞楚联姻，自然要大摆宴席，全村同庆。1个小时后，庞家，庞庆阳站在主院，心情有些激动。就在这时，庞飞烟来了，他开口道：爷爷，楚天的迎亲队伍快到门口了，大伯父让我来知会你一声。要到了吗？庞庆阳眼里射出一道金光，他抬头看了一眼插在屋顶的旗帜，旗帜上绣着一头灰狼。他指着狼旗，激动地道：今日之后，再过7日，我庞家的狼旗就会插在飞云村的村口。不，应该是庞家村。走吧，一起去楚家，我陪楚山那老东西最后喝一壶。对了，解药都给族人发了吗？爷爷，都发了。好，出发。楚家大门口，迎亲队伍已经回来了。楚天骑在白马上，他胸戴大红花，身姿挺拔。本是大喜日子，他却皱着眉头。
因为门口出来迎接他们的人中并没与楚池。弟弟还没有回来吗？他朝野寿山岭的方向望去，眉宇间充满担忧。今天是他的大喜之日，楚池没有道理不准时回来，除非出事了。这让他全程魂不守舍，像是一个木头人。他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背新娘，怎么跨火盆。很快吉时到了，楚天和庞越跪在前堂，开始拜天地。一拜天地，二拜父母，夫妻对拜。礼成，送入洞房。楚天和新娘子进入了洞房。此时楚山站起身体，他先是朝管家开口道：赶紧让厨房上热菜，可以开席了。管家点了点头，正准备离开，楚山像是想到了，再次开口道：每道菜探毒没有，得小心一点，今天宾客这么多，要是出什么差错，我楚家就被人笑掉大牙了。家主放心，每一道菜不仅有银针探毒，也有人试吃，等3分钟确定人没事，我们才会上菜。小心一点总是好的，你去吧。楚山点了点头，这才朝大堂和院子里的宾客开口道：今日是楚家的大喜之日，从现在起，庞家同我楚家亲如一家。老庞，你说对不对？庞庆阳哈哈大笑道：一家必须是一家。庞庆阳的笑容绝对不假，今日之后的确只有一家了。楚山也笑了，继续开口道：借由今天的喜事，我也希望我们两家人关系越来越近。好了，废话不多说，马上大菜就要上席了，大家敞开吃，敞开喝，今日不醉不归。老庞，你我也得喝他个300杯才够啊！哈哈，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300杯哪里够？300壶还差不多。我提议，菜虽然没上来，但我们所有人先干一杯酒。好，先干一杯。楚庞两家的人全部举起酒杯，每个人嘴角都带着笑容。不同的是，庞家的人不止在笑，眼神里还有金光。很快，热菜上来，两家人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在酒精的作用下，现场的气氛非常和谐。两家的长辈们互相交谈，晚辈们也相互敬酒。此刻，楚风去到庞飞烟面前，眼神谄媚的道：飞烟妹妹，你同楚池的婚事应该不作数了吧？庞飞烟冷冷道：他不仅冤枉我，还当众打我，我怎么可能再嫁给他？对了，怎么没看见楚池？庞飞烟一进入楚家，就在寻找楚池的身影，但从头到尾他都没有看见。如果今日见不到楚池，杀不了楚池，那得多遗憾啊！楚风微微皱眉道：大喜的日子提他干什么？谁知道他去哪里了？飞烟，我是想告诉你，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以前你同楚池有婚约，我只能羡慕嫉妒，但现在你们应该不可能了。那你觉得我怎么样？要不我同爷爷提一嘴，让他撮合撮合我们。庞飞烟懵了，似乎没想到楚风会说这样的话，他的眼神有些嫌弃，心道：就你也想娶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个将死之人却不自知。他站起身体，淡淡开口道：我去方便一下。这是不想搭理我吗？楚风咬着嘴唇，不停给自己灌酒。这时楚山来到了楚风身旁，询问道：你看见楚天了吗？他将新娘子送入洞房后，一直没有出来敬酒。按照礼仪，新郎将新娘送入新房是不会马上做那些事情的。爷爷好像没有。不懂礼貌，去将他叫出来。爷爷，我去吧。旁边的桌子，楚莹莹站起了身体，她的眼神里有一抹光芒。她似乎想知道平时冷酷的天哥哥现在在做什么，不会是在嘿咻嘿咻吧？想想都有趣。没等楚山回答，他就跑向了新房。此时新房里，新娘子庞月坐在床头，却一直没有人来敲她的红盖头。她终于忍不住了，道：相公，你不来吗？楚天没有说话，现在的他根本不想洞房，也不想出去敬酒，他已经按捺不住要去野兽山岭了，因为他的心里实在不放心楚池。就在这时，敲门声传来，楚天一喜，这个时候来敲门，难道是楚池回来了？他一个跨步去到门口，瞬间打开了房门，但出现在眼前的不是楚池，而是楚莹莹。三哥，你已经完事了，我还想听听呢。对了，爷爷叫你去敬酒。楚天神色失望，正想说些什么，楚莹莹忽然用手捂住了脑袋。怎么回事？脑袋有些晕，怎么天旋地转的？我没喝几口酒啊。声音刚落，楚莹莹只觉得手脚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她整个人直接倒在了楚天的怀里。八妹，你怎么了？楚天微微一惊，不知道就是全身没力气，就连体内的灵气都无力运转。
楚天眉头一挑，怎么听着像中毒了？楚天忽然想起了之前楚池对楚山说的话，楚池一直觉得这场婚事有问题，让楚山提防庞家，难道真让他猜对了？不好！楚天惊呼一声，抱着楚莹莹快速去到主院。他来的时候，楚风、楚清河等小辈也开始觉得脑袋眩晕，全身无力。怎么回事？今天的酒怎么格外烈一些？此时还没有人意识到他们已经中毒了，直到有人从座位上摔了下来。一人摔，而10人摔，只是几个呼吸时间，所有修为低于凡人境6层的楚家人先后摔倒在地。这是怎么回事？楚山脸色一变，瞬间意识情况不妙。他快速去到了楚风等人身旁，探查了一下他们的身体，他声音低沉地道：他们中毒了。说着，他看向了庞庆阳，又看了看依旧拿着酒杯正在喝酒的庞家人，他的脸色瞬间变冷，好像除了楚家人，庞家人没有一个中毒。他不是傻子，自然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庞庆阳，是你们干的？庞庆阳没有回答，而是笑着反问道：老楚，你说呢？那笑容阴险得很。你们都到我身后来。楚山去站在院子中央，将所有楚家人聚集在自己身后。庞家人也没有出手阻止，因为根本没有必要。此时楚山再次开口了：此次宴席我已经很小心翼翼了，每道菜都会检查，还有不止一人试毒，为什么试毒的人都没事，而我们中毒了？庞庆阳解释道：很简单，因为饭菜里的毒还差一味药才会被激发，而这味药在酒里。原来如此，但你为何要这样做？你不是要缓和我们两家的关系吗？难道？楚池说飞云村可能有建村名额，难道被这小子猜中了？这一刻楚山后悔没听楚池的劝告，但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他一声低吼：庞庆阳，你想灭我楚家，痴人说梦，我先取你性命！凡人境9层的气息蜂拥而出，现场6层以下的修者只觉得双腿发软，就要跪倒，但楚山的气息只是眨眼之间就消失了，他的身体变得摇摇晃晃，已然站立不稳。庞庆阳冷冷一笑道：强行动用灵气，你的毒也发作了？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声音还在飘荡，庞庆阳双脚一踏，身体像是一枚炮弹射向了楚山，他的脚踏在了楚山的胸口，这只脚像是有万钧之力，灵气无法调动的楚山根本无法抵挡，他的身体被踩倒在地，庞庆阳的脚就压在他的胸口上，不知道是受伤了还是太气愤，一口鲜血从楚山嘴里喷出。爷爷，爹！楚家人想要上前帮忙，但身体都变得软绵无力，只能在地上爬行。只是几个呼吸后，整个楚家除了下人，只有楚天一人站着。楚天，你没中毒，快跑！楚山见楚天还站着，低吼了一声：楚家不能全部死在这里。还好楚天没有中毒，楚池也去了野兽山岭没有回来，楚家或许还能有后。闻言，楚天却没有逃走，因为他知道庞家不会让他逃。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捡起地上一把剑，体战灵光，随时准备出手。咦，我们的新郎官居然没中毒，你们谁去杀了他？庞庆阳冷冷开口。他的话落，庞家长孙庞行立从人群中走了出来。爷爷，我来吧，我早就想会一会楚天了。庞庆阳淡淡问道：有信心吗？自然是有的，虽然我和他同为凡人境6层的修为，但100招之内必将他踩在脚下。楚天，受死！庞行立大喝一声，已经冲向了楚天。楚天眼神一冷，也持剑冲了上去。他的气息依旧是凡人境6层，也就是说楚池给他的蓝光花他没有服用，估计还想给楚池留着。或许是因为大病初愈的原因，楚天居然没有坚持到100招，50招后他就被打得吐血，倒地后很难再爬起来。楚天啊，你不过如此。庞行立不屑一笑，回到了庞家人中。既然都倒下了，就不要同他们玩了，趁他们中毒全部杀光。老楚，就从你开始吧。庞庆阳冰冷开口，声音落，他抬起了右脚，他的右脚发光发亮，隐约有一股飓风出现在他的右脚旁边。这是庞家的家传绝学神风腿，人级上品武技。尽管楚山已经失去了威胁，他也没有大意，一出手就是绝招。楚山瞳孔不停收缩，这是第一次他离死亡如此近。等等，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心情不错，或许会回答你。飞云村是不是有建村名额了？庞庆阳眼神有些诧异，你居然能猜到这上面来。不错，真有建村名额。
楚山自嘲地笑了，不该不听楚池的话，一切都被他说中了。原来经常去宜春院这种地方，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现在后悔也没用了。他只能在心里大吼，这种情况有谁能救楚家？但整个村子怕是没有人能对抗庞家。楚家想活，除非神兵天降。老楚，没问题了吧？那就去阎王那里报道吧。庞庆阳高高跃起，他发光的腿落向了楚山的脑袋，这一脚绝对会将楚山的脑袋踢爆，他是连全尸都不想给楚山。爹！这一刻，所有楚家人都绝望了。楚山瞳孔颤抖，更是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但就在这时，他依稀看到一道金光从旁边射来，下一刻，砰的一声响，一股劲风席卷四周，整个院子尘土飞扬。当尘土散去后，一位全身燃烧着金色灵气的人出现在了院子里。此人左手放在嘴前，打了一个哈欠，他的右拳高高举起，触碰到了庞庆阳的鞋底。也就是说，庞庆阳的刚才的攻击被这位燃烧着金色的灵气的人挥手之间挡了下来。连夜赶路都有些疲惫了，但爷爷，我回来的还算及时吧？人影忽然回头，所有人瞳孔巨颤，这燃烧着金色灵气的人居然是楚池。也就是说，楚池一拳挡下了庞庆阳的攻击，这怎么可能啊？庞庆阳可是凡人境9层的修为，而且还施展了人级上品武技神风腿，楚池居然挡下了。他不是凡人境6层的修为吗？怎么他每一次离开再出现，实力就会暴涨呢？这一次他再出现，居然能对抗庞庆阳了。这真的是他们记忆中那个一事无成，只知道狂青楼勾搭寡妇的浪荡子弟吗？弟弟看见楚池，楚天却是松开口气。弟弟活着从遗址里出来了，应该是得到了什么机缘。那身上的金色铠甲就是最好的证明。楚家有救了。他是楚池？不可能，是我眼花了，肯定是我眼花了。庞家人中，庞飞烟不停揉眼睛，但无论他怎么揉，楚池都站在那里，甚至看得更清楚了。此刻，随着金色灵气燃烧跳跃，在楚池的身旁形成了一套金色战铠。这套战铠将楚池衬托得像是神王，他的身影也变得挺拔伟岸，高不可攀。这就是天地霸体入门之后灵气形成的天地霸铠。庞老头，你站在我的拳头上面，有点不礼貌啊。那就给我飞吧。楚池再次开口了，他的右手猛然用力，巨大的力量顺着拳头通过鞋底作用在了庞庆阳身上。只听砰的一声响，庞庆阳的身体带起一道抛物线飞上了天空，随后落在了庞家人所站的地方。尽管有庞家人撑住了庞庆阳的后背，巨大的力量还是让所有人后退了5步。庞庆阳的右脚更是不敢落地，他的脚心火辣辣的疼，甚至鞋底都被楚池一拳打出了一个缺口。只是一拳就震惊了现场所有人。一拳出，楚池的攻击没有停止，他体战金光再次冲向了庞庆阳。只要杀了庞庆阳，庞家的人都是蝼蚁。这小子很强，你们躲开。庞庆阳眼神冷傲，支开了身旁的庞家人，随后主动冲向了楚池。虽然他不知道楚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但他就不信他不是这小子的对手。就让你见识一下我庞家的身法武技。庞庆阳的身体忽然变得灵动，只是眨眼之间就出现在了楚池身旁。好快，这是人级上品的身法武技。庞家什么时候得到身法武技了？楚山瞳孔不停收缩，身法武技同体技一样稀少，一旦学会，在别人不会身法武技的情况下，能轻松越层杀敌。庞庆阳出现在楚池身边后，手里又出现了一把长剑。此剑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寒芒，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的剑。不好，这是庞家唯一一把人级上品武器。人级上品武器，哪怕小孩子拿在手里，也能轻松破开凡人境7层及其以下修者的防御。整个庞家只有一把。楚池，小心！楚山用尽全力，大声提醒。楚池点了点头，正准备躲避，却发现庞庆阳借着身法武技的优势，又来到了他的右边。此刻，他的重心刚刚移动，想要再躲避，已经不可能。小子，死吧！随着庞庆阳一声吼，他的剑刺向了楚池的脑袋。如此近的距离，这小子绝对躲不了，也没有时间躲。完了，完了，终究是缺少了点战斗经验啊！这一刻，所有人都觉得楚池死定了。但下一刻，哐当一声响传来，庞庆阳手中的剑断了。他的剑别说刺穿楚池的脑袋，就连楚池身前的金色战铠都没有刺破。天地霸铠已经让楚池凡人境无敌，
什么叫无敌？别说手持人级上品武器，哪怕是手持罕见的人级极品武器，也是刺不穿这套战铠的。所以庞庆阳的剑断了。什么？剑居然断了？庞庆阳瞳孔不停收缩，他没有再攻击，而是迈开脚步准备撤退。但他持剑的手被楚池趁此机会一把抓住。打了我就想跑？你当我楚池好欺负吗？现在该我了。楚池嘴角咧开一抹嗜血的笑容，他的右手猛然用力，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庞庆阳的身体像是鸡仔一样被他重重摔在地上。砰的一声巨响，庞庆阳脑袋落地，牙齿断了2颗。但楚池依旧没有松手，他又将庞庆阳的身体举了起来，从右边砸到了左边，又从左边砸向了右边。咚咚咚咚咚，大地颤抖，开始裂缝。庞庆阳被砸得口吐鲜血，五脏六腑都在翻涌。楚池像是抡大锤来回砸了10几下后，庞庆阳的身体被他重重扔了出去。轰隆，院墙被砸出一个大坑，似乎随时都要倒塌。庞庆阳倒在地上，猛地咳出一大口鲜血。居然还没死。楚池有些惊讶，没想到这老小子生命力这么顽强，不愧是凡人境9层的高手。他捡起落在地上的断剑，一步步走向了庞庆阳，似乎打算给庞庆阳最后一击。但就在他要靠近庞庆阳的时候，庞大强终于反应了过来，他挥了挥手，领着庞家人冲向了倒在地上的楚家人。他们抓住楚家的人衣领，发光的右拳对准了楚家人的脑袋。楚池，你再敢上前一步，信不信我们现在就杀光你的族人？楚池转身，眉头微皱。庞大强手里抓着的是楚风，楚风是死是活，他其实并不在意。但他的哥哥楚天也被一位楚家人抓在了手里，一把长剑抵在楚天的脖子上。楚池的眼神猛然变冷，他非但没有停手，而是瞬间聚到庞庆阳身边，金光萦绕的手抓住了庞庆阳的脖子，当空将庞庆阳举了起来。随着楚池右手的用力，庞庆阳嘴里又吐出了几口鲜血，他的脸色已经涨得通红。楚池声音冷漠地道：威胁我？那你们试试，我敢保证这老头会第一个死去。楚池的手已经掐得庞庆阳喘不过气。庞大强咬着牙又去到了楚山旁边，开口道：你动我爹，我就动你爷爷。闻言，楚池的右手依旧在用力，他冷冷开口道：你动手吧，待会我会给爷爷报仇的，等我杀了他再出来杀你们。今日你们所有人都得死。你……庞大强有些惊愕了，这小子好像不在意楚山的死活。这时庞飞烟开口了：大伯父，你用他们威胁楚池没用，他从小就对楚家人没多少情感，他唯一看中的是他。声音落，庞飞烟拿着一把长剑走向了楚天，二话不说，一剑刺向了楚天的小腿。是，鲜血喷洒，楚天的腿上出现了一个窟窿。刚才只是一个试探，你要是不放我爷爷，我立马杀了他。楚池，你应该知道，我说到做到。庞飞烟的眼神非常阴狠，一如那晚同野男人苟合的样子。此时他的剑已经抵在了楚天的脖子上，一点一点慢慢刺入。婊子，你赢了。楚池摊了摊手，不得不说这婊子还是有点懂他的。他再次开口道：我们做个交易如何？什么交易？用我族人的性命换你族人的性命。好。庞飞烟点了点头，看向了庞家人：你们先走，大伯父你去接爷爷。闻言，庞大强去到楚池身边，他小心谨慎地从楚池身旁背起了庞庆阳。楚池很想弄死他们，却忍住了。很快，楚家人先后离开主院，随着他们离去，楚家人自然也安全了。现在可以放了我哥了。楚池盯着庞飞烟的脸，那眼神冰冷如蛇。庞飞烟心里微微发凉，但他没有收手，依旧挟持着楚天，一步步离开了主院。你找死！楚池眼里射出杀意，正准备冲上去，庞飞烟惊呼道：你不要动，否则我马上杀了他。只要不你动，他就不会有事。庞飞烟又岂是傻子？要是将楚天交出去，他们所有人都走不出楚家的大门。楚池眼神阴鸷，这个婊子太知道他的软肋了。他其实可以赌一把，赌庞飞烟和他身旁的几位族人出剑没有他快。但一旦赌输，他无法承受那个后果，最终他没有轻举妄动。走，快走！见楚池没有继续上前，庞飞烟松了口气。只有他自己知道，刚才的他心里有多恐慌。楚池，别为我担心。此时，楚天的声音传来了，虽然被挟持，却还是朝楚池笑了一下，比了一个没问题的手势。他知道庞家不敢拿他怎么样。庞飞烟，听好了，我哥要是在庞家受了伤，我发誓
屠你全族。在楚池的威胁声中，庞家人逐渐远去。他们走了，安全了，我们安全了。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要死了。楚家人这才如释重负。随后他们都看向了楚池，他们的眼神依旧震惊。他们从未想过有朝一日楚池会救了他们所有人的性命。这就是古人说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吗？楚池，谢谢你救了我们。我知道你担心楚天的安全，但他的安全应该没问题。庞家肯定不敢动他。一位楚家长辈的声音传来，本来是想安慰楚池，却不料楚池一声怒喝：你懂什么？给我闭嘴！楚池捏紧了拳头，眼神有些发红。他之所以神经紧绷，一脸担忧，是因为他知道庞家的背后可能还有雨家村。你说安全是吧？那好啊，我拿你去交换我哥，让你当人质可好？这是不是身份一换你就不敢了？那就给我闭嘴，别在那里假惺惺的安慰人。我现在很烦，让我安静安静。楚池用手揉了揉额头，他在快速思考对策。忽然楚池转头朝角落了的几位下人开口道：你们马上去庞家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无论他们有没有动作，只要到了一盏茶的时间，都得来向我汇报一次。这几位下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不该听。这时楚山开口道：从现在开始，楚池说的话就是我说的话。几位下人这才快速离开了院子。楚池没有再开口，而是盘腿坐在地上，嘴里咬着一根杂草，依旧在思考。如今庞家对他的威胁不大，楚天暂时是安全的，唯一需要警惕的是雨家。如果那个野男人真是雨家的少爷，接下来雨家很可能横插一脚。身为私家村，雨家肯定有强人境的高手。天地霸体入门，虽然让他凡人境无敌，但要是遇到强人境，怕是会败。想要战胜强人境，凡人境6层的修为根本不够，他至少得将修为快速提升到凡人境8层。那时候凭借大成的7剑斩和天地霸体，或许就只有资格越大境界杀敌了。其实给他一点时间，他别说将修为提升到凡人境8层，哪怕提升到凡人境9层巅峰，也是轻而易举。要是修为能抵达凡人境巅峰，他就铁定能进入强人境，因为他的身上有强体经。昨日深夜在洞穴里，他入门了天地霸体后，一路横冲直撞，去到了走廊深处。留下天地霸体的老者说过，他在走廊深处留下了东西，那东西正是强体经。看来我是没有时间将修为提升到9层巅峰了。这么说，唯一可以依仗的只有爷爷。楚池看向了楚山，楚山困在凡人境9层巅峰快要20年了，等楚山灵气恢复，就将强体经给他几颗，他身上的强体经绝对管够，或许来得及。同一时间，庞家人一路奔走，并未停留，终于回到了庞家。回来之后，庞家人纷纷惊呼道：楚家的楚池怎么会变得如此厉害了？将爹爹都打成了重伤。是啊，他不是一个无法修炼的废物吗？怎么跳崖归来之后，他的修为突飞猛涨？莫不是他跳崖未死，有什么奇遇？对，肯定如此。此刻有庞家人恨不得也去跳一次崖，万一也能有奇遇呢。唉，早知道楚池这么厉害，飞烟还不如嫁给楚池呢。与少爷都没有这么强吧？有人叹了口气。忽然之间，他们觉得将庞飞烟嫁给楚池也不是那么不能接受了。你们说够了没有？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先看看爹的伤势如何，赶紧治疗。庞大强忽然一声冷喝：对，先看看爹的伤势。爹，你怎么样？庞庆阳依旧被庞大强背在身后，他老眼浑浊，受的伤的确不轻。他没有说话，意念一动，手里出现了一株灵药。他拿着灵药想喂进嘴里，但身体的伤势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办不到。灵药从他手里掉下，落在了地上。这是人级上品的疗伤灵药，我怎么将这给忘了？快捡起来给爹服用。人级上品疗伤灵药非常珍贵，它蕴含的治愈力可瞬间恢复凡人境7层以上修者受的伤，对凡人境9层的修者也有很大帮助。整个庞家仅此一株，这一株灵药还是托雨少爷在雨家村弄到的。在家人的帮助下，灵药被庞庆阳吃下了肚子，他苍白的脸色快速恢复，身上的伤口也开始结疤。这就是疗伤灵药的强大之处，但疗伤灵药同提升修为的灵药一样稀缺。爹，你觉得怎么样？庞大强开口询问。好多了，只剩下内伤还没有完全恢复。行了，放我下来吧。庞大强闻言立马将庞庆阳放了下来。庞庆阳稳稳落地，不需要任何人搀扶。见庞庆阳没事，庞家人这才重重松了口气。
老爷子活着，庞家才有主心骨。此时，庞家老二庞雷开口问道：“爹，我们现在要怎么办？要逃吗？现在的楚池连你都不是对手。飞云村，我们不能再待了。”此话刚落，庞庆阳一个大嘴巴子打了过去：“逃你妈的屁！飞云村马上就要成为私家村了，你让我逃？这是多么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啊！这个时候逃，我怎么甘心？”说着，庞庆阳举起巴掌，还想再打一次。庞雷见势不对，已经跑开了。庞庆阳止住心中的愤怒，转头看向了楚天，他眼神睿智地道：“有他在，我们就暂时是安全的。从现在开始，24小时轮流看守他，不要让他受到伤害，更不能让他逃走。”话落，他又看向庞飞烟：“飞烟，你马上给宇少爷飞个传信，告诉他我庞家需要宇家的帮助。我估计使者还要有1周才来，我们的时间完全够，我们还没有输。”庞庆阳捏紧拳头，眼神坚毅，并没有放弃。对，我们背后还有宇家村，时间也来得及，我们不一定会输，插在村子口的一定是我庞家的狼旗。爷爷，我这就去写信。多写几封信，多放飞几只鸽子，以免出现什么意外。对方收不到信，楚家。楚池在院子里守了半个小时，楚山第一个从地上站了起来，他体内的毒终于自动消散了。这种能让人身体发软，无法调动灵气的毒，一般不会持续太久。此刻，楚山走向楚池，有些自责地道：“楚池，都怪我没听你的话，要是我再小心一点，就不会让庞家得逞。今日要不是你，我们……”闻言，楚池真想骂一句：“老东西，现在才知道后悔。”但后悔有个屁用啊！最终，他还是没有骂出口。他摇了摇头道：“事情已经发生，说这些有什么用？只怪我之前人微言轻，我的话，你根本不放在心上。”楚池的话里明显还是有怨气的，那一句人微言轻非常戳楚山的心窝子。楚山还想说些什么，楚池伸出了手：“这东西你拿去吧，然后马上闭关。”这是什么？淬体晶？但不对，颜色和气息有些不像。难道？楚山瞳孔一缩，身体在微微颤抖。难道这是他求之不得的强体晶？这是强体晶？什么？真的是强体晶？你哪里得到的？楚山那惊愕的眼神像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楚池淡淡解释道：“在野山山岭一个洞穴里得到的，包括刚才我施展的体技。爷爷，你得抓紧时间，快速将修为突破到强人境，否则楚家还有大危机。大危机？现在连庞庆阳都不是你的对手，哪里来的大危机？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总之，3天之内，2天之内，你要将修为提升到强人境，我们估计也就这点时间了。”从下人禀报的消息来看，庞家回去后并未收拾细软，也就是说，庞家并没有要逃离飞云村的打算。这让楚池确定庞家还有后手。如果没有后手，他们不可能不趁这个时间逃走。那个后手定然是宇家村，也就是说，从龟婆那里得到的消息都是正确的。楚池估计3天之内，宇家必定来人。什么2天突破进入强人境？不可能。就算有强体晶，也不可能。楚山大吃一惊，不停摇头。强体晶只是引领体内的灵气去往正确的地方，想要冲破那未知的端口，打通双子脉，却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层看不见的膜异常坚硬。楚池眉头一皱，反问道：“2天时间不够，远远不够。我估计最少半个月。半个月？爷爷，你的天赋这么废吗？”楚池惊愕的都开始骂人了。楚山被楚池骂废，脸色很难看。要是说这话的不是楚池，他已经一巴掌扇过去了。他干咳一声道：“半个月还是最理想的情况下。”楚池一脸无语，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等你半个月后晋级，楚家人怕是都成为尸体了。这么说，楚山根本指望不上。这么说，还是得靠自己。他必须想办法，尽早将哥哥救出来。只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庞家的强者一定是24小时看守，而且关押楚天的位置他都不知道在哪里，要如何才能救哥哥呢？就在楚池思考的时候，楚山再次开口了：“楚池，我楚家到底有什么危机？你将话说清楚。”楚池小声道：“庞家背后可能有强人境高手撑腰，只是现在还不在庞家。”什么？楚山瞳孔巨颤，差点从地上跳起来，他的眉头瞬间皱成了川字，还想说些什么，一位下人前来了主院：“七少爷，外面有人找你。”“有人找我？谁？”“是一位女子，戴着面纱，看不清楚脸，但她说在野兽山岭的时候你救过她的命。”“是她。”楚池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位绝美女子，他到现在
都记得女子躺在地上，那大腿修长，春光乍现的样子，还有那一处的好景色，忘不了，根本忘不了。摇了摇头，楚池淡淡开口道：“让他走吧，就说找错人了。虽然有美人找上门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但这女子既不以身相许，也不愿意和他发生露水姻缘，只能看不能碰的女人，再美又有什么用？最主要的是，哥哥被掳走，现在的他对任何女人都没有心思。那我这就让他走。”下人躬身离去，走了一半，忽然想起了什么，开口道：“七少爷，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庞家的庞月好像还在新房里。”庞月，楚池和楚山对视了一眼，这才想起了新娘子。我去看看。楚池回到了自己的院子，他推开哥哥的房门，楚月果然还坐在床头上。此刻，楚月全身紧绷，双手握拳，似乎有些紧张。很显然，他以为是楚天回来了。没多久，他感觉到有一只手放在了红盖头上，他的心砰砰直跳。他忽然有些想哭，楚天终于要揭盖头了吗？红盖头一旦落下来，是不是就要做男女爱做的事情了？但自己没有经验啊，待会要怎么让楚天舒服呢？在复杂的心思中，红盖头被掀飞。庞月低着头，根本不敢抬头，直到楚池的声音传来：“你一直在等我哥。”楚池，怎么是你？庞月这才惊醒，随后他咬牙道：“你怎么这么大胆，敢揭我的红盖头？你还真是一个纨绔！但我是你嫂子啊，你快将红盖头捡起来，给我盖上。”庞月一脸惊慌，也没等楚池有动作，他主动趴下身体，捡起了地上的红盖头，正准备给自己重新盖上。楚池一把抓住了红盖头，任由庞月怎么拉扯也拉不动。此刻庞月都快急哭了：“楚池，你赶紧放手，我是你嫂子，要是被人看见，成何体统？你这是想毁了我吗？”楚池眼神一眯，有些惊讶地问道：“你当真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得赶紧走，不然你会毁了我。我知道你是个纨绔，却从未想过你如此大胆，嫂子红盖头你都敢揭开，你对得起你哥这么多年对你的照顾吗？”庞月嘴唇都快咬破了，他尽全力用手挡住自己的脸，那委屈气愤的表情一点都不像假装。“这么说，你真的不知情？”“什么不知情？”楚池没有回答，而是问道：“你爱我哥吗？”“我。”庞月虽然羞涩，却还是点了点头。“我算是明白为什么你不知情了。”楚池眼珠子转动了一下，随后问道：“你是在等我哥吧？但对不起，你等不到了，甚至这辈子你或许都再也见不到他了，除非你愿意帮他一把。”“楚池，你到底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我哥被庞家抓走了。”“什么？”起初庞月不信，甚至觉得楚池是不是喝多了，但随着楚池将事情大概讲了一遍，他的眼神才变得担忧了起来。“你的意思是，整个庞家只有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都瞒着我？”庞月委屈得快哭了。楚池再次开口道：“你刚才说喜欢我哥，现在验证你是不是真心的时候到了。我知道你要我做什么，你放我回去吧，我不会让楚天死。”庞月眼神坚定：“好，我亲自送你出去，不用麻烦，一点都不麻烦。”“嫂子。”楚池这一句嫂子叫得庞月眼睛里的泪水哇的一下就掉了下来。或许刚才他只是想试一试，但就冲这声嫂子，他也得尽全力救楚天。他没有再拒绝，任由楚池将他送向大门口。还没到门口，楚池就听到了一位女子的声音：“我又问了村子里的人，都说楚池在这里，我没有找错，你到底有没有替我传话？”楚池定睛一看，门口站着一位身穿蓝色裙裳的女子。女子身材婀娜，长发齐腰，她戴着面纱，虽然看不清楚面容，但她的眼神有些发怒，一股上位者的气势从她身上散发而出。守门的下人居然有些身体发软，正想说一句我再去问，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看见了从里面走出来的楚池。“七少爷，你来了，这女的非要见你。”楚池点了点头，目送庞月离开后，他才看向了女子：“你找错人了，我不认识你，赶紧走。”女子还以为楚池是没认出他来，他一把扯下了面纱，道：“是我。”面纱落下，四周的下人们瞬间屏住了呼吸。他们长这么大，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人，甚至他们下意识就低下了头，不敢正眼看女子，似乎哪怕只是目光也会玷污了眼前的女子一样。怪不得女子要遮住脸，就这张脸，要是不遮住，走到哪里都得让道路堵塞。此刻他们心里已经炸开锅了。天啊，七少爷什么时候认识了这样的绝世美人啊？仙女也不过如此吧。但七少爷居然装作不认识，这不像是七少爷的作风啊。
村子里只要长得漂亮一点的寡妇，都会被七少爷嘘寒问暖。这样的绝世美人，七少爷会错过。这时，女子再次开口了：“我说过，等我能走动了，一定会报答你。我这个人不喜欢欠别人人情。”话落，他重新戴上了面纱。楚池微微皱眉道：“那你是想通了，要以身相许？做梦，那就是一夜情咯。”什么？一夜情？七少爷真会玩啊！而且，这样的仙女也要玩夜情，这个世界真乱啊！你还是那么无耻。楚池耸了耸肩道：“谢谢赞扬，但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需要你报答。你走吧，我没空招待你。”楚池的话再次让女子惊愕了。让我走？你说的是真的？楚池根本没有回答，转身进入了楚家。女子瞪大了眼睛，睫毛一眨一眨的，那样子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小子真的进去了？你……女子有些生气，随后迈开脚步也跟了进去。你不请我进来，我自己进来总强了吧？楚池诧异地看了女子一眼道：“看你这穿着，这气质一定是大家闺秀，想必是从小接受了高等教育，怎么也是私家村里出来的吧？但怎么感觉你比我还无赖呢？”女子冷冷道：“还不是被你激的，我已经决定了，就暂时住在你家，直到我伤势恢复。”楚池微微皱眉：“我说实话吧，我楚家遇到了大麻烦，自顾不暇。你若留下，遇到危险，我可不管。甚至以你的样貌，可能被人轮流，你懂的。”楚池本想吓唬一下女子，却没想到女子微微一笑，走得更快了一些。“你不怕？不怕？行，那随你。”楚池不再开口，快速回到主院，女子紧随其后。很快，两人进入了主院。主院里，楚家人先后站起了身体，体内的毒都差不多到要效了。楚池朝楚山开口道：“爷爷，庞家应该不敢来找你们麻烦，我现在要出去一趟。”“出去？去哪里？”“去庞家附近找个地方先住下。”楚池同庞越达成了约定，庞越会想办法营救楚天。他告诉庞越，只有2天时间，要是真将人救出来，第一时间放信号弹，他会根据信号弹的位置马上冲进去。要是计划成功，危机就不再是危机。对了，爷爷，给他安排一间房，让他先住下。楚池看了一眼女子，他是？楚山开口询问。这个问题一出，楚池一脸懵逼，他这才恍然，他从未询问过女子的名字。“我是凤青羽。”女子主动开口回答，缓解了楚池的尴尬。楚池这才点头道：“对，风青羽。”凤青羽眼神一瞪，小声道：“是凤。”楚池咳嗽了一下：“爷爷，安排一下他的住宿吧，我就先走了。”“你这就走了？”凤青羽一脸愕然，怎么感觉这个乡野男人一点都没有将他放在心上的样子？这个男人真的很特别，这样的人他还是第一次见。要是楚池知道凤青羽的心思，一定会笑出声来。他不是不喜欢美女，只是没有人比得上他哥哥在他心中的地位。换做平时，他肯定亲自安排房间，而且就将凤青羽安排在自己的院子里，这样才能与美人天天相见，偶尔还能在美人洗澡的时候偷偷看一眼，这日子想想就美妙。可惜现在的他毫无这些打猫心肠。楚池从楚家离开后，直接赶往庞家附近。此刻庞家院子，庞越已经回到了庞家。“月儿，你怎么回来的？”庞大强开口询问。庞越没有回答，而是咬牙反问道：“爹爹，我在庞家是不是一点都不重要？”“这为什么这样问？”“我想知道答案。”“你在庞家当然很重要，毕竟你是我的女儿。”庞越咆哮道：“别骗我！我要是重要，全家怎么都不告诉我你们的计划？甚至你们逃走的时候都没人想起我，将我一个人留在了楚家。你们根本就没管过我的死活。”庞大强瞬间不知道说什么了。楚池归来重伤庞庆娘，他们的脑子早就懵了。当时他们只想快点离开楚家，只想活着，还真将庞越给遗忘了。直到回到庞家，庞大强才想起了自己的女儿。但这种情况，庞越的死活也只能听天由命了。“月儿，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了？是谁告诉你的？”“楚家的人告诉我的。”“那他们怎么将你放了？”“他们没杀你，你想他们杀了女儿吗？”“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们为什么这么轻易就放了你？你想知道答案？”“当然，这很重要。”“好，我告诉你答案，因为我对他们来说也一点都不重要。楚家人知道，就算拿我来要挟你们也没有用，我的命是换不回来楚天的，所以他们就放了你。”“放？是我跪着求他们别杀我。”
是我跪在地上，一步一步的从楚家爬出来的。你知道当时的我有多害怕吗？我真怕下一步我的胸口就插着一把剑，或者我的脑袋被他们砍下来了。月儿，你受委屈了。爹，少来这套。我就问你们要对楚家出手，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也是庞家人啊。我们是担心你因为爱而走漏了消息。我们都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楚天的。闻言，庞越笑了，笑容凄凉。爹，你居然不懂你的女儿。在家族尊严、家族荣耀面前，儿女私情算得了什么？如果你们告诉我，我依旧会演好这场戏，甚至我会亲手刺穿她的心脏，让她死在我的怀里。庞大强没有说话，而是忽然转头看向了身后的屏风。庞庆阳忽然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微微点头道：不愧是我庞家的人，你也别怪你爹不将这事情告诉你，是我的决定，但现在不重要了。大强，带他下去好好歇息。庞越下去休息了，他至始至终都没有问楚天关在哪里。庞家附近有家小客栈，楚池开了一间房，他坐在窗户前，一直关注着楚家的动静。他在等着信号弹升空，而且是蓝色信号弹。蓝色信号弹意味着庞越的行动非常成功，楚天已经安全离开庞家。但如果是红色信号弹，则表示他已经将楚天从地牢救出，却遇到了麻烦，需要支援。时间流逝，2天很快过去了。楚池的眉头越皱越紧，他根本没有等到任何一种颜色的信号弹。2天了，是失败了，还是他根本就没有行动？是我天真了，居然指望一个庞家人能救我哥，还将他当成最后的希望。罢了，没有时间了。楚池起身打算回楚家，他要看看爷爷有没有突破。如果没有突破，就只能执行最后的方案，那就是让楚家人赶紧离开飞云村。等楚家人离开，他会独自去庞家，能寻到机会救出哥哥自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他也有最后的计划。楚池刚刚起身，砰的一声响从庞家宅院传来，一颗信号弹猛然升空。楚池瞳孔不停收缩，红色信号弹。楚池二话不说冲向了庞家。信号弹升空的位置是庞家后院，他踏上屋顶，快速奔走。随着奔走，一套金色的铠甲将他包裹，铠甲的里面有日月星光在流转，正是天地霸铠。只有施展天地霸体，他的速度才是最快的。此刻楚池还没有去到后院，已经听到了楚家人的呵斥声。庞越，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现在收手还来得及，否则杀无赦。爹，二伯父，三姑，你们一直都提防着我，从未相信我。不是不相信你，而且哪怕再相信你也要提防。庞越凄惨一笑，他看了一眼身后的楚天，那眼神似乎在进行最后的诀别。天哥，对不起，我尽力了，但你放心，哪怕他们杀了我，我也不会让开的。楚池马上就到了，他一到定然能救你走。楚池，原来刚才的信号弹是在通知楚池。不好，他已经来了。已经有人看见了飞檐走壁，快速朝这里冲过来的楚池。那一瞬间，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楚池勇猛，无人能挡，不能让他靠近。大哥，别舍不得了，下令吧，杀无赦。庞家人已经慌了。庞大强却还是咬牙道：月儿，赶紧让开，还来得及。庞越没有说话，也没有让开，他只是看着楚天的脸，开口问道：我是你的娘子吧？他身后，楚天脸色冷酷，不知道怎么回答。杀！这时庞大强闭上眼睛，下了格杀令。他知道不能再耽搁了。声音还在飘荡，庞家人已经冲向了庞越，他们身上的杀意毫无遮掩。他们都知道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庞越不让开，那就只能死。庞越似乎没察觉到身后的危险，他再次开口道：天哥，你应该知道我从小就喜欢你。是，一把剑已经刺穿了庞越的身体，剑尖就出现在楚天的眼前。庞越却像是没有察觉，继续开口道：我不管你认不认我。是，又是一把剑刺穿身体，但他依旧没有低头，哪怕嘴角一血，还是朝楚天开口道：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相公，因为我们已经拜过堂了。此话出，心脏被一剑刺穿，他的身体因为缺氧失去力气，已经倒在了地上。他的眼神开始涣散，但他还是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已经是楚家人，是你的人。这最后一句话道出了庞越为什么还是要救楚天的原因。她嫁人了，她是楚天的妻子。话落，
庞越的身体开始抽搐，他眼神里的光芒彻底散去了。楚天忽然觉得胸口中了一箭，他的心居然有些疼。他自认为不看重男女感情，对这门婚事他也是可有可无，楚家怎么安排他就怎么做就行。但庞越最后的话却让冷酷的他很想哭。他忽然记起了小时候第一次同庞越见面的样子，那时候庞越才4岁。他说：哥哥，你好好看啊，长大后我嫁给你好不好？楚天迈开脚步想去到庞越身旁，几把剑已经抵在了他的脖子上，同时轰的一声闷响从院子中央传来，楚池落地了。楚池，别轻举妄动，否则你哥会先死。庞大强的冷喝声传来了。楚池没有说话，看了一眼失去呼吸的庞越，他双拳紧握，终究还是来迟了一步嘛。刚才的一幕他都看在了眼里。说实在话，像楚月这样单纯的姑娘不多了。她的确不是很漂亮，但她对楚天的感情却是真的。少女懵懂，为爱而死。楚池，不用管我，带她走。楚天的声音忽然传来，他用手指着庞越，那手微微颤抖。替我埋葬你嫂子，不管爱不爱，婚礼是真的。尽管没洞房，庞越也是他的妻子，而且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哥，走，不用管我，我不会有事。楚池捏紧拳头，抱起了庞越的尸体。哥，等我，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他双脚一踏，翻墙而去。没了先机，他就不走哥哥。计划终究是失败了，还搭上了庞越的命。他离开后，庞家人这才如释重负。幸亏一直提防着庞越，不然我们还真被他的演技骗了。哼，这丫头死了活该。身为庞家人，却一点都不为庞家着想。他难道不知道，要是放走楚天，我庞家一定会被楚池杀光吗？是啊，要是被他得逞了，我们都会死。他该杀。庞大强呼出一口气，道：都住嘴，将楚天换个地方关押。同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我们再坚持几个时辰，日落之前，余家的强者就会到来。楚家。楚池抱着庞越的尸体回来了。楚山听到他回来的消息，停止闭关，立马赶了出来。楚池，你回来了，你手里抱着的是谁？楚池没有回答，反问道：爷爷，你晋级了没有？楚山赧言地道：没有，根本冲不破那层膜。楚池叹了口气道：那就赶紧带着族人离开飞云村。我的计划失败了。离开飞云村。楚山瞳孔一缩，现在让他离开飞云村，他是有些不甘心的。他咬牙开口问道：非得离开吗？不离开全部都得死。不，我们怎么会死呢？楚池，你的修为可是要强于庞庆阳的啊。楚池微微眯着眼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壮士断腕。壮士断腕，不错，我知道你从小同楚天相依为命，感情很深，但该舍弃的时候就得舍弃。只要你舍弃楚天，庞家怎么能威胁到你？你完全可以杀光所有庞家人，到时候飞云村就是我楚家的，会改名为楚。楚山的话还没有说完，楚池突然冷冷开口道：楚家所有人都可以死，我哥不可以。你再说这样的话，休怪我翻脸无情。呼，一阵微风吹来，楚山居然感觉身体瑟瑟发抖，也不知道是风冷还是楚池身上气息让他全身发寒。楚山瞬间闭上了嘴巴，没有再多说什么。他转过身低吼道：所有楚家人收拾细软，准备离开飞云村。什么？要离开飞云村？我们在这里生活了40年了，真有些舍不得。舍不得总比死了好。快去收拾东西。楚家人开始收拾贵重物品，下人也去准备马车了。七哥，你要走吗？楚莹莹忽然来到了楚池身边。别人只关心自己的死活，只想快点走，只有他一人关心了一下楚池。楚池还没有回答，楚莹莹咬牙道：你应该没有打算走吧，毕竟4个还在庞家手里。楚池用手摸了摸楚莹莹的头，抱着楚月的身体大步离去。他不用说话，楚莹莹也懂。唉，楚莹莹叹了口气，只恨自己实力卑微，帮不上七哥。楚池一路回到了杂院，他看了一眼身体已经开始僵硬的楚月，开口道：我不知道将你葬在哪里，不如就葬在我和哥哥从小长大的地方吧，这土地里有他的气息。嫂子，安息吧。之前楚池叫庞月嫂子，只是想让这个恋爱脑的女子尽全力去救楚天，但这一次这声嫂子却是发自肺腑，他值得。楚池拿出长剑，在院子角落开始挖坑。时间流逝，楚家遣散下人，正在收拾东西准备逃走的消息终究是传到了庞家里。什么？楚家准备逃离飞云村？
这个时候逃，难道楚家知道我们背后有高手正在赶来？看来我们都小看了楚家的情报网啊！爹，要不要拦下他们？现在拦还来得及。拦？怎么拦？你拦还是我拦？有楚池，我们好像拦不了。庞庆阳眼神深邃地道：支援的高手还没有到，楚家要逃，我们只能让他逃。本想一网打尽，永绝后患，但看来没有这个机会了。可是爹，他们逃走终究是一个威胁啊！威胁？呵呵，等这里成为庞家村，我就是官方认可的村长，谁敢忤逆村长？爹，我是担心楚池。楚池这小子成长的速度的确太快了，他不死的确有些不安心。爹，你说楚池会走吗？如果楚家是知道我们身后有高手才逃的，那他大概率会走。哎，要是宇家的高手现在赶到就好了。庞庆阳的话刚刚落下，门口忽然跑来了一位下人，禀报家主，外面有人找，他说他是来帮我楚家的，帮我庞家的。庞庆阳和庞大强的眼里都射出了金光，难道宇家的高手到了？这速度比想象中的快了不少啊！哈哈，到了就好，到了就好，来的正是时候啊！我这就去迎接。庞庆阳正准备亲自迎接，一头3米大小的狼从外面冲了进来，狼的背上坐着一位戴着斗笠、穿着灰衣的老者。这是1级9阶野兽游狼，居然能收服游狼，让游狼当坐骑，定然是宇家的高手。来了，帮手终于来了。此刻，庞庆阳躬身行礼，恭敬地道：在下庞庆阳，见过雨。话还没有说完，老者挥了挥手道：有些话不能说，我只是一个红尘过客，你并不知道我的身份，我本不应该插手这里的事情，你明白吗？明白，明白。庞庆阳知道对方是不想公布身份。这时庞飞烟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他开口道：前辈，峰哥没来吗？他有点事情，而且这种情况他也不便露面。行了，不说废话，这是我们之间的合约，签了这个合约，今后40年，每年你们都要向我们宇家进贡。40年？这不是20年吗？之前是20年，但这一次你们是加急求援，我可是骑着游狼日夜赶路来的。再说40年就能换取成立私家村的资格，这是绝对划算的。好，签。庞庆阳知道对方是趁机抬价，却也只能签，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无论如何，庞家村他鉴定了。好，现在带我去你的仇人面前吧，老夫出手，绝不留活口。前辈，您来的正是时候，要是您来晚一点，他们就收拾好细软，准备跑了。我给您带路。爹，要去灭楚家了吗？我也要去。这一次，我看楚家还怎么解决这次危机。妈的，这几天让我们这么憋屈，我要亲眼看见他们全家死光。楚家人纷纷跟上，这种能载入史册的时刻，他们自然要去见证一下。这时庞大强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口道：爹，楚天怎么处置？庞庆阳冷冷道：他已经没用了，直接杀了吧。好，我亲自去。这小子害死我女儿，我必须手刃了他。庞大强转身离去。等等，庞庆阳却又叫住了他：爹，还有事，还是先别杀，也一起带去楚家，等大局已定再杀也不迟。楚家，楚山等人并不知道危机已经逼近。此刻杂院一个大坑出现在角落，楚池将庞月的尸体放了进去。嫂子，你是个可怜人，希望来世你能拥有一个完美的爱情。来世别再遇到我哥了，他就是个二愣子，不懂男女情爱的。你也别怪我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很多感情他都记在心里，不会说出来。说起来我哥也挺可怜，明明成了亲，却还是一个处男，这就是上天对他整天冷着个脸的惩罚，你说对不对？楚池一边说一边盖上了泥土。刚刚放下铲子，他一回头猛地吓了一跳。我靠，你什么时候出现的？怎么在我的院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凤青羽出现在了院子中央，安静地看着他。凤青羽淡淡道：从你开始挖土，我就在这里，你吵到我了。什么意思？你住在我的院子里？你爷爷安排的。楚池瞬间明白了，楚山肯定以为这女子是楚池最近心情不好，找来释放压力缓解心情的。毕竟楚池这2年没少带人回来。摇了摇头，楚池开口道：你别在我这里养伤了，连我都不知道今天后我还能不能留在这里。你听见四周的喧嚣声了吗？所有楚家人都在收拾东西，准备逃命。逃命？楚家遇到了大麻烦。灭族的麻烦吗？差不多。凤青羽却点了点头。
那正好，我等的就是这一刻。我要是帮了你，应该就能报答你救我的恩情了吧？你帮我。楚池打量了凤青羽几眼，随后他去到凤青羽身旁，做出了袭胸的姿势。凤青羽脸色一变，想要打开楚池的手，但他的手被楚池稳抓在手中，根本无法动弹。楚池的手虽然挺温暖，却让凤青羽眼露杀意。难道这小子是明知道要死，想要在死前玷污了自己吗？找死！凤青羽想要动用体内灵气，全身肌肉撕裂一般的疼，嘴角更是溢出一抹鲜血。这时楚池收回了手，他叹了口气道：我知道你应该也是修者，但我只是微微用了点力气，你的伤势就复发了。就这样，你还想帮我？赶紧走吧，我也要走了。楚池说着转身离去。原来是在试探我。凤青羽恍然大悟，随后他低头看了自己的手腕一眼，这还是第一次有陌生男人触碰他的手，而且还是一个乡野小子，那感觉太奇怪了，而且自己被他小看了啊！你等等我！凤青羽咬牙追了上去。楚池根本没有等，他快速去到大门口。此时楚家已经收拾好了东西，他们带的都是相对贵重一点的物品，那些不怎么值钱的都没有带。既然是逃命，自然是早点逃出去的好。人都到齐了吗？走吧。楚山最后看了楚家院子一眼，虽然眼神不舍，还是依然转过了身体。再见了，我的家。楚家人纷纷回头，牵着马车慢慢离去。楚池，你不同我们走吗？楚山的声音再次传来。他回头才发现楚池站在屋檐下，并没有迈开脚步。楚池淡淡道：我当然要走，但不是同你们离开，而是去庞家。楚池还有最后一个解救楚天的计划，那就是用自己的命换哥哥的命。他相信庞家愿意做这个交易。难道你是要……楚山不是笨蛋，想到了楚池的意图，他骂道：糊涂，这值得吗？你可知道，你才是最重要的。楚池的天赋绝对惊人，只要他不死，楚家的未来不可限量。这也是他愿意背井离乡的原因。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楚池没有说话，他只是微微一笑。同哥哥之间无所谓值不值得，只有愿不愿意。好一会他才道：你们走吧。楚山脸色难看，如果可以，他真想将楚池绑走，但现在的他只能低喝一声走。楚家人慢慢离去，但刚走几步，一声冷笑从前面传来：走。呵呵，老楚，你们走得掉吗？冷笑还在飘荡，庞家人快速围了上来，堵住了楚家人的去路。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嗜血的笑容。是庞家的人，他们来干什么？楚家人一脸疑惑，有楚池在，庞家这是玩哪一出戏？庞庆阳，你想拦我们，但你拦得住吗？你莫不是忘了上一次你差点就死了？楚山开口质问。庞庆阳冷冷一笑道：死一时彼一时，大哥，麻烦你替我出手，杀光他们。庞庆阳转过身，庞家人主动让开一条缝。瑜家的高手骑着游浪慢慢来到了庞庆阳的身边。这是游狼。楚山瞳孔一缩，能让游狼当坐骑的人绝对不是一般人啊！难道这是一位强人境的高手？这个想法刚刚落下，瑜家的高手冰冷开口道：就是他们，差点杀死你吗？是的，大哥，要不是我偶然得到了一株人级上品疗伤灵药，我已经死了。庞庆阳说着看向了楚山，他笑着开口道：楚山，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我20年前的结拜大哥。大哥，麻烦你了。瑜家高手点了点头，他的身体忽然释放出了恐怖的气息，这气息像是一座大山，压在了现场所有楚家人身上。这一刻，无论是长辈还是晚辈，全部跪了在地上，包括楚山。此刻的楚山也觉得双腿发软，半跪在了地上。他全力运转灵气，这才勉强站起了身体，但他的背根本直不起来。他咬牙道：强人境，妈的，这哪里是什么结拜大哥，这应该就是雨家来的高手。雨家高手没有理会楚山的惊讶，而是眼神诧异地朝屋檐之下看了过去。此刻所有楚家人都跪在了地上，但屋檐下还站着两人，正是楚池和凤青羽。楚池的身上燃烧着金色灵气，灵气跳跃化为了金色的战铠，哪怕不动用震天鼎的力量，老者的气息对他的影响也不大。至于为什么凤青羽还能站着，楚池也是有些意外的。但现在不是意外的时候。楚池双脚一踏，身体像是金色流星落在了楚家人面前。他的脸色异常凝重，他知道庞家的援兵到了，对方来的速度比他想象的还要快得多。大哥，我要他的命！
庞庆阳愤怒的声音传来，他指着楚池，眼中的杀意丝毫没有收敛。楚池必须死，他才是最庞家威胁最大的那个人。这小子施展的好像是人级上品甚至人级极品的体技，怪不得你会被他打败。但可惜遇到老夫只能是一具尸体，我这就替你报仇。声音落，瑜家的高手隔空打出了一拳，一道土黄色灵气形成拳头冲向了楚池。灵气离体，楚山又震惊又羡慕，灵气离体真的太拉风了，但这个境界只有强人境才做得到。此时拳头未到，狂风先至，楚池的头发被吹得左右摇晃，楚山等人更是后退了一步。来得好，楚池却是不退反进，他的眼神一点都不惧怕。他也想知道凡人境无敌的他能不能对抗强人境，要是能对抗，今日的危机就不是危机，这老者只是他的试金石。楚池将双手挡在胸前，选择硬抗瑜伽高手的攻击。楚池，不可硬抗，你赶紧跑，或许能跑掉。楚山着急的声音传来，声音刚落，拳头已经落下了。只听轰隆一声闷响，拳头落在了金色铠甲之上，恐怖的劲风犹如风龙席卷四周的一切。楚池的身体在巨大的力量下后退了3步，3步之后他稳住了身体。他看着瑜伽的高手，站如松，目如龙。什么？挡下了？这庞家人当时就惊呆了，凡人境居然能挡住强人境的攻击，这说出去也没有几个人信啊。越大境界对敌，只有少数天才能做到，果然是人级极品体技。瑜伽的高手却并不惊讶，体技稀少，如果是人级极品体技，还真能挡下他的攻击。但很遗憾，差距就是差距，看老夫打破你的铠甲。瑜伽的高手再次展开了攻击，这一次不是1拳，而是10拳、100拳、1000拳。他的拳头快到形成了残影，每一拳落下都有一个灵气拳头击向了楚池。只是几个呼吸时间，楚池就被密密麻麻的灵气拳头包裹住了。轰轰轰，现场爆破声不断，瑜伽老者每一拳落下都能带起惊天巨响。现场狂风呼啸，烟尘大起。忽然一道身影从烟尘中飞出，挨了这么多拳，楚池终究是被击飞了。他的身体在地上滚了几圈，这才重新站起来。虽然金色战铠没有散去，但所有人都看得清楚，楚池的嘴角溢出了一抹血迹，他终究还是受伤了。小辈，不过如此，那就不同你浪费时间了。瑜伽的高手双脚一蹬，身体像是惊鸿冲向了楚池，他伸手成爪抓向了楚池的脖子。楚池眼里射出一道光，他转头看了一眼楚山，微微伸出了手，他的手呈现出握剑的姿势。楚山眼神一颤，瞬间明白了楚池的心法，原来楚池是在等这个机会。一把长剑被他扔出，这剑是楚家唯一一把人级上品武器剑，被楚池握在手里时，瑜伽的高手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那犹如猎鹰的身躯近在咫尺。就是现在，楚池手里的剑挽出7道剑光，剑光如牢笼，瞬间包围住了他和瑜伽的高手。不好，这是什么剑法？难道这小子上次同我对战的时候还没用全力？庞庆阳瞪大了眼睛，忽然觉得大事不妙。他的对面楚山更加紧张，他知道这是楚池最强的一击。大成的7剑斩配上人级上品长剑，到底能不能让凡人境无敌的楚池越大境界对敌呢？没多久，剑光散去，楚池的身体出现在了瑜伽高手身后。此刻瑜伽高手的斗笠碎了几块，正从空中落下，他苍老的脸上有几道清楚可见的剑伤，鲜血正汩汩流出。成功了吗？楚山再次开口，声音紧张。他的话刚落，瑜伽的老者动了，他伸出手触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随后是脖子。众人这才看见他的脖子上也多出了一道伤口，鲜血正从伤口处溢出。这是成功了吗？喉咙被割开了。就在所有人心中猜测的时候，瑜伽老者声音凝重地开口了：好高明的剑法，差一点就阴沟里翻船了，但可惜大境界的差距是你无法弥补的，你的修为终究太弱了。这话一出，楚山的眼神瞬间就绝望了，这些伤似乎都只是皮外伤啊。这么说，关键时刻这老者躲开了吗？小子，死吧！此刻瑜伽的高手不敢再大意，他的身体浮现出了璀璨且浓郁的灵气，这些灵气汇聚在楚池头顶，像是一朵云。随后一个巨大的拳头从云层里出现，探云拳。老者施展出了武技，这武技还没有成型，
现场所有人都跪在了地上，包括庞庆阳等庞家人。这威压，难道是皇级武技？皇级武技是强人境才有资格学习的更高等级的武技，哪怕这只是皇级下品，也不是凡人境的楚池能抗衡的。这一拳非常巨大，当空而下，似乎要将楚池打成肉饼。如此狂暴的攻击，死定了！这小子死定了！庞庆阳等人嘴角已经露出了笑容。楚池一死，楚家再无威胁，这个村子将成为庞家村。庞飞烟更是眼里有光，他咬牙轻语道：“楚池，你的好运终于用尽了，这一次你必死无疑，谁都救不了你。我庞飞烟的选择从来都没有错，选择峰哥绝对是我最正确的选择。”相比于庞家人的兴奋，楚家人却一脸绝望。完了完了，楚池一死，就该轮到我们了。唉，我不想死啊，谁能救救我们？楚池不知道楚家人的想法，他微微叹了口气，心道：终究是差了一点嘛，这么说必须动用了他了。楚池一直都不愿意暴露震天鼎，但生死关头，不想暴露都不行。但就在楚池准备祭出震天鼎的时候，砰的一声闷响传来，楚池头顶的灵气云河刚刚成型的巨大拳头消失不见。这一幕惊呆了现场所有人。庞庆阳诧异地看了一眼雨家的老者，开口询问道：大哥，你怎么收手了？雨家的高手根本没有回答，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甚至他还保持着举起右拳的姿势。就在这时，有楚家人发出了惊呼：是他，是他！这位楚家人指着屋檐下的凤青羽。这一刻，人们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凤青羽手里出现了一把弩。这弩的造型非常复杂，非常奇特，一看就充满了力量。我刚才好像听到砰的一声响，那声音就是弩箭发射的声音。难道有人想到了什么，去到了雨家高手身边？这才发现雨家高手的脑袋左右两边都出现了一个血孔。凤青羽一箭射穿了雨家高手的脑袋，只是箭矢的速度太快，当时所有人的注意力又在楚池身上，谁没有捕捉到这道箭矢？死了，高手死了！哈哈，太好了，我们得救了！楚家人纷纷松了口气，这冰火两重天的感觉真是太刺激了。楚池，我说过，我不喜欢欠人情，我们现在两不相欠了。凤青羽平淡的声音传来，他来找楚天不仅仅是寻个地方安静养伤那么简单，最重要的还是报恩。他凤青羽不喜欢欠任何人的人情，他等的就是这一刻。谁说丹田裂缝经脉寸断就没办法杀人了？幸亏他储物戒指里还有曾经去野外狩猎用的工具，等级虽然很低，却也能轻松射杀楚山等人眼里的高手。此刻微风吹来，裙摆飞扬，凤青羽虽然戴着面纱，却依旧让人觉得她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这是她身上自带的一种气质，这种气质没有几个人能拥有。凤青羽的话落，楚池笑了，他只是说了2个字：多谢。声音落，他转头看向了庞家人，眼神里的杀意丝毫没有收敛。庞庆阳脸色一变，他甚至有些想哭。怎么又变成了这样的局面啊？怎么每次觉得胜券在握的时候就会出现变故呢？上一次是楚池，这一次是一个女子。还有，这女子是谁？飞云村里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女人？她手中拿着的弩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他们所有人连弩箭的轨迹都没有捕捉到，这是什么等级的弩啊？庞庆阳心里有1万个问号，但现在明显不是疑惑的时候。他知道他再次触怒了楚池，现在的楚池已经打算大开杀戒了。他立马开口道：楚池，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但你别忘了，楚天还在我们手中。大强，将楚天带过来。庞庆阳的声音刚落，庞大强将楚天带了出来，甚至为了提防凤青羽暗箭伤人，他整个人都躲在楚天的身后，连脑袋都不敢露出来。看见楚天，本想大开杀戒的楚池瞬间停步，尽管他的拳头捏得紧紧的，却还是没有轻举妄动。这一幕让庞庆阳暗自松了一口气，果然楚天就是这小子的命门所在。他庆幸自己没有杀了楚天，要是杀了楚天，庞家所有人都会给他陪葬。走，回庞家。庞庆阳挥了挥手，挟持着楚天一步步退下。楚池好几次想出手，却一直没迈开脚步。这时楚山的声音传来了：你真要放他们走吗？我知道你担心楚天，但你这一次依旧是放虎归山，他们肯定会再联系雨家，我们会再次经历刚才的遭遇。要是再来一次，就不一定有这样的好运了。那女子手里的暗器虽好，一旦别人有心提防也没用。楚山着急的声音传来，他的眼神里充满杀意。
上一次他无法调动灵气，只能任由楚池放走庞家人，但这一次他不想放虎归山，他的身体释放出了灵气光芒，他打算带领楚家人同庞家来一场硬战。此时不灭庞家，更待何时？楚池有软肋，他没有，只要能成功建立楚家村，死一个楚天算得了什么？成大事者怎么能舍不得孙子？别说孙子了，必要时候儿子、老子都可以死。总之一个字，干。闻言，楚池没有说话。楚山说的，他又何尝不知道呢？老是被庞家威胁，他也快受够了。他知道，一个人表现得越软弱，对方就越觉得能拿捏你，如同现在的庞家一样。但哥哥真的对他太好了，这是这世上唯一真心对他的人。换做楚家其他人，哪怕是楚山被挟持，他都不会心软。见楚池不说话，楚山再次开口道：所有楚家人，听我命令，随我。楚山本想说随我杀，但话还没有落，楚池将心一横，他似乎做出了决定。他的剑放在楚山的脖子上。楚池，你干什么？这种时候了，还意气用事吗？你的心太软了。楚山气得脸都红了。楚池眼神冷漠地道：爷爷，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想要这个村子彻底姓楚。我也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想要我哥哥活着。说着，楚池看向庞庆阳，我们之间的确得做一个了断，你们老是拿我哥威胁我，也不是个事，不如我们再做一个交易。什么交易？拿我的哥命换你全族人的命。什么意思？意思是2天之内，不，1天之内不交出我哥，我杀光庞家人。如果你们交出了人，我可以不杀你们，但你们得离开飞云村。庞庆阳瞳孔一缩，冷哼道：楚池，你是在威胁我？你不怕我现在就杀了楚天？他的话落，楚池忽然看向了楚天，他开口问道：哥，你怕死吗？楚天抬起头，罕见的笑了：比起死，我更不想成为你的拖累。爷爷说的对，你不能再放虎归山，而且你任由他们挟持我，你觉得他们最终会放了我吗？弟弟，我知道你担心我，我就问你一句，你觉得什么情况下他们会放我？楚池眉头一皱，随后他的眼神变得冰冷，他朝庞庆阳开口道：庞庆阳，有种你就动手。楚池，你以为我们不敢吗？这时庞飞烟的声音传来，他拿着一把剑又走向了楚天，像上次一样，一剑刺向了楚天的大腿，鲜血喷洒而出。上一次楚池就是这样同他达成了交易，但这一次楚池没有退缩，一味的退让只会让庞家肆无忌惮。楚池的身体忽然出现在了庞家人面前，手里的剑猛然挥动，嗤嗤嗤，几声轻响之后，几位庞家人的脑袋已经斜斜挂在脖子上。咚咚，脑袋落地的声音姗姗来迟。安静了，现场诡异安静了下来。无论是庞家还是楚家人，都没想到楚池说杀人就杀人。啊！惊恐的叫声姗姗来迟。那些离楚池不远的庞家人纷纷惊醒，他们吓得屁滚尿流，快速远离了楚池。楚池，你……人群中庞飞烟惊呆了，似乎没想到这一次的楚池没有就范。他咬牙道：我就不信你真的不在乎你哥的命，你是想同我比狠？那就试试看啊！庞飞烟的眼神非常扭曲，他又将剑放在了楚天的脖子上，随后慢慢用力插了进去。起初鲜血很少，随后鲜血越流越大。楚池虽然心痛，却知道不能再被威胁，因为他知道想让庞家放了楚天，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会死。相反，要是让庞家觉得他们还有依仗，还有希望，他们是绝对不会放楚天的。虽然心痛，还是得忍着，他得让庞家怕他。他手中的剑再次动了，又有几颗人头落在了地上。此刻他更是去到庞飞烟的亲爹庞化泽面前，他眼神冷峻地道：你斗我哥，我杀你爹，不过分吧？声音落，庞化泽的腿直接被他刺穿，刺穿就罢了，他还顺势一斩，直接斩断了庞化泽整只大腿。随后他的剑也滴在了庞化泽的脖子上。你刺入3分，我刺入1寸。他的剑已经要整个刺穿庞化泽的脖子了，既然做了决断，就不会留情，也不会懦弱。好，好，楚池，你终于醒悟了。这一幕看得楚山拍手称好，他再次大吼道：楚家儿郎，随楚池一起杀！今天灭庞家！杀！杀！杀！楚家人纷纷大吼。庞家没有了强人境的高手，他们自然是不怕的，而且有楚池在，他们怕什么？
妈的，刚才差点就以为自己要上西天了，是得好好出一出心中的怨气。楚家人手持刀剑朝庞家人冲了过去。庞庆阳见势不妙，立马低吼道：飞烟，还不住手！楚池，我答应你。楚池立马举起了手，示意楚家人不要进攻。楚山虽然不情愿，却还是冷喝了一声：停！此时庞庆阳再次开口道：楚池，等我庞家收拾好东西，马上离开飞云村，到时候楚天会还给你。走，回去。庞庆阳慢慢后退，见楚家人没有追，所有人这才如释重负。退远之后，庞大强询问庞庆阳：爹，我们真的要离开飞云村吗？我不甘心啊，要是我们现在给雨家飞哥传信，或许还来得及。来是来得及，但楚池会给我们时间吗？这小子的心变得很辣了起来，我们怕是等不到援军到来，他就会动真格。那怎么办？这样，待会回到家，立马飞哥传信告诉雨家我们这里的情况。我们先假装离开，3天后再在这里会面。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马枪！爹，还是你聪明。此时楚家门口，楚山皱眉问道：楚池，你相信他们会离开飞云村吗？要是不离开呢？到时候你真的能不管你哥的死活去大开杀戒？楚池眼神阴狠地道：不是不管，而是比狠。我不一定会输给他们。刚才我就明白了，比他们更狠是救我哥唯一的方式。而且我哥也认同我这样做。之前楚天让楚池想清楚庞家如何才能放他，其实就是要他狠下心。有些事情太重感情，反而会让事情变得糟糕。爷爷，你们也不用背井离乡了，让楚家的人全部守在庞家四周吧。守在楚家？为什么？杜绝后患。杜绝后患，这话怎么说？我要你们24小时盯着庞家，一旦发现信鸽，全部用弓箭射杀，不能让一只鸽子从庞家进出。我不会再给他们联系庞家的机会。万一他们离开，却又在建村之前随着雨家的高手去而复返呢？楚池的话落，楚山恍然大悟，他惊讶地道：这一点我居然都没想到。随后他又皱起了眉头。不过就算没有书信来往，你又怎么知道他们离开飞云村后不会主动去找雨家呢？楚池神色冷漠地道：他们没机会的，我会跟上去灭他全族。闻言，楚山终于笑了，原来你就没打算放过他们。好，好，该狠时就得狠。楚池，你成长了。话落，他看向了身旁的楚家人，所有人听令，每人拿一把弓箭，速速包围庞家。从现在开始，一只苍蝇都不能从庞家放出来。10分钟后，庞家，庞大强拿着一只信鸽的尸体找到了庞庆阳。爹，你看，这是我们的信鸽。信鸽刚刚升空，就被藏在屋檐上的楚家人给射杀了。楚家人？是的，他们将庞家围了起来，有弓箭手埋伏在屋顶之上。闻言，庞庆阳皱起了眉头。他们射杀信鸽，这是不准我们同外界联络啊。爹，那怎么办？我们怎么通知雨家呢？庞庆阳没有说话，好一会他捏紧了拳头道：收拾东西，走。真的要走？对，走，让大家快点收拾，走得越早越好。爹，为什么？信鸽既然到不了，那我们直接去雨家村。如果抓紧时间一来一去，或许还是能在使者到来之前赶回来。只是希望这一路能顺利。半个小时后，庞家人收拾好东西，牵着马车一步步离开了飞云村。庞庆阳走在最后面，他的手里挟持着楚天，楚家人紧随其后。抵达村口后，庞庆阳开口道：大强，楚天交给你们了，我带着族人先走一步，等我们走远，你再按照计划行动。庞庆阳的话落，他领着庞家人快速离去。庞大强等几位中年挟持着楚天还站在原地。很显然，庞家也在提防楚池人，他们会交出去，但不是马上。此时庞大强等人站在村子口，同身后的楚池一直保持着200米的距离。这个距离既能防止楚池忽然出手，也能提防那位女子手中的弩箭。庞庆阳这老狐狸的确聪明，猜到了你不会轻易放过庞家，居然想出了这样的应对之策。要是他们走远，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走的哪条路线，甚至他们有可能分成几路。楚山的声音传来了，他看出来了庞庆阳的计划。一旁楚池没有说话，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们就这样看着不动吗？爹，要不要出手？楚家人询问楚山。楚山看了一眼楚池，开口道：楚池自有打算，你们不需要操心。时间流逝，很快半个小时过去了。这时楚池终于开口了：他们已经走远了，你们是不是该自杀了？还是等着我们来杀？
你们应该也知道，你们只是弃子。庞大强冷冷道。弃子？不，你错了，是我们主动留下的。既然留下，就做好了必死的准备。是吗？但谁说我要杀你们？现在你们也可以走了，前提是留下我哥，别动他。我保证不去追你们。什么？你要放我们走？庞大强一脸愕然。我说话算话，不信的话，你们可以一个个先后离去。还是那句话，只要不伤我哥，一切都好说。庞家的人面面相觑，如果能活，谁愿意死？特别是庞大强，他原本是不想留下的，但庞庆阳说他不留下，其余人也不愿意留。他身为长子，为了家族，必须做出表率。你当真放过我们？你要是不想走，就算了。庞大强眯着眼睛，一咬牙，他松手逃走。他一转身，其余庞家人也先后转身，只留下楚天一人在原地。真的没有追？庞大强太惊讶了，似乎没想到楚池真的说话算话。等他们离开后，楚池才去到了楚天身旁，他解开了楚天身上的绳索，取走了塞在楚天嘴里的棉花。哥，没事了。楚天却是叹了口气，愧疚地道：你不该放他们走的。楚池却是微微一笑：放了就放了，没有什么比你的命更重要。楚天摇了摇头道：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这些天在庞家，我也多多少少知道了一些消息，原来庞家身后有一个更强的势力在支持。弟弟，那天你们杀的根本不是什么结拜大哥，而是那个势力的人。我猜他们这次离开肯定还会回来，建村的名额庞家定然不会放弃。楚池依旧在笑：哥，我知道这些事情你不用管，我先背你回去。楚池背起楚天，快速赶回楚家。10分钟后，杂院。哥，你的腿受了伤，先好好养伤，我还有事情要去处理，等我回来，一切尘埃落定。对了，我将嫂子葬在那里了，你去烧点纸吧。你现在要出去干什么？当然是灭庞家。灭庞家？你知道庞家逃去哪里了？知道。楚池微挥了挥手，正准备离去，像是想到了什么，他回头道：院子里住了一个女人，叫凤青雨，你替我照顾一下她。凤青雨，也请你替我照顾一下我哥。声音还在飘荡，楚池的身影已经消失。去到大门口的时候，楚池看见了楚山。爷爷，你在等我？我想来想去，还是陪你一起去，不然我留在这里心里不安。希望你的判断都是对的吧？楚池眼神睿智地道：我的判断应该不会错，庞家会因为自己的不甘心而彻底毁灭，希望如此。走吧。两人骑马快速离去。1日之后，他们抵达了一处官道，管道位于峡谷中间，两面是陡峭大山，在这条道阻拦庞家再合适不过了。楚池将马匹藏好，躲藏于山腰。他开口问道：爷爷，你确定去雨家村的只有这一条路？确定。如果他们真要去雨家村，这是必经之路，绕道的话花费的时间是现在是好几倍，建村名额随时都可能下来，他们不可能绕道。那就守在这里吧，他们应该还在后面。楚池为什么没有追雨家人？那是因为只要预判对方的目的，根本不需要追，他只需要守在必经之路上，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一夜很快过去，次日从太阳升起到太阳落山，这条道路上来来往往了不少人，却没有一人是庞家人。楚山皱眉道：不应该啊，怎么到现在庞家人都没来？就算他们人多，也该到这里了。难道他们真的放弃了？还是我们猜错了？楚池看了一眼天色，道：再等等吧。你小子居然比我还有耐心。不好，我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那位强人境高手真的是雨家村人吗？我之前去过雨家村，如果是雨家的人，他们穿的衣服上都刻着一个雨字，那是身份的象征，但那老者的衣服上没有雨字。爷爷，他应该是刻意隐藏身份。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他会不会不是雨家村的人呢？你的信息都是从宜春院的龟婆那里得到的，但你有没有想过，当日他听到的或许不是雨，而是鱼或者鱼之类的，只不过雨家村离我们近，被我们先入为主了。你的意思是不是雨家村？楚山的话让楚池瞳孔一阵收缩，要是他们弄错了，不仅在这里等一辈子都等不到庞家，楚家还有大难。爷爷，那你可知道附近还有哪些私家村？这我还真不知道，我也只去过雨家村，我们的地图也只限于附近的几个村子，更大范围的地图只有私家村才能拥有。在大元国，地图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而且是分等级的。小村庄能拥有的地图仅限于村子附近，
势力越大，官方绘制的地图越大。如果是一座城池，他们的地图会包含整个国家。也就是说，若小修者想要知道未知区域是哪个村子，甚至哪个小镇，只能靠自己闯荡。但外出闯荡绝对是九死一生。罢了，再等一天。要是明天还等不到，就得赶紧回去。时间流逝，一夜又过去了。太阳升起，很快就挂在了正当空。已经晌午了，楚池和楚山彼此对视了一眼，他们都已经等不下去了。或许真的是他们先入为主，将别的异性当成了鱼。但就在两人刚有动作的时候，远处出现了灰尘。有灰尘，说明有一大波人正在朝这里赶。楚池瞳孔一缩，眼神中又多了一丝希望。会不会是庞家人？此时，在距离楚池大约2000米外，庞家人以庞庆阳为首，快速赶路。爹，我们还赶得及吗？被那群土匪耽搁了不少时间，我们就算赶到了雨家，还来得及吗？不出意外的话，上面已经派使者赶往飞云村了。原来庞家之所以来得晚，是因为路上遇到了一波实力不弱的盗匪，他们被盗匪耽搁了不少时间。庞庆阳脸色铁青，咬牙道：无论如何都得争取一下。很快，庞庆阳来到了这条必经之路上。随着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楚池和楚山心中的大石头终于放下了。的确是庞家人，庞家人终于来了。虽然比想象中的晚了一点，但至少他们的判断没错。楚池，你挡前路，我待会挡住他们的退路。今日尽量不放走一个庞家人，斩草就得除根。楚山的声音传来，他像是壁虎，沿着山腰慢慢退去。楚池点了点头，眼神充满杀意。等庞家人再近了一点，他像是拦路盗匪，直接从山腰跳下，挡在了大道中间。他低着头，戴着一顶草帽，戏谑开口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命来。什么？又有盗匪？庞家人的脸色当时就是一变，以前怎么没听说这里有这么多盗匪呢？而且这条路是通往雨家村的必经之路，在这里抢劫是找死吗？此刻庞庆阳却是皱起了眉头，不对劲，不对劲。眼前拦路的人虽然低着头，但他的身形和他的声音怎么都那么熟悉呢？是楚池，他是楚池。这时庞飞烟发出了惊呼，他率先认出了楚池。什么？楚池？他的话出，所有庞家人都慌了。这么快就被认出来了吗？楚池这才抬起头，他的嘴角咧开一抹嗜血的笑容，他的身上已经出现了金色的天地霸铠。真的是楚池，他怎么会在这里？完了完了，他肯定是来杀我们的。此时庞庆阳脸色铁青，他冷冷开口道：怪不得前些日子你没有追上来，还放了大枪，原来你是早知道我们要路过这里。但你怎么知道我要去雨家村？庞庆阳确定他从未暴露过自己身后的势力，就算飞鸽传信，信里也没一个雨字。话落，庞庆阳没等楚池回答，猛然一声低吼：走，快走！既然楚池挡住了去路，去雨家村就注定不可能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逃走。只要他们不恋战，楚池一个人想杀光他们所有人也有些难。无论如何，庞家必须有人活着。大强、二弟，你们保护飞烟离开。庞飞烟虽然实力不强，但他却是庞家最重要的那个人。只要庞飞烟还活着，他们同雨家就还能有关系。是。庞大强和一位老者快速去到庞飞烟旁边，正准备从后方逃走。后方传来了楚山的声音：想走，走得了吗？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这里就是你们的埋骨之地。是楚山。不好！庞大强瞬间挺住，他的神色凝重到了极点。虽然楚家只来了2个人，但这2个人却足以让他们全军覆没。大强，我对付楚山，你们快跑！庞庆阳知道他必须拖住楚山，不然的话庞飞烟根本过不了楚山那一关。但他刚刚有动作，楚池体战金光，像是一颗金色流星朝他冲了过来。老东西，先顾好你自己吧。声音刚落，楚池已经到了庞庆阳身旁，金色的拳头砸向了庞庆阳的胸口。庞庆阳不敢大意，连忙施展出神风腿抵挡楚池这一拳，但没有什么卵用。只听砰的一声响，庞庆阳的身体直接被击飞，身体还在半空，楚池的手又抓住了他的脚踝，用力往地上一砸。轰！一声闷响，尘土飞扬，庞庆阳脑袋落地，只觉得头晕目眩，一口鲜血狂喷而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一幕似曾相识啊！爹，爷爷！庞家人的惊呼声姗姗来迟。
庞庆阳忍住疼痛和不适，用力大吼道：“跑，全力跑！能跑一个是一个！”他的话落，庞家人像是受惊的羊群，瞬间乱了。有的人快速朝前逃，有的人快速朝后逃。庞飞烟就在其中。此刻的庞飞烟脸色都白了。上一次能从楚池手里逃脱，是因为楚家人全部中毒，楚天又被他们挟持。但这一次，他们没有任何底牌了。难道今日真的要死在楚池手里？婊子，想跑！楚池一直注意着庞飞烟，就算真的有庞家人能趁乱逃走，也绝对不可能是这个婊子。楚池正准备冲过去，庞庆阳却抓住了楚池的脚。楚池只是呵呵一笑，下一刻一道剑光出现，庞庆阳的手落在地上，斩断庞庆阳的手后，楚池一脚踢在了庞庆阳的脖子上。这一脚力量极大，庞庆阳的身体在空中旋转着好几圈，随后重重撞向了山壁。庞庆阳又吐出一口鲜血，他想站起来，却两眼一黑，倒在了地上。楚池知道庞庆阳还没断气，只是昏死了过去，但现在也不是补刀的时刻。他转过头，再次看向了庞飞烟。此刻，庞飞烟骑在一匹骏马上，趁他对付庞庆阳的时间，他策马奔腾，快速逃走。他没有往后逃，反而是往前逃，因为他知道往后逃一点希望都没有。楚池肯定会穷追不舍，但往前逃还有一丝希望，毕竟雨家村就在前面。见此一幕，楚池冷冷一笑，右脚猛然一踢，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像是流星射向了骏马，恐怖的力量直接将马腿击穿，骏马重重摔倒在地。庞飞烟因为惯性也摔了下来，他不顾身上的疼痛，转头看了一眼楚池，只是一眼就吓得变了脸色。此刻楚池体战金光已经朝他冲了过来，楚池的脸快速在他的视线中放大，那眼神里的杀意丝毫没有收敛。庞飞烟快要吓晕了，但他知道现在不是晕倒的时候。他站起身体继续逃走，但因为恐惧，他的身体根本站不稳，他几乎是爬着往前走的，而且在慌不择路的情况下，他的身后是大山。完了，没有退路了，不要过来！庞飞烟已经绝望，他像是受惊的小兔子，蜷缩在地上，用手抱住了双腿。但无论他怎么吆喝，楚池都在慢慢靠近他。原本楚池可以瞬间出现在庞飞烟的面前，但他就是喜欢看见这婊子那惊慌无助的表情。楚池，我错了，你别杀我，我知道你喜欢我，要不我们从头再来吧，我愿意当你的女人。或许是因为绝望的原因，庞飞烟居然想要同楚池从头再来。这话将楚池都给说懵了，他眼神鄙视地道：庞飞烟，你哪里来的优越感，觉得我要同你从头再来？楚池，我知道你是得不到我，所以因爱生恨，只要你不杀我，我保证将你伺候得服服帖帖的。你看我的舌头，你的舌头。在楚池疑惑的眼神中，庞飞烟张开了嘴，那舌头像是长蛇吐信，吐信之后还会旋转着不停转圈。楚池却是眼神冰冷地道：少用你舔别人后门的嘴来恶心老子。操，你不喜欢吗？你应该很喜。庞飞烟的话还没有说完，立马闭上了嘴巴，因为楚池手中的剑举了起来，一剑斩下。赤，这一剑将山壁都斩出了一条缝，这条缝就在庞飞烟的脖子前，距离庞飞烟 0.01公分。庞飞烟早就吓得全身抽搐，地上有一滩水渍，这婊子又吓尿了，同时也被吓晕了。这就晕了，还不用我出手？楚池一脸鄙视，他根本没打算现在杀庞飞烟。他说要让这婊子去宜春院当头牌，就一定让他当头牌。转过身，楚池冲向了慌乱的庞家人，他要大开杀戒了，所有庞家人都得死。楚池像是人中霸王，冲向了人群，他所过之处必有人头落地。他的剑法华丽中带着死亡的危机，没有一人能挡住他的剑。就在楚池大开杀戒的时候，庞飞烟睁开了双眼。很显然，他刚才晕过去是装的，他是在找机会悄悄逃走。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趁楚池杀的兴起，他要快速逃走。庞飞烟一路奔跑，不敢回头，生怕楚池注意到自己，似乎只要自己不看楚池，楚池就看不到他一样。但实际上，楚池杀敌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关注他这边的情况。他已经发现正在逃跑的庞飞烟居然装晕逃跑，那这双腿别要了，反正没有双腿也能接客。楚池冷冷一笑，手中的剑被他扔了出去。咻咻咻，长剑在空中旋转着前进，带起了破空声。
这声音庞飞烟听见了，他刚刚回头就感觉小腿发凉，他的身体更是矮了一小截。他低头一看，两只修长却沾满鲜血的腿就落在他的身旁。啊！我的腿，我的腿！刺耳的惨叫声姗姗来迟。庞飞烟捂着大腿，脸色惨白的像是恶鬼一样。这一刻的他绝望无助，他知道他死定了，庞家也死定了。远处庞庆阳在庞飞烟的尖叫声中苏醒了过来，看见庞飞烟双腿被斩断后，他整个人像是苍老了10岁。完了，完了，我庞家完了。他知道就算今日庞飞烟能活着，少了双腿的他又怎么配得上宇少爷呢？宇家也不可能让一位瘸子进宇家的门。庞家完了。就在这时，前方传来了马蹄声，似乎有马车正在赶来。这是一辆非常豪华的马车，马车的旁边插着一面旗帜，旗帜上写着宇。马车里坐着一位青年和一位中年，青年长发披肩，身材颀长。听见前方的动静，青年皱眉朝马夫开口道：阿三，前方是怎么回事？三少爷，有2拨人在血战。血战！青年下意识掀开了围帘，原本他也只是想看看热闹，没将这里的动静放在心上，但忽然他的瞳孔一阵收缩，这战斗的人怎么都有些眼熟呢？那躺在山脚满脸是血的，不是庞爷爷吗？还有那发出惨叫的女子庞飞烟。青年脑子里虽然有100个问号，却还是第一时间冷喝了一声：住手！声音雄浑，不停在四周回荡。正在大开杀戒的楚池和楚山眉头一皱，都转头看向了这位不速之客。这一看，楚池眼里的杀意变得更加强盛了。是他，那晚同庞飞烟苟合的野男人。那个野男人果然是宇家的少爷。相比于楚池的惊讶，庞家人却像是看到了救星。是宇少爷，是宇少爷！太好了，我们有救了！宇少爷，救救我们！庞飞烟更是疯了一般，不停呐喊：峰哥，救我！峰哥，救我！青年却没有动作，因为此刻他也看见了楚池，那眼神比看见庞飞烟还要震惊10倍。这小子不是死了吗？那一晚他亲眼看见楚池摔下了悬崖。此刻四目相对，楚池的心里在快速思考要不要杀了眼前的男子。他忘不了那一晚这野男人对他的伤害，宜春院的姑娘们也是被这野男人给残忍弄死的。虽然他知道对方是宇家的少爷，现在的他还没实力对抗宇家村，但只要将现场所有人杀光，谁知道是他干的？想到就做，管你妈是谁！杀了再说。楚池提着剑快速冲向雨峰，那速度快得像是一颗金色流星。好快！雨峰眼神一惊，楚池的速度快到他都只能捕捉到一道残影，这说明对方的修为比他强。但怎么可能啊？这小子不是废物吗？就在他惊讶的时候，楚池手中的剑举了起来。楚池准备攻击了，忽然中年也从马车里面走了出来。四周的打斗声和惨叫声似乎打扰了他的休息，他刚刚出来就猛然一声大喝：太吵了，给我闭嘴！这声大喝犹如神王怒吼，现场所有人都觉得脑子嗡嗡作响，手中的动作更是凝固在了空中。很显然这是一位强人境的高手。强人境！楚池眉头一皱，举起的剑瞬间收了起来。这野男人身边有强人境高手，就不适合他出手了。只是从穿着来看，雨峰同中年似乎不是一个地方的。雨峰的胸口绣着一个雨字，而中年的胸口绣着一头正在咆哮的雄狮。大吼罢，中年看了一眼雨峰，开口道：这些人在向你求救，他们认识你。雨峰点了点头，没有否认。随后他开口道：他们都是飞云村的人。哦，飞云村的人，难道是楚家和庞家？中年眼神诧异，他的话让楚山和楚池有些惊讶，中年居然对飞云村的势力有所了解。正是有意思，两个家族居然在这里进行生死决斗。但不好意思了，你们的决斗得先停下。本来我应该在飞云村同你们见面，但既然在这里遇到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吴帆，是上面派来的使者，负责这一次建立私家村的事宜。中年的话落，现场所有人的情绪都被调动了起来。建村的资格终于下来了吗？楚山和庞庆阳的眼神更是露出了期待的光芒。他们之所以争斗，就是为了那唯一的名额啊！这一位是雨家村的雨峰，他是雨家村派来的监督使，他的职责是监督我，不让我徇私偏袒任何一方。中年再次开口，这话落，楚山和楚池都是眼皮一跳。监督使居然是雨峰，情况不妙啊！
虽然说他是来监督吴藩的，但万一这两人达成了共识，蛇鼠一窝呢？我知道飞云村有2大势力，分别是庞家和楚家。我这次来这里就是给你们2家出考题，谁通过考核，谁就能得到唯一的建村名额。所以停止争斗，各回个家，好好准备一下吧。吴藩的话落，楚山有些不甘心地道：使者大人，我楚家是有实力灭掉庞家的。我知道，我也看出来了，但你是不是没听明白我的话？我这次的任务是对你们2家进行考核。你们2家？吴藩的眼神猛然变冷，强人境的威压压在了楚山的身上。楚山当时就直不起腰。我知道你不甘心，怪只怪你们没在我来之前灭掉庞家。当然，如果你们的实力真强于庞家，最后的建村名额也注定是你们的。好了，别挡路，回飞云村吧。楚池和楚山对视了一眼，随后骑着马匹快速离去。既然在这里遇到了使者和雨峰，那杀庞家人的计划也就落空了。走远之后，楚山咬牙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滚你妈的！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我楚家的运气怎么这么差？怎么就碰见了使者？总感觉不好的事情又要发生了。楚池点了点头，表示认可。使者方才的话看上去公正，实际上还是偏袒了庞家。他其实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但他还是卖给了雨家一个面子，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更让楚池担忧的是，监督使居然是那个野男人。他的职责本来是监督使者，不让使者徇私枉法，私收利益。但要是他不履行监督职责呢？此时峡谷内，见楚山和楚池走了，庞家人终于笑了：得救了，我们得救了！谢谢使者，谢谢雨少爷。雨峰没有说话，他快速去到庞飞烟身旁：峰哥，我的腿没了，我今后是一个残疾人了，你会不会不要我了？看见地上的断腿，他的脸色冰冷到了极点。他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怎么回事？你们怎么被楚家人追杀？还有楚池是怎么回事？那晚他不是跳崖死了吗？怎么还活着？而且他的修为怎么这么强？庞飞烟解释道：峰哥，楚池其实没死，他跳崖后遇到了一位高手，那位高手不仅救了他，还帮助他成为了修者。什么？雨峰大吃一惊，这小子居然有这等奇遇，那你怎么不告诉我？还有我四爷爷呢？他不是帮你们来灭楚家了吗？他死了？四爷爷死了？不可能，他可是强人境，飞云村没人是他的对手。雨峰一脸惊愕：雨少爷，前辈是被暗箭所杀。庞庆阳的声音从一旁传来，他大概解释了一下，居然有这么强力的弩箭。这么说，现在你们庞家无人是楚池的对手，强人境不出，他无敌。是的，雨少爷，那这次建村我庞家还有机会吗？庞庆阳还是惦记着建村的名额。雨峰眼神闪烁，好一会才道：跟着我先回飞云村再说。1天后，飞云村，楚池和楚山率先回来，一回来他们就被楚家人围住了。爹，你们终于回来了，成功了没有？是啊，庞家人是不是死光了？我楚家现在是不是一家独大？楚山摇了摇头道：庞家一会也会回来。什么？庞家也会回来？爹，怎么回事？难道他们还是成功联系上了雨家？那我们要逃吗？逃不逃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飞云村马上就要建村考核了。什么？要建村了？爹，你的意思是庞家也要参加考核？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们怎么赶回来的？另外，什么时候进行建村考核？楚山淡淡道：等使者前来通知。楚山和楚池没等多久，他们刚刚回来一个时辰，使者吴藩随同雨峰一起来了楚家。楚家接令，3天后日上3竿之前，在飞云村西面80里的黄土坡集合，对你们的考核就设在那里。此次考核最多只允许20人参加，谁通过最终考核，或者谁得到的积分最多，谁就能得到建村资格。这3天好好准备一下吧。话落，吴藩和雨峰留下一张地图，转身就走了。他们离开后，才有楚家人疑惑开口道：考核的时间为什么要在3天后？80里路走路也要不了多久啊？谁知道呢？可能是考核的地点还没布置好吧。你们说到底是什么考核？是同楚家1对1打擂台吗？谁强谁得建村名额？应该不是。要是这么简单，何须去黄土坡？就在众人议论的时候，楚山开口了：在参加考核前，有些话我得同你们说清楚。这一次考核可能会对我们不利，甚至我们有可能死在这场考核中。爹，考核本来就有危险，再说我们有危险
庞家不一样有吗？楚山摇了摇头，忽然开口问道：你们知道刚才那位青年是谁吗？谁？那就是那一晚同庞飞烟苟合并且陷害楚池的男人。爹，你的意思是这个男人是庞飞烟的相好？不错，所以我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参加考核。如果参加，不仅有性命之危，最终可能还是得不到剑村资格，但不参加我又不甘心。楚山捏紧了拳头，这个决定不好做啊。这时楚池开口了：爷爷，不是还有3天吗？我先出去一趟，3天后我直接去黄土坡，这个时候你要出门。楚山有些惊讶，3天时间虽然很短，但或许也够了。楚池知道使者将时间定在3天后，应该是想给庞家人休养的机会，但同样这3天也是他的机会。他要再次去野山山岭，野山山岭的入口正好就在西边，到时候他从野山山岭出来，可以直接赶往黄土坡。到时候他必须有对抗强人境的实力，不，他必须进入强人境。剑村名额太难得了，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楚池也想飞云村从此姓楚，也想他的衣服上绣着楚字。你出门是要去哪里？野山山岭。这，你难道以为你每次去都能遇到机缘？我只知道凡是做才有机会，不做一点机会都没有。行了，不浪费时间了，我先看一眼地图。楚池拿起使者留下的地图，记住了上面的位置后，立马转身离去。他不想耽搁哪怕1刻钟的时间。这小子给我上了一课啊！好，那就拼一把，我也要闭关。我就不信我一直冲不破那层看不见的魔。同一时间，庞家人也被告知了3天后在黄土坡进行考核的消息。但庞大强还是不放心，找到了庞庆阳。爹，这次考核我们真的要参加吗？楚池那么厉害，你又被他斩掉了手，我们几乎是没有胜算啊。闻言，庞庆阳看了看自己裹着绷带的右手，他眼神冰冷地道：谁说没有胜算？好好休养吧，3天后放手一搏。我的手还有飞烟的腿不能白断。对了，宇少爷走了吗？没有，他去了飞烟的房间。还是去找飞烟了吗？飞烟虽然没了腿，但终究是一位美人。是啊，没了腿也照样可以做那些事情，甚至还别有一番味道。只是飞烟今后也只能当宇少爷的一个释放欲望的工具了，宇少爷不会再娶飞烟，所以这次剑村的机会我们一定把握住。可是爹，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无需担心。你要明白，放手一搏是宇少爷说的。庞大强眼神一亮，也没有再多问。天色很快黑了下来，楚池终于抵达了野兽山岭。他没有停留，快速朝深处赶去。野兽山岭的深处生活着1级8阶和9阶野兽。楚池此次前来就是要抓紧时间获取兽丹。进入1级7阶野兽生活的圈子后，楚池已经施展出了天地霸体。他身披金色铠甲，开始大开杀戒。以前猎杀等级比自己高的野兽，他还小心翼翼，但入门天地霸体后，凡人境无敌的他根本不需要小心，一路横冲直撞，不管遇到什么等级的野兽，只要看见一个都不放过。很快，楚池进入了9阶野兽生活的圈子。9阶野兽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感应到陌生的气息，主动就来寻找楚池，这让楚池很是欣喜。这些畜生是主动来送死的啊！楚池手持人级上品长剑，来一个杀一个，一路深入，在杀了第15头9阶野兽后，楚池成功得到了一颗1级9阶兽丹。没有迟疑，他一口将兽丹吞下了肚子。9阶兽丹下肚，转化成为精纯的力量，在震天鼎的帮助下，所有能量全部被楚池吸收。只是一颗9阶兽丹，他体内的灵力就已经达到了饱和。此刻，楚池坐在一棵大树下，在淬体经的引导下，开始冲击第7条引脉。短短10来分钟后，第7条引脉的端口破了，凡人境7层了。继续杀，楚池不敢歇息，继续猎杀。时间流逝，10个时辰后，他猎杀了82头9阶野兽，得到4颗9阶兽丹，应该够了。吃，在服用了4颗9阶兽丹后，他体内的灵气成功达到了饱和。在大道自然诀的作用下，他成功冲破第8条引脉，他的修为提升到了凡人境8层。继续杀。接下来的一天，楚池继续大杀特杀。1天半时辰后，楚池又猎杀了98头9阶野兽，得到了5颗9阶兽丹。9阶野兽产生兽丹的概率差不多是1/20。此刻看着手里的5颗兽丹，楚池却一点都不开心。修为提升消耗成3倍增长，也就是说他还需要12颗9阶兽丹才能让体内的灵气达到饱和。
而他手上只有5颗，他还需要得到7颗9阶兽丹。但现在的问题是，4周9阶野兽越来越少了。以往虽然有人猎杀9阶野兽，但谁像楚池这样变态啊？他猎杀9阶野兽就像是切豆腐一般轻松，短短2天他就杀了180头9阶野兽。4周的9阶野兽已经不多了，他担心他可能无法将修为提升到第9层巅峰。算了，想这么多干什么？走一步算一步，继续杀吧。楚池继续深入，他一路奔跑，不敢停留，不敢减速。别人不敢进去的地方，他都要去看一看，就怕错过任何一头1级9阶野兽。在他的努力下，第3天夜晚终于凑够了12颗9阶兽丹。整个深处的9阶野兽几乎都被他杀光了，还活着的怕是也不敢出来了。够了，吃！一颗颗兽丹下肚，转化成为精纯的能量。第8层的修为快速抵达巅峰，无论是丹田还是隐脉中的灵气都达到了最高值。没有迟疑，他开始冲击第9条隐脉。大道自然诀自动运转，灵气化为针，不停撞击。1刻钟后，第9条隐脉出现在身体内部。这条隐脉贯穿整个身体，像是一道桥梁，将丹田和人体相连。凡人进9层已经是极限了。楚池叹了口气，他知道深处已经没有多少9阶野兽留给他，就算有，他也没有时间去猎杀了。能在3天内提升3层修为已经是奇迹。他想要将第9层的修为提升到巅峰，除非得到2级兽丹，而且还不止1颗，但这太难了。该去黄土坡了。楚池知道他该离开了，现在离开，正午前正好可以赶到黄土坡。虽然修为没有提升到强人境，但提升到9层，他应该也能对抗强人境了。这点信心他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哪怕知道这场考核对方会偏袒庞家，他也不是没有机会。楚池快速离去，离去的路上他也没有忘记东看看西瞧瞧，万一能遇到人机上品提升修为的灵药呢？那样也是有可能将第9层的修为提升到巅峰的。只要将修为提升到巅峰，楚池就有信心快速步入强人境。但可惜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一路上并没有灵药液，慢慢散去。次日，飞云村天刚刚露出鱼肚白，楚家和庞家人几乎同一时间动身了。此时庞家大门口，庞飞烟坐在轮椅上，眼神狠辣地道：爷爷，我等你们凯旋归来。庞庆阳冷点了点头，道：放心，我会带着楚池的尸体回来祭奠死去的家人。那1日峡谷之战，不少庞家人都被楚池杀死了，这个仇在心中永不忘。此时楚家的氛围有些凝重。爹，你突破了吗？有长辈小声询问。楚山叹了口气，随后微微摇头。这3天他用尽全力去撞击那一层看不见的端口，但将自己撞的内出血了，也没有撞开那一层端口。果然3天时间还是不够的啊。爹，那怎么办啊？楚山咬牙道：还能怎么办？只有将希望放在楚池那里，希望他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走吧。两家人一前一后骑马离开了飞云村。2个小时后，他们到了黄土坡。这里的土是黄色的，山也是黄色的。两家人各拿着一张地图，去到了一座大山脚下。这里就是集合的地方。时间流逝，太阳越升越高，但楚池依旧没有出现，也不知道是不是在野山山岭出了意外。楚池不来，楚山心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所有楚家人的脸色也非常凝重。这一刻，他们才意识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所有人都将楚池当成了主心骨，似乎有楚池在就没有危险一样。此刻庞家人也注意到了，人群中似乎没有楚池的身影。一直没有说话的庞庆阳忍不住开口道：怎么不见楚池？你不要告诉我他没来。楚山根本没有回答，像是没有听到庞庆阳的声音。庞庆阳再次问道：他不会怕了，不敢来吧？还真是一个懦夫。庞庆阳的话让楚山眉头紧皱，对方越这样问，越说明这次考核有猫腻。或许庞家知道这次考核的内容是什么。楚山刚想说话，远处传来了马蹄声。所有人转头一看，楚池骑着骏马快速靠近。阳光下，他的身体散发着光芒，那光芒居然让人睁不开眼睛。很快，马匹来到了楚家人身旁。楚池翻身下马，嘴角带笑：还好没迟到。庞庆阳看见楚池，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下了，还以为这小子怕了不敢来呢。来了就好，来了就好。考核之地就是这小子的埋骨之地。一旁楚山不知道庞庆阳的心思，他上前一步关切地询问道：
楚池，如何？楚池笑着道：有所收获，剑村考核应该没问题了。真的？那我就放心了。我刚才还在思考，要是你不来，我们到底进不进去？闻言，楚池皱起了眉头，他开口问道：爷爷，这3天你还是没突破？楚山有些尴尬，这小子怎么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楚池有些失望，却没有多说什么，他也没有将希望放在楚山身上。此时他朝楚家人看了一眼，人群中并没有楚天，看来爷爷还是挺懂他，并没有叫楚天来考核。如果真有危险，他独自去抗就行了。很快太阳升到了最高空，吴帆和雨峰从山坡上一路滑了下来。时辰到了，你们都很守时。现在我详细说一下此次考核的内容。这话一出，现场非常安静。此时吴帆拿出一枚卷轴，他将卷轴压在了山壁上，随着灵气的输送，卷轴发光发亮，上面的纹路似乎活了过来。这是阵法卷轴，是阵师将阵法刻画在了特殊的材料上面。一阵光芒闪烁后，所有人的视线中出现了一座大门。这座门5米高4米宽，门框上写着9字。这怎么回事？怎么忽然出现了一道门？太神奇了吧！这里应该有幻阵，使者大人刚才将幻阵撤去了，所以我们才看见了这道门。原来如此。安静。吴帆挥了挥手，示意众人安静。随后他继续开口道：这是第9号考核场地，待会你们进去后会遇到2道走廊，你们2家分别选一条走，每条走廊里都有9个石屋，也就是说这次考核一共有9关，每一关都会有危险。你们的任务就是去到石屋里，尽可能多地拿走放在里面的旗帜，旗帜上写着数字，这些数字代表分数。3天后从里面原路返回，谁得到旗帜多分数多，剑村名额就是谁的。大概规则懂了吗？懂了。庞家人纷纷点头，楚家人却是眉头紧皱，这个规则太容易徇私舞弊了，万一对方第一个房间里就放着高分数的旗帜呢？楚池正想说些什么，雨峰开口了：该我说2句了。我是监督使，我的职责是让考核公平公正，时刻监督使者的一举一动，不让他有任何违规。在你们来之前，我检查过里面的旗帜，都是按照由浅至深，分数由小到大依次摆放的。这场考核没问题，考核可以开始。考核没问题？我信你个鬼！楚池心里1万个不相信，但他知道雨峰的话就是故意说给他们听的。监督使都说了没问题，那就是没问题。此时吴帆再次开口道：辛苦监督使，你们还有没有什么疑问？有疑问或者不懂尽管问我。这句话落，楚池询问道：使者大人，最终的胜利只能是比积分这一种吗？有没有其他直接胜出的可能？还有，这里面可以互相争夺，不计生死吗？吴帆看了楚池一眼，回答道：的确还有一种直接胜利的办法。真有？什么办法？楚池总觉得积分的模式对他们不公平。吴帆解释道：考场的2条走廊尽头是同一个地方，那里摆放着一枚令牌，谁得此令牌可以直接获得剑村资格，不需要积分。听到这里，楚池的眼神已经亮了，但使者接下来的话像是一盆冷水泼在了他的脸上。但我劝你们，就算能去到尽头，也别打令牌的主意，因为这么多年还没有人摘下令牌，有危险，自然是有危险的。至于什么危险，你要是好奇，可以去看看，前提是你能去到尽头处。至于你说的可不可以相互争斗，不计生死，这么多年从未有过这方面的规定。没有规定。楚池眼神一眯，没有规定就是不制止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在里面遇到庞家人，可杀。好了，还有没有疑问？还有最后一个疑问，你说里面有2条道路，我们2家怎么选？当然是抽签，只有这样才是最公平的。抽签？对，你们谁先抽？吴帆的眼神在2个家族先后扫过。我来吧，我已经等不及了。庞庆阳率先开口。楚池眼神一眯，这么着急肯定有猫腻。他上前一步，率先去到吴帆旁边。我先抽。吴帆看了楚池一眼，笑着道：可以。话落，他拿出了准备好的竹签。连这都要抢？一旁庞庆阳冷哼了一声。楚池没有理会他，他抽了一根竹签，竹签上面写着左。你们抽中了左边，那就去吧。吴帆淡淡开口。楚池点了点头，领着楚家人进入了大门。楚家是左，那你们庞家就去右边。是，使者大人。庞庆阳咬牙，领着庞家人
前往了右边的走廊。他们进去后，大门重重关上。这石头怕是有几万斤重。所有人都进去后，吴帆看了一眼手中的竹签，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他手里剩下的那根竹签依旧写着左，也就是说，无论楚池抽哪一根，都是去的左边。在我面前耍小聪明，还是嫩了点。说着，他看向雨峰，不要忘了，将庞家进贡的资源分我一半。雨峰点了点头道，那是自然。只是，吴大哥你确定庞家一定能获胜？当然确定。考核一共9关，但最多3关，楚家的人就会死光。你可知道，我给他们安排的野兽最凶猛的是什么等级吗？难道是2级？不错，2级。而且不止一头，也不是2级一阶那么简单。雨峰眼神一亮，表情戏谑地道，他们不会一进去，只是第1关就遇到2级野兽吧？这都被你猜中了。哈哈，吴大哥，被你这么一说，我真想知道，他们一进去就遇到2级野兽时是什么表情？想必他们也快到第1关了吧？此时，左边的走廊里，楚家人一路深入，很快，他们的视线变得明亮。走廊尽头是一间点着火把的石室，石室的门口有字迹，上面写着1，这应该就是第1关，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我先进去。楚池找到机关，打开了石门。他没有贸然进去，而是看了一眼。石门里是一间巨大的石室，石室里什么都没有，非常空阔。楚池进入石屋后，庞庆阳等人这才进来。进来之后并无危险。爹，旗帜。有楚家人指着墙壁，墙壁上插着一面面小旗，旗帜上面写着1字。很显然，第1关的旗帜只有1分。此刻，一位楚家人高高跃起，将一面旗帜拔了下来。那一瞬间，轰隆隆的声音传来了。石屋里忽然多出了4道门，门里有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奔跑。你们听见了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靠近。有人开口询问。声音刚刚落下，一头猎豹从石门里冲了出来。要不是此人早有防备，已经被猎豹一口咬掉了脑袋。这头猎豹只是一个开始，旁边的2道门也瞬间冲出不少豹子。小心，这是1级7阶野兽三耳豹。畜生，找死！楚山一声大吼，体战灵光，主动出手了。猎豹数量虽然不少，但好在在场的都是高手，在一番血战之下，还站着的三耳豹越来越少。就在楚池和楚山准备将这群野兽赶尽杀绝的时候，还活着的三耳豹像是察觉到了危机，转头就跑。因为慌乱的原因，这几只三耳豹还相互撞在了一起。楚家人正疑惑的时候，一声雄浑的兽吼声从第3个石门里传来，声音还在飘荡，一头巨大的雄狮从里面冲了出来，一只三耳豹被他扑倒在地上，三耳豹的脑袋瞬间被咬断。这是2级野兽。看见这头狮子，楚山已经惊愕得语无伦次。这威压，这身姿，绝对是2级1阶野兽灰眼雄狮。灰眼雄狮咬掉三耳豹的脑袋后，转头看了楚家人一眼，那灰色的眸子像是死神一般，让人全身发冷。他没有享受美食，而是调转了身躯。下一刻，狮子大张口，猛地一声吼，口水夹杂着血液四处喷洒。楚家人瞬间大汗淋漓，早已经如芒在背。这可是2级野兽啊，相当于强人境的实力。爹，这里怎么会有2级野兽？是不是弄错了？在楚家人绝望的眼神中，灰眼雄狮高高跃起，那强壮的爪子似乎能拍碎山石。此时，大山下，雨峰和吴帆正在喝酒。雨峰眼神忽然一亮，笑着问道：“吴大哥，我似乎听到了2级野兽的咆哮声，这声音真雄浑啊！你说，第1关他们会死多少人？”吴帆淡淡道：“这要看他们跑得有多快。但放心，不出3关，必定死光，除非他们不再上前。”此时，石室里，轰的一声闷响传来，灰眼雄狮的身体重重落在地上，落地后再也没有站起来。楚池不知道什么时候挡在了楚家人面前，他手持长剑绞碎了灰眼雄狮的头。居然是2级野兽，有兽丹吗？此刻的楚池一脸期待，他将手伸入了灰眼雄狮破碎的脑袋里。没多久，一枚闪闪发光的兽丹被他拿在了手中，他的嘴角瞬间就露出了笑容。使者，监督使，我真得谢谢你们啊！第1头2级野兽居然就给我留下了兽丹。楚池知道，这头2级野兽绝对是吴帆和雨峰故意放出来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在第1关就死伤惨重，甚至全军覆没。但他们应该都没想到，修为提升到凡人境9层的楚池已经能越大境界对敌了。楚池，你刚才的气息
是凡人境9层吗？此时，楚山惊愕的声音传来了。本以为会死在这里，没想到楚池一剑就杀了灰眼雄狮。9层，真的是9层。楚山眼神充满着不可思议。这一次，楚池只出去了3天，就将修为提升了3层。怎么可能啊？你到底怎么办到的？爷爷，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干脆直接做给你看吧。做给我看？对，看见我手中的寿丹了吗？你要干什么？当然是吃下它。吃2级寿丹。楚山一脸愕然，2级寿丹的确蕴含庞大的力量，这股力量是1级9阶寿丹的10倍，但修者能吸收的寿丹力量不足1%，这寿丹估计只对凡人境5层左右的修者有用。楚池是凡人境9层的修为，想要靠2级寿丹将修为提升到巅峰，那需要庞大的数量才行。这小子吃寿丹干什么？楚池没有解释，一口将寿丹吞下了肚子。寿丹下肚，能量快速被吸收，楚池丹田和隐脉里的灵气变得明亮了一些。但很遗憾，一颗2级1阶寿丹还无法让他将第9层的修为提升到巅峰，还得要1-2颗才行。楚池皱起了眉头，本想给楚山演示一下他是怎么晋级的，但他却忘了一颗寿丹的力量还不够。他站起身体，看向了刚才2阶野兽跑出来的石门。爷爷，你们就在这里等我。楚池很想知道这石门后还有没有2级野兽。很快楚池就出来了，石门的尽头是死路，这里面只放了1头2级野兽。楚池又去其余几个石门看了一眼，4个石门3个是死路，只有1道石门可以继续往前。楚池，你到底在找什么？楚池身后传来楚山的声音。我在找2级野兽。爷爷，不出意外的话，这条路是通往第2关的，这样你们就不要去了，就在这里等我。你一人去？不出意外的话，第2关也有2级野兽，你们要是在，反而会拖累我。你们就在这里等我。放心吧，剑村名额我绝对不会让给庞家。楚池说着快速离去。楚山虽然担心，却也知道他帮不上什么忙，这一切早就不在他的掌控之中。同一时间，右边的走廊，庞家人已经去到了第3关。此刻第3间石室里，石门打开，数十头野兽趋之若鹜地从石门里冲了出来，但这些野兽的等级最高才1级5阶，庞家人轻轻松松就将这些野兽杀了。此刻庞大强眼里有光，他笑着问道：爹，这些野兽等级都不高，这就是宇少爷对我们的照顾吗？他是不是买通了使者大人？庞庆阳反问道。你说呢？反问就是肯定。庞大强当时就笑了。爹，这么说我们能轻松去到第9关，这次剑村名额肯定是我们的了。怪不得宇少爷让我们放手一搏，原来他早就安排好了一切。咦，爹，你看这是什么？庞大强忽然指着4周的墙壁，墙壁上雕刻着小人，小人正在练拳。庞庆阳淡淡道：这是武技，宇少爷说过，从第3间石屋开始就会有官方专门刻上去的武技，这只是人级中品，要是去到更里面，还有人级上品武技，甚至人级上品体技和身法武技。真的？宇少爷说的岂能有假？那我们能去到最里面吗？放心，宇少爷说了，我们能一直去到第9关。左边的走廊，楚池来到了第2间石室，他的嘴角有一抹期待的笑容。他知道这里面肯定也有2级野兽，雨峰和吴帆不是在害他，而是在帮他。他在野山山岭都不一定能寻到这么多2级野兽。使者大人，希望你别让我失望，这第2间石室的2级野兽一定要比第1关多啊。轻喃着，楚池打开了石室的大门。进来后，他立马关上石门，随后摘下了一只旗。旗刚刚摘下，石屋里的石门慢慢升起，还没等门完全打开，已经有猎狗从中冲了出来。这也是1级7阶野兽，但楚池知道这些野兽也只是开胃菜，他想要的还是稍后而来的2级野兽。没让他等多久，2级野兽终于来了。这一次不是1头，而是3头。才3头吗？楚池微微皱眉，3头2级野兽数量有些少啊，也不知道能不能留下寿丹，但管那么多干什么？杀了再说。几分钟后，石室里安静了下来。楚池有些失望，1颗2级寿丹都没有。楚池只能将地上的1级7阶寿丹捡起来。1级7阶寿丹的能量对他来说虽然帮助不大，但如果数量多还是有点用的。收好寿丹，楚池继续前进。此时大山脚下，雨峰皱眉道：怎么感觉左边还是有动静？吴帆摇了摇头道：不可能，
他们就算活着从第一时间石室里跑了出来，也不敢再进。雨峰却像是想起了什么，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我忘了，这个楚池有厉害的暗器，可以杀强人境。”“什么？他有这么高等级的暗器？这么说，他还真可能从第一关脱身。但你也不要太紧张，暗器虽好，却只能1对1，他最多度过第2关。还是那句话，他过不了第3关。”“你怎么这么确定？”“因为我在那里放了整整20头2级野兽。”“这么多？”雨峰太惊讶了，随后他笑了。“20头1级野兽，强人境1层也要死在里面。”“那是当然。”此时第3间密室，楚池看着不停冲出的2级野兽，神色惊愕，居然这么多。很快楚池就被逼到了角落，只有在角落他才不会被4面进攻。总算稳住了，楚池松了口气，随后他的嘴角露出了笑容。别的修者或许难以抵挡这么多2级野兽，但拥有天地霸体的他还是能坚持下来的。开杀吧！楚池眼神一狠，手持人级上品长剑开始大开杀戒。这么多2级1阶野兽，至少给他留下1颗2级兽丹吧。半个时辰后，楚尘全身鲜血，半跪在地上。这些鲜血有2级野兽的，也有他的。终于杀光了，楚池呼出一口气，幸亏他得到了天地霸体，不然换做任何一个人都坚持不下来。此刻他的手里出现了2颗2级1阶兽丹，2颗兽丹够了。这些是武技吗？楚池本想吃下兽丹，但他也发现了墙壁上刻着的武技。这是人级中品武技，我家也没有几本，让爷爷他们过来看看。几分钟后，楚池带着楚家人来到了第3间石室。爷爷，你们将武技记下来吧。我又得到了2颗2级兽丹，我先闭关。楚池交代了一下，去到角落开始服用兽丹。楚山几次想要说话，却又欲言又止。他抬起头，专心观看墙壁上的武技。大概20分钟后，楚山瞳孔猛地一缩，他察觉到了一股让人恐惧的气息。这股气息出现的毫无征兆，就在这间石屋里。难道有敌人来了？不妙！楚山惊呼一声，猛地转过头，随后他目瞪口呆，身后没有敌人，也没有野兽出没。这股气息居然来自于楚池，是楚池！楚池的气息忽然暴涨了，该不会是晋级了吧？这一刻，所有楚家人的目光都从武技移动到了楚池身上，每个人的眼神都充满着不可思议，特别是人群中的楚寻义，他这是要晋级了吗？他怎么如此妖孽？哪儿，你真傻！你败给楚池，根本不需要觉得惭愧，因为我们整个楚家都不如他。众人惊愕间，楚池的身体释放出了灵气光芒，这些光芒离开他的身体，像是一只只触手，又像是一道道劈链，空当飞舞。灵气离体，晋级了，真的晋级了！楚山声音颤抖，激动的都快无语伦次了。他的声音刚刚落下，楚池站起了身体，四散的灵气重新被他收回了丹田。楚池，你已经是强人境了。楚山开口询问。楚池微微一笑，强人境。此刻楚池的身体内部出现了第1条双子脉，双子脉双脉共生，它的宽度是单独引脉的2倍。这楚山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他很清楚，楚池前后只服用了3颗2级兽丹就晋级了，这尼玛怎么可能啊？先不说3颗2级兽丹远没法将第9层的修为提升到巅峰，就算达到巅峰了，楚池又怎么可能在20分钟内冲破第1条双子脉的端口呢？他都冲击了好几天了，却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个看不见的端口有任何松动。难道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这么大？好一会，楚山继续开口道：“楚池，你之前都是这样晋级的？”我的体质似乎很特殊，冲击引脉根本没有瓶颈。这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就算告诉我，我也不相信。这么说，你是绝世妖孽？楚山的眼神前所未有的明亮。楚池如此妖孽，楚家的未来不可限量啊！爷爷，先不说这么多了，我得继续前进。只是这些积分怕是不够。你应该也猜到了，我们一直在被针对。你去吧，但一定要小心。如果实在不行，你第一时间退回来。楚商忽然觉得剑村的名额也不是那么重要，楚池的命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楚池不死，楚家还是能有未来。放心。楚池点了点头，快速离去。同一时间，大山下，吴帆笑着道：“左边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大动静了，楚家人应该死得差不多了。”雨峰拿起酒壶嗅了一下美酒的味道，这才开口道：“的确没听到野兽的吼声了。
我真想现在进去看看，里面的楚家人是何等惨状。当然，他最想看的是楚池的死状。老弟，不用着急，3天后我们还要进去清理现场呢。现在喝酒吧。好，先喝酒。干！在两人的眼里，楚家人已经死伤惨重了。他们丝毫想不到，楚家从开始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死。此刻的楚池更是来到了第4间石屋，野兽这么少。楚池微微皱眉，不知道是不是以为楚家人根本来不到这里的原因，这间石屋的野兽并不多，2级野兽更是只有3头。唯一让楚池欣慰的是，这3头2级野兽都是2阶。使者为了以防万一，还是留了一手。10几分钟后，石屋里的野兽全部被楚池斩杀，但很遗憾，3头2级野兽没有一头给楚池留下寿单。野兽的数量还是太少了。使者大人，你们能不能给力一点，不要对我太客气啊。楚池叹了口气，随后看向了石壁，石壁上也刻了一门武技，但等级依旧是人级中品。人级武技对楚池的帮助已经不大了，他没有停留，继续前进。时间流逝，第5间石屋、第6间石屋，短短2个小时后，楚池就去到了第7间石屋。到现在，他斩杀了上百头1级9阶野兽，10来头2级2阶野兽，得到了1颗2级2阶兽丹，但这数量绝对是不够的。此刻，楚池没有继续前进，而是朝楚家人走了回去。几个小时了，他也该回去报一报平安。另外，让楚家人也去后面几间石屋，因为这些石屋也刻着武技，其中还有少见的身法武技，但等级不高，依旧是人级中品。同一时间，右边的走廊，庞家人已经来到了第9间石屋。这第9间石屋太大了，像是一个空阔的练功场。他们取下一面旗帜，石屋里出现了2个巨大的门，其中一道门里野兽蜂拥而出，这数量比之前的石屋多了好几倍。这么多，但还好，只是1级6阶野兽。大强，带领族人给我杀！庞青阳根本没有出手，只是安静看着。很快，石屋里所有野兽全部死光。爹，太好了！9间石屋我们全部通关，每一间石屋的旗帜尽收囊中。我们是不是已经赢了？庞大强兴奋的声音传来，庞庆阳却是摇了摇头，不能大意。爹，你是不是太谨慎了？我们应该是赢定了吧？谨慎一点的好。万一，我说的是万一楚家人也能进入第9间石屋，并且也收集了所有旗帜呢？爹，这不可能吧？与少爷他们不可能让楚家人走多远的。庞庆阳没有说话，他看了身前的石门，轻喃道：这石门没有野兽出来，应该是通往尽头的。你还记得使者说过什么吗？庞大强回忆了一下，道：使者说走廊尽头有一枚令牌，谁的令牌直接拥有剑村资格。爹，你不会是想要去尽头处看看吧？你想直接的令牌，都来到这里了，自然要去看看。如果能得到令牌，是最稳妥的。庞庆阳说着，走入了石门。爹，我陪你。庞大强紧随其后。石门悠长，里面有些黑，走了大约半个小时才豁然开朗。走出来后，引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无垠的洞穴。他们站在洞口，洞口距离底部大约20米，好大的洞穴，像是将山挖空了一样。爹，你看那中间，是不是有个盒子？庞大强发出了惊呼。洞穴很大，中间的位置有一个石龛，上面摆放着一个石盒子，不出意外的话，盒子里面装着的就是令牌。庞庆阳眼神一亮，他没有废话，直接跳了下去。刚刚落地，脚下的青石板开始凹陷。大强，不要下来，有机关。庞庆阳脸色大变，他双脚一踏，像是壁虎一样爬上了墙壁，重新回到了平台上。此刻，整个洞穴的地面都释放出了光芒，光芒形成特殊的纹路，照亮整个洞穴。呼，几个呼吸后，随着呼的一声响，大地燃烧起了熊熊火焰，火焰10丈高，像是火墙，又像是焚天火海，整个洞穴明亮如昼。爹，火海将石龛包围了，想要拿走石盒子，取走里面的令牌，那是痴人说梦啊！我算是明白，为什么没人能直接取走令牌了。大火无情，谁敢去送死啊？我们走吧。庞大强的声音传来，他的话刚落，庞庆阳再次跳了平台，这可将庞大强吓坏了。爹，你干什么？庞庆阳没有回答，他体战灵光已经落入了火海里，刚刚落下，他就从火海中冲了出来，借着墙壁再次跳上了平台。此刻他身上的灵气已经被火焰燃烧殆尽了。他眉头道：这火焰温度太高，凡人境根本无法坚持，怕是强人境也坚持不了几个呼吸。想要去到中间取下令牌，
无异于自杀。原来他刚才的举动是在试探火焰的温度。我们走吧，这令牌绝对没有人能得到。话落，庞庆阳主转身离去。同一时间，大山下，雨峰看了看天色，道：不出意外的话，庞家已经到了第9间石屋了。吴帆点了点头，应该到了。吴大哥，你有手下留情吧？你说呢？第9间石屋可以容纳数百野兽，第9关的难度是前面8关的总和。我要是不放水，他们除了逃或者全军覆没，没有第3种可能。但我给他们放的全部都只是1级6阶野兽。吴大哥，那我就放心了。对了，那左边的走廊呢？虽然我知道楚家人压根去不到第9关，但我还是有些好奇，左边的石屋你有没有布置？有，也有布置。吴大哥你……雨峰只是随口一问，没想到吴帆还真的布置了。老弟，你第一次接触还不了解我的性格，你有没有听过狮子搏兔义用全力？虽然我确定他们过不了3关，但我还是喜欢留一手。左边的第9间石屋，我放了整整350头2级野兽。什么？这么多？雨峰惊讶地洒出了杯中酒。吴帆却是不屑笑了一下，开口道：多吗？要不是只有3天的准备时间，我还能叫人运来更多。对了，这300多头2级野兽不仅仅是2级1阶，其中有100头是2级2阶，还有10头是2级3阶。你说我这种配置，就算楚家真去了第9间石屋，能活下来吗？哈哈，当然不可能活下来。吴大哥，小弟对你真是佩服啊，居然如此谨小慎微，这些小弟应该好好学学。来，我敬老哥一杯。此时左边的走廊，爷爷，你们就在这里安心祭武祭，我继续前进了。楚池将楚家人带进来后，淡淡交代了一声，便前往了第8间石屋。第8间石屋同样没有惊喜，里面虽然有野兽，但等级都不高，甚至连1头2级野兽都没有了。看来他们都不认为我能走到这里，不会接下来都没有2级野兽了吧？楚池微微叹了口气，他还想趁此机会多猎杀一些野兽呢。他比谁都清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很快，楚池来到了第9间石屋，希望这里能有惊喜吧。怀着复杂的心情，楚池打开了第9间石屋的门，取下一枚旗帜后，2道石门分别出现在了左右两边。右边的石门没有丝毫动静，但左边动静不小，似乎有千军万马正在奔跑。来了，楚池有些紧张了。第9间石屋的野兽是什么等级？不会还是1级吧？很快，一头野兽出现在楚池的视线中。看见这头野兽，楚池当时就兴奋了。出现的第一头就是2级野兽，还没等他反应过来，2级野兽像是潮水，从石门里喷涌而出，有的是跑出来的，有的是被后面的野兽撞出来的。只是几个呼吸时间，偌大的石屋站满了2级野兽，其中还有2级2阶甚至2级3阶野兽。哈哈哈哈！楚池终于笑了，他真想大喊一声感谢使者大人送来的资源。这些2级野兽在他眼里就是资源。止住笑容，天地霸铠瞬间出现。楚池手持长剑，开始大开杀剑。他的剑法越来越精妙了，因为现在的他已经将7剑斩修炼到了圆满之境。他对天地霸体的领悟也更加深刻。他身上的天地铠甲不仅持续时间更久，那里面的星辰日月之力更是璀璨发光，犹如明珠。普通修者，哪怕是强人境3层的修者，遇到此局也是九死一生。但楚池却杀得兴起，他的眼里一直都有光芒。他虽然只是强人境1层，但荒古大日体加上天地霸体，足够他对2层对敌。最主要的是，修为跟上来后再施展天地霸体，他的消耗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他绝对是这世上最持久的男人，不愧是荒古大日体，男人中的战斗机。哈哈，痛快！楚池哈哈大笑，状若疯魔。他还是第一次杀得如此痛快，如此肆无忌惮。起初还是这群野兽围杀楚池，但随着同类一个个死去，这群野兽怕了，有的野兽更是转头就跑。但楚池哪里会给他们机会？畜生，受死！时间流逝，半个小时后，300头野兽尽数死光，楚池却依旧生龙活虎，没有一点疲惫。这一战，他得到2级1阶兽丹11颗，2级2阶兽丹4颗。最重要的是，他运气不错，还得到了1颗2级3阶兽丹。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兽丹加起来的能量能相当于1颗2级4阶兽丹，也就是说，他的修为能再提升1层。但楚池没有急着提升修为，他转头看了一眼四周的墙壁，这居然是体技，而且是人级上品。体技稀少，
人级上品的体技更是珍贵的很。这种等级的体技，只要入门，不管你是什么修为，哪怕你只是凡人境7层，甚至凡人境6层，都可以抵挡住凡人境9层的攻击。叫爷爷过来，必须抓紧时间将体技记住。楚池快速离去，再回来时，他身后跟着一脸兴奋的楚山等人。真的是体技，快临摹下来！真没想到第9间石屋有这样大的机缘。楚池，多亏了你啊！楚山看着楚池，一脸欣慰。他知道楚家能走到现在，全凭借楚池一人之力。爷爷，你也别太高兴，我们就算到了这里，也不一定能获得剑村名额。如果我没猜错，庞家怕是早就到了第9关了。这有这种可能吗？他们不过凡人境的修为啊。有。楚池点了点头，随后看向了右手边的石门。不出意外的话，这石门是通往尽头的。爷爷，你们留在这里，我去尽头看一看。你去尽头？难道是要拿使者说的令牌？只有拿到令牌，才能100%得到剑村名额，不然一切都还有变数。可是尽头处应该很危险。楚池却是淡淡道：如果不危险，那岂不是谁都能得到令牌？还轮得到我们吗？声音落，楚池一步步走入了石门。很快他也来到了平台上，看见了远处的石龛。他同之前的庞庆阳一样，立马跳了下去。刚刚落地，异变突起，楚池瞳孔一眯，也重新跳上了平台。刚刚跳上来，眼前已经燃烧起了熊熊火焰，视线中除了火，再无任何风景。火海拦路，真是大手笔。楚池眉头微皱，思考了一下，他还是祭出了天地霸铠，毅然决然地跳进了火海。吃吃吃，火焰灼烧着铠甲，发出吃吃吃的声音。楚池不敢大意，他必须时刻补充灵气，否则灵气铠甲会被烧坏。他咬住牙关，快速往前冲，那速度快得像是一道风。但没冲多久，他又退了回来。距离太远，埋头冲，怕是冲不过去。还是差了一些，但不着急，先将修为提升1层再说。楚池终于拿出了兽丹，一枚枚吃下肚子。当最后一刻兽丹吞入肚子，他体内的灵气达到了饱和，这同他预料的相差不多。10来分钟后，他的体内出现了第2条双子脉塔，成功晋级强人境2层，修为提升1层，实力增长3倍。火海，我来了！楚池看了一眼石龛的方向，再次跳入了火海。修为提升了1层，火焰的温度似乎降低了不少。有戏！楚池一路猛冲，距离石龛越来越近。就在距离石龛大约100米的时候，他察觉到了不对劲。之前火焰是火红色的，但这里的火焰似乎变成了血色的，这里的温度更高了。楚池身上的天地霸铠在慢慢融化，甚至越是前进，融化的速度越快。天地霸铠居然坚持不住了，这火焰绝对能烧死强人境3层的高手。楚池算是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几个人能直接夺走令牌了。但楚池非但没有认怂，反而加快了速度。就算里面温度越来越高，那又怕什么？石龛应该离他不远，让他现在退走，那是不可能的。就算坚持不住，还有震天鼎呢。几个呼吸后，楚池已经坚持不住了。就在他打算动用震天鼎的时候，视线中不再是熊熊火焰，而是一个3米高的石龛。原来火海的最中间是一个真空地带，也就是说他已经冲出了危险区，抵达了安全区。太奇妙了，怕是只有官方的人才能布置出这样精妙的猛火阵吧。楚池感叹了一下，随后他以灵气为首取下了石龛上的石盒。石盒子刚刚离开石龛，漫天火焰消失不见。偌大的洞穴，楚池站在空地中央，显得有些孤寂。火焰消失了，看来我通过这最后的考验。不出意外的话，里面是令牌吧。楚池的话落，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石盒子，映入眼帘的是一块铁质的令牌。令牌上面刻着剑村2字，右下方还有大元国的官印。剑村令，的确是剑村令。我做到了，我真的做到了。飞云村即将改名为楚家村了，这一切都是我的功劳。我看今后楚家还有谁不尊重我，还有谁看轻我。楚池捏紧拳头，双眼有光。此刻的他恨不得马上回到楚家人身边，拿着剑村令在楚家人眼前晃悠炫耀。他要所有楚家人抬起仰望他的英姿，只是想想他就觉得爽。有个洞口。忽然楚池眼神一眯，他看见了对面的墙壁上似乎也有一个洞口。这洞口莫非是……楚池的双眼忽然射出了杀意。使者说过，2条走廊的尽头是同一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洞
就是通往庞家人所在的通道。之前使者说过，这里面没有不能相互争斗的规矩，因为几乎没有人能拿走楚池手中的这枚令牌，甚至没有多少人能去到第9关。但现在火海消失，2条走廊连通了，楚池从这里过去到庞家那边。那还等什么？过去杀人！他收起令牌，快速前进。很快他就去到了洞口，沿着通道一路深入。大约10几分钟后，他看到了前方出现了光亮，这光是从第9间石屋传出来的，因为他听到了庞家人的声音。这体技临摹好了吗？可千万不要出差错。爹，你别着急，还有2天多时间呢，这时间足够我们将所有石屋里的武技都临摹好。你办事我还是放心。那我去睡一会，这些天都没怎么睡觉。庞庆阳的声音刚落，楚池的声音传来了，在这里睡觉，你睡得着吗？庞庆阳瞬间转头看向了身后的石门，他的眼神非常惊愕，声音就是从这道石门里传来的。但怎么可能啊？这石门通往的是尽头处的那片火海啊，怎么会有人声从这里传来呢？还有，这声音有些熟悉，好像是楚池的声音。楚池在石门后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在庞庆阳复杂的心情中，石门后面传来了清楚且明亮的脚步声，哒哒哒，脚步声每一次落下，都像是压在了庞庆阳的心脏之上，他的心当时就紧绷了起来。他察觉到了莫名其妙的危机感。很快，楚池的身影出现在了视线中，他将手插在裤兜里，嘴角带着一抹笑容，那看上去玩世不恭的样子，却像是一记重锤，让庞庆阳有吐血的冲动。楚池，庞庆阳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因为他很惊恐，真的是楚池，而他根本不是楚池的对手啊。楚池很喜欢庞庆阳和庞家人的反应，他咧嘴一笑，四周的空气似乎降低了数十度。庞庆阳，又见面了，看见我是不是很惊讶？楚池，你怎么会在这里？这不可能，于少爷向我保证过，你一定会死在这里面，你怎么可能还活着？楚池歪了歪头道，我都站在你面前了，你还觉得不可能？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但很快你就知道不是做梦，因为你能感觉到痛。痛字一落，砰的一声闷响，楚池的身体像是一枚炮弹，闪电射向了庞庆阳，那速度快到庞庆阳都捕捉不到了。他只觉得眼前一花，楚池的拳头已经来到了他的脑袋之前，在他的瞳孔中快速放大。下一刻，砰的一声闷响，像是西瓜碎裂，庞庆阳的脑袋直接炸开。那一瞬间，鲜血横飞，脑浆四射。庞庆阳死。安静。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庞家人瞪大眼睛，长大嘴巴，像是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直到有庞家人发出惊呼：爹死了，跑，快跑，逃命啊！惊呼出，庞家人再也顾不得临摹武技，转身就打算逃走。但逃得了吗？楚池冷冷一笑，强人境2层的威压猛然释放，这威压像是高山，像是大海，像是一片天。咚咚咚，跪地的声音几乎同一时间传来，现场所有楚家人只觉得双腿发软，直接跪在了地上，修为弱者更是口吐鲜血，五体投地。你居然是强人境的修为了？这怎么可能？庞大强惊愕的声音传来。上一次在峡谷同楚池相遇，他也不过是1丈体技，凡人境无敌而已，怎么再次见面就强到这种地步了？这小子还是人吗？庞大强跪在地上，连腰杆都直不起来，可谓是毫无反抗之力。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吗？但对不起，这就是现实。楚池咧嘴一笑，一步步走向了庞家人。火光的照射下，他的表情狰狞的像是恶魔。你要干什么？你说呢？当然是杀。杀字一落，庞大强的脑袋被楚池一脚踢爆。庞大强死。原来把脑袋踢爆的感觉这么让人兴奋。你们刚才听到了吗？脑袋爆破的声音，砰，真刺激。声音落，又有庞家人的脑袋被楚池踢碎。他既然来了这边，就没有打算留下任何活口。这里虽然只有20位庞家人，但这些人都是庞家的高手，该杀人的时候他绝不墨迹，绝不心慈手软。你不是人，你是魔鬼，你是魔鬼，求求你放了我吧，我不想死。惨叫声、惊呼声不停在第9间石屋回荡，有庞家人不停求饶，甚至朝楚池不停磕头，但没什么用。楚池根本没有心慈手软，该爆头就爆头。这一刻的他就是魔鬼。只是几分钟后，现场安静了下来，
12315。楚池数了一下尸体，这里的人不足20，说明还有庞家人在别的食屋临摹武技，还有活口啊，那就继续杀。楚池既然过来了，就没打算放过任何庞家人。他一间食屋一间食屋的寻找，很快庞家来参加考核的20人全部死光。楚池收了庞庆阳和庞大强贴身携带的储物袋，朝左边的走廊赶了回去。此时楚家人所在的地方，楚山皱眉道：这么久了，不会出事了吧？不行，我得去看看。楚山刚准备进入石门，楚池的声音传来了：爷爷，我回来了。声音落，楚池从石门中走了出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枚令牌，令牌在他手里旋转，发出呼呼声响，想不引人注目都不行。楚山眼尖，第一个惊呼道：楚池，你手中的令牌是什么？哦，这个啊。楚池咧嘴一笑，停止旋转令牌。还不需要他解释，楚山已经从地上跳了起来。剑村，这是剑村令。此话一出，正在临摹武技的楚家人全部转过头，盯着楚池手中的令牌。真的是剑村令，上面还有官印。他做到了，他居然做到了。这一刻，楚家人看着楚池，像是看着一尊神明。他们的眼神再也不像以前那么高傲，那么不屑，反而充满尊重和忌惮。这一幕就是楚池想要看见的。他终于证明了，他不是一个废物。楚池，快给我看看。楚山颤抖地伸出双手，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看这枚令牌了。诺。楚池点了点头，直接将令牌朝楚山扔了过去。小心点啊！楚山惊呼了一声，连忙用手接住，生怕令牌落在地上摔碎了。这紧张的样子让楚池忍俊不禁。他笑着开口道：爷爷，你别这么紧张，这是铁质令牌，摔不碎的。楚山抹撒着令牌，一本正经地道：不可大意，不可大意。这就是剑村令嘛，这手感，这质感，摸着就让人舒服。说着终究是露出了笑容。哈哈，剑村令牌在手，飞云村注定要改名为楚家村。这下我算是彻底放心了。就算庞庆阳那老小子也到了第9关，就算他们也全部收集了旗帜，那又如何？那又如何？哈哈，楚山是真的开心。像他们这样的小家族，谁不想成立私家村？这是小家族变成大家族的第一步，这第一步至关重要。这时楚池再次开口了：爷爷，就算没有剑村令，庞庆阳也抢不走名额。楚山一脸错愕地问道：为什么？楚池咧嘴一笑：因为庞庆阳已经成为了尸体。什么？庞庆阳死了？你怎么知道的？另外，他是怎么死的？楚山太震惊了，他的脑子里有1万个问号。楚池淡淡道：当然是我杀的。说着，楚池手里拿出了2个储物袋，这2个储物袋就是从庞庆阳身上得到的。你杀的？这么说，你去了右边的走廊？不仅庞庆阳死了，来考核的20位庞家人全部都被我杀了。楚池的话虽然平淡，却让现场的楚家人瞳孔一阵收缩。20人全部都杀了，楚池下手也太狠太果断了吧。这一刻他们才深刻意识到，这个看上去吊儿郎当的纨绔子弟再也惹不得了，一旦惹怒他，绝对是死路一条。爷爷，还有2天时间，你们安心临摹武技吧，顺便将这里面的野兽尸体收拾一下，皮毛能卖钱的就卖钱。我要去休息一下，这段时间太累了。楚池这段时间几乎没有怎么睡觉，哪怕是修者也撑不住啊。现在的他只想好好休息一下。你去休息吧，剩下的交给我们就行。楚山拿着令牌，左看看右瞧瞧，那姿态像是小孩子拿到了心爱的玩具。有字。忽然楚山瞳孔一缩，在他令牌的4个边框位置发现了文字。这些文字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他仔细看了一眼文字，本想去找楚池，却发现楚池已经睡着了。算了，他这些日子太累了，就让他好好睡一觉吧。楚池这一觉睡得很香，整整睡了2天多的时间。要不是考核的时间到了，他怕是还能睡。此时大山下，雨峰看了看天上的太阳，开口道：吴大哥，时间快到了，这酒就喝到这里吧，该开门了。雨峰的声音落，已经去到了大门之下。他转动机关，大门缓缓打开，像是野兽忽然张开了嘴巴。吴大哥，你说待会会不会有楚家人出来？雨峰忽然询问。吴帆笑着道：就算有，也不超过只手之数，一会就知道了。2人昂首挺胸站在大门口，静候里面的人出来。就在太阳即将升到最高空时，里面传来嘈杂的脚步声，人数不少。
应该是庞家的人。老弟，可千万别忘了我的那一份。吴帆笑着开口。雨峰拱了拱手道：自然不会忘。那就好。大门里脚步声越来越近，雨峰嘴角带笑，已经准备好迎接庞庆阳了。但当里面的人暴露在阳光之下的那一刻，他的笑容凝固了，他的瞳孔更是不停收缩，似乎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楚池率先从里面走出来的根本不是庞家人，反而是在他心里早就死了10000遍的楚池。在楚池身后跟着楚山等20位楚家人。雨峰和吴帆对视了一眼，眼神都很震惊。怎么一个人都没死？这绝对不可能。难道楚家人进入第一关后全部逃了出来？逃出来后他们再也没有进去？对，只有这一种可能。想到此，吴帆眼神有些鄙视地道：你们是在里面苟了3天啊？是不是连第一关都没有通过？我很好奇，你们有得到一面旗帜吗？应该没有吧。吴帆的话落，楚池咧嘴一笑道：使者大人，你这就小看我们了，我们有旗帜。楚池说着从怀中拿出了一面小旗帜，旗帜上写着一个1分。呵呵呵。吴帆当时就笑了，只得了1分也好意思拿出来。楚池耸了耸肩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或许庞家1分都没有呢。楚池原本想直接拿出建村令牌，但他忽然觉得如果以1分胜利，那会更有意思。他的话落，雨峰冷冷道：你以为庞家像你们这般废物吗？废物骂谁？楚池眼神犀利，看向了雨峰，他的眼神里有杀意。这杀意楚池丝毫没有收敛，因为雨峰也是他必杀的对象。有些仇该报就得报，管你是谁，哪个村子的人，又是哪个家族的少爷。不知道为什么被楚池盯着，雨峰居然有些害怕。楚池的眼神像是野兽盯着猎物。就在气氛有些凝重的时候，吴帆开口了：怪了，时间快到了，庞家怎么还没出来？一点脚步声都听不到。这话出，雨峰心里一惊。是啊，怎么这个时候了还没脚步声？你们是在等庞家人吗？那就没必要等了，他们根本出不来。楚池的声音再次传来：出不来？什么意思？楚池淡淡一笑，根本没有解释。他看了看头顶的太阳，开口道：日上3竿，时间到了，没有按时出来的人是不是自动失去资格，记0分？雨峰冷哼道：谁告诉你没按时出来就没了资格？我都不知道这个规矩。这样再等他们一炷香。楚池耸了耸肩道：我就知道你要偏袒庞家。行了，我老实告诉你们吧，庞家死光了，他们不会有人出来的。什么？雨峰和吴帆瞳孔不停收缩，雨峰更是第一时间开口道：我进去看看。声音落，他已经进入了石门，前往右边的走廊，一路狂奔。大约半炷香后，雨峰冷着脸出来了。庞家的确死光了。吴大哥，你会不会弄反了？吴帆眼皮一跳，难道真的将野兽弄反了？但不应该啊。那个，既然庞家死光了，也就是说庞家0分，而我楚家是1分，建村名额是我楚家的吧？这时楚池的声音再次传来。一旁雨峰和吴帆都没有说话，他们眼神微眯，互相对视了一眼。雨峰更是去到吴帆面前，小声开口道：楚家要是建村，我们什么好处都得不到，既然我们已经联手了，干脆再狠一点，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他们。吴帆没有给出回应，好一会他点了点头。虽然不知道庞家为什么死了，但正如雨峰说的那样，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现场的楚家人杀光。之后他们回飞云村，将胜利的果实强行给庞家。反正是他们负责考核，谁胜利还不是他们说了算。你们的眼神好可怕，不会是想杀了我们吧？楚池再次开口。恭喜你，猜对了。雨峰眼神一冷，率先出手，但他不是攻击楚池，他也知道他不是楚池的对方，他攻击的是楚池身后的楚家人。但他刚刚有动作就被吴帆拦了下来。吴大哥，你拦我干什么？难道你反悔了？吴帆没有回答，而是指向了楚池。此刻楚池的手里拿出了一枚令牌，令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看见这枚令牌，雨峰惊讶的差点从地上跳起来。这是建村令？不可能，你怎么得到的建村令？楚池笑着道：当然是穿越火海得到的。雨峰还是不相信，吴帆却是开口道：既然你有建村令，我宣布本次建村名额归于楚家，即日起飞云村可改名为楚家村。吴帆大哥，为何？我们不是要杀。雨峰的话还没有说完，吴帆冷哼道：住嘴，建村令高于一切。另外你记住了，我才是负责本次考核的人，我说建村名额归楚家就归楚家，你懂吗？吴大哥，
你……雨峰捏紧拳头，显得很是生气，但他终究还是收起了脾气。此时，吴帆转头朝楚池等人开口道：“恭喜你们顺利通过考核，我们俩也要回去交差了，告辞。”话落，吴帆抓住雨峰的肩膀，快速离去。确定远离楚池后，吴帆才放开了雨峰。雨峰立马询问道：“吴大哥，你刚才为什么阻止我？不是说好了杀光他们吗？”吴帆表情严肃地道：“刚才那小子眼里的杀意，你看见了吗？如果我们出手了，我敢肯定他会杀了你，甚至杀了我。你还没意识到他拿着剑村令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的修为比我强。”此话出，雨峰终于冷静了下来。吴大哥说的很有道理啊，虽然很惊讶，很难接受，但好像这就是事实。老弟，我刚才是救了你，走吧，你监督我的任务结束了，我也要回去交差。飞云村是楚家的了。听吴帆提起飞云村，雨峰惊呼道：“不好，我得先他一步去飞云村。怎么，你想通知庞家，让他们快走吗？我很好奇，你同庞家到底什么关系，居然如此关心。算了，不重要，我就问你，你同那个楚家的楚池是不是有仇？”“有仇。果然，我就知道。但听哥一句劝，不要回去送死。那小子要是碰到你，绝对会杀了你。你要明白，考核已经结束，你现在已经不是监督使了。我是你的话，现在赶紧回雨家村。”吴帆的声音落，人已经快速离去。雨峰站在黄土坡，朝东方看了一眼，那个位置是飞云村的位置。他似乎在犹豫，要不要冒险去飞云村通知庞家人。现在的庞家应该在准备庆祝了。思考再三，他终究还是没有赶往飞云村。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命更重要，女人没了就没了，更何况现在的庞飞烟也不配入他雨家的门。大山脚下，楚家人疑惑地道：“使者大人，怎么走得这么快？”楚山笑着道：“他是怕楚池对他们动手。好了，我们赶紧回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给族人，他们还在等我们呢。对，赶紧回去，我已经等不及要将我楚家的旗帜插在村口了。”飞云村，今日的飞云村一点都不平静，无论是张大妈还是李阿姨都在议论建村的事情。今天考核就要结束了吧？你们说庞家和楚家谁笑到了最后？谁知道呢？但我听说庞家人很可能获得建村名额。你怎么知道？我一个远房亲戚就在庞家当下人，他说庞家一大早就在准备好酒好菜，已经在准备庆祝了。什么？都在准备庆祝了？是啊，相反我刚才路过楚家，看见楚家人正在集合，像是要离开飞云村。此时楚家和庞家的气氛的确截然不同。庞家所有人都一脸期待。庞庆阳走的时候信誓旦旦地告诉他们，这次建村名额非庞家莫属，他让庞家人3天后烹牛宰羊准备庆祝。爷爷，你们已经取得建村名额了吧？峰哥，你答应过我的，就算不能将楚池活捉，也要将楚池的头带回来，我等你。楚家的气氛则有些沉重。此刻楚家人在大门口集合了，站在楚家人最前面的是守护五季阁的穆老，他朝楚家人开口道：“老楚交代过我，日上三竿的时候召集你们先离开飞云村，一方之后没有时间离开。人到齐了吗？”穆爷爷，差不多了，但好像楚天和那个叫凤青雨的还没有出来。什么？4个没来？我去叫他。英英，不用去了，我叫过他，他说他就在院子等楚池回来。此时楚天所在的院子里，楚天坐在大树下，正在闭目修炼。以前他努力修炼是为了让自己和楚池过得更好，但现在他努力修炼是不想被楚池拉得太远。楚家人都走了，你怎么不走？凤青雨的声音从屋檐下传来。楚天淡淡道：“楚池让我照顾你，你不走，我不走。”凤青雨眼神平淡地道：“我不走，是因为我不在乎你们谁胜利。”楚天没有再说话，好一会他睁开了眼，可以炖鸡了。楚池要是回来，正好开锅。时间流逝，太阳逐渐落山，庞家人已经按捺不住，甚至来到了村子口。算算时间，这个时辰，庞庆阳等人也该回来了。庞飞烟虽然没有了双腿，却还是来到了村子口。他坐在木轮椅上，一脸期待，但他不是在等爷爷，而是在等他的峰哥。终于，夕阳余晖中出现了人影，有人回来了。不知道谁吆喝了一声，这一瞬间，村子口围满了吃瓜群众。是谁？是楚家还是庞家？不知道，距离太远，再加上阳光落在他们身上，还暂时看不清楚脸。夕阳就在这群人身后。
他们的脸被夕阳的余晖遮挡住了。随着人影不停前进，所有人终于能看见他们的容貌了。那一瞬间，庞家人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他们张大了嘴巴，瞪大了眼睛，他们的眼神中只有惊恐。庞飞烟更是不停轻喃：不可能，怎么是楚池？怎么是楚池？人群中走在最前面的赫然是楚池。楚池双手插兜，打着口哨，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不是庞家的人，是楚家。这么说，楚家获得了建村名额，也不一定，庞家或许就在后面。但当楚家人彻底来到村口时，也没人见到一位庞家人的身影。忽然，一枚蓝色信号弹升空而起，释放这枚信号弹的是楚山。信号弹升空，让傍晚的天空更加明亮了一些。此时，距离村口大约5里外，楚家人就在这里落脚。他们一直都看着村子所在的方向，看见升空而起的蓝色信号弹后，安静的楚家人瞬间沸腾了。蓝色信号弹是蓝色信号弹。楚山走的时候说过，如果最终获得建村名额的是楚家，就会释放蓝色的信号弹。赢了，最终是我们楚家赢了。诸位，还等什么啊？回家！楚家人疯了一般，快速朝飞云村跑了回去。每一位楚家人热泪盈眶，他们都知道，从今天起，飞云村彻底姓楚了。七哥，是你吗？你真的做到了。同一时间，楚家，楚天抬起头看了一眼天上的蓝色信号弹，冷峻的脸微微流出了笑容。鸡汤包好了，你回来正好可以喝。村口，楚池站在蓝色信号弹下，咧嘴一笑道：婊子，你是在迎接我吗？庞飞烟瞳孔有些失焦，他的脑子似乎还有些懵。他开口问道：为什么是你？我爷爷他们呢？你说呢？当然是死了。这话一出，村口的庞家人已经慌了。庞飞烟却是咬牙道：不可能，峰哥说过，这次考核死的只会是你。对了，峰哥呢？怎么不见他？他估计已经逃回雨家村了，因为他知道再出现在我面前会死。说着，楚池看向了楚山：爷爷，该清场了。楚山点了点头，他朝楚寻义等人开口道：杀！杀字一落，楚家人冲向了村口的庞家人。既然已经是死敌，自然不要能留活口。跑，快跑！庞家人大惊失色，他们的修为都不怎么强，怎么可能是楚山等人的对手呢？他们想要跑，却根本跑不了。鲜血在村口绽放，四周看热闹的人瞬间鸦雀无声，一些大人更是捂着小孩子的眼睛，不让他们看见这残忍的一幕。短短几分钟后，村子口只剩下了庞飞烟一人。你们随我去庞家，记住了，所有庞家人一个不留。楚山再次开口，声音落，他冲进了村子。不，一旁庞飞烟一脸绝望，他知道庞家完了。此刻他很想自杀，却没有那个勇气。原来他才是懦夫。楚池，我知道你要杀我，动手吧。既然没勇气自杀，那就让楚池动手吧。楚池却是笑着道：我要是想杀你，最开始你就死了。先睡过去吧，明天带你去一个地方。楚池说的地方自然是一春院。声音落，他一巴掌拍晕了庞飞烟，他推着木轮椅也进入了村子。目的地庞家，灭庞家这种事情怎么少得了他？这一天，庞家传来惊恐的惨叫声，直到天色彻底黑了下来，惨叫声才停止。整个庞家88口人，无论老人还是孩子，全部死光。这就是修者的世界，冷酷无情。这一晚，整个楚家高声庆祝。这一晚，村口的牌匾从飞云村改为了楚家村，楚字旗插在村口，随风高高飘扬。此时，主院，楚山端着一碗酒，朗声开口道：诸位，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从今天开始，我们楚家就是飞云村不楚家村唯一的霸主。霸主，霸主！楚家纷纷大吼。安静一点，你们知道是谁让我楚家得到了这份荣耀吗？是楚池。楚山指向了站在旁边的楚池。这一刻，所有楚家人的目光都放在了楚池身上，每个人都在感叹，听说楚池已经是强人境了，这天赋太妖孽了。他这是不修炼则已，一修炼就势如破竹，一鸣惊人啊。是啊，真没想到给楚家光宗耀祖的是一直被我排斥的野小子。此刻楚天所在的位置，这种全家同庆的宴席，他自然也来了。他轻喃道：弟弟，你已经让所有人刮目相看了啊。楚池，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台阶上，楚山的声音再次传来。楚池点了点头，我的确有话想说，但爷爷，在这之前，我想问问你，
我现在的地位是不是仅次于你？楚山笑着道：不是仅次于我，是比我还高。楚池也笑了，那我说的话是不是所有人都得听？说这话的时候，楚池的眼里有光，只要是对家族好的，他们不听也得听，包括我。好。楚池环手四顾，眼神忽然变得冷了一些。现在我要你们跪下道歉。跪下道歉。楚池的声音不停在四周飘荡，余音绕梁，经久不息。此话一出，全场懵逼，所有人脸上的笑容全部凝固，他们彼此对视了一眼，似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楚山更是问了一句：楚池，你说什么？楚池重负道：我说跪下道歉。这……楚山皱起了眉头，问道：为什么道歉？楚池一字一句地道：为我这10几年受过的嘲讽和欺辱，有些仇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现在是时候了。话落，他再次开口道：你们怎么都在发愣？是被我震惊到了，还是觉得没有欺负过我？那我一个一个点名吧。大伯父，我6岁的时候路过你家院子，想进去捉蝴蝶，你大骂哪里来的野杂种，滚出去，然后让下人将我扔了出去。大姑，小时候明明是楚清河欺负了我，你却还是当众给了我一耳光。你说小废物，这么小就学会冤枉人了。三姨，当年爷爷祝寿，所有人都去了，却唯独我和哥哥留在了杂院。是你说贱人的种不配上桌。二姑、三表姨，楚池美述说一段往事，现场楚家人的脸色就难看了一些。谁都没想到这些事情，楚池记得清清楚楚。事实上，这天下所有被欺负的人都清楚记得谁欺负过他，只是大部分人没能力也没实力报仇而已。你们对我的排挤和嘲讽太多了，我懒得一一细说。你们说我心眼小也好，小肚鸡肠也罢，总之我小时候发过誓，总有一日要让欺负我的人跪下道歉。除却八妹，你们都得下跪。整个楚家从长辈到晚辈，除却楚莹莹，没有一人安慰过她，认同过她。小时候她和哥哥饿肚子，也是楚莹莹偷偷给他们送吃的。楚池的话落，现场诡异的安静。就在这时，楚山的声音再次传来了：楚池，我知道这些年你心里有怨气，但他们都是你的长辈，让他们道歉就可以，下跪就不必了吧。楚池却是眼神坚定地道：不下跪也可以，但我也不接受口头上的道歉。要是不下跪，他们所有人都得被我打烂嘴，打掉牙齿，或者打断手脚，自己选吧。楚池站在月光下，他的眼神冰冷的像是没有感情的神仙。我只数3个数，3、2。楚池，你够了。我知道楚家能有现在全靠你，但你是不是太仗势欺人，恃宠而骄了？要知道我们都是你的长辈啊，哪有晚辈这样对长辈的？楚池的大姑楚丽华忽然开口，她的话刚刚落下，楚池的身体已经朝他冲了过去。啪！楚池给了楚丽华一巴掌，这响声在夜空下显得格外清脆。一巴掌落，楚丽华那略微肥胖的身体直接被打飞，人还在空中，鲜血夹着牙齿被他一口喷了出来。他的半边脸已经被打烂了，可谓是血肉狰狞。楚池下手绝对不心慈手软，给了你们机会，你们自己不珍惜。楚池，你……楚山眼神一眯，这小子居然是来真的，他真的下得去手。他想要阻止楚池，却终究没有任何行动。现在的楚池已经不是那个任由别人管束的普通人，他知道楚池是在释放这些年心中的委屈，这世上所有的委屈都只有站在顶峰的时候才有资格释放，其余时候都叫无能狂怒。打飞了楚丽华，楚池又看向了旁边的大伯父楚寻泽。楚寻泽脸色一变，起身就跑，但怎么跑得掉？楚池伸出右手，灵气离体，像是一道匹链，抓住了楚寻泽的腿。下一刻，灵气收紧，只听咔嚓一声响，楚寻泽的腿直接被压碎，是被压碎，而不是骨折。也就是说，楚寻泽的这只腿废了。楚池是不是太过了？你这是一点亲情都不讲啊！楚山终于忍不住开口了。楚池冷冷一笑，眼神像是野兽一般看了一眼楚山，他笑容嗜血地道：我小时候他们也没有同我讲亲情啊。再说我为楚家做了这么多，甚至是我救了你们所有人的命，让你们对你们的救命恩人下跪，很难吗？还是那句话，不跪就等着被我打成残废。楚池的身体释放出了璀璨灵光，他的灵气是金色的，金光照耀下，他像是战神，又好像神子。声音落，楚池看向了距离他不远的楚风，
眼神冰冷，毫无感情。这眼神吓得楚风双腿发软，脑袋空白。就在他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他的爹娘先一步跪下了。别动手，我们这就道歉。楚池，是我们错了，我们之前不该排挤你，不该辱骂你。风儿，快，你也跪下。楚风的父母起了一个带头作用，他们跪下后，有更多的人跪了，因为每个人都怕自己的儿女受伤，因为他们都知道楚池不是在开玩笑。虽然不甘心，虽然心里很耻辱，但他们只能下跪。是不是觉得很屈辱？但这就是我从小的内心感受，你们终于能体会到了吧？楚池知道这世上任何事情都无法感同身受，除非你让他们也经历一遍。咚咚咚，下跪的声音继续传来，此起彼伏。楚池忽然看向了正打算下跪的六伯父楚寻虎，他淡淡开口道：六伯父，看在楚八妹的面子上，你们这一家就不用跪了。七哥，楚莹莹眼眶一红，她还以为自己的父母真要下跪呢。当所有人跪下后，他们一起开口道：楚池，我们错了，我们向你道歉。呼，楚池重重呼出一口气，这么多年受过的屈辱总算让他们还了。他忽然感觉身体非常轻灵，这种有仇就要报，管你是不是亲人的感觉真好。好了，你们喝吧。哥，我们走。楚池干了手中的酒，大步离开了主院。这里的庆祝他并不在乎。楚天点了点头，跟在了楚池身旁。哥，你觉得我过分吗？楚天没有回答，而是轻喃道：你做了我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楚池微微一笑，攀着哥哥的肩膀道：哥，你说给我熬了鸡汤，没有倒掉吧？当然，那我们回去喝鸡汤吧。几分钟后，杂院，楚池喝了一大碗鸡汤，笑着道：哥，你煲的汤还是那么好喝。对了，凤青羽呢？刚才的宴席也没看见他，他不会走了吧？他在房间里休息。哦，没走就好。楚池的心情非常不错，现在的他有时间也有心情同凤青羽好好聊聊人生了。楚池，怎么了？哥，没什么。楚天神色有些忧郁，欲言又止。楚池严肃地道：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以前是你保护我，给我一切在物质上能满足我虚荣心的东西，特别是金钱，从今以后轮到我了，你想要什么尽管说。楚天没有说话，他看着楚池的脸，好一会才开口道：我没有想要的东西。楚池却是斩钉截铁地道：不，你有，我有。楚天微微一愣，正想问我有什么，楚池站起了身体，伸了一个懒腰。哥，鸡汤留着，我明早再喝。这个石玉佩你拿去。你也知道我的体技就是从石门后面得到的，本来我想临摹一下再给你，但还是觉得你看原版的要好一些。楚天握紧石玉佩，什么话都没说。哥，我去见一见凤青羽。楚天下意识地道：动静小点。哥，你想什么呢？我同他之间没有那种关系。楚池说着起身离去。他在心里开口道：哥，我真的知道你想说什么，也知道你想要什么，放心吧，我不会让你离我太远。楚天看着楚池离去的背影，眼神复杂。他端着鸡汤起身回屋，放下鸡汤后，他双拳紧握。好一会，他拿出了楚池给他的蓝光草。这株灵药他一直都舍不得吃，还想给楚池留着，但现在该吃了。弟弟的修为已经是强人境，人级提升修为的灵药他已经用不上了。弟弟，我不会被你甩远的。同一时间，凤青羽的房门口，楚池敲了敲房门，开口道：长夜漫漫，无心睡眠，不知道青羽姑娘是不是也同在下一样。楚池的话还没有说完，凤青羽的声音已经从房间里传来：要进来就直说。哦，那我能进来吗？不能。楚池本来已经打算推开房门了，凤青羽的话让他微微一愣，这漂亮女子有个性。多谢，那我就进来了。楚池还是推开了房门。房间里，凤青羽盘腿坐在床上，似乎在疗伤。此刻她秀眉微蹙，有些恼怒：你怎么进来了？我不是说不能吗？啊，不是说的能，不好意思，听错了。这都能听错？楚池洒脱地道：这些细节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来感谢你的。感谢我？那一日你出手杀了那位强人境的高手，我一直没有好好谢谢你，现在一切都尘埃落定了。说吧，你想要我怎么谢你？是要我给你一个吻，还是给10个吻？谁稀罕你的吻？要吻你去吻母猪吧，母猪适合你。楚池嘿嘿一笑，随后一脸严肃地道：我不许你这样骂自己。我什么时候骂自己了？
楚池解释道：“有朝一日，你肯定会让我亲一下的。”你这话不就是骂你自己吗？呸！谁要让你亲？你真是无耻到了极点。楚池却是笑着道：“你骂人只会骂无耻吗？但不得不说，你生气的样子挺好看的。”由于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凤青羽并没有戴上面纱，他的一颦一笑都被楚池看在眼里。凤青羽没见过这么油嘴滑舌的男人，他咬牙道：“行了，如果你是为了感谢我，那就不用了。当日我就说了，你我互不相欠。不，我只救了你一条命，你却救了我整个楚家。你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不如我吃点亏，以身相许如何？”凤青羽气的都笑了：“你以身相许我？是啊，你这人长得不美，想得倒挺美。行了，你走吧，不送。这就让我走？好吧，那我不开玩笑了，说点正经的。”楚池的表情忽然变得严肃：“你想说什么？你的心里是不是有无法同人述说的心事？”凤青羽微微一愣，正想说些什么，楚池的声音再次传来：“或是少女怀春，或是浪女焚心，或是欲求不滚。”凤青羽的声音忽然变得尖锐，他居然还真的以为这个乡野纨绔会说什么正经的事情，没想到这么龌龊，简直就是流氓中的流氓，这么大反应。但我就开个玩笑逗你玩而已，一点都不好笑。如果你还是这个样子，你不走是吗？那我走。凤青羽留在楚家是因为他是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养伤，在这个弹丸之地，他谁都不认识，只认识救过他性命的楚池。留在楚家，一是养伤，二是报恩。既然恩报了，也不一定非留在这里。凤青羽的话落，还没来得及有动作，楚池再次开口了：“你的伤要什么等级的疗伤灵药才能恢复？黄级中品还是黄级上品？”凤青羽诧异地看了楚池一眼，这一刻的楚池神色严肃，一点都不像之前那样嬉皮笑脸。“你问这个干什么？不是说了吗？我欠你的。说吧，需要什么等级的药材？”楚池的眼神变得清澈，这忽然的转变让凤青羽都有些惊愕。这真的是一个人吗？他摇了摇头道：“我的伤不是你能治的。这么说，黄级疗伤灵药对你没用？”楚池微微皱眉，黄级灵药蕴含的力量能治疗强人境的伤势，如果黄级灵药没用，岂不是说凤青羽的修为超过了强人境吗？之前你说你经脉寸断是吧？那就是要给你寻找能续脉的灵药。这灵药的确很稀少啊，但你放心，我会尽量留意，我会让你的伤势尽快恢复。好了，我走了，你好好休息。楚池挥了挥手，大步离家的房间。真走了？凤青羽眉头一挑，这个楚池真的太怪了。你说他无耻吧，他的无耻又是点到即止，似乎只是撩拨你的心。凤青羽自然不知道，这就是楚池的泡妞方式。他虽然嘴花花，却不会有过分的举动，嘴花花一次两次，女方绝对是一脸排斥的。但如果10次、20次、100次，总有一次女方心态会发生变化。或许那一刻她正好忧愁，或许那一刻她正好需要安慰，他们就会借着楚池的放浪话语给楚池一个台阶。村里许多寡妇就是被楚池这样弄到手的。楚池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并没有睡觉，他的手里出现了剑村令牌。在回来的路上，楚山就告诉了他，这剑村令牌有字，上面写着以灵气为笔，顺着剑村2字可打开令牌。就让我看看这令牌里有什么吧。灵气离体，顺着令牌上的剑村2字勾勒了下去。当最后一笔落下后，剑村令牌的里面出现了类似齿轮转动的声音。这看上去严丝合缝的令牌从侧面出现了一条缝隙。楚池轻轻一用力，将令牌掰开了，引入眼帘的是一个小册子，小册子上写着游蛇步法4个字，这是黄级中品身法武技。看来这是官方给夺得令牌之人的奖励啊。也对，有能力获得剑村令牌的，修为肯定是强人境3层以上，官方的奖励正合适。楚池微微一笑，身法武技同体技一样稀少，楚池要是现在就学会游蛇步法，他的速度和身法不会比强人境5层的修者弱，挺适合我。反正没事，那就学习吧。楚池没有睡觉，这一夜他都在院子里学习游蛇步法。月色下，体战灵光的楚池真的像是一条蛇。一夜无言，次日朝阳升起，楚池停止修炼武技，去到了柴房。推开柴房的门，立马有女子发出了呜咽声：“婊子，醒了啊，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从今往后，那里就是你的家。”这女子正是被臭袜子堵住嘴的庞飞烟。楚池提起庞飞烟，赶往了宜春院。宜春院的大门重新刷了一遍油漆，
门口挂的红灯笼也换了新的。楚池微微一笑，敲响了大门。谁啊？这么一大早的？在龟婆不耐烦的声音中，门打开了。哟，七少爷！看见是楚池，龟婆的嘴角立马露出了笑容。龟婆，宜春院是不是要重开了？我看大门都重新刷了一遍。七少爷，还真瞒不住你。实不相瞒，明天就重新开业了。那正好，我给你送了一个头牌过来。楚池直接将庞飞烟扔在了地上。头牌？呀，七少爷，他是个瘸子啊，这可当不了头牌。谁说瘸子不能当头牌？你看一看他的脸呢。他的脸……龟婆俯下身体，拨开了庞飞烟那凌乱的头发。这一看，他差点从地上跳起来。这是庞小姐。这……龟婆不需要害怕，庞家已经灭了，她不是什么小姐。从今天开始，她就是宜春院的头牌。你们也不要等明天再开业，就今天开业，我要她今晚就开始接客。楚池的话让庞飞烟一脸惊恐，他终于明白楚池带他来这里是干什么了。这好吗？我觉得非常好。另外，告诉全村人，谁点庞飞烟，一切消费由我买单。七少爷，真的？自然是真的。楚池说着，掏出了一大把银票，每一张都是千两的大面额。这些银票应该够了吧？够了，一张就够了。这也太多了，多的你留下，给我。给你。如果不是你，这个村子不会姓楚。从今以后，怡红院我楚家照了。七少爷，有你这话胜过白银万两啊。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开业的事情。对了，我记得庞飞烟好像是一位修者啊，他不会反抗吧？我已经震碎了他的经脉，现在的他只是一个废人。好，那我就放心了，我这就去安排。对了，七少爷，我这里刚好来了一对新人，容貌不错，最重要的是都还是雏鸟呢。今晚你一定要来捧场啊！放心，我会来的。时间流逝，宜春院开业的消息快速在村子里传播，瞬间引爆了整个楚家村。听说了吗？宜春院要开业了，终于要开业了。这段时间可憋死我了。我听龟婆说，这次的头牌是庞家的小姐。庞家的小姐？谁？庞家不是死光了吗？庞飞烟，是她，是我们的村花。消息假的吧？真的，龟婆亲口告诉我的。我操，那我砸锅卖铁也要去干一干啊！不用砸锅卖铁，听说是免费的。什么？还有这种好事？那我现在就去排队。太阳刚刚落山，宜春院就已经有人排队了，甚至一些有家业的男人也忍不住偷偷混入了排队的人群，里面还有楚家的人，楚风、楚立文，甚至连长孙楚清扬也在人群中，只是他们都戴着面具，甚至还有长辈戴着面具来到了这里，比如楚池的五伯父庞飞烟，可是公认的村花啊，居然被楚池送来了怡红院，这种机会可不能错过。这一天绝对是宜春院开业以来最热闹的一天。龟婆知道这么多人都是冲着庞飞烟来的，这一晚绝对是庞飞烟最耻辱的一天，因为他不是自愿的，而是被人将手绑在椅子上推上高台的。他的嘴里塞着臭袜子，这被虐的姿态更让人疯狂。这一晚他不知道接待了多少人，有村里杀猪的，也有村里杀鸡的，每一个人表情都很狰狞，都很疯狂。这辈子他们都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这可是之前庞家最美的小姐啊，有的甚至拿起了蜡烛和皮鞭。人性就是如此狰狞。此刻一个雅间内，楚池正在喝酒，旁边坐着楚天，他们的身旁围着7、8位为了生活而努力奋斗的姑娘。这些姑娘有的坐在楚池腿上，有的趴在楚池背上。相比于楚池的随意放松，一旁的楚天却是身体紧绷，一脸严肃，连碰都不准这些女子碰。哥，来这种地方你怎么不高兴的样子？是我点的姑娘，你不满意吗？楚天淡淡道，我不喜欢这种场合，我来这里只是想看看庞飞烟，他那样对你，理应有这样的下场。楚池咧嘴一笑道，看庞飞烟？哥，你不会也想睡他吧？楚天刚刚喝进嘴里的酒直接喷了出来，他有些无语的道，我对这方面的事情没兴趣。你是在侮辱我？哥，开个玩笑而已，别这么严肃嘛。楚天忽然站起了身体，道，你喝吧，这里我实在待不惯，我要去野兽山岭了，天亮刚好能到。你要走？不喝了。行，那一起走吧。一起？你不在这里过夜吗？这一批新人的质量不怎么样。走吧，我送送你，然后我也要去一趟雨家村。去雨家村？你是要带
但有把握吗？楚天皱起了眉头，他大概猜到了楚池想干什么，定然是去杀雨峰的。楚池笑着道：有把握没把握，他都要死。考核的时候，楚池就想杀雨峰，但当时雨峰的身份是监督使，他担心杀了雨峰惹怒官方，所以当时他并没有冲动。那你小心。原本楚天想说我陪你一起去，但他知道他帮不上忙，他太弱了。很快两人从后门离开了宜春院。哥，要回去要牵马吧？骑马快一些。正好我也同凤青羽打声招呼。10分钟后，杂院，楚池敲响了凤青羽的门。凤青羽，没睡吧？有事？没什么事，我就是告诉你我要出去一趟，可能要1-2天，或许更久才能回来。这事情不用对我说。你去哪里同我无关。对我真冷漠，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住在一起的啊。注意你的用词，是住在一个院子。哎呀，差不多。不，差很多。楚池耸了耸肩道：行了，就同你说这么多。这次出去顺便看看能不能遇到对你有用的药材，这种地方不可能遇到的。那可不一定。行了，不废话，走了，记住要想我。鬼才想你，有脾气，我喜欢。楚池大笑了一下，洒脱离去。几分钟后，楚池和楚天骑着骏马离开了飞云村。去到村口后，两人分道扬镳。楚天前往了野山山岭，楚池则径直前往雨家村。次日午时，楚池的马停在了雨家村村口。这么多人，视线中几乎都是去雨家村的人，人数太多，甚至排成了2条长长的队伍。同样是村子，雨家村好像比楚家村热闹多了。你们听说了吗？这次拍卖会上可能有直接提升修为的灵药。听说了，但不知道是真是假，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等级，应该是人级，不可能是皇级。此时楚池听到四周修者的议论，眼神微微一眯。雨家村要举办拍卖会吗？拍卖会，楚池虽然从未去过，却听过。拍卖会只会在私家村举行，因为只有私家村才有资格建立拍卖场。修者最珍贵的是什么？资源。拍卖场就是能直接获取资源的地方，前提是你有足够的钱。一来就遇到了拍卖会吗？楚池原本只是想来杀人，但现在看来可以顺便去拍卖会看一看。要是有用得上的东西，他能买就买，特别是提升哥哥修为的东西。这么说，杀人的事情先不着急。楚池下马，排着队伍依次进入。村子口有2位身穿雨字服的人，其中一人隔一会就会喊一句：进村收费1枚淬体金或者白银10两。进村后所有人不得闹事，我进村子都要收费。楚池还是第一次来私家村，他现在算是明白成立私家村有哪些好处了。这第一个好处就是进村收费。楚池看得很清楚，大部分人上缴的都是银票，只有少部分人上缴的是淬体金。楚池给了10两银票，这才进入了村子。进入村子不久，他就听到了吆喝声。走过路过，机会不会错过。我这都是从万年遗址里淘出的新鲜货，金疮药，家传的金疮药，药效不比丹药少，价钱更是很公道。前方的道路到处都是摆摊的，这些人进入雨家村，似乎不仅是来买东西，也来卖东西。此刻，哐的一声响从旁边的摊子传来，一位中年将一把插在泥土的剑往地上重重一摔，泥土破碎，一把锈迹斑斑的剑出现在所有人视线之中。唉，又是一把腐朽的剑，根本没用，亏了亏了。中年叹了口气，随后开口质疑道：摊主，你确定这些东西是从某处遗址挖出来的？你不是自己弄来糊弄人的？摊主是一个胖子，他瞪大眼睛咆哮道：可别冤枉人啊，我对天发誓，这些东西都是从古老遗址里挖出来的。前些天就有人从里面砸出一把没有腐烂的人级上品武器，那么多人都看见了，甚至还有人从一个瓦片里砸出了一本秘籍呢。虽然是残缺的，但也说明这里面还是有好东西的。你要是玩不起，就别玩了。中年不再说话，似乎在犹豫要不要继续玩。此时一旁的楚池道很是有兴趣，他来到摊主面前开口道：多少钱一砸？这位朋友要试试运气吗？我这里价格公道，10两银票一砸。10两不多吗？我砸一次。楚池在楚天的关照下，从小大手大脚惯了，10两银票在他眼里确实也不多。反正没事，玩玩呗。楚池找了一个像是煤炭一样的罐子，罐子很大，足足1人大小。这罐子上插了一个剑柄，剑柄上有些生锈，但锈迹不深，擦拭一下就没问题了。小兄弟，你选这个。刚才的中年男人
忍不住开口了：“是啊，怎么了？小兄弟，一看你就经验不足，这露在外面的剑柄都有生锈的痕迹了，里面的剑怕是早就腐烂了，你这完全就是浪费钱。”楚池笑着道：“没事，玩玩而已，来都来了，年轻人不听劝啊！你这要是能开出完整的剑，我马上去吃打。”中年的话还没有说完，瞳孔一阵收缩，因为楚池已经摔下了罐子，罐子破碎，灰黑色的泥土中隐隐有光芒闪烁。楚池用脚将泥土踢开，一把长剑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光芒。这一瞬间，全场皆惊，光芒闪烁，没有一处地方有瑕疵。我的天，这居然是一把完好无缺的剑，这太不可思议了！这小子运气太好了吧？楚池看着地上的剑，笑着道：“大叔，你刚才说你要吃什么？”中年尴尬地道：“我要吃大碗干饭。”小兄弟，你快试试这把剑，锋利不锋利？楚池不用中年提醒，已经提起了剑，随后松手，只听嗤的一声响，长剑直接没入了石板。虽然只没入了几十公分，却也让现场所有人呼吸急促，瞠目结舌。居然插进了石板，这石板非强人境，不可破坏。这么说，这件事是皇级武器？什么？这年轻人居然开出了皇级武器？四周修者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们看着楚池的眼神，各种羡慕嫉妒。皇级武器是可以逆天改命的啊，因为它可以换到强体精，这对于只有凡人境修者的家族来说，无异于至宝。一旁摊主更是不停扇自己的脸，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此时有一位老者开口道：“小伙子，这把剑我买了，你说吧，要多少钱？我给你1万两白银可好？”1万两白银就想买皇级武器？小兄弟，别被骗了，我出10万白银，我出20万，我出100万。四周的人已经开始竞价了，但这群人明显是在欺负楚池，因为真金白银根本买不了皇级武器，金钱对于修者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楚池虽然不懂，却也不笨，他淡淡道：“不卖，皇级的剑他正好用得上，卖了干什么？等修为提升起来，用不上的时候再说呗。小兄弟，还玩吗？要不要再多砸几百个试试？就当照顾照顾我的生意，我亏大了啊！”摊主的声音再次传来了，他哭丧着脸，像是死了爹妈。楚池本来不想玩了，他知道他能开出一把皇级武器已经是走了大运，但摊主一脸虔诚，一脸哀求：“那就送他点钱吧。这样吧，这20个我全砸了，拿去200两。小兄弟，大气！”楚池给了钱，继续开砸，一个个泥土罐子被他砸碎，里面什么都没有，所有的剑，所有的刀都是腐烂了的。此刻，楚池去到最后一个小罐子面前，这小罐子也插了一个剑柄，但里面就算是剑，也只能是断剑。楚池提起脚，随意一踩，砰！尘土飞扬。楚池用脚抛了抛泥土，很快，泥土里有什么东西反射着太阳的光芒。我靠，有光！不会又被他开出好东西了吧？在人们惊愕的眼神中，楚池弯腰下捡起了一把匕首，他松开手，匕首落地，嗤！小小的匕首直接没入了石板里。我 go！ 这一刻，四周的看客们都忍不住爆了粗口。尼玛，这样也行？这小罐子绝对是那种看一眼就不会有人砸的类型，居然又出了皇级武器。虽然只是一把匕首，却也很难得了。啪啪啪啪！此刻打耳光的声音再次传来了，摊主将自己的脸打得通红，那样子似乎在说：“我就是大傻逼，别人都想走了，还主动叫人家继续开，开你妈麻花开！”这下好了，开得自己连想死的心都有了。但这事情也怪异了吧？他摆了这么多年的摊，一共也没出几件好东西啊，怎么今天一下出了2件皇级武器？这小子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啊？他是天选之子吗？小兄弟，匕首卖吗？是啊，小兄弟，你有2把皇级武器，可以卖一把了。这匕首我出黄金1万两。楚池笑着道：“就算卖，也不是在你们这里卖，不是有拍卖会吗？”楚池不傻，他不知道皇级武器到底价值多少，但正好不是有拍卖会吗？寄卖东西应该可以吧？小兄弟，这里离拍卖场还有些距离，你确定你能走得过去吗？一位老者忽然开口，他的声音满是威胁。楚池微微一笑，问道：“你是在威胁我？那不然呢？”楚池的眼神猛然变冷，这老家伙是在找死啊！是不是以为年轻人就好欺负？就在他准备出手击杀老者的时候，一声冷喝传来了：“这里围这么多人，是有谁在闹事吗？村口的公告没看？
拍卖会，任何人闹事，全部赶出村子，行为严重者杀。现在赶紧给我散去！冷喝的是一位身穿铠甲的羽家人。他的话落，四周围观的人逐渐散去。那位老者虽然不甘心，却还是走了。临走前，他冷冷道：“小子，羽家人救了你，但你最好只走大道，不要去旮旯角落。你手中的东西，不是你有资格拿的。”声音落，老者转身离开，但他没有走远，一直在角落观察着楚池的一举一动。楚池摇了摇头，轻喃道：“是羽家人救了你。”话落，楚池牵着马继续前进。羽家村这么大吗？越走，楚池越惊讶。羽家村的大小是楚家村的几倍，不愧成立已久的私家村。算了，直接去拍卖场吧。楚池懒得再光了，他打听了一下拍卖场的位置。拍卖场不在村子中心，而是在村子西北较为偏僻、较为空旷的地方。楚池牵着马快速前进，越走人越少，不知道是不是走错了路。楚池眼前是一条乡间小路，刚刚进入这条路，老者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之中，挡住了他的去路。小子，我不是劝告过你不要走旮旯角落吗？非得找死吗？老者嘴角带笑，眼神阴冷。他转头看了一眼四周，继续道：“在这种地方杀了你，没人知道是谁做的。难道你真以为羽家说不准闹事就没人闹事吗？年轻人太天真了。”老者的话落，楚池的身后也出现了几道人影，他们一步步逼近，让楚池根本没有退路。楚池耸了耸肩，忽然问道：“那么多人都眼红我手里的剑，却只有你们敢跟上来，想要杀我？你们好像不怕羽家。你倒是聪明，不错。我们不怕羽家，只要给羽家面子，不当众闹事，就算羽家查到是我们做的，也不会追究。为什么？”老者眼神自傲的道：“因为我们也是来自私家村，只是没有穿族服而已。”原来如此。楚池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也是从私家村的。他知道所谓的规矩从来都是约束弱者的，对于强者，只要不过分，制定规矩的人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年轻人，别怪我没给你最后的机会。你手中的2把黄级武器我都买了，我会给你1000两白银，你也是有赚头的。这么大方，那我还要谢谢你了。你想谢也是可。老者的话还没有落下，楚池的身体像是游蛇，快速朝他冲了过来。怎么这么快？老者大吃一惊，正准备出手，楚池的身体已经来到了他的眼前。老者瞬间感觉脖子有些发凉，正准备低头，却发现自己的视线不受控制，因为他的脑袋已经从脖子上滚了下来。他张大了嘴巴，像是要说话，却根本说不出来。他的意识已经散去了。四叔死了？不可能，他是轻敌了吗？此刻唯独楚池的修者已经目瞪口呆。四叔可是强人境的修为啊！震惊之后，有人开口质问道：“小子，你知道你杀的是谁吗？他可是吴家村的四老爷。”白痴！楚池冷骂了一句，他手持黄级武器冲向了这几位修者。不好，他是想杀我们！他怎敢的啊！跑，快跑！这群修者这才后知后觉，他们想要逃，却已经迟了。楚池手里的剑带起几道剑芒，几个人的脑袋几乎同一时间落在地上。既然要杀人，自然是要全部灭口的。楚池绝对是人狠话不多，你想杀我，那我就反杀咯。在几人身上收罗了一下，发现这几人身上根本没有储物袋，楚池才回到了老者的旁边。他在老者的衣服内攘里找到了巴掌大小的储物袋。楚池意念一动，简单探查了一下，咦，这么多强体金！老者的储物袋强体金不少，粗略估计怕是有数万之数，这在私家村里也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先离开这里。楚池没有详细去探索储物袋，他牵着马快速离去。当他走出去好久，小道上才传来了尖叫声，估计是有人发现了尸体。此刻楚池来到了村西一家客栈，这客栈是距离拍卖场最近的。他已经打听到了拍卖会要晚上来才开始，他现在去有些早，他现在要打探一下羽家的实力。客栈就是最好的地方，既然要杀羽风，自然要知己知彼。如果能知道羽家的最强者是什么修为，那就方便多了。如果他能杀羽家的最强者，他完全可以大摇大摆，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斩杀羽风。此时客栈里所有人都在议论今晚的拍卖会会拍卖什么东西，没有任何一条消息是关于羽家的。楚池微微皱眉，他在思考要如何才能让这些人将话题引到羽家上去。就在这时，一道人影被人从2楼扔了下来，此人还没有起身，一位魁梧汉子
从2楼跳了下来，正好落在此人的身上。砰的一声闷响，身下的人狂喷出一口鲜血。就你这身手，还想救你妹妹？魁梧汉子叹了口气，声音落，他的脚又踏了下来。身下的男子肋骨断了至少3根，他满脸鲜血，神色萎靡。我妹妹在哪里？让我看看她。男子声音虚弱的开口。魁梧汉子还没有回答，2楼上传来了铃铛声，叮叮叮叮。随后一位青年出现在了2楼。你想看你妹妹吗？好，我这就带她下来。小母狗，还不快走！青年的手里牵着一根绳子，绳子拴着的不是动物，而是一位少女。少女头发凌乱，目光呆滞，她脖子上戴着项圈，嘴里还戴着嘴套。她的衣服破破烂烂，身上到处都是鞭痕。青年像是遛狗一样将女子溜了下来。他一下来，原本嚣张的客栈瞬间安静了下来。青年附近的修者们更是纷纷起身，站到了一边，生怕挡住了青年的路。妹妹，不！被打断肋骨的男子发出了嘶吼，随后他闭上了眼睛，根本不忍心看。他咬牙切齿地道：宇超，你就是一个禽兽，不，你禽兽都不如，骂少主，找死！魁梧汉子脸色一冷，他抬起了脚，对准了男子的脸，似乎要一脚踩爆对方的头。这时候宇超的声音传来了：我有说要他死吗？你再替我做主！魁梧汉子脸色一变，立马开始扇自己的耳光。少主，不敢，我错了。魁梧男子的力量不小，他的脸已经被他自己打得血肉模糊。宇超这才开口道：行了，这次就饶了你，如果有下次，自尽吧。多谢少主，多谢少主。魁梧男子松了口气。宇超继续道：将他的眼皮给我撑开，他不是想看他妹妹，我让他看个清楚。是。魁梧汉子拉起了男子的眼皮。男子不想看也得看。此刻宇超坐在了女子的背上，他拉着绳子像是骑马一样，让女子在原地爬来爬去。一边爬他还一边冷喝：叫！女子咬住牙龈，她眼眶通红的看了自己哥哥一眼，终究还是汪汪汪的叫了起来。四周不少人都在摇头叹气，但没有一人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因为这种行为在修者的世界无异于找死。此刻楚池也皱起了眉头，这个纨绔挺变态啊，变态到他这个纨绔都有些看不下去了，但他也没有出手。在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搞定雨家之前，他不会轻易出手。不要！此刻男子早就泪如雨下，他别过头不想看，但魁梧男子勒住他的脖子，撑开他的眼，他不想看也不行。我的鞋脏了，小狗，给我舔干净。宇超的声音再次传来，那趾高气扬的样子让人恨不得一巴掌打烂他的脸，但没有人敢动手。这可是宇家的大少爷宇超，他是宇家的少家主，他的地位比宇峰高多了。他的话落，少女伸出舌头开始舔鞋子，她的眼泪也不停往下掉。她心中无辱和不甘，只有她自己能明白。哈哈，看见了吗？养宠物的最高境界就是将人当成狗来养。宇超的声音再次传来，这句话一出，男子双眼一黑，直接被这一幕刺激的直接晕了过去，因为他没想到妹妹会甘愿做这些事情。少主，他晕了，现在是直接弄死他，还是？魁梧汉子开口询问，他不敢再替宇超做决定。弄死他有什么意思？将他给扔去旁边的小巷里，那里是堆垃圾的地方，同他正合适。少爷，您真是的仁慈。魁梧汉子扛起男子离开了客栈。小狗，走吧，我们回房间。宇超溜着女子重新上楼，他走了好久，1楼客栈才逐渐恢复了喧嚣。他们议论的依旧是拍卖会，刚才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议论，似乎刚才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一样。楚池原本还想从这些人嘴里打听一下宇家，但他发现他想简单了，就算没有刚才的事情，估计也没有人敢随意说宇家的信息，万一是对宇家不利的事情，他们透露出去就会有杀身之祸。楚池听了一会，觉得没有意思，起身离去。20分钟后，某处小巷，楚池声音平淡地道：醒了。他的身旁正是刚才晕过去的男子。男子看了看楚池，又看了看自己的身体，问道：我的伤是你替我包扎的？男子的腹部有绷带，有人替他简单包扎了一下。楚池没有否认，点了点头。男子咬牙道：救我干什么？我活着还不如死了。你赶紧走吧，不要同我扯上关系，要是让宇家那个畜生知道，你会遭大难的。楚池淡淡道：这里偏僻，一般不会来人，而且我有问题想要问你。
你对雨佳熟悉吗？楚池之所以帮男子，就是想从男子口中知道一些雨佳的事情。别人不敢谈论雨佳，这位男子肯定敢。男子的眼神瞬间变得很辣。熟悉，我本是雨佳的下人。雨佳的下人？楚池眼神一亮。身为下人，常年生活在雨佳，对雨佳的实力应该是清楚的。他找对人了。他没有直接问男子雨佳的实力如何，而是问道：你想不想报仇？报仇？做梦都想。我恨不得将雨超碎尸万段，可惜我没这个实力。如果我说我能帮你报仇呢？你……男子太惊讶了。楚池的年纪比他还小，居然说能帮他报仇。我实话说吧，我同雨佳也有仇，我要杀雨佳的雨峰。雨峰少爷，不错，我想知道雨佳最强的人是什么修为？雨佳最强的是雨佳家主雨正然，他是强人境4层的修为。确定是强人境4层吗？不确定，只是从别人口中听说，却没见他出过手。他也有可能是强人境5层的高手。有可能是强人境5层吗？我明白了，楚池现在的修为是强人境2层，对方的修为高了他整整3层。虽然楚池有自信越3层对敌，但万事还是得稳妥一些。毕竟雨家的强人境高手不是1、2位那么简单。这么说，杀雨峰还是不能太高调，除非今晚的拍卖会能让他的修为再提升1层，那样的话，整个雨家村他都不放在眼里。这么说的话，拍卖会是一定要去的。你是不是被吓住了？也对，那可是强人境5层，我这辈子都不知能不能进入强人境。男子叹了口气，眼神有些不甘心。楚池这才问道：你是什么修为？凡人境8层。凡人境8层，你的修炼天赋还算不错。男子摇了摇头，自嘲地道：这又有什么用呢？就算我将修为提升到凡人境9层，也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进入强人境。因为强体精吗？是的，我们这些下人，除非特别受雨家待见，或者是雨家的死士心腹，不然雨家是不会赏赐给我们强体精的。楚池点了点头。俗话说1分钱难倒英雄好汉，高等级的晶体就是修者最为重要的钱财。我很好奇，你既然是雨家的下人，为何雨家的人这样对你？你做了什么对不起雨家的事情吗？男子摇了摇头，我从未做过任何不起雨家的事情。是那个禽兽欺负我妹妹。那个禽兽是雨超吗？不错，是他。可以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吗？告诉你也无妨。男子整理了一下情绪，将事情大概讲给了楚池听。楚池终于明白为什么雨超会这样对这2兄妹。大概7天前，男子的妹妹来雨家看望他，以前他的妹妹也来过，都相安无事，但这一次出现了意外。就在男子送女子离开的时候，遇到了酒醉归来的雨超。雨超以为女子是雨家的侍女，拉住女子就要让她陪睡。尽管男子告诉雨超这是他妹妹，是来探亲的，不是侍女，但醉酒的雨超还是动手动脚，甚至要在花园里就将女子压在地上，想要就地正法。女子情急之下咬了一口雨超的耳朵，这一下瞬间将雨超激怒了。他拉着女子的头发将女子拖走了。男子到现在都记得妹妹那绝望的惨叫声，他想帮忙，却被雨超的侍卫死死按在地上。从那晚之后，他再也没见过妹妹。但他听别的下人说，雨超的院子里每天都会传来鞭打声和哭喊声，他的妹妹绝对受到了残忍的虐待。他好几次想去救妹妹，都被雨超的侍卫打了出来。今天他从别人嘴里打听到雨超出门来城西的客栈，似乎打算参加晚上的拍卖会的消息，他妹妹也被带来了，所以他跟了过来。于是有了之前的一幕。这个雨超挺狠啊，就因为你妹妹不听话就将她。楚池叹了口气，随后他问道：你是不是很生气？为什么你妹妹会如此作践自己？男子没有说话，只是捏紧了拳头。今天看见妹妹的惨状，他愤怒的同时还觉得心凉。妹妹怎么甘心当一条狗啊？这得多没尊严啊！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所以当时他直接气晕了。你是不是觉得你妹妹没骨气？对。楚池摇了摇头，继续道：先不说所谓的骨气，在生死面前一文不值。你可知道雨超为什么没杀你？你真的以为是他仁慈吗？男子微微一愣，反问道：为什么？因为你活着，他才能控制你的妹妹，他才能让你妹妹当一条狗。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拿你的命威胁过你妹妹。他心里的屈辱，他心里的悲痛，可能不比你少。楚池的话让男子瞳孔不停颤抖。你的意思是他甘愿如此，
是因为想要我活着。楚池点了点头道：你妹妹很爱你，你绝对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重要到她可以丢下一切尊严。楚池的话让男子彻底崩溃了，他眼眶红润，不停要脑袋撞着墙壁。原来是我连累了他，妹妹，是哥哥没用，是哥哥没用。看见男子如此模样，楚池再次开口道：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亲手报仇，你要吗？男子瞬间停止撞墙。你能让我亲手报仇？应该可以，但需要等候时机。反正我都要杀雨家人，杀一个和杀两个都一样。男子却是一脸担忧地道：不，我不能连累你，你应该不知道，宇超身边的那魁梧侍卫是强人境的修为，你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楚池笑了一下道：这不需要你担心，这样你先找间客栈住下，村西客栈你就别去了，村中心好像有一家风云客栈，你在那里住下，等我的消息。你真能替我报仇？男子无神的双眼终于恢复了一点神采。不然呢？莫非你以为我是送死？可是你为什么帮我？一是感谢你告诉我关于雨家的信息，二是你和你妹妹的感情很难得。楚池在这两兄妹身上看见了他和他哥的影子。去吧，在客栈里等我，我要是寻到机会杀雨超会通知你的，如果实在没机会让你手刃仇人，我也会带着他的头去找你。对了，你叫什么？我叫周涛，我妹妹叫周于心。你呢？楚池。周涛，那我先走了。楚池挥了挥手转身离去，他的背影在阳光的照射下非常伟岸。楚池，希望你真能帮我救出妹妹，要是能救出妹妹并且替妹妹报仇，今后做牛做马，哪怕你要我的命也在所不辞。周涛咬着牙离开了小巷。此时村西客栈，楚池回来了，但他没有进大厅，而是去到后院马厩。雨家的实力他大概清楚了，也就不需要继续打探消息，他打算直接前往拍卖场。楚池刚刚来到马厩，就看见魁梧汉子取下了背在身后的大刀，一刀斩向了一匹白马的头。嗤的一声响，马的脑袋重重落在地上。这一幕让楚池的脸色瞬间变冷了，这马正是他的坐骑。他脸色铁青，看向了魁梧汉子。魁梧汉子擦了擦手中的刀，正在收刀。在魁梧汉子的旁边站着雨超，雨超的身旁是趴在地上被当作宠物的周于心。大少爷，他就是马的主人，主人来了。这时马官的声音传来了，他是客栈负责帮客人喂马的人。雨超转头看了楚池一眼，那眼神带着轻蔑。你就是马的主人？楚池点了点头，眼神冷漠地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客官，还是我来说吧。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雨家的大少爷，也是雨家的少家主。马官说少家主的时候特意加重了语气，是在提醒楚池眼前的人身份尊贵，不要动怒，切莫招惹。顿了顿，马官继续道：方才少家主正准备离开，你的马忽然脱缰了。我的马伤到他了吗？这倒没有，但你的马来到了少家主的马圈，吃了马槽里的晶石。你应该不知道，西客栈是少家主开的，这个马圈也是他独有的，并不对外。雨超来村西客栈其实并不是为了去拍卖会。雨家村虽然不小，却也绝对不大，他要去拍卖会，直接从雨家走也花费不了多少时间。他来这里是收取上半年的利润，顺便出来遛遛狗。楚池皱眉道：你的意思是，就因为我的马吃了他马槽里的马食，他就让人杀了我的马？马官点了点头，还没有说话，雨超的声音传来了：你的马什么档次？有什么资格吃我给我的爱马准备的精粮？贪吃死！雨超的声音高高在上，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这是5000两的大额银票，足够你重新买一匹好马，不用谢我，你应得的。雨超说着直接将银票扔在了地上，这姿态将纨绔2字完美演绎。楚池气的都笑了，此刻的楚池已经在思考要不要现在就将雨超弄死。本来他是想找一个好机会才下手的，但现在他快要忍不了了。老子就是纨绔，岂容你在我面前装逼？开心的笑了吗？是不是觉得天上掉馅饼了，一匹马就能得5000两银？雨超没有看出楚池笑容里带着的杀意，因为他都没正眼看楚池，一直都是斜着眼睛。我开心。楚池依旧在笑，他的手里忽然出现了一把匕首，他已经忍不住要弄死这小子了。马官，我们来取马。就在这时，又有人来到了马厩。进来之后，这些人态度都变得恭敬。很显然，他们看见了雨超。这几人低下了头，轻手轻脚地去到了自己马匹所在的地方。他们解开马绳，
却不敢当着面大少爷的面先离开，而是朝宇超开口道：“大少爷，你先走。之前客栈里的一幕，他们可是都看在眼里的。这个宇家的大少爷绝对惹不得。”宇超高傲地笑了，这几人很懂事啊。他转头看向马关：“你去给掌柜的说，这几人住客栈的钱不用收，如果收了，原属退回去，就当是我请的他们。多谢大少爷。”大少爷真豪爽。几位客人连忙拍马屁。宇超哈哈大笑，随同周瑜新上了马车。魁梧侍卫牵着骏马缓缓离去。楚池看着宇超的背影，终究是没有出手。现场这么多人，要出手就得将人全部杀光。原本他是打算快速出手，将马关和魁梧侍卫一起杀掉，但现在来了几个陌生人，他就失去了机会。除非将这几个牵马的人也一起杀掉，但楚池不是滥杀无辜的人，他只能将这个仇先记下。此时看都没看地上的银票一眼，楚池大步离去。客官，你的银票。马关开口提醒。楚池头也不回地道：“赏你了，只要你捡起来就是你的。”什么？赏我？这……马关太惊讶了，似乎没想到楚池这么大方。这可是5000两大额银票啊！马关还想说些什么，楚池的身影已经离开了别人丢在地上为了侮他尊严的银票，数额再大他也不会弯腰去捡。5000两，想让楚池弯腰一点可能都没有。哪怕楚池依旧不是修者，也不可能。楚池离开马厩，径直前往了拍卖场。路上他仔细查探了一下从老者那里得到的储物袋。储物袋里强体金的具体数量不是数万，而是整整13万。除却强体金外，还有几本武技，但等级都不高，只是人级。看样子高等级的武技他们是不会随身携带的。在武技旁边是一些草药，还有一些人级的武器，没有什么好东西啊。楚池摇了摇头。几分钟后，他的视线中出现了一个类似鸟巢的建筑，这就是宇家村的拍卖场。虽然现在是白天，拍卖会还没有开始，拍卖场的门口也有不少人进进出出。小哥，是想参加拍卖会吗？我这里有一手资料，你想不想要？一位中年来到了楚池身边。一手资料，就是这次拍卖会的拍品，甚至还给你预估了拍的此拍品大概需要多少钱，也让你心里有个数不是？楚池眼神一亮，如果真能知道拍卖会卖什么东西，那是最好不过的。多少钱一份？价格公道，只需要50两银子一份。这么贵？贵是贵了点，但消息是无价的啊。你要是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拍卖，就可以将钱花在刀刃上。你说对不对？我身上没有多少钱，10两吧。要卖就卖。10两？小哥，你这砍价也太狠了吧。30两？我最多10两。哎呀，多加一点嘛。小哥，别走啊，成，10两就10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楚池拿出10两银票，交换了男子手中的资料。他定睛一看，随后问道：“这个预估成功率是什么意思？”是这样的，这上面罗列的东西都是我个人预测的。当然，我的预测算是行业里很准的了，至少能预测对一半的东西。你的意思是，这上面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拍品？对，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可以退钱吗？小兄弟，怎么说到退钱去了呢？只要这上面有一样东西我预测对了，对你来说都是赚的，对不对？楚池没有说话，仔细看了一眼手里的资料。这中年虽然不靠谱，但上面的标价却让他明白了修者之间的货币是什么东西。比如一株人级中品疗伤灵药，预估起拍价是1000颗淬体金，预估最终的成交价是3000到5000淬体金。一株黄级下品疗伤灵药，起拍价100颗强体金，预估成交价格是300到500强体金。也就是说，修者之间不用金钱，而是用与等级相对应的晶体来交易。楚池算是明白为什么老者的储物袋里有那么多强体金了。他此次前来估计是想隐藏身份参加拍卖，却未曾想因为2把黄级武器丢了性命，还给楚池送了一大笔钱。他还真是及时雨啊。微微一笑，楚池进入了寄卖大厅。当然他不是来卖东西，他只是想知道他得到的长剑和匕首具体是什么等级。楚池刚刚进来就听到一位老者在说话：“诸位，兽皮、兽脚等东西就不要拿过来了，浪费时间。另外，本次竞拍我们拍卖行准备的东西已经足够惊艳，所以低于黄级的也不用拿出来。当然，一些有神奇作用的物品除外。”这句话落，不少人都离开了寄卖大厅。大厅里的人数瞬间降低了1多半。楚池排了一个号，半个小时后终于轮到他了。你要寄卖什么？老者目不斜视，轻声询问。楚池淡淡道：“我有一把剑和一枚匕首，
想要寄卖，是黄级的吧？拿来我看看。楚池拿出长剑和匕首，递给老者。老者桌子上有3块石头，石头的品质各不相同。他拿着剑和匕首一一斩下，长剑只勉强在第2块石头上留下了痕迹，但匕首却在第3块石头上留下了痕迹。老者点了点头道：这把剑是黄级中品，这把匕首黄级上品。你是都要寄卖吗？剑只是黄级中品吗？楚池微微皱眉，随后问道：大概能卖多少？黄级的武器非常稀少，这把剑至少10万强体金起，至于这把匕首，估计30万强体金左右。30万？楚池大吃一惊，30万，换做以前想都不敢想啊！楚家10代人怕是都够用了。这时老者继续道：也是用匕首的人太少了，要是刀剑，价格绝对超乎想象，绝对不止30万。楚池思考了一下，道：剑我留着，匕首卖了吧。楚池得到的是剑道传承，剑的等级虽然低一些，但用起来绝对比匕首顺手。当然，楚池其实连匕首也不打算卖，这东西用来近距离偷袭，绝对是出乎意料。但他担心万一晚上有什么拍品，是他非常需要的东西，自己却不够钱买，所以只能暂时将匕首卖掉。好，这是寄卖合同，你看一下，我方会收取成交价的15%当做酬劳。15%真黑，心里这样想，但楚池还是签了寄卖合同。小兄弟，免费送你1张门票，这张门票价值100淬体金。闻言，楚池心里有些惊讶，进入拍卖场的门票居然要100淬体金，不知道楚家村的拍卖场什么时候开始建造。止住内心的想法，楚池拿着门票离开了房间。太阳落山后，拍卖会开始了，楚池凭票入场，他手里的票有座位号。他坐在一层大厅里，手里拿着1114号号码牌，楚池四周观望了一下，这拍卖场怕是能容纳下至少3000人。除了一口的大厅，2楼还有包间，包间里的人才是真正的有钱有权。此刻1号包间，宇超坐在沙发上，魁梧汉子站在他的身后。至于周于心，他像是受伤的兔子，蜷缩在角落一动不动，也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死了。大少爷，他好像晕过去了，要弄醒他吗？魁梧侍卫恭敬开口。宇超淡淡道：不用管他，狗累了也是需要休息的，我也可以专心拍卖。爷爷说今天晚上的拍品很可能有月星草。月星草，人级极品提升修为的灵药，它可以让凡人境8层的修者直接将修为提升到凡人境9层巅峰，只要拥有强体精，进入强人境指日可待。魁梧汉子阿谀道：大少爷，如果有月星草肯定是你的。宇超高傲地道：废话，不是我的还能是谁的？爷爷已经打了招呼了，如果真有月星草，让宇家人都别同我抢。大少爷，家主对你真好。那是自然，谁让我是少家主呢？对了，阿大，我让你叫的人你叫来了吗？应该快来了。阿大的话刚落，敲门声传来。到了。阿大立马打开房门，一位少妇从外面走了进来。这少妇身穿旗袍，前凸后翘，她夹着双腿，似乎有些别扭。进来之后，她咬牙开口道：大少爷，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我怕我丈夫知道。是吗？但昨晚你不是这样说的，你说的是用力。楚池坐下后给自己戴上了一个牛头面具，这样做是尽量保持低调，万一雨峰也来参加拍卖了呢？在没确定好具体杀人计划前，能低调就低调。没有等多久，一位女主持人走上了拍卖台。这女主持人身材霸道，容貌靓丽，一双媚眼更是勾人欲火。大家好，4年一次的大型拍卖会又来了，我是今晚的主持人玫瑰。女主持人玫瑰说了一些客套话，便直接进入主题。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一件拍品。大家也知道，第一件拍品就算不是压轴物品，也一定是供不应求的抢手货。我敢保证，这第一件拍品人人都想要。玫瑰小姐，不要卖关子了，赶紧竞拍吧，我们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是啊，直接开始吧。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大家请看。玫瑰拍了拍手，一位漂亮女子端着一个盒子走到了玫瑰身边。玫瑰当着众人的面打开了盒子，盒子里躺着一株像是月牙一般的草。看见这株草，全场所有人都不淡定了。月星草，是月星草，这一次果然有月星草，我来就是为了它啊！所有来参加拍卖的修者们全部疯狂了，就连楚池的眼里也露出了光芒。月星草绝对是非常稀缺的灵药，这东西他用不上，但正好给哥哥留着啊！这月星草他一定要拍到。没想到第一件拍品
就是他志在必得的东西。此时1号雅间，哈哈，果然有月星草。宇超裤子都脱了一半了，又穿了起来。他来就是为了月星草，运动什么时候都可以做，月星草绝对不能错过。相信大家都猜到了这是什么？不错，这正是月星草。这是一株人级极品灵药，可以将凡人境8层的修为直接提升到巅峰。月星草虽然对强人境无效，却可以买来送给家族晚辈。这株月星草起拍价1万淬体金，每次加价不能低于1000。现在竞拍开始，1万。楚池忽然发现他买的资料预估价一点都不准啊！玫瑰的话落，全场所有人都在竞价，每个人都在举手中的竞价拍，这场面太壮观了。1万淬体金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很快价格就从1万涨到了3万、5万、8万，我出10万。3号雅间直接叫价10万，这个价格是一个分水岭，大厅里大部分人都在叹气。10万淬体金绝对是一个天价，像楚家这样的小家族经营几十年，怕也就只存得到这么多淬体金，也只有私家村里的家族获取淬体丹容易一些。11万、12万，价格依旧在上升。20万。就在这时，宇超叫价了，一开口就涨了8万，这绝对是财大气粗啊！但宇家有这个实力，宇超这次来参加拍卖，得到了爷爷的支持，他不需要担心钱不够。什么20万？这价格一出，全场人都皱起了眉头。以往也出过月星草，但月星草的价格叫到最后也才20万淬体金，但今天才这么一会就到了20万了。玫瑰咯咯一笑，开口提醒道：1号雅间的客人出价20万，还有人出价更高吗？话落，这才有人继续加价。21万。5号雅间的客人出价21万、23万。3号雅间的客人出价23万。1号雅间，雨峰站在玻璃窗前，眼神戏谑地道：还真的有人同我抢，但有这个资格吗？30万。雨峰再次加价了，每次加价的幅度都很大。此刻已经有人在议论了，1号雅间的是谁？这么财大气粗？不知道，但应该是宇家的人，只有宇家才这么有钱。我靠，宇家出手，谁敢同他抢啊？四周人的议论还没有落下，3号雅间再次开口了：35万。什么？这3号雅间的人是谁？怎么敢同宇家抢东西？难道是别的私家村来的？1号雅间，宇超皱起了眉头，好像真的有人要同他抢。40万。宇超再次加价，这月星草他要定了。他爷爷说过，让他尽管叫价，淬体金而已，像宇家这样的村长之家不是很在乎，因为高等级的晶体可以兑换成为低等级的晶体，比如1颗强体晶可兑换100颗淬体晶，但淬体晶却无法兑换强体晶。这个规矩能让大势力更好地掌控小势力，控制资源就是控制别人成长。45万。3号雅间丝毫不退让，所有人确定这3号雅间的人肯定是附近私家村的人，资源谁都想要，越多越好。1号雅间，阿大皱眉道：大少爷，这3号雅间的客人似乎铁了心要同你抢，要不要我去打个招呼？也好，你去告诉他，这月星草我宇家要定了，就说这话是我爷爷说的。大少爷放心，我知道怎么说。阿大转身离去。此刻玫瑰开始倒数，3号雅间出价45万颗淬体金，还有人比这个价格更高吗？45万第一次，45万第二次。大厅，楚池看了一眼1号雅间，雅间的玻璃有些反光，看不见里面是什么情况。1号不抢了吗？那我就得出手了。楚池身上虽然没有多少淬体金，但他在寄卖大厅的时候就打听过，强体金可兑换淬体金，比例是1比100，也就是说1万颗强体金可兑换100万颗淬体金。他原本是没有这么多强体金的，还得感谢吴家的老者给他送钱啊。这月星草他也要定了。就在楚池打算竞价的时候，宇超再次开口了：46万。这一次只加了1万。1号雅间的客人出价46万颗淬体金，还有出价更高的吗？46万第一次，46万第二次，50万。3号雅间又加价了。宇超却不急，他知道应该是阿大还没有到，在玫瑰倒数第二次的时候他才继续加价。51万。1号雅间出价51万颗淬体金，还有更高的吗？51万第一次，51万第二次。这一次3号雅间的客人没有再加价，玫瑰已经抬起了手中的锤子。宇超这才笑了，阿大做得不错，看来他说动了对方。
这里毕竟是雨家村，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51万。第3，眼见玫瑰的锤子就要落下，大厅里楚池举起了手中的号码牌。51万01千，他的声音像是一颗重磅炸弹，人群瞬间就炸了。这一刻，所有人都转头看向了他这边。这戴着牛头面具的人是谁？坐在大厅却敢同雨家叫价，这人太虎了吧？估计也是附近私家村的人。他戴着牛头面具就是想隐藏身份。这次拍卖会还真是藏龙卧虎啊！此刻1号雅间，宇超的笑容凝固了。他本来都以为这月星草已经到手了，但怎么中途又杀出了一个程咬金？55万。惊愕之后，宇超再次竞价。楚池立马举起号码牌。55万01千。60万。60万01千。我靠，这1114号到底是谁？每次加价只加底价，这是明摆着同宇家作对啊！此时1号雅间阿大回来了，他看得清楚，大少爷都快气炸了。他开口道：大少爷，还是我去处理吧。不用，我亲自来。70万。这一次宇超直接加价10万。加价之后他还加了一句：这位朋友，我是宇家的少家主宇超，月星草与我有大用，还请这位朋友给我宇家一个薄面。宇超的话还没有说完，楚池的手又举起来了。怪不得他觉得1号雅间客人的声音有些耳熟，原来是宇超。既然知道对方的身份，他就更加不可能给面子。何况宇超在他楚池面前压根就没面子。70万01千。楚池淡淡开口。此话一出，全场诡异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这1114号到底是何方神圣啊？这是摆明了不给宇超的面子。不，这已经不是不给面子那么简单，这简直就是伸手打宇超的脸。此时1号雅间里，宇超牙都快咬碎了。身为宇家少家主，他从未像现在这样丢人，他恨不得马上将1114号千刀万剐。75万。这位朋友，你确定不给我宇家面子吗？你难道不想走出宇？宇超再次开口了。这一次他的话再次被打断了，但不是楚池，而是主持人玫瑰。够了！玫瑰忽然一声冷喝。有些人是不是忘了，这里是天下拍卖场，在这里威胁客人就是坏了我天下商会的规矩，是同天下商会作对。你确定要如此吗？玫瑰的身上浮现出了一股森冷寒意，哪怕隔着玻璃，宇超也感受到了。他立马冷静了下来。是他冲动了。虽然私家村有拍卖场，但拍卖场却不归私家村管，而是归天下商会。拍卖场不仅是由天下商会建造，里面的东西也是由天下商会提供。宇家不知道天下商会有多大，他只知道这个商会惹不起。现在道歉，否则滚！玫瑰的声音不停在四周回荡。敢对宇家少家主说滚，他怕是头一个。但他有这个资格，别说对宇超说滚，哪怕对宇家家主说滚，也无人敢反对。闻言，宇超捏紧了拳头，非常不甘心地道：抱歉。玫瑰的表情这才变得温暖了一些，他笑着道：1号雅间出价75万颗淬体金，还有人继续出价吗？玫瑰问这话的时候，是看着楚池的楚池立马举起号码牌。75万01千。还是加底价，似乎就是要将宇家的人给气死。此刻宇超已经胸闷气紧，他的脸涨得通红。太耻辱了，这是他这么多年来最耻辱的一天。好一会他才缓了过来，随后开口道：爸。声音还没有喊出来，房门忽然被推开了，一位杵着蛇头拐杖眼神阴郁的老者走了进来。二老爷。阿大弯腰行礼，神色恭敬。老者根本没有看阿大，朝宇超开口道：不用继续叫价了。此人明显也对这月星草志在必得。二爷爷，你怎么来了？这老者是宇家的二老爷宇通达。你爷爷让我来看着你，就是怕遇到这种情况你意气用事。现在停止吧。停止？可是二爷爷，月星草。宇通达挥了挥手，月星草就算被他得到了，也还在宇家村，你怕什么？二爷爷，你的意思是？宇超眼神一亮。宇通达冷冷一笑，此人这么不给我宇家面子，在拍卖场我们奈何不得他，但出了拍卖场就是我宇家的地盘。我很想知道他到底是哪个村子的人，难道不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吗？二爷爷，那要通知我爷爷吗？怎么？你觉得我对付不了这个人？这倒不是，只是爷爷来要稳妥一些。你多虑了，我听他声音，观他气息，年纪定然不大。两人说话间，玫瑰落锤了。75万01千。
成交。虽然已经确定放弃月星草，宇超还是觉得心里憋屈。你过来！他伸手指着少妇，眼神中充满怒气。少妇刚刚走过去，就被宇超一把按住了脑袋。见此一幕，阿大非常懂事的用魁梧身躯挡住了宇超。下一刻，宇超闭着眼，重重呼出一口气，舒服多了。一旁，宇通达脸色没有多少变化，似乎对这一幕见怪不怪了。他站在窗子前，目光死死地盯着戴着牛头面具的楚池。恭喜1114号客人拍的月星草，稍后会有工作人员来跟你对接。对了，顺便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确定自己有足够的钱，要是拍到东西没钱付，初犯、断双手，再犯掉人头。玫瑰的声音再次传来，他绝对是一位强者，因为他每次皱眉，四周的温度似乎都下降了几度。他的话落下不久，一位工作人员来到了楚池身边。客人您好，刚才您拍了月星草，请问是现在买单，还是最后一起结算？最后一起结算吧。好的，那我就不打扰您。这月星草您先收下，祝您愉快。工作人员转身离去，显然他也知道楚池有东西在寄卖，也没有让楚池现在就付钱，没有先给钱。这牛头面具的男子看来来头不小啊。四周的人面色惊讶。此时玫瑰的声音再次传来了，接下来请上我们的第二件拍品。玫瑰拍了拍手，两位女子抬着一个剑匣子走了上来。玫瑰打开剑匣，里面的确躺着一把剑，但这是一把断剑。一般来说，剑断就等同于剑毁了。再强大的剑，只要断掉，不管曾经是不是神兵利器，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脆弱，就好像铁在慢慢生锈一样。怎么是断剑？这断剑也能拿来拍卖吗？此刻楚池看见这把断剑，神色却有些异样。大家安静，你们是不是觉得天下商会没有好东西了，居然拿一把断剑上来？但其实这是我天下商会在给大家送福利。玫瑰说着拿起了剑匣子里的断剑。这把剑太大了，如果没断，肯定是一把巨剑。不知道是剑太重，还是玫瑰手滑了，断剑从他手中落下。下一刻，让所有人惊愕的一幕出现了，断剑落地后直接插在了地上。诸位看见了吧？这把剑哪怕断了也异常锋利，它的锋利程度相当于黄级下品武器。但这不是我们将断剑拿来卖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把剑材料特殊，非常坚固，黄级上品武器也击不碎。玫瑰说着，手里出现了一把长剑，这是我用的武器，黄级上品。诸位请看。玫瑰斩向了断剑，现场火光迸射，断剑却没伤到丝毫。什么？居然能抵挡黄级上品武器？这剑多少钱？终于人们有了兴趣。虽然断剑会越来越脆弱，但至少现在这把剑还能堪比黄级。我都说了，这把剑相当于送福利，售价只需要1000颗强体晶。这价格一出，小势力的人纷纷摇头。1000强体晶还少，现在开始竞价，每次加价不少于100。玫瑰的话落，现场立马有人加价。小势力或者散修认为1000强体晶太多，但对大势力来说，1000强体晶还承受得起。最重要的是，这把断剑可抵挡黄级上品武器，就算随着时间流逝会越来越脆，但怎么着也能用个1-2年，就冲这一点还是值得的。很快，这把断剑的价格就来到了1万强体晶，这绝对是天价了。这时候已经没有多少人出价了。1号雅间客人出价1万颗强体晶，还有更高的吗？玫瑰的声音传来了，现在的价格正是与家人报的。此时1号雅间，宇超依旧按着少妇的头。二爷爷，看来是没人跟你争了，不过只是为了一把断剑，值得吗？这可是消耗品啊。宇通达淡淡回答道，我过几天要去送货，会经过一处危险的地方，这件倒也用得上。二爷爷，也就是你。换做其他人怕是都舍不得1万强体晶，虽然不多，却也绝对不少。两人说话间，玫瑰开始倒数了。1万强体晶，第一次；1万强体晶，第二次。玫瑰举起锤子，已经打算落锤。就在这时，楚池举起了手，10100。哗！此话一出，全场震惊，所有人的目光又集中在了楚池身上。什么？1114号又开始抢了？我去，一把断剑都要抢，他到底是谁？是同宇家有仇吗？怎么专门抢宇家的东西？这一刻，所有人都认为楚池同宇家有仇。又是他，二爷爷，他肯定是故意的，就是在针对我们宇家。宇超太愤怒了。当然，
不仅他愤怒，宇通达也愤怒。此人抢月星草还说得过去，毕竟这东西每个家族都想抢，但一把断剑而已，何必呢？找死！找死！宇通达眼神露出了杀意。这个戴面具的小辈欺人太甚，真的当他宇家好欺负吗？他是不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是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宇通达没有继续叫价，既然此人是故意针对宇家，他继续叫价只是白白让拍卖行得了利益。他已经决定等拍卖会结束就弄死这个面具人。1114号客人出价10100颗强体金，还有出价的吗？10100第一次，10100第二次，10100第三次，成交。玫瑰落锤了，直到他落锤，宇通达也没有再竞价。我靠，宇家没有叫价，是吃了这个哑巴亏吗？这个人惹不得，惹不得。1号雅间，宇超看了一眼宇通达，他忽然朝阿大开口道：阿大，去将村南阳老五的媳妇带过来，我二爷爷也需要发泄一下。是。阿大二话不说，转头离去。宇通达并没有阻止，他现在心情郁闷，念头的确有些不通达，是要释放释放。他的侄孙挺懂事的，恭喜1114号客人拍的这一把断剑。现在请上第3件拍品。拍卖台上，玫瑰继续竞拍。2位女子端着剑匣子走下台后，直接来到了楚池身旁。客人您好，这是您的剑。楚池点了点头，将剑匣子放在了脚下。此刻他的眼神居然有些期待，他很想打开剑匣子，仔细打量端详这把剑。他很想知道这把剑到底是什么宝贝，居然能让震天鼎产生共鸣。现场的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在故意针对宇家，只有他自己清楚他为什么要拍下这把断剑。那是因为从看见断剑的那一刻，震天鼎就有所感应。此刻剑匣子就在楚池脚下，震天鼎更是在微微颤抖。能让震天鼎产生共鸣的东西岂非凡品？只是他心里很疑惑，一把断剑，而且是只能抵挡皇级上品武器的断剑，哪里有资格让震天鼎产生此等共鸣呢？他太好奇了。但现在明显不是探查的时候，只有等拍卖会结束一个人的时候，他才能安心探查。拍卖会依旧在继续，接下来的东西就显得有些平淡了，都是一些人级上品的武器或者武技，其中有一本是人级上品的体技。体技一出，各大家族争得头破血流，最终还是被宇家得到了。楚池这一次没抢，因为人级上品的体技楚家有一本了。二爷爷，他没有同我们抢了，看来他也知道再抢就不可饶恕了。哼，现在才醒悟，晚了。你叫人随时关注着他，以免他提前离开。宇家人还以为楚池不抢是想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时间流逝，大概40分钟后，全场第2波高潮来了。诸位是不是觉得有些无聊了？怎么都是人级的东西？那接下来的拍品，诸位强人境的高手都会眼红。玫瑰的手里拿着一个盒子，打开盒子，一枚果实展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楚池没有认出这是什么东西，他的见识还有些浅薄，楚家的知识储备也无法让他的见识能有多广。但此刻四周的强人境高手们已经发出了惊呼。果实细长，呈现金色，没错了，这是金针果。都好多年没有出现金针果了，这一次终于等到了。哈哈，12年了，终于等到你。金针果，哪怕被四周的强者提醒，楚池也不知道金针果是干什么用的。金针菇他倒是听说过，看来没事他得多看书，不然今后遇到高等级的灵药灵果他都不认识。他是第一次觉得知识和见识对修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想必已经有人认出这是什么了。没错，这就是金针果。此果不仅有改善人体的作用，还能提升强人境3层及其以下修者1层修为。什么？强人境3层也能提升1层修为？这东西我要了。玫瑰小姐，开始竞拍吧。看来大家已经等不及了。好，现在开始竞价，起拍价1000颗强体金，每次加价不能低于100。金针果的起拍价并不高，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价格有价无市，提升修为的资源何其珍贵，出现一个就少一个。它的真实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2000、3000、5万。短短几分钟后，1000的价格就被炒到了5万。无论是雅间还是大厅的客人都在举牌，但到了5万后，价格的增长已经很慢了。这个价格大部分家族都吃不消。金针果再好，终究也只是皇级下品灵果。此时楚池眼露沉思之色，他在思考要不要竞价。5万的价格的确有些高，但随后他笑了，妈的，想那么多干什么？
反正他白捡了10几万强体金，用了也不怎么心疼。而且他来参加拍卖，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能提升自己修为的东西。既然遇上了，就拍。50100，楚池举牌了。他一举牌，四周修者们都露出了有好戏看的眼神。来了，来了！这1114号的客人又同雨家抢了。或许是冤家路窄，刚才报价5万的正是1号雅间。此时1号雅间，宇通达脸色难看。他原本以为1114号客人想通了，不会再同雨家抢，却没想到对方还是出手了。5万5。宇通达思考了一下，继续加价了。宇超有些惊讶地问道：“二爷爷，你怎么加价了？既然决定要弄死这个人，不如就继续让他花钱将东西拍下，我们最后什么都不用付出，坐收渔翁之利就行了。”宇通达微微摇头：“你不懂，之前他都没同我们抢了，现在却又开始了，这说明什么？”宇超懵逼地道：“说明什么？说明他的修为也是强人境，他也迫切的需要金针果。”宇通达的话如同醍醐灌顶，瞬间让宇超想明白了，要是真让1114号拍的金针果，他估计会直接吃下肚子来提升修为。现在明白我为什么竞价了吧？其余东西都可以让给他，但这金针果必须归我宇家，这可以让我宇家又多一位强人境4层的强者。话落，宇通达又叫价了，因为楚池又加价了100。6万，6万0100，7万，7万0100，8万，8万0100。无论他怎么加价，楚池都是多一个底价。四周的客人们已经从震惊变得见怪不怪了，他们只是很好奇，这个牛头面具男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这样刺激瑜伽。这一刻，众人总算明白为什么这个人要戴牛头面具了。这性格不遮掩一下面容，几乎是死路一条，但遮掩面容，趁着散场人混乱，他确实还是有机会逃走的。8万5千，8万5千0100，两人依旧在竞价，谁都不服谁。很好，很好，10万。宇通达气的声音都尖锐了许多，这一次他直接将价格加到了10万。我的天啊，10万强体金买黄级下品灵药，疯了疯了，这是市场价的100倍啊！村长家的确是财大气粗。楚池只是微微一笑，便再次举起了手中的牌子。10万0。他正准备叫价，玫瑰的声音忽然传来了：10万强体金，成交。声音落，玫瑰的锤子落下了。楚池有些惊讶，他不是在竞价吗？怎么落锤了？似乎明白楚池心中的疑问，玫瑰的声音再次传来：恭喜1号雅间的客人率先以100倍封顶的溢价拍的金针果。100倍封顶，简单4个字让楚池脸色有些不好看。他是第一次来参加拍卖，有些规则并不熟悉。玫瑰的意思是一件拍品的最高价格是起拍价的100倍，谁先达到这个价格，拍品就是谁的。设立这个极限溢价，也说明天下拍卖场心虽然黑，却是有极限的。吃亏了，现在只希望还有能提升修为的灵药灵果吧。楚池微微叹了口气，要是还有机会，他直接叫价10万，不给别人一点机会。此刻1号雅间，宇通达冷冷一笑道：跟我斗，没想到我会直接加价到10万吧。他的话刚落，敲门声传来了：尊贵的客人，金针果我给你送来了，交给我吧。阿大结果金针果走向了宇通达，宇通达将金针果拿在手里看了看，哈哈大笑道：我宇家又要多一位强人境4层的高手了啊。说着，宇通达将金针果收进入储物袋。他没吃金针果，只说明一点，他的修为是强人境4层甚至更高。诸位别眨眼睛，高潮继续，接下来的东西你们肯定也有很大兴趣。拍卖台上玫瑰的声音继续传来。话落，一位女子端着一个长盒子去到了玫瑰身旁。玫瑰打开盒子，一把匕首出现在所有人视线之中。玫瑰拿起匕首，灵活地在指尖转动。我这把匕首的等级说出来大家都有些不信，因为这种等级的武器100年来都没有在雨家村出现过。没错，这是一把皇级上品武器。什么？皇级上品武器？太不可思议了，这种等级的武器就连雨家都没有。修者们惊讶地站起了身体。什么？皇级上品？1号雅间，宇通达和宇超也是神色惊愕，怎么会有皇级上品武器拍卖呢？以往等级最高的也就皇级中品武器，而且这100年来也只出现过2把。不行，不能让别的人得到，否则我宇家会受到威胁。宇通达瞬间就决定了，这把匕首必须他宇家得到，要是流落在外面，绝对是一个威胁。我的匕首吗？不知道能卖多少钱。楚池微微一笑，
终于看到了自己所卖的东西。皇级上品武器有多珍贵，不容我多说。原本我们天下拍卖行是不打算在雨家村公开售卖超过皇级中品的武器的，这样可能会影响村子的平衡。但经过商议，我们还是决定拍卖，毕竟这只是一把匕首。话不多说，这匕首起拍价1万强体金，每次加价不少于1000、2万、3万。修者们开始疯狂竞价。虽然这武器只是匕首，不是刀剑，却终究是皇级上品武器啊！有这把匕首，凡人境在寻找到机会的情况下，都可以杀强人境高手。10万，很快价格就来到了10万。叫价的自然是雨家，但同雨家抢的也不少。3号雅间、4号雅间、5号雅间都在争抢。这些人绝对是附近4家村的人，他们都想要这唯一一把皇级上品武器。很快价格来到了20万。这时候竞价的人就不多了，别的村子的人带的强体金毕竟不多，而且这把剑也不是什么必需品，压轴物品还没上，要是在这里花费太多钱不值得。1号雅间出价20万强体金，还有更高的吗？这可是皇级上品武器，错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20万强体金第一次，20万强体金第二次。大厅里楚池心里有些不爽，那老头不是说预估可卖30万强体金吗？妈的，被忽悠了。虽然20万强体金也很多了，但他还是不满足，谁不想自己的东西价格更高一点呢？楚池原本想自己抬一下价格，但最终他还是没有这样做。他知道他的举动早就触怒了雨家人，对方估计杀他的心都有了。要是他叫价，对方不跟呢？最终这把匕首被雨家以20万强体金的价格买走了。接下来拍卖会进入了枯燥时期，楚池偶尔出手抢了几株人级中品提升修为的灵药，这些灵药他打算给八妹楚莹莹。就在众人昏昏欲睡毫无兴趣的时候，一本皇级中品的武技横空出世，让现场气氛又达到了高潮。因为这是一本少见的身法武技，如果楚池不是已经得到了一本，他肯定也会竞拍。最终这本武技也被雨家以极高的价格拍走了。接下来是一把皇级长剑，拍走这把剑的是3号雅间的客人。雨家虽然财大气粗，但先后拍了那么多东西，除非必需品也不敢再轻易出手了。时间流逝，在快要散场前，终于有了楚池感兴趣的东西。诸位，接下来这株灵药就有些神奇了，可修复强人境破损的经脉。修复经脉的灵药，楚池的眼神瞬间亮了。凤青羽就需要这样的灵药啊！这药材起拍价300强体金，竞价的人居然不少，好多人都在举牌。楚池怕出现什么意外，直接以100倍封顶的价格将药材买了下来。恭喜1114号客人！接下来是本次拍卖会最后一件拍品，也是压轴物品。大家应该都知道，压轴物品要么等级很高，要么很神奇。这次拍卖的压轴物品究竟是什么呢？马上揭晓答案。玫瑰拍了拍手，一位工作人员抱着一块大石头走了上来。工作人员将石头放在地上后，所有人都察觉到四周的天地灵气在向石头汇聚。这难道是黄石？有人惊呼出口。什么？居然是黄石？这东西就算在镇子里也是供不应求啊！天下商会这是给我们送福利了啊！玫瑰笑着道，在座的各位真的是见多识广。没错，这就是黄石。黄石的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聚灵。这块黄石虽然不大，却也能让你修炼起来事半功倍。在没有天地灵药的情况下，别人需要20年才能让体内灵气达到极限状态，而你只需要15年、12年甚至10年。黄石虽然没法直接提升修为，但它聚灵的作用还是足以让修者疯狂。特别是雨家这样的家族，要是早点有黄石，他们的修为会比现在更强。能聚灵的石头，此刻楚池也来了兴趣。好了，话不多说，这块大黄石起拍价5万强体金，每次加价不少于1000。这么贵，5万强体金惊呆了现场的小家族，但类似于雨家这样的家族却知道这价格一点都不贵，因为黄石太珍惜了，供不应求。此次拍卖会能有黄石，绝对是天下商会送的福利。6万、7万、10万，修者们开始竞价了，几乎是几万几万的加价。很快价格来到了30万的天价。这楚池懵了，原本他对这块黄石也有兴趣，但这价格是不是涨得太猛了？都已经涨到30万了，他身上加起来也只是勉强够，但这价格还在涨呢。35万，很快价格来到了35万。
这个价格是1号雅间出的。此刻3号雅间，可恶，没想到会有黄石。这次出门总共也就带了40万强体金，之前拍卖花了不少。唉，雨家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3号雅间的客人知道，雨家的身上肯定也没有这么多强体金，但这里是雨家村，他们完全可以回去拿。36万。此时只有2号雅间在继续加价。2号雅间的客人之前一直未出手，就是想等压轴物品，没想到他赌对了。之前的东西虽然好，但无论是灵药还是武器，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一旦修为提升上来就没多少用了。但黄石却是一旦传3代，人走时还在。还有人跟我抢。37万。宇通达再次加价。4号雅间的客人又跟着加了几次，在价格升到44万的时候，他终究是没有那么多钱了。44万第3次。恭喜1号雅间的客人拍下了本次的压轴物品。我敢打赌，你稳赚不亏。玫瑰终究是落锤了。诸位，本次拍卖会到此圆满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到来，感谢各位工作人员。玫瑰开始说散场语了。此时1号雅间宇通达朝宇超开口道：你还不去跟着牛头男子，等工作人员将黄石交给我后，我马上来找你。二爷爷，你不用急，我早就叫人时刻盯着他，他好像去寄卖大厅了，想来是有东西在这里寄卖。那就好，等拿了黄石，找个合适的地方杀人越货。此时寄卖大厅，楚池拿着之前的寄卖合同找到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确认了一下，这才开口道：这位客人，扣除寄卖费，你还剩下17万5千颗强体金。我这里查询到你还竞拍了几件拍品，是要从里面扣还是？扣吧，扣除之后刚好还剩下12万强体金，这是详表，你看看，你要是觉得没问题，在上面签字。楚池大概计算了一下，又看了看表单，随后签了字。这储物袋里是12万强体金，你点一点，要是没问题就收进你自己的储物袋，要是你的储物袋装不下或者没有储物袋，我们可以将这储物袋卖给你，只收取2万强体金，价格绝对公道。不用。楚池拿着储物袋查探了一下，里面整整齐齐地堆放着强体金，数量应该不差。意念一动，将这些东西全部转移到他的储物戒指中，楚池立马起身离开了寄卖大厅。从寄卖大厅出来时，他已经摘下了牛头面具，并且换了一身衣服。现在怕是没有几个人能猜到，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少年就是多次同宇家抢东西的人。谁能想到一个少年有这么大的胆子呢？楚池一路远去，赶往西客站。西客站虽然地理有些偏僻，却是距离拍卖场最近的一个客栈。此刻楚池出现在了一条小巷，只要绕过这黑漆漆的巷子就能看见西客站，但他刚刚进来就被人拦住了去路。挡路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的汉子。汉子出现后又来了2人，不，准确来说是3人。为首的是一位老者，楚池并不认识，但老者身旁的人楚池已经见过2次了，这算是第3次。正是宇超。宇超的手里牵着一根绳子，拴着的却不是狗，而是周涛的妹妹周于心。看见这些人，楚池眉头一皱，他在拍卖场还是没躲过宇家的眼线吗？宇家有些实力啊。随后他眉头舒缓，嘴角露出了笑容。这些人一路跟来，应该还没有将身上的东西带回宇家，也就说此刻小巷无人，正好可以杀人灭口。他们身上有楚池需要的东西，当然楚池这样想，宇家也是这样想的，这里就是最合适动手的地方。本来宇通达都忍不住要出手了，但看清楚楚池的容貌后，他却皱起了眉头。阿大，你确定没跟错人？二老爷，确定，我是一直从寄卖大厅跟着出来的。他就是牛头面具人。真没想到同我抢东西的居然是一位毛头小子。小子，既然你不要命，老夫就宣布你的死刑。你在拍卖场里得到的东西归我宇家了。宇通达算是明白这小子为什么戴牛头面具了，他是在故弄玄虚，让人误以为他有多大势力。小子，死！宇通达冷喝了一声，正准备下杀手，却发现楚池的身体先一步动了，身如游蛇，速度极快，只是眨眼之间就到了3人眼前。宇通达眼皮一跳，这速度太快了，他都差点捕捉不到，这绝对是身法武技，而且等级不低。但宇通达丝毫不慌，他的手里出现了一把匕首，这小子靠近他就是自寻死路。匕首带起一道寒芒，像是闪电刺向了楚池的脖子。本以为这小子必死无疑，却未曾想一把巨大的断剑横挡在了这小子脖子前。枪的一声，火光迸射，
黄级上品匕首并没有将断剑刺穿，这断剑正是拍卖会上的那把。宇通达正准备变招，楚池的身体已经游动到他的身后，他的眼角捕捉到了一道光亮，光亮落下后，他感觉根本控制不了身体，他的身体似乎不受大脑控制了。他的视线中是不断变大的地板，咚咚咚，重物落地的声音传来，那是宇通达的脑袋滚落在了地上。宇通达死，他被楚池一剑秒杀。此刻楚池手中拿着的不是断剑，而是那一把没有被拍卖的黄级中品长剑。安静，现场诡异安静了下来。阿大的全身瞬间布满了冷汗，而宇超则是一脸懵逼，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阿大正准备叫一声少爷快跑，才刚刚张嘴，他的喉咙就发不出声音了。楚池的剑击穿了他的喉咙，拔剑之后顺势横斩，一旁的宇超也掉下了脑袋。月色下还站着的人只有楚池，而楚池身旁是跪着的周瑜星。此刻周瑜星空洞的眼神似乎多出了一抹色彩，那个禽兽死了，他终于死了。这时一只手朝他的脖子伸来，周瑜星没有害怕，反而闭着眼睛主动伸长了脖子。这是要杀自己灭口了吗？太好了，他解脱了，他终于可以去死了。这之前他受尽屈辱，却不敢求死，因为那个畜生说只要他死了，他哥哥也必死无疑。现在他终于可以离开这个操蛋的世界了。哥，来世再当你妹妹不？我不想要来世，活着太痛苦了。只听砰的一声闷响，周瑜星失去了意识，但他不是死了，只是被楚池打晕了过去。打晕周瑜星是因为楚池不想浪费口舌同周瑜星解释他是谁，为什么不杀他。此地不宜久留，根本不是废话的地方，他必须趁现在没有人赶紧离开。在宇通达等人的身上收了一下，他扛着周瑜星快速离去。20分钟后，村中心风云客栈，楚池刚刚进来就看见坐在一口大厅里像是石头一样的周涛。楚池说让他等消息，但他担心楚池不知道他住的哪个房间，所以他一直待在大厅。此刻看见楚池，他暗淡的双眼释放出了熠熠光芒。楚池的肩膀上扛着的正是他的妹妹。成功了，他真的成功了。他大步上前想说些什么，楚池开口道：先回房间。周涛立马带路。进入房间后，楚池将周瑜星放在了大床上，刚刚转身，周涛已经跪在了地上。多谢恩公，从今往后我这条命就是恩公的，恩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妹妹她没事吧？楚池淡淡道。你起来吧，她没事，只是被我打晕了。周涛这才松了口气，他起身去到了床边，摸了摸周瑜星的脸。这举动瞬间惊醒了周瑜星，他像是惊弓之鸟，蜷缩在墙角。不要动我，不要动我，滚开，都滚开。他紧咬着嘴唇，鲜血都流了出来，他却浑然未知，这是被欺辱后下意识的应激反应啊。周涛一脸心疼，妹妹，是我，是哥哥。周瑜星这才抬起头，哥。看清楚周涛的脸后，他哭了。周瑜星一把抱住了周涛，他的眼泪不停往下掉。没事了，没事了。周涛拍打着周瑜星的后背，不停安慰。哭了一会，周瑜星开口道：哥，你没事，我就放心了，你好好活着。周瑜星微微张嘴，打算咬舌自尽，但他刚刚有动作，楚池就捏住了他的嘴巴，他只能发出呜呜呜的声音。恩公，你这是？周涛一脸疑惑。楚池开口道：他想自尽。话落，啪的一耳光打在周瑜星脸上，这一巴掌让周涛一脸懵逼，正想说什么，他感觉一把剑抵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动手的依旧是楚池。楚池眼神冷漠地道：你要是自杀，我就杀了你的哥哥。楚池知道现在的周瑜星生无可恋，他唯一还在意的就是周涛，那他就懒得说什么安慰人的话。周瑜星受过的折磨和虐待也不是安慰就能起作用的，他知道周瑜星的身体早就不是完璧，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这些日子受过多大的屈辱。不要杀我哥。果然只有周涛的性命受到威胁，女子才会就范。楚池再次开口道：你的命是我救的，我不会白白救人，我也没有那么高尚。你这姿色勉强可以当我的仆人，你哥可以当我的马夫，你若自尽，我必杀他。不信你可以试试。一旁周涛看了一眼楚池，他终于明白了，楚池是故意这样说的。这话不仅可以威胁脑袋一片混乱一心求死的妹妹，还是变相给了他们一个去处。楚池一句话都没有安慰他们，却给了他们最大的安慰。这个少年的心思怎么如此细腻啊？不要，只要你不杀我哥，做牛做马都可以。周瑜星抱紧了周涛，
他看着楚池的眼神充满了恐惧。他忽然记起之前杀宇超的不就是这个少年吗？这个人太残忍，下手太狠了。他丝毫不怀疑楚池真的会杀他哥，这才对。你们两个先离。楚池本来想让周家兄妹先离开雨家村，但话还没有说完，外面忽然变得喧嚣。没多久，一声大吼从大厅里传来：雨家有令，从这一刻起，客栈里所有人都不得离开客栈半步，等候盘问，若有擅离者，格杀勿论。楚池打开房门，朝楼下一看，说话的是一位雨家巡逻的侍卫。这侍卫大吼之后，留下2人守住客栈前门和后面，又去了别处。同一时间，雨家各大酒楼、茶馆、饭店全部都收到了禁足的通知，所有人待在原地，不得妄动。街道上更是有骏马奔驰，马背上有人高呼：封锁所有进出口，从现在起，村子只进不出。这动静瞬间引爆了整个村子。怎么忽然锁村了？不知道，应该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我知道是什么事情，雨家大少爷和2老爷被杀了。什么？在雨家村谁敢杀雨家人？这是不想活了吗？这消息假的吧？不是假消息，因为我就是发现雨家大少爷尸体的人。客栈里，楚池关上房门，微微眯着眼睛。雨家的动作比他料想的还快，想来是他刚走不久，就有人发现了尸体。此时周涛开口问道：恩公，这动静是因为你吗？我一直都没问你，你是怎么救出的我妹妹？还能怎么救？当然是杀了她。你杀了宇超。哎，现在全村戒严了，我们要是乱走，必定会被发现，是我连累了恩公。恩公，现在怎么办？楚池耸了耸肩，还能怎么办？杀出一条血路呗。杀出一条血路？这不可能。麻烦是麻烦了点，但没有什么不可能。楚池微微一笑，虽然事情朝着最差的那一幕发展了，但并不表示他就脱不了身。之前楚池没有得到黄级宝剑，对自己没有多大信心，但现在的他不仅会黄级中品身法武技，还得到了黄级中品武器，哪怕修为没有提升，他也无惧雨家。试问有几个人能挡住他手中的剑？对了，老者的储物袋也在他这里，不知道金针果还在不在？意念一动，楚池这才开始探查老者的储物袋。这一探查，楚池嘴角露出了笑容，的确如同他想的那样，在拍卖场拍得的东西都在里面。黄石、黄级中品身法武技，他的那把黄级上品匕首都在其中，甚至金针果也在里面。他居然没有服用金针果。楚池嘴角的笑容越加灿烂了。他本来没有抱什么希望，没想到金针果也在里面。这么说，老者的修为原本就是强人境4层。这金针果他拍下来是给雨家人的，而不是给他自己的，这倒是便宜了他。原本楚池就有信心能杀出一条血路，要是有了这枚金针果，今夜注定是雨家的不眠夜。吃，没有丝毫迟疑，楚池吃下了金针果。其实金针果在强人境3层的时候服用最合适，但楚池为了保证今晚万无一失，还是毅然决然的服用了。万一情报不准确，宇正然的修为比想象中的还要高一点呢。金针果下肚转化成为奇特的能量，这些能量甚至不需要运转大道自然诀，自动化为了一颗颗金针。金针如浪潮主动涌向了第3条双子脉。只是几分钟后，第3条双子脉出现在了体内。楚池的修为提升到了强人境3层，现在的他什么兵器都不用，也能对付强人境5层的强者。雨家没有威胁了。楚池睁开双眼，朝周涛开口道：我出去一趟，你们就在这里等我。恩公，你要出去？难道你真打算杀出一条血路？之前是这样想的，但现在不了。我不是要杀出村，而是杀向雨家。雨峰还没死呢。楚池这次来雨家就是为了杀雨峰。雨超和那位老者只是自己撞上了枪口。声音落，楚池翻窗上了屋顶。月色下，他飞檐走壁，冲向雨家大宅院。何人？站住！不能让他跑了，他肯定就是凶手。楚池刚刚有动作就被发现了。巡逻的侍卫们有的跳上房屋，有的就在地上追赶，但他们的速度哪里有楚池快？这些巡逻的人连一位强人境都没有。这群人正准备释放信号弹，将雨家的强者引过来。有人惊呼道：不对，他没有往村外跑，他跑的方向好像是雨家。这是慌乱中跑错了方向吗？雨家就在村子中心，风云客栈的东边大概1000米就是雨家大宅院。1000米并不远，只是1分钟后，楚池就来到了雨家大门口。月色下，他看着雨家的牌匾，嘴角露出一抹微笑。只是这笑容
藏着刀。他停了，这身后的追兵面面相觑，这什么情况？难道此人不是凶手？不然他为何来雨家送死啊？惊愕间，楚池双脚一踏，像是展翅大鹏，直接跳进了雨家。刚刚落地，他就一声大吼：“雨峰何在？速来见我！”他的声音响彻整个雨家，余音绕梁，久久不灭。何人闹事？找死！雨家人当时就怒了，他们本来就在气头上，这时候居然还有人闹事，这不是找死吗？大吼落，雨家的人先后出现在前院，他们手持长剑，将楚池围在了最中间。小子，你是谁？一位老者皱眉询问。这老者正是雨家家主雨正然。他万万没想到闹事的是一位年轻人。楚池还没有说话，雨峰忽然发出了惊呼：“楚池，你居然敢来雨家！”他就是楚池，那个毁了我雨家计划的人。小子，我们没去找你，你居然主动送上门了。雨家原本是扶持庞家的，在他们眼里，飞云村肯定姓庞，但雨峰回来却告诉他建村名额被楚家抢走了，这太让雨家震惊了。要知道，他们之前可是派了一位强人境高手去帮助庞家灭楚家。雨峰回来，他们才知道，那位雨家人被暗器射杀，之后庞家更是在建村考核中被楚家弄死了。雨家虽然愤怒，却只能哑巴吃黄连。他知道楚家肯定也有高手在支持，否则楚家怎么会直接得到建村令牌呢？所以这事情只能不了了之。但他真的没想到会有楚家人自己来雨家送死。雨峰，你也在啊？那我就放心了。说吧，你是自杀还是我杀？楚池盯着雨峰，那眼神像是野兽盯着猎物。哗！此话一出，全场哗然。谁都没想到，在被雨家人围住的情况下，这小子居然口出狂言，这是没将他们放在眼里吗？妈的，这个小子太嚣张了！哼，嚣张的年轻人我见多了，这么嚣张的还是第一次见。大哥，请允许我杀了他，通达死了，我本来就很伤心，我要杀人泄火。一位老妪忽然上前了一步，这老妪身体很胖，满脸横肉，他的手里拿着2把流星锤，这姿态就是一个字：猛。雨正然点了点头，我理解你的心情，那就由你出手杀了这小子吧。另外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凶手，我雨家人不是那么好杀的。多谢大哥。老妪体战灵光，抡着流星锤，像是巨型猛兽冲向了楚池。楚池摇了摇头，只说了2个字：好丑。飞吧。声音落，楚池举起了手，金色灵气形成的巴掌扇向了老妪。不自量力。老妪一脸不屑，随手举起流星锤抵挡。但当灵气巴掌落在流星锤上后，他的脸色瞬间变了。这看上去随意的一击，却充满了无上伟力。他居然抵挡不住，他的手臂快速后退，流星锤贴在了他肥胖的脸上。随着砰的一声闷响，空中血肉横飞，老妪的脸被他自己的锤子砸得粉碎，半边脸血肉模糊。他的身体更是在空中旋转了好几圈，才化作一道抛物线，砸在了院墙之上，坚硬的院墙砸出一个深坑。落地后，他再也没有站起来，也不知道是晕过去了还是死了。什么？这一瞬间全场皆惊。这老妪虽然其貌不扬，但他的修为可是强人境3层啊！强人境3层被一巴掌拍飞，这怎么可能？就在众人惊愕间，雨峰忽然发出了惊呼声：爷爷，救我！爷爷！众人转头一看，雨峰的全身被金色灵气缠绕，金色灵气的那一头正是楚池。刚才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老妪身上，这给了楚池轻松拿捏雨峰的机会。他隔空将雨峰举了起来：小子，你想干什么？赶紧放手！一位中年冷喝开口，他是雨峰的爹雨惊云。我想干什么？当然是杀死他。楚池的话落，雨正然冷喝道：小子，你敢！他要是有个3长2短，我发誓你……雨正然的话还没有说完，楚池冷冷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冷傲如鹰。有时候反驳一个人根本不需要说任何废话，一个眼神就够了。下一刻，楚池咧嘴一笑，只说了一个字：爆。楚池伸出的手掌猛然一捏，砰的一声闷响，空气中传来了一股血腥的味道。雨峰的身体直接被楚池隔空捏爆了，小小凡人境的修者轻松拿捏。不，雨惊云目赤欲裂，雨正然的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这个小子太猖狂了，当着他雨家这么多人的面，居然真敢杀人。他忘了这里是雨家吗？
他用手指着楚池的脸，咬牙切齿地道：“将他碎尸万段！”断字一落，所有羽家人手持刀剑冲向了楚池。小子，死！杀！杀！杀！冲在最前面的是强人境4层的强者，人还没到，灵气形成风暴，压向了楚池。楚池丝毫不惧，金色灵气透体而出，形成了金色的铠甲，正是天地霸铠。所有人的攻击落在他身上，连铠甲都击不碎，哪怕对方手中拿着的是黄级下品武器，刀剑落下也只是带起了阵阵火花，火花绚烂，像是有人在放烟火。此刻楚池伸出了手，抓住了一位老者的手腕。这老者是羽家的三老爷，也是强人境3层的修为，但他发现他居然挣脱不开楚池的手。楚池的手像是一把钢铁巨钳，就在他准备拿出吃奶的力气时，楚池微微一甩，羽家三老爷的身体直接被甩飞。楚池摇了摇头，看了一眼四周依旧在朝他的攻击人，他戏谑一笑，只说了4个字：立威犯否。羽家人先是一愣，反应过来后全部气得牙痒痒，一些心胸狭隘的人更是气得吐出一口鲜血。这4个字羞辱的意思太明显了，哇呀呀呀，太嚣张了，弄死他，弄死他！我就不信击不碎他身上的铠甲。羽家人全部疯狂了，正准备加大攻击，羽正然的声音传来了：退下，你们不是他的对手。说着，羽正然挥了挥手，灵气如同一面墙，将四周的羽家人推开了。他上前一步，恐怖的气势释放而出，这气息根本不是强人境4层，也不是5层，而是强人境6层。周涛虽然是羽家的下人，但下人的消息怎么可能准确？他们能知道的消息都是羽家想要让他们知道的消息，目的就是为了让敌对势力的人看低他的最强战力。气息释放，尘土飞扬，院子中间的落叶自动旋转，形成风暴。下一刻，羽正然的手中出现了一把大刀，大刀在月光下闪烁着寒芒。这是羽家的黄级中品武器，黄级中品可伤强人境6层以下修者，一刀在手，天下我有。死！他大喝了一声，身体像是一道闪电冲向了楚池，举刀的手快速落下。这一刀快、准、狠。他的本意是将楚池的身体一刀两断，但谁曾想这小子的身体像是游蛇，居然躲开了。这一刀没有击中楚池的身体，只是击中了他身上的灵气铠甲。这看上去坚不可摧的灵气铠甲被一刀斩散。一刀未果，羽正然顺势横拉大刀，似乎要将楚池的身体拦腰斩断。枪！下一刻，钢铁交鸣的声音传来了。楚池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把长剑，这把剑挡住了他的大刀。羽正然眉头一挑，惊呼道：你居然也有黄级中品的武器？难道杀羽超和羽通达的也是你？恭喜你，猜对了。楚池并没有否认，反正杀1人杀3人，结果都是一样的。死！你必须死！乱罡风刀法。羽正然眼里的仇恨又强盛了几分，他下手再也不留情，直接施展出了羽家的家传绝学黄级中品刀法武技乱罡风刀法。爷爷居然用刀法了，这小子绝对会死在风暴之下。四周的人纷纷冷笑，他们看楚池的眼神已经像是看一具尸体。刀法和剑法一样，非常难学。羽正然也是经营了整整20年，才将此刀法入门。虽然不能越层杀人，同境界修者，羽正然自认为没有对手，但很快他就知道他错了。他的刀法才刚刚形成灵气风暴，还没有打出，楚池的身体像是游蛇，忽然扭曲，他的身体出现在了羽正然身后。但羽正然终究是强人境6层高手，虽然惊讶，却还是第一时间反手举剑抵挡。他知道楚池绕到他身后，肯定是打算一剑刺穿他的脑袋，同时他的身体释放出了璀璨灵光。这样一来，就算剑没挡住楚池的攻击，他的护体灵气也挡得住。黄级中品武器能伤强人境6层以下的强者，对强人境6层的伤害并不大。只要不是大意，没用灵气抵挡，就不会有生命危险。下一刻，只听枪的一声响，这是兵器撞击形成的声音。羽正然判断对了楚池的意图，但就算如此，羽正然也没有第二个动作，他的身体那就那么诡异地僵在了原地，直到楚池轻轻一推，羽正然的身体轰然倒地，哪怕倒在地上也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呆了，猛啊！这一幕让四周所有羽家人目瞪口呆，有的羽家人更是不停揉眼睛，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有人更是惊呼道：什么情况？
这到底是他妈的什么情况？从气势上占据来看，明明一切都在家主的掌控之中，怎么家主忽然倒下了？在宇家人惊讶的时候，楚池的脚踩在了宇正然的背上，他弯下腰握住了一个剑柄，这剑柄就插在大刀的刀身上，像是一个钉子刺穿了大刀，没入了宇正然的后脑勺。随着楚池的用力，一把带血的匕首被他握在了手中，这匕首正是他开出来的那一把黄级上品武器，也只有黄级上品武器才能刺穿黄级中品的大刀。宇正然预判到了楚池的一切举动，他甚至想好了如何在挡住楚池攻击的同时，凭借乱罡风刀法反杀楚池，却唯独没有想到楚池这一次朝他攻击用的是黄级上品武器，匕首刺穿大刀，直接没入他的脑袋，灵气顺着匕首而入，瞬间就搅碎了他的大脑。宇正然死！楚池既然要出手，就不会留情。宇家的最强战力必须杀。以前楚家弱小，根本不敢忤逆村长之家，因为这是官方赋予的职位，谁要是杀村长，全族死光。但现在楚家也是村长之家，同为私家村，有仇可以报仇，有怨可以报怨。楚池拿起匕首擦了擦上面的血迹，随后用匕首指着宇家人的头，他环手四顾，表情冰冷如霜，似乎在说到你们了。这简单的举动让宇家人后背发凉，他们下意识退后了几步。有人惊恐地问道：你要干什么？你难道是想将我宇家全部杀光？楚池咧嘴一笑，回答道：是有这个打算。楚池只是一句话，就让所有宇家人如临大敌，他们紧张的连呼吸声都不敢太大。他们知道，如果这小子要大开杀戒，他们根本抵抗不了。这么多年来，他们还是第一次有死亡的危机感。别杀我，我投降。有胆小的宇家人扔下了手中的剑。我也投降，我同你无冤无仇，甚至不知道你是谁。爷爷做的事情，我根本不知情。这时，宇家三老爷也开口了：楚池，你来杀雨峰，是因为他曾经设计陷害你吧？这事情我知道一些，但既然你已经报仇了，又何必赶尽杀绝呢？楚池冷漠地道：只有死人对我才最安全。他杀了好几位宇家人，甚至连宇家家主都杀了他，不信宇家人不恨他。有仇恨，就必定有人报仇。三老爷继续道：小兄弟可听过祸不及家人，所谓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楚池摇了摇头：我只听过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问题是你不可能除根。先不说我宇家还有人在外历练，你就算现在屠戮全族也杀不光宇家人。我们虽然不是你的对手，但如果分头就跑，你能追上每个人吗？宇家三老爷修为虽然不强，只是强人近3层，但他头脑却很清晰。此话一出，楚池微微皱眉，好像有点道理。宇家三老爷见楚池似乎听进去了一点，趁热打铁地道：小兄弟，人你也杀了，仇你也报了，你我两家两清可好？我指着宇家的族旗发誓，绝对不找你和你楚家的麻烦。我们也没有蠢到自取灭亡的地步。你说的话能算话？楚池的语气终究是软了一点。之前楚家灭庞家是因为2个家族已经到了必须活一个家族的地步，但同宇家则不同。楚池这次来宇家也不是为了灭族，只是为了杀宇峰。杀宇正然是因为对方很强，必须弄死，不弄死他，死的可能就是自己。心中这样想，楚池还是开口道：我还是觉得死人才最安全。话落，楚池动了，他的身体出现在宇峰父亲宇惊云身旁，匕首刺穿了对方的脖子。宇惊云甚至连抵挡之力都没有。杀宇惊云是因为他看楚池的目光充满仇恨。此刻宇惊云捂着脖子，已经是出气多进气少。楚池正准备继续杀人，宇家三老爷咆哮道：我宇家每年给楚家进贡。楚池的动作停了一下，但还是继续出手了。宇家三老爷再次道：若是不放心，可将我孙儿带走当质子。楚池的动作这才停止。刚才对方只是说两清，他没有任何好处，他当然不会停手。你喂鱼肉，我喂刀俎，你说两清就两清，那不是笑话吗？此刻有了利益，他才有了台阶退这一步。他淡淡道：我也觉得做事应该留一线，日后才好好相见。但你说的话真的作数吗？大哥二哥少家主都死了，我宇浩然有资格当这个家主。三叔，宇浩然的话落，宇正然的儿孙中有人眼神不服，毕竟他们才是宇家嫡系啊。但如果三叔掌位，嫡系就变成三叔的子孙，而他们就变成了旁系一脉。此刻一位老妇人开口道：正然死了，家主之位应该我大儿来继承，你们不应该是辅佐吗？这老妇人就是宇正然的正妻。谁是他大儿？楚池询问宇浩然。
于浩然脸色不悦，看向了一位中年。楚池咧嘴一笑，没有任何废话，灵气透体而出，一巴掌打碎了中年的脑袋。这一幕让所有宇家人惴惴不安，诚惶诚恐。这小子出手太果断了吧，一点征兆都没有。杀伐果断，不外如此。他死了，现在该谁继承了？老二。楚池淡淡问了一句。此刻一位中年下意识后退了几步，他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更不敢看老夫人。他咬牙开口道：三叔有资格当家主，我没意见。很显然，这中年就是宇正然的二儿子。二哥没意见，我也没意见。现在这个困境，只有三叔能带我们走出来。宇家人纷纷表态。楚池这才笑了，他看了一眼宇正然的尸体，将宇正然的储物袋收走后，他才开口问道：既然你是宇家的新家主，那我信你。对了，你们宇家的储物室在哪里？我去看看。第一年的贡品，我想自己挑一挑，请随我来。宇浩然转身带着楚池去了宇家的储物室。储物袋虽然好，但里面的空间终究不大，每个家族几乎都有储物室。两人走后，前院的所有人这才如释重负。这个杀神终于走了，他到底是不是人啊？杀人都不眨眼睛的，此子绝非常人，他的心态太老练了。此时后院，宇浩然忽然朝楚池开口道：多谢。他知道他的家主之位是楚池帮他得到的。楚池杀宇正然的长子就是杀鸡儆猴。楚池淡淡道：双赢而已。宇浩然自嘲地道：我从年轻时候就觊觎少家主的位置，却一直争不过大哥，却没想到在家族面临危机的时候，我反而有了这个机遇。但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整个家族好。你好像不恨我。哪里有什么恨，我宇家的人既然踢到铁板上，就要承受绞痛甚至失去整只脚的后果。这世界上大家族大势力都能因为得罪错了人而化为尘土，何况我区区宇家。你倒是理智，也很睿智。一路交谈，很快两人去到了后院。宇家的储物室就在后院的地下。储物室大约一间院子大小，里面摆放的东西琳琅满目。楚池之所以来，是想看看有没有好东西。在拍卖会，他知道了震天鼎能感应奇宝，万一楚家的储物室也有什么好东西没被认出来呢？但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楚池来回走了2遍，震天鼎也没有丝毫反应。这里面的东西也都是一些人级的。带我去你们的武技阁。既然没有什么好东西，楚池就不多逗留。他打算去武技阁弄几本皇级武技。楚家刚刚成为私家村，皇级的东西非常稀缺，今后楚家的强人境只会越来越多，没有对应的武技那怎么行？最终楚池拿走了5本皇级下品武技，2本皇级中品武技。宇浩然并不是很心疼，因为楚池拿走这些武技，他们并无损失，这些武技他们都背在了脑海。就在楚池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忽然皱眉询问道：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声音落，楚池前往了身旁的杂院。楚少爷。宇浩然脸色一变，立马跟了上去。当宇浩然跟上来的时候，楚池已经推开了堂屋的门，映入眼帘的是一群被五花大绑的少女。这些女子正值青春，有的估计都没有成年，大部分女子昏迷了过去，少部分女子发出呜呜呜的声音，似乎在求救，又似乎在求饶。楚池眉头微皱，宇家还有拐卖少女的行为吗？楚少爷，这是我宇家的私事，小事小事。宇浩然来到楚池身边，随后他伸出手打算关上房门，一边关门他一边观察楚池，发现楚池并没有阻止他的举动，他这才松了口气。这些女子可出不得问题啊！眼见着大门就要关上，一位女子像是蛆虫一样在地上蠕动，被堵住的嘴发出呜呜声，她的声音格外大，似乎非常着急。她是故意引起楚池的注意。楚池原本是不打算出手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天底下太多了，他楚池不是烂好人，但此刻他还是伸出手了，挡住了即将关闭的门。楚少爷，你这是？宇浩然瞬间就皱起了眉头。楚池没有解释，重新将门推开，他快速去到一位女子面前，解开绳子后取出了塞在女子嘴里的布条。小翠，怎么是你？这女子是村委的小翠。楚池曾经连续好几个夜晚同她秉烛夜谈，愉快玩耍。七少爷，真的是你？我还以为我认错人了，救救我，救救我！楚池站起身体，朝宇浩然开口道：我知道这是你们宇家的私事，但这个女子我要带走，没问题吧？这……宇浩然神色为难，他没想到这些女子居然有楚池相识的。他咬牙道：虽然放走他们，我宇家可能有危险，但既然楚少爷认识的人，那楚少爷就带走吧。
于浩然这话一出，四周醒着的女子连忙发出声音，他们所有人都想引起楚池的注意，他们的眼神是想让楚池将他们也救走。特别是其中一位看上去没有成年的女子，那泪眼朦胧、楚楚可怜的眼神让楚池实在不忍。楚少爷，你想救他们？不可！于浩然的声音再次传来，他的神色相当凝重。楚少爷，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些女子是我宇家为一个惹不得的势力抓的，抓这些人耗费了我整整2个月的时间。今日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放走一个还能有说辞，但放走所有人，就算你不灭我宇家，那些人也会一怒之下灭我整个家族，甚至屠戮整个宇家村。楚池有些惊讶地道：村长之家有人敢忤逆？普通家族普通人自然不敢，但天下多的是亡命徒，那群人没人性的。那群人是什么人？是帮派的人。帮派？楚池眼皮一跳，在大元国，不管什么帮派都必须经过官方的认可才能存在。大元国这样做是想将天下大大小小的门派都掌握在手中，只有一种门派不需要官方来认可，那就是实力堪比大元国，甚至比大元国还强的门派。楚池没有再说话，如果是帮派，那就非常棘手。既然都是被官方认可的，那就算宇家被灭，官方也不会追责。修者之间有恩怨情仇，再正常不过了。楚池没有详细问对方是什么帮派，但宇家这么忌惮，他也不必去趟这趟浑水。小翠，我们走。宇家主，给我准备一辆马车。好，我亲自去给你们准备。楚少爷，请。楚池拉着小翠离开了房间。四周的姑娘们不停发出求救声，楚池却没有回头。这世界大侠不是那么容易当的，没实力却强出头，那就是自寻死路。很快，一辆马车从宇家驶出，驾车的是宇浩然的长孙宇长平。让宇长平相送，也就是让宇长平去楚家当质子。这个瘟神终于走了。宇浩然呼出一口气，他转过身，目光矍铄地道：从今天开始，谁都不能得罪楚家人，特别是楚池。另外，放出消息，解除禁令，全村恢复正常状态。宇家人其实还是有人不服宇浩然，但没有人敢忤逆他。谁都看得出来是楚池有意要扶宇浩然上位。马车上，小翠双腿跪着，感激地道：多谢七少爷的救命之恩。小翠的模样只属于中上。楚池将小翠扶起来后，这才问道：你是怎么被抓走的？又抓来多久了？很久，应该都快1个月了吧？1个月？这么说，我上次去找你后，你就出事了。成为修者后，楚池的主旋律都在修炼上面，别说找小翠，就连村里的寡妇都很少去找了。他知道，他同这些普通人已经是2个世界的人了，就算也找女人，也是宜春院这种地方了。七少爷，你呢？你怎么在这里？我来办点事情。那七少爷，今晚我们是不是？楚池戏谑一笑道：怎么，痒了？七少爷，你讨厌。小翠嘴上这样说，却暗自点了点头。楚池没有说话，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同小翠打打闹闹，他还觉得是情趣，但现在他的内心没有丝毫波动。同3位绝世美人双修后，他的心境似乎发生了变化。见过了高山的人，怎么会对寻常的山丘产生任何心理波动呢？怕也只有凤青羽这样的美人能让他有点兴趣。要是凤青羽说他痒了，他肯定不会犹豫，立马拔枪而上。小翠，这些钱你拿着。楚池手里出现了一大把银票。七少爷，这么多，都给我吗？小翠太惊讶了，以前楚池也会给他钱，但绝对没有眼前的多，这些钱够一辈子衣食无忧了吧？你收好，今后好好照顾你自己。七少爷，谢谢你，你对我真好。小翠非常高兴，她丝毫不知道楚池这是最后一次给她钱。七少爷，除了我的身体，我真不知道有什么能送你。你要是不介意，收下这枚玉佩吧，就当我感谢七少爷的救命之恩了。小翠从脖子上取下一枚佩饰，这佩饰看上去像是一块玉，但实际上只是普通的石头。小翠的家庭哪里买得起玉佩，好像是从小翠祖爷爷那里传下来的，虽然不值钱，却也是家传之物。之前同小翠私会的时候，他还见小翠拿着玉佩砸过核桃。楚池推了推手道：小翠，你家传之物你自己收下吧。七少爷，你是看不上吗？我也只有这个东西能送你，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成，我收下。好，那我给你挂着。小翠将玉佩挂在了楚池的脖子上。小翠还想说些什么，宇长平的声音从外面传来：楚少，风云客栈到了，你让我在这里停。
是要住店吗？要是住店，我去替你开房间。楚池思考了一下，道：开2间房吧。楚池还惦记着断剑，现在尘埃落定，是时候好好检查一下那把剑了。另外，宇正然的储物袋也在他这里，身为宇家家主，或许也有些好东西吧。他的话落，小翠有些惊讶。2间？七少爷，你不同我一起吗？你这些日子没吃好，没睡好，洗个澡，吃点东西，好好睡吧。很快，宇长平给楚池开了2间上房。楚池没有先回房间，而是前往了周涛的房间。此刻，房间里周于心睡着了，就睡在周涛的怀里。哪怕睡着，他的眉头也是皱着的，甚至身体时不时会蜷缩颤抖，像是梦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救人容易，救心难。恩公，你可千万别出事啊！此时的周涛很是替楚池担心，这么长时间了，不知道恩公还活着没有。他知道楚池要是死了，就没人用他的命来要挟周于心。就在周涛担忧的时候，敲门声传来了。谁？周涛一脸警惕。盘查的人终于来了吗？我，恩公。周涛太惊讶了，恩公居然光明正大从外面进来了。他没有逃走吗？他将周于心放下，立马打开了房门。恩公，你没事？我来就是通知你，已经没事了，天色不早，今晚好好睡一觉，我们再出发。真的没事了？宇家没将你怎么样？他们想，但是没这个实力。好了，休息吧，多多照看你妹妹。恩公，谢谢。感谢的话不用多说，我帮你，只是因为我力所能及。楚池挥了挥手，去了周涛隔壁房间，一把断剑出现在了他的手中。他现在只想知道这把剑到底有什么来头，为什么能让震天鼎发光发亮。楚池仔细打量，却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难道不是断剑，是剑匣子？楚池又将配套的剑匣子拿了出来，但也没有发现剑匣子有什么特殊。此刻他更是用断剑将剑匣子给击碎了，剑匣子里也什么都没有。这么说，还是这把剑。楚池试着将灵气输送到剑身，断剑发光发亮，但除此之外也没有任何异常。怪了，既然剑也没问题，那为什么震天鼎要发光？难道要将这把剑击碎？断剑可抵挡皇级上品武器的攻击，想要将之击碎，必须皇级上品武器，甚至玄级武器。楚池没有这么高等级的武器，但他有震天鼎。楚池确定关好窗，关好了门，第一次祭出了震天鼎，拿着震天鼎狠狠砸向了断剑。断剑如此坚硬，却也无法承受震天鼎的攻击。咔嚓咔嚓，巨大的剑身开始裂缝，但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在楚池觉得是不是自己搞错了的时候，他朝剑柄里面看了一眼，剑柄里有一页纸张，这纸不知道由什么所做，泛着淡淡黄光，用手触摸如同触碰人的肌肤。楚池将纸张取出来后，震天鼎的光芒越加强烈。楚池怕引人注意，连忙将震天鼎重新收入了石海。楚池将神石附着在这张纸上，那一瞬间纸上出现了文字，这些文字像是走马观花，快速闪烁。最后纸张上面出现了一个字雾。看见这个字，楚池一脸懵逼。雾是什么意思？惊愕间雾字消失，随后是一段话。这段话消失后，灵药篇3个字出现在了纸张上。下一刻，小小的纸张浮现出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各种小子像是蝌蚪，主动进入了楚池的脑袋。蓝灵花，人级灵药，其味微甜，可提升凡人境6层以下修者1层修为。深水鬼草，可吸收水之力。笑叶花，花开如笑颜，服用可提升。各种知识像是浪潮，他的脑子似乎要炸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纸张上的小字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丹药篇3个字，然后又是密密麻麻的小字进入楚池的识海。不能看了，楚池立马收回了神识，他的额头已经大汗淋漓。太恐怖了，小小的纸张却蕴含了巨大的信息。他休息了好一会，平复了一下心神，这才继续释放神识。大概2个小时后，他终于知道这是什么了。这似乎是一本书，书的名字只有一个字物，意思是这本书囊括天下万物。物分为丹药篇、灵药篇、奇物篇、奇石篇、奇阵篇等等。楚池得到的这一页纸张记录着丹药篇和灵药篇。灵药篇讲解天下各种药材，将每一份药材的名字、药材的作用，甚至药材样子都罗列得一清二楚。丹药篇则记录着天下已知的丹方。知道这是什么后，楚池惊愕得合不拢嘴。这天下
怕是没有什么东西比这张纸还要珍贵吧？特别是丹药篇的内容，那上面不少丹方，怕是传说中的丹王丹圣也不知道吧？可惜丹药篇的内容楚池暂时用不上，因为他不是丹师。丹师是这世界最炙手可热的职业，这东西绝对是至宝，怪不得震天鼎有反应。在拍卖会的时候，楚池还在感叹他的知识和见识太过浅薄，没想到他马上就得到了这等神书。虽然只是一页纸张，只记录了丹药篇、灵药篇，却恰恰是对修者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篇章。今后再遇到灵药，他就不会认不出来了，甚至他还要想法成为炼丹师，那样才不辜负丹药篇上记载的内容。这一刻，楚池忽然觉得他有了问鼎天下的资格，他甚至觉得他的成就不会比女剑仙弱，天赋强，还懂得这么多。他不崛起，谁崛起？强忍住心中的激动，楚池将这一页纸张收了起来。随后他拿出了宇正然的储物戒指，仔细查看。宇正然的戒指里还有一把黄级中品的长剑，甚至有一株黄级中品的疗伤灵药。居然有疗伤灵药，幸亏我是将他秒杀的，不然这株灵药足以让他的伤势恢复。正好这药我也用得上。黄级中品的疗伤灵药能修复强人境6层以下修者的任何伤势，哪怕心脏被击穿，只要没有马上死去，也能快速恢复。这是疗伤灵药的珍贵之处，相当于一个人拥有了第2条命。好像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楚池大致查看了一下，略微有些失望。他最想要的还是提升修为的灵药，这样的灵药在宇家怕也是供不应求。一夜无言，次日，楚池叫上小翠和周家兄妹离开了客栈。客栈门口，宇长平已经备好了马车。宇长平，你回去吧。楚池淡淡开口。我能回去吗？宇长平很是惊讶，他就是一个质子，楚池居然会放了他。你爷爷是个聪明人，聪明人不会做傻事。如果他真的做了傻事，说明你的命无关紧要，我留你也没用。那我回去了。宇长平没有停留，快速跑回宇家，生怕楚池反悔。楚池回头看了周涛一眼，道：驾车吧。是，恩公。你不要叫我恩公，叫我楚池或者七少爷就行。好的，七少爷，请上车。很快马车驶出了宇家村。此时宇家，长平，你怎么回来了？你是逃回来的？宇浩然看着宇长平，神色有些冷。爷爷，是楚池让我回来的。什么？他居然放了你？这小子真是一个可怕的人。宇浩然眉头紧锁。楚池不让人当质子，这说明对方吃定了他。他还想说些什么，瞳孔忽然一缩，他察觉到了一股恐怖的气息。宇浩然连忙去到院子里，院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位身穿血袍的人。血袍人的背后有一个大大的血字。大人。看见血袍人，宇浩然神色恭敬，弯腰行礼。他的话刚落，血袍人猛地一挥手，灵气如血浪，瞬间将宇浩然击飞。你是谁？有什么资格来迎接我？宇正然呢？宇浩然站起身体，擦掉嘴角的血迹，虽然被打伤了，他却没有一点脾气。大人，我宇家发生了一点事情，我大哥死了，现在我是宇家家主。宇正然死了。血袍人很是惊讶。宇正然的修为同他一样，是强人境6层，这样的修为在私家村也算是出类拔萃了。居然有人能杀宇正然，看来是这个老家伙外出的时候得罪了强者。惊讶之后，他开口道：死了就死了，我们要的货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没有出什么问题吧？要是有问题，你们整个宇家都会死光。这话我血妻说的。大人放心，货物没有问题，我这就带你去。于浩然领着血袍人去到了偏院，推开了堂屋的门，里面关着的正是那些青春少女。血袍人去到一位女子面前，咬破了其中一位女子的脖子，她的舌头沾着鲜血，那模样有些吓人，口感不错。那我也不挨个验货了，谅你们也不敢糊弄我们。装车，将人送过去吧。是的，大人。来。宇浩然正准备叫人装车，血袍人忽然皱起了眉头。慢着，人数好像不对啊，怎么少了一个？宇浩然解释道：大人，你让我找音乐生的女子，我这都已经尽力了，也只找了这么多，差一个应该不碍事吧？宇浩然低着头，并没有注意到血袍人的眼中释放出了杀意，身影一闪，他出现在宇浩然身旁，他抓住了宇浩然的2只手，往后一拉，宇浩然的2只手全部脱臼了，他的脚更是踩在宇浩然的背上，巨大的力量让宇浩然双腿跪地。差一个不碍事，那是不是你少1只手也不影响什么？血袍人的声音不夹杂丝毫感情。话落，
他松掉拉住宇浩然的左手，将手撑在宇浩然后背上，右手用力拉扯宇浩然的右手。宇浩然当时就发出了嘶吼声。他的右手从肩膀被血袍人拉断了断臂处，能清楚看见经脉，鲜血狂喷。现在告诉我，少一个碍不碍事？血气的声音冰冷无情。碍事，碍事，前辈，我马上就去叫人继续找，给我7天，必定找到。宇浩然用手捂住胳膊，不让鲜血流得太多。血袍人一脚将宇浩然踩在地上。你觉得我会在这地方待7天吗？而且这不是时间问题，是你们态度的问题。我这个人其实挺好说话，只要你们态度好，一切都好。但你他妈的居然告诉我少一个不碍事。血气大人，是我错了，是我嘴快，我改，下次我一定。下次？不，没有下次了。大人，你难道……宇浩然彻底惊恐了。原本他以为楚池带走一个人并不是大事，但没想到只是因为他一句话，这血袍人就要杀他。再重新换个家主吧。血袍人伸手为爪，爪子释放出浓郁血光，这一爪落下必定是脑瓜崩裂。大人，不要杀我，我说实话，其实不是没凑够人，而是有一个女子被人带走了。被人带走？你他妈的是废物吗？别人说带走就带走。大人，是我的错，我不知道少一个人会有这么大的后果。那个人也是私家村的人，我要给他一点面子。听宇浩然说起私家村，血袍人冷哼道：私家村？不可能，这附近的私家村谁敢带走我的人？你应该不知道，这附近的3个私家村都在给我们准备货物。宇浩然解释道：大人，您有所不知，那个村子刚刚建村成功。你说的是飞云村？不，楚家村。大人，您这都知道？宇浩然一脸惊讶。楚家建村成功没几天，知道这个消息的人绝对不多。当然知道，我这次不仅是来你宇家验货，楚家村也是我的目的地之一。宇浩然明白了，血袍人是想要楚家村也给他找人。既然是楚家村带走的人，那我就顺便让他还回来。大人，您是现在要去追他们吗？现在追也追得上，他们应该刚刚出村不久。不急，我赶了2天路，才刚刚赶来这里，得休息一下，稍后再追。你懂我的意思吗？要是这都不懂，血袍人的眼里再次释放出了杀意。明白明白，我马上叫人去安排姑娘。包大人满意。宇浩然捡起断臂，转身离去。很快，宇浩然被血袍人扯断手臂的消息传遍了宇家。家主被扯断了手臂，那血袍人到底是谁啊？嘘，不要议论，对方可是嗜血教的人。什么？嗜血教？宇家人不敢再开口了。嗜血教3个字太具有震撼力了。这些年，嗜血教干了太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一言不合，嗜血教的人就会取人性命，甚至灭人全族，不论是私家村还是普通的村子，都有人受到嗜血教的迫害，但无人敢反抗，因为嗜血教是官方认可的帮派。更可耻的是，嗜血教只欺负弱小，从不欺负比他实力强的人。柿子还是得挑软的捏。在资源被大势力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弱小势力就算再憎恨嗜血教，也灭不了嗜血教。这就是为何附近的私家村都在替嗜血教收集女子的原因。既然打不过，只能替嗜血教做点事情。只要乖乖做事，嗜血教也不会无缘无故找麻烦。马车上，楚池并不知道宇家发生的事情，他闭着眼睛正在吸收天地灵气。大道自然诀，再加上荒古大体日，还有身下的黄石，楚池吸收灵气的速度绝对是别人的10倍不止，好像方圆1000米的天地灵气都被他聚集到了身边一样。一旁的小翠虽然不是修者，却也感觉到空气清晰，心旷神怡。他看着楚池的脸，他忽然觉得七少爷同以前不一样了。虽然七少爷还是同以前一样嬉皮笑脸，还是将他当成朋友，但他感觉他同七少爷之间隔了一座山。好一会，楚池睁开了眼睛，叹了口气，这附近的天地灵气真的太少了，不知道哪里有洞天福地。要是在洞天福地修炼，就算修为越高，需要的灵气越多，他这体质也能一天提升1层修为吧，甚至要不到1天。可惜洞天福地哪是想遇就能遇到的。楚池已经在思考，他今后要如何快速提升修为。这么说只能通过兽丹，但野兽山岭对他的帮助不大了。那里的野兽等级最高也就2级1、2阶的样子，也不知道附近哪座山脉有更高等级的野兽。一路前进，太阳落山时，楚池回到楚家村。他将小翠送到村尾后，才让周涛返回楚家。七少爷回来了。七少爷好。下人们见到楚池，
纷纷鞠躬行礼。楚池笑着朝所有人挥了挥手，他虽然是少爷，却从小看惯人情冷暖，哪怕是对下人，他的态度也挺好。你们看，七少爷朝我挥手了。啊，七少爷太帅了，我好想给他生孩子啊。听说七少爷私下的作风有些乱，不知道什么时候乱到我这里来。有侍女看楚池的眼神布满了星星。就你，重新投胎，换个样子再说。楚池，你回来的正好，来我这里，有东西给你看。楚山的声音忽然传来，说着他看向了周涛和周于心，这两位是，他们是我收的仆人，我先带他们去杂院，然后来找你。楚山点了点头，继续道：楚池，你现在的身份不用住杂院了，要不搬回你们之前住的小院吧，前2天我就叫人收拾出来了。之前住的小院。楚池看了看天空，努力回忆着什么。之前住的小院不就是从小同爹娘生活的地方吗？那间院子的确比杂院要大，比杂院要好，但自从母亲让楚家沦为笑柄，父亲又音讯全无后，他们2个就被赶出了院子，去到了最偏僻的杂院。因为楚家人不想看见他们，一看见他们，楚家人就会想到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难免会生气。楚池没有回答，而是问道：我哥回来没有？没有。那等我哥回来，我问问他。就先住杂院吧。楚池说着，带着周涛和周于心前往了杂院。这里就是我住的地方，里面应该还能腾出一间柴房，你们2兄妹暂时住一起吧。说着，楚池看向周于心。周于心换了衣服，洗了头发，整个人漂亮了不少，但她的双眼还是没有多少色彩，她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傀儡。记住，你若寻死，我必杀你哥。对了，你们会做饭吧？周涛点了点头。会，肯定会。那就好，今后的衣食住行就交给你们了。这院子里住着我哥，还有我的一个朋友，你们照顾好他们。行了，先去收拾房间吧，柴房有些脏。楚池说着，前往了凤青雨的房间。他敲响房门，嬉皮笑脸地道：青雨，你在里面吧，我有东西送给你。他的话落，凤青雨打开了房门，他的脸上依旧戴着面纱。他来楚家这么久，除却楚池，还没有第2个人知道他的真实容貌。别叫我青雨，我们没那么熟。好的，青雨。你……凤青雨哭笑不得，却也没有多说什么。他知道楚池有时候就是无耻的性格。你有什么要送给我？当然是对你很有用的东西。楚池意念一动，几株灵药出现在手中。这些灵药能修复断掉的经脉。怎么样？是不是很惊喜？是不是很意外？你可知道，我为了得到这些灵药，遭到了100人的追杀。100人啊！幸亏我身手敏捷，身轻如燕，当时我的脑子里全是你的身影。我告诉自己，我不能死，我不能被活捉。凤青雨微微摇头，他直接打断了楚池的话。所以100人追你，你身上一点伤都没有？本来有的，但我吃了1株疗伤灵药，都好了。是吗？凤青雨递给楚池一个信你才怪的眼神。你的气息好像又强了一点。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气息很弱，怕只是凡人境3、4层的样子，现在居然强人境了，惊讶吧？我可是天才啊！你天才？凤青雨戏谑一笑。虽然楚池修为进步很快，但同天才还搭不上边。我看看你的灵药。凤青雨接过了楚池手中的药材，观看之后，他摇头道：这些药材对我的伤势没有帮助。楚池眉头一皱，一点帮助都没有。有一点。闻言，楚池还没来及欣喜，凤青雨继续道：但这一点可以忽略不计。楚池没有再说话，这一刻他确定凤青雨的修为绝对不止强人境。难道他是狂人境的高手？年纪如此轻就是狂人境，这个娘们不简单啊！好一会，楚池耸了耸肩，居然对你没用，那我背上那一刀岂不是白挨了？你还挨刀了？楚池白了凤青雨一眼，被100人追杀，岂能不中招？但放心，小伤。凤青雨仔细看了楚池一眼，那眼神半信半疑。你真的为了我被100人追杀？真的。楚池说谎话绝对不眨眼睛。为何要这样？我说我想睡你，不对，我想追你，你信不信？一不小心居然说出了实话。楚池的确是想睡凤青雨，这样的美人，哪个男人不想睡？何况他觉醒的是荒古大日体，虽然他同女剑仙1日300年，已经能控制住体内的欲望了，但并不表示他就不需要女人。男人本色，女剑仙在他眼里高不可攀，对方也只是将他当成工具，但凤青雨可以攀。楚池的话落，凤青雨眼神变得严肃，开口道：你不可能追到我，
不要有这样愚蠢的想法。楚池眉头微皱，是觉得我配不上你，看不起乡下的人。我要是看不起你，就不会在这种地方住下。只是我们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你选择男朋友的有什么标准？凤青羽没有回答，而是嫌弃地道：我听说你是一个纨绔，村子里不少女人都被你祸害了。我讨厌不学无术的纨绔。其他人听到这些话绝对放弃了，但楚池却是毫不在意，甚至咧嘴一笑。我虽然是个纨绔，却不是不学无术。另外，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喜欢上了一个你讨厌的人，这是不是真爱？哈哈。话落，楚池挥了挥手，大笑着离去，只留下一脸愕然的凤青羽。爱上一个自己讨厌的人，怎么可能？既然讨厌，为什么会爱？这个楚池倒是有些意思。凤青羽虽然是千金小姐，却性格善良。她高贵，却不高傲；她冰冷，却不拒人于千里之外。她去哪里都能随遇而安，入乡随俗。在她眼里，楚池虽然好色，喜欢拿她打趣，也知道适可而止。这样的人的确很有意思。楚池应该知道他的身份背景不简单，却一点不自卑。等今后伤养好了，家人来接他的时候，他不介意让家人给楚池一个天大的机缘。主院，楚池找到楚山，开口问道：爷爷，你叫我来可是有事？楚池，你看看这本册子。楚池接过册子，看了一眼后，他瞬间来了兴趣。这是村长手册，手册是官方寄来的，上面规范了楚家村的势力范围，方圆5里皆为楚家村的地盘。在这里，楚家可以收过路费，甚至收保护费，毕竟这是楚家的地盘。手册上还有一张地图，地图的范围比之前大多了，不仅有雨家村，还有吴家村等4家村的地理位置。这地图的范围是之前的10倍不止。楚池重点看最后，楚池翻了几页，看了之后，他眼神里释放出了光芒。这最后的内容是说4家村之间可以互相争斗，比如张家村可以攻打李家村，胜利的一方可以让另外一方臣服。如果张家村能收服50个村庄，就有资格将村庄发展成为部落。部落那是比村子更强大的存在。部落的首领被称为酋长，但可惜手册的地图上没有任何一个部落的位置，村子是没有资格知道部落在哪里的，除非部落的人主动找到你。楚池看见了吗？上面说村庄可以相互争夺，可以将村子发展成为部落。楚山的眼里也有光芒。此刻楚池却是皱起了眉头。爷爷，先不说攻打50个村子容易不容易，这手册上面似乎说的是无主的村子。无主不是没有村长的意思，而是这个村子没有归属于某个部落，这就很难了。雨家村存在了100年，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部落？是他不想攻打别的村子吗？不是，那是因为附近独立的4家村太少了，加起来总共也就10来个。爷爷，附近没有50个无主的4家村吧？楚山笑着道：以前是没有，但现在有了。爷爷，你怎么知道？你再仔细看这张地图。楚池仔细看了一眼地图，楚家村在正中心，是一个红色的圆形地图，地图里写着楚家村3个字。在楚家村旁边的几个区域，有的写着李家村、光明村，但那李家村的位置，楚池没记错的话，以前好像也是一个普通村庄。也就是说，附近的区域不止飞云村一个村子得到了建村名额，除了这些写着名字的村子外，还有的圈子里面只写着1个字4。这个意思表示这些村庄即将成为4家村。之所以还没有名字，是因为建村考核是分批次进行的，毕竟考核场地一共只有9个。看明白了吧？以前附近的4家村不多，最多10几个，所以他们之间很少争斗，因为再怎么争斗不可能有部落出现。但现在有机会了。楚池却还是皱着眉头。但我们5年后才可以互相争斗，这时间太长。手册上说得很清楚，新建立的4家村有新手保护期，5年内不允许被攻击。这5年就是4家村发展的时间。5年长吗？我还觉得短呢，10年就好。给你10年，你绝对能轻松收服50个村庄。楚池没有解释，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忽然，楚池指着手册的最后开口道：这不是还有一个成为部落的办法吗？这话出，楚山差点从地上跳起来。手册最后的一句话是这样的：如果对自己有绝对自信，也可直接挑战部落的权威，若是能让部落臣服，便可取而代之。这小子不会是想直接攻打部落吧？这太疯狂了吧！正想说些什么，门外传来了惊呼声。
爷爷，快去救救四伯父，四伯父要被打死了。什么？谁这么放肆？楚山立马出了院子，来到前院后，他看见楚寻义被一位身穿血袍的男子掐住脖子，举在了空中。血妻到了，怎么回事？楚山脸色铁青，他是强忍着自己的怒意，自己的儿子居然被人掐红了脸，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之所以没有出手，是因为他察觉到了这穿血袍的男子气息强大，他身上有着普通人没有的杀意和血意。男子看上去35、6岁，他的脸有些白，似乎是很少见阳光。在男子旁边是重伤吐血的几位下人。此时一位下人开口道：家主，这个人来到大门口，就让我们通知你，要你带着楚家所有人跪迎。四爷刚好回来，说了一句找死，然后他就出手了。闻言，楚山没有说话，这血袍男子太嚣张了，这么嚣张说明他有本钱。楚山转头是看了楚池一眼，那眼神是在问楚池有没有把握。楚池还没有给出回应，血妻略微嘶哑的声音传来：你就是楚家家主是吧？初次见面必须震撼。血妻的嘴角裂开一抹嗜血的笑容，他的手忽然松开，原本他是掐住楚寻义的脖子，但此刻却是掐住了楚寻义的嘴。楚寻义的嘴微微张着，牙齿似乎都被捏碎了，鲜血顺着嘴角滴在地上。此时血妻伸出右手，一把抓住了楚寻义的舌头。下一刻，他当着现场所有人楚家人的面用力一拉，楚寻义的舌头被连根拔了出来。这一幕太血腥，太暴力了。血妻将楚寻义的舌头扔在地上，轻轻一踩，舌头被踩得稀碎。对面楚池眉头瞬间皱了起来，此人是谁？出手如此狠，他明明可以直接杀楚寻义，却只是折磨他，这是想让楚家人惊恐敬畏吗？你到底是谁？楚山捏紧拳头，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此人虽然没有刻意释放出气息，却让他全身发寒。结。血妻没有回答，而是诡异的笑了。随后他转过身，露出了身后的巨大血字。血字，难道你是嗜血教的人？楚山瞳孔不停收缩，还算是有点眼力见。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血妻，嗜血10煞之一。这是你儿吧？还给你。血妻将口吐鲜血的楚寻义朝楚山扔了过去。楚山想要接，却发现这股力量巨大，他的身体居然接不住，似乎要被撞飞。还是楚池将手放在他的背后，他才稳住了身体。寻义，没事吧？楚山第一时间朝楚寻义开口，但楚寻义根本无法回答他。四弟，这怎么回事？此刻越来越多的楚家人闻讯赶来，楚风等小辈也先后到场，每个人都很惊讶，也很愤怒。谁这么大胆子？我楚家都成村长之家了，还敢来闹事？是啊，真是不要命了，我就要看看是谁。就连一直深居简出的凤青羽也跟来了。楚家人的动静不可谓不大，杂院偏僻都听到了嘈杂人语，凤青羽也跟着出来看看热闹。凤青羽的身旁站着周涛和周于心。周涛作为楚池的仆人，他自然要表示自己的立场。爹，是他吗？此刻有楚家人想要对血妻动手，楚山连忙低吼：给我站住！他先是给楚寻义服下一株人疾疗伤灵药，止住血后，他朝血妻拱了拱手：这位嗜血教的大人，不知道你为何？什么嗜血教？刚才还准备动手的楚家人心里当时就是一惊，这人是嗜血教的人。嗜血教的威名谁不知道？附近的村子都对这个教派避之不及，所谓防火防盗防嗜血教。为何？血妻脸色阴冷，质问道：你是在装糊涂还是真糊涂？难道不是你从雨家带走了我嗜血教药的人？这话出，楚山一脸懵逼，他压根就没去雨家啊。倒是楚池似乎外出了2天，难道楚山看向了楚池？此刻楚池表面平淡，内心却是一惊。他忽然记起那一日在雨家，宇浩然的确说过，这些女子是替一个大势力准备的货物。这么说，那个大势力就是嗜血教。宇浩然该不会是故意让自己带走人，然后马上通知嗜血教，想借嗜血教的手来弄死自己吧？嗜血教的残忍，楚池自然是清楚的。这个教派一言不合就会灭人全族。楚池，你是不是去了雨家，还带走了一个人？就在楚池思考的时候，楚山的声音传来了。楚池点了点头道：的确带走了一个人。什么？楚山脸色大变，嗜血教看上的人，楚池居然敢带走？他下意识问道：是女人吗？果然，他就知道楚池这小子要带人走，肯定是带女人，毕竟他是村子里知名的纨绔子弟。
但这小子是有多大的色心啊，连嗜血教看上的女人都敢带走。他正想问楚池那个女人在哪里，赶紧将人送回去。血妻的声音再次传来：惹我嗜血教，死全家。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这话一出，所有楚家人倒吸一口凉气，只觉得后背发凉。有小辈更是被血妻的气势吓得坐倒在了地上。姐，不要那么紧张，也别那么恐惧。原本你们的确是会死的，但村长之家让你们有了活路，我来就说2件事情：第一，将人交回来；第二，从今天开始替我嗜血教收集阴年、阴月、阴日、阴时生的女子，每3个月我或者我的下属会来验货。楚山松了口气，不会被灭族就好。嗜血教惹不起啊，听说这个门派的最强者是狂人境，所以人家才这么狂。大人，阴年、阴月、阴日、阴时这条件都得满足吗？满足其一就行。当然，要是你能全部满足，我嗜血教绝对重重有赏。楚山拱手道：多谢大人，我楚家定尽心尽力。一旁楚池算是明白为什么小翠被抓走了。小翠好像是阴时生的人。废话不要多说，去将我的人带回来吧。遵命。楚山转头看了楚池一眼，楚池却依旧没有动作。楚山眉头一皱，他拉着楚池去到一旁，小声问道：那个女人到底是谁？你居然这么舍不得？你难道不知道不一小心我们就有灭族的危机吗？楚池没有说话，他才刚刚救出小翠，难道真要将人交回去？这样做是不是凉薄了一些？另外，嗜血教真的惹不得吗？这个血气的气息同与正然差不多，想来他的修为也是强人境6层。强人境6层可杀，只要杀人灭口，毁尸灭迹，楚家不一定就有危险。谁能想到一个刚成立的村子有能力杀血气呢？不对，就算杀人灭口，好像也能查到楚家的头上。毕竟楚池之前在禹家杀了禹正然，这一点他差点忽略了。那么为了楚家要交出小翠吗？楚池的内心是不想交的，但不交出小翠，以血妻的手段，就算不会真的屠光楚家人，也会继续有人死。就在楚池难以抉择的时候，楚莹莹惊慌失措的声音传来：你干什么？别过来！楚池转头一看，血妻居然朝楚莹莹走了过去，他的眼神里尽是难到女娼的事情。姐，没想到你楚家还有这种模样的姑娘，这姑娘像极我的初恋，一想到我的初恋，我就想狠狠干死她。血妻的眼神像是一个疯子。你别过来啊！爹，爷爷！楚莹莹惊慌求救。这一幕让屋檐下的周瑜星下意识捂住了脑袋。这一幕似曾相识啊！曾几何时，他也这样惊慌失措过。该杀！周瑜星忽然指着血妻不停轻喃，那咬牙切齿的样子，恨不得将血妻碎尸万段。下一刻，他迈开脚，似乎打算同血妻拼命。受过伤的人不想见别人也受伤。周瑜星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死活，反正他都不想活了。妹妹！周涛大吃一惊，连忙抱住了周瑜星，用手捂住了周瑜星的嘴。一旁凤青羽眼神有些惊讶，这个双眼无神的女子明明很弱，居然想上去帮忙，你想杀她吗？凤青羽轻声询问，周瑜星却只是重复：该杀！凤青羽忽然握住了周瑜星的手，在周瑜星耳边轻语了几句。此时院子里，楚山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大人。他上前一步，似乎想要劝说血妻，血妻却是一声冷喝：滚！灵气自血妻身体迸射开来，楚山当时就被击飞。他站起身体后再也没有了动作，他不敢劝了，这一次只是将他击飞，下一次他怕是会死罢了。楚莹莹只是被玷污，总比全家都死光的好。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血妻一步步靠近楚莹莹，就连楚莹莹的爹也闭上了眼睛。不是不想救，而是救不了。他就算出手，只是送死，结果根本改不了。七哥！楚莹莹又看向了楚池，那眼神将楚池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我操你妈的！楚池捏紧拳头，再也忍不住了。交出小翠已经让他犹豫了，这个禽兽居然还想打八妹的主意。楚莹莹绝对是他的逆鳞之一。去你妈的嗜血教！去你妈的血气！老子好不容易成为修者，不是为了给人当狗。忍不了，根本忍不了。楚池已经决定了杀血妻，至于接下来的事情，接下来再说。总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楚池还没有动手，一道破空声从屋檐下传来。凤青羽出手了，他的手里拿着一把弩。不好！这一幕让楚山脸色大变。这把弩
之前秒杀了宇家的那位强人境高手，拯救了楚家。但这一次，他真担心这把弩也将血妻的脑袋射穿，因为那个后果他根本不敢想象。要是血妻死了，这女子绝对不是救他楚家，而是害他楚家。还好，楚山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一次，凤青羽失手了。血妻是强人境6层的高手，他的感知力不是强人境1层能比的。在弩箭即将击中他脑袋的时候，血色灵气浮现而出，替他挡了一下。虽然没有挡下来，却让弩箭失去了准头。这把本该射穿他脑袋的弩箭，擦着他的额头，最终没入了墙壁。一抹鲜血从血妻的脑袋上滴了下来。当血滴落的那一刻，血妻怒了。强人境6层的气息没有丝毫遮掩，他的身体像是爆发的小宇宙，血色的灵气将他衬托的像是复苏的恶魔。他似乎打算大开杀戒了。大人息怒，这女子不是我楚家人。楚山的声音第一时间传来。血妻没有说话，他的灵气已经隔空抓住了凤青羽的腰，他打算先弄死这个女人。居然躲过了吗？此时凤青羽眉头一皱，却并不惊慌。这弩没有要了对方的命，却并不表示他不能杀对方。如果没有把握，他又怎么会出手呢？他看了一眼周于心，周于心无神的眸子里忽然绽放出了光芒。虽然依旧被周涛抱着，但他还是举起了右手。他的掌心里有一张小符，此符叫做掌心雷，是刚才凤青羽塞在他手里的。凤青羽说，激活此符可射出一道雷霆，能秒杀眼前的男人。这张掌心雷的等级并不高，只是3级符箓，但强人境是绝对挡不住的。凤青羽经脉断裂，无法动用灵气，根本激活不了符箓。但周于心可以。周于心并不是普通人，他也是凡人境2层的修者，修为虽然弱小的可怜，却也能激活符箓。该杀！周于心眼神冰冷，但就在他打算激活符箓击杀血气的时候，让凤青羽意外的一幕出现了。周涛拉着周于心的时候，无意中触碰到了周于心的手，贴在掌心的符箓当空飘了下来，符还没激活就落了。符箓落下，除非灵气离体，不然永远激活不了。此刻凤青羽都有些懵了，还能这样？姑娘，你能不能小心一点啊？这低等级的符，他也只有这一张了。惊疑间，凤青羽感觉一阵狂风吹过，这是灵气形成的风浪。他的手一阵吃痛，手里的弩已经掉在了地上，一直戴着的面巾也像是断线的风筝，从空中落下。他的脸第一次暴露在楚家人的视线之中，时间似乎静止在了这一刻，就连正在挣扎的周于心也安静了下来。他盯着凤青羽的脸，似乎没想到世上还有如此长相的女子。现场诡异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谁都没想到楚池带回来的蒙面女子美得能让人忘记呼吸，甚至忘记了此刻的危机。还是血妻最先反应过来，绝世尤物，幸亏我好奇，掀开了你的面纱，不然我还真可能直接将你的身体捏爆，那就是暴殄天物啊。血妻的眼神前所未有的疯狂，这一刻他根本没有理会楚莹莹，而是一步步走向了凤青羽。此等角色，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要是能压在身下，何其快哉，何其爽哉。一边走，血妻一边朝楚山开口道，老头，这个女人我要了，你楚家的罪过我饶恕了，今后你楚家有我血妻罩着，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谁欺负你们楚家，死全家。毕竟你是我的老丈人啊。结，血妻桀桀大笑，笑声一点都不像人类，反而像是野兽。老丈人。楚山知道血妻是将凤青羽当成了楚家人，他没有解释，而是开口道，只要你能饶恕我楚家，这女子随你意。符。此时屋檐下，周于心想捡起地上的符，但周涛抱着他根本没有放手。凤青羽正准备弯腰亲自捡，血妻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抓住了他的脸颊。这举动让凤青羽的眼神猛然变冷，他的脸岂是这些凡夫俗子乡野村夫可以触摸的可恶，要是身体不疼就好了。那样的话，就算无法调动灵气，他可以用身体的力量直接打爆对方的脑袋。但他的伤太重了。为什么他来到楚家后很少走动？那是因为他只是勉强恢复了正常走动的能力，他的身体只要稍微用力就会有撕裂一般的疼痛感，因为他体内的骨头几乎都有裂痕，他的经脉都被打断了，骨头又岂会好？无法用力，也无法动用灵气，这就是他现在的处境，也是他留在楚家养伤的原因之一。美，真是美。近距离看，血妻差点流下哈喇子。这世上大部分女人
远看是青山绿水，近看则是龇牙咧嘴。但这女子近看更加美，她的肌肤如同璞玉，那天鹅般的脖子更是让人恨不得咬上一口，然后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记。血妻看呆了，她的血液也看沸腾了。如此美丽女子即将被自己压在身下，只是想想，就在血妻幻想的时候，身后传来了一股杀意，7道剑芒当空出现，正是7剑斩。楚池动手了，这老色批背对着他，眼里只有凤青羽，这就是他最佳的动手时机，一击必杀。楚池对面血妻根本没有回头，血色灵气形成血罩护在他身体四周，锵锵锵，剑芒击在灵气罩子上，将灵气罩子打出了许多裂缝，其中一剑更是横斩向血妻的脑袋，剑芒像是流星一般闪过，随后消失不见。此刻血妻的身体快速后退，他的2只手都扶着脖子，鲜血从指缝不停溢出，他的脸色比之前更加惨白。当他移开手后，所有人看得很清楚，血妻的脖子斜斜耸搭在肩膀上，楚池这一剑斩断了他半边脖子，动脉血管被斩破，鲜血像是喷泉一样四处喷洒。没断头。身披天地霸铠的楚池明显有些惊讶，他的7剑斩，前面6剑皆是虚招，为的就是让血妻去分心抵抗，这威力最强的最后一剑才是真正的杀招。他本想一剑斩下对方的脑袋，却没想到血妻的战斗经验比想象中的还要丰富，他进行微闪避，躲开了这致命一击。他的脖子并没有完全被斩断，虽然没这伤势，对普通人来说几乎只能等死，但对方可是强人境的修者啊。楚池，你在干什么？院子里楚山的惊呼声姗姗来迟，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啊？楚池居然在杀血妻，他是疯了吗？就算他真的有杀血妻的实力，却又怎么敢这样做的？这可是嗜血教的人啊，而且还是嗜血10煞之一，要是血妻死了，其余9煞会善罢甘休吗？楚池没有说话，他知道趁你病要你命。他举起剑骂道：老子内定的女人，你他妈也敢碰，找死！楚池举起手中剑再次杀了过去，血妻歪着脑袋，一边闪一边给自己喂下了一株灵药。灵药下肚，他立马扶正脑袋，断掉的血管，破碎的伤口在灵药的力量下快速修复，快速结疤。不好，这肯定是皇级中品甚至上品的疗伤灵药。完了！楚山的脸色一阵惨白。此刻血妻的脖子重新立了起来，他的眼神冰冷得像是一头洪荒猛兽。差一点他就死了。这小子的身手和力量同他释放出来的气息根本不一样。恢复了吗？楚池眉头一皱，随后他朝四周的楚家人看了一眼，你们退远点，既然没有一剑杀死，那就只能进行苦战了。对方的修为只比他强3层，并不是没有机会。这一刻楚池的身体释放着滔天金光，他手中的剑再次挽起道道剑芒，他施展游蛇步法再次杀了上去。就算没有施展剑技，凭借对剑道的领悟，他的剑也让人应接不暇。不可能，血妻太惊讶了，他原本以为他是大意才受的伤，但真正同楚池战斗起来，他才知道楚池的可怕。这小子手中的剑总是能找到他的破绽，让他疲于防守。但这小子明明只是强人境3层的气息，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战力啊？什么？楚池居然占据了上风？院子里楚山皱起了眉头，虽然他很惊讶楚池现在的实力，但此刻楚池占据上风，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啊。他要是真杀了血妻，那还得了。红颜祸水，红颜祸水啊！楚山还以为楚池出手是为了凤青羽，这绝对是一个纨绔能做出来的事情。他并不知道，哪怕凤青羽不出手，楚池也打算弄死血妻。这个中年男人太嚣张，太猖狂了。楚池，快住手！血妻大人，我这就将这女子交给你。楚山忽然去到了凤青羽身旁，手里的剑抵在了凤青羽的脖子上。求饶！晚了，今天除了他，你们所有人都得死。血妻身上的杀意一点都没有隐藏，他嗜血教的人居然也有人敢忤逆，该灭族！小子，你是第一个将我逼到这种程度的人，就让你见识一下我教的嗜血术。话落，血妻的气息忽然变得狂暴，他全身青筋暴起，经脉里是快速流动的鲜血。他的气息原本只是强人境6层，但这一刻他的气息到了强人境7层，随后是强人境8层，他的修为直接涨了2层。楚池同他的差距达到了只手之数，5层差距何其大！血妻只是一震，
楚池就被震飞了。楚池的身体像是断线风筝，落在屋檐下，将台阶都给撞碎了。刚刚起身，一口鲜血从嘴里喷洒而出，他的脸色有些惨白。嗜血术果然强大。血妻哈哈大笑，是血术，嗜血教最强大的术。此术一旦施展，能让强人境修者的力量增加10倍，也就是2层多一点的差距。这就是他的气息抵达了强人境8层的原因。这其实是血妻第一次施展嗜血术对敌，因为这奇术他也是才学会的。楚池的运气着实有些差。七哥，不！见楚池吐血，楚莹莹发出了惊呼。楚家人则是面色铁青，他们都知道楚家完蛋了。嗜血教果然不是好惹的，既然血妻说了死全家，那肯定就是死全家。谁能救楚家？楚家刚刚成为私家村，才刚刚看到了崛起的希望，难道就要夭折了吗？这个世界太残酷了，你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谁先来。唉，楚山颓然叹气，楚池终究是年轻气盛啊，年轻人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受不得委屈。挑衅嗜血教威严者，杀无赦。我血气宣布你的死刑。血气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他脸色苍白，像是从阴间走来的恶鬼。楚池眼神阴冷，他没想到嗜血教拥有能提升修为的术，这种术虽然不是秘术，却也太少见了，一旦问世，绝对会让强人境的修者抢破头颅。看来要杀血妻，只能动用震天鼎。难道今日要当着楚家的人面施展震天鼎？无论如何，血妻必须死，生命有危险，也顾不得暴露不暴露了。反正以楚家人的眼界，也不会知道震天鼎到底有多厉害。就在楚池打算祭出震天鼎的时候，凤青羽忽然来到楚池身边，握住了楚池的手。凤青羽的手冰凉柔软，楚池正疑惑凤青羽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握住自己的手干什么？他眉头一挑，察觉到手掌心多了一样东西，正是被凤青羽重新捡起来的掌心雷符。激活。凤青羽只说了2个字，因为他没时间解释。此时看见2人牵手，血气瞬间暴怒。我认定的女人，你也敢牵手？他的身体化作一道血光，冲向了楚池，那速度快到形成了一道残影。看我打爆你的头！血妻还没有说完，楚池举起了右掌，他的掌心释放出了璀璨光芒，光芒如日，让人睁不开眼睛。下一刻，一道雷霆从楚池手掌射出，轰的一声巨响，血妻般的身体化为碎肉，洒落满地，每一块碎肉都冒着烟，整个院子传来一股焦糊味道。血妻死！院子里只剩下他的下半身，这依旧站着的下半身电芒闪烁，看不见鲜血，也看不见内脏和鲜血，这些东西早就被雷电之力烧焦了。呼！一阵微风吹来，血妻的下半身也倒在了地上，电芒又闪烁了一会，这才消失不见。安静，现场前所未有的安静，所有人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楚池。刚才是武技吗？但什么等级的武技能蕴含雷属性，甚至能越5层杀人啊？不对，不是武技，好像是符。他们清楚看见了一张空白的符纸从楚池手中落了下来。短暂安静后，楚莹莹兴奋的声音传来了：七哥，你太厉害了，我们得救了。楚莹莹的话刚落，楚山却是一声冷喝：住嘴！爷爷！楚莹莹一脸愕然，不知道为什么楚山这样生气。此刻的楚山眼神阴鸷，他看了看血气的残躯，又看了看楚池，他咬着牙齿指着楚池的脸：你可知道你闯了弥天大祸？弥天大祸几乎是楚山吼出来的，他的全身都在颤抖，那是因为他在恐惧。你可知道杀血妻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同嗜血教再也没有缓和的余地了，我楚家必灭！必灭！楚山的话不停在四周回荡，惊醒了所有楚家人。楚池杀了嗜血教的人，以嗜血教的手段绝对是不死不休。嗜血教怎么能招惹啊？之前有个势力惹了嗜血教，逃亡8000里，还是被杀光了，他们的人头就挂在主宅上。完了完了，我们死定了！楚池，你怎么这么冲动？楚池，为了一个女人，你值得吗？她是很美，但再美，你要是命都没了，美人有何用？所有人都不觉得他们被楚池拯救了，只觉得他们被楚池推下了万丈深渊。原本只要让出这个女人，楚家就万事大吉，但楚池居然为了这个女人杀血妻，得罪嗜血教。只是想想，楚家人就头晕目眩，有的人更是身体发软，站立不稳。
嗜血教，谁敢得罪？你是为了我而出手吗？这时，凤青羽的声音传来了。楚池没有回答，现在哪里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楚家人，质问道：“我若是不出手，八妹就会被玷污，你们难道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吗？”七哥，楚莹莹咬着唇，很是感动。楚山却是冷哼道：“之前血妻是有这个打算，但这女子露出真容后，血妻的眼里只有这个女人。我很确定，只要她得到这个女人，我楚家安然无恙，楚莹莹不会有事。而你为了一个女人连累所有族人，你是用下半身想问题的吗？”楚山的话让楚池很是不爽，他是喜欢玩女人，却绝对不是用下半身想问题。你怎么能确定他之后就不会对八妹动手？楚山冷冷道：“就算动手，也比死全家的好。”爷爷你……楚莹莹实在不相信爷爷会说这样的话。楚池却是并不意外，他继续开口道：“凤青羽之前救过我们楚家，你忘了吗？”我没忘。既然他已经救了我们一次，何不让他用他的身体再救我们一次呢？也算是好人做到底。楚山的话让楚池无言以对。好人做到底是这样用的吗？楚池自认为不是烂好人，却知道什么叫知恩图报，何况这一次凤青羽也是想要出手帮忙才惹来的麻烦。这千金小姐虽然有些冰冷，心地却很善良。你们都这样认为吗？楚池看了一眼楚家人，他的眼神异常冷漠。楚家人咬牙回答道：“当然，他死好过我们所有人都死。再说了，被血妻看上也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天大的好事。血妻肯定会善待他的。”楚池看着面容狰狞的楚家人，忍不住笑了。他在笑楚家人，也是在笑自己。他忽然发现，哪怕自己付出再多，哪怕自己再优秀再妖孽，这些人的心也和他不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一路人，为楚家付出不值得。唉，楚池啊，本来你的前途不可限量，但你怎么就不懂得隐忍，受不了委屈呢？楚山的声音再次传来了，他不停叹息：“我受不得委屈。”楚池笑了，这么多年他受的委屈还少吗？他不是受不得委屈，而是受够了委屈。他比谁都知道，只要你学会受委屈，就会一直受委屈。最重要的是，血妻触碰到了他的逆鳞。楚池懒得再解释，他捡起了地上略微发黑的储物袋。这个储物袋是血妻的，3级符箓绝对毁不了储物袋。收起储物袋，他转身牵起了凤青羽的手，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拉着凤青羽去了杂院。他就这么走了。这个纨绔啊，都要死到临头了，他还想着那些苟且事情。爹，怎么办？我们就这样等死吗？要不趁嗜血教还不知道这个事情，赶紧跑吧。什么私家村，什么村长之家，哪有命重要啊？对，分开跑，或许能活。他不可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长什么样子。闻言，楚山捏紧拳头，神色阴鸷。好不容易当了村长，你让我逃？你可知道拥有私家村的机会有多渺茫吗？爹，要是没命了，留下空村子有什么用？楚山没有说话，这个道理他自然是明白的。他看着楚池离去的背影，好一会像是做出了决定，通知所有人速来主院，我要开一个全族大会，楚池除外。此时内院，凤青羽被楚池牵着手，内心有种异样的感觉。他知道楚池牵着他的手是在给他安慰，是在告诉他，哪怕整个楚家都想交出你，我也会紧紧牵住你的手不放。凤青羽不知道嗜血教是什么教派，但从楚家人的反应来看，嗜血教肯定比楚家强大。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教派有狂人境的高手，也就是说，这个乡野小子为了护他，居然不顾自己甚至全族的危险。这样的人傻不傻啊？从理智上来讲，任何家族都会交出他吧。但就是因为那些凉薄的人多了，凤青羽反而喜欢楚池这样的人。没想到这样有勇气重感情的人是一个乡野小子。当然凤青羽并不知道楚池牵他的手根本没想那么多，当时那种情况楚池哪里那么多复杂心思，他只是牵着凤青羽的手离开前院而已，就这么简单。那个可以松开我的手了吧？凤青羽轻声开口，他想抽出手，但楚池的力量太大，他根本挣脱不了。咦，我还没松手吗？楚池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凤青羽有些无语，你松没松手，你不知道吗？摇了摇头，凤青羽咬牙问道，你救我真的不怕死？你怎么也问这些话？现在事情已经成为定局了，说这些有什么用？想办法应对接下来的局面才是最重要的。对了，你身上还有能杀强人境的东西吗？你刚才给我的
是少见的雷符吧？是2级上品的符箓吗？不，3级。什么？3级？楚池没想到这张雷符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这么说，凤青羽的修为的确是狂人境，不，至少是狂人境。惊愕之后，楚池问道：“这样的好东西还有没有？你是将我当成了最大的依仗了吗？但如果我告诉你，我身上的资源都耗光了，你信吗？”“信。你受这么严重的伤，估计是底牌尽出。这么说，刚才的符箓你没有了？”楚池眉头紧皱，倒是还有1张，只有1张了，那也不够啊。这么说，得趁这个时间抓紧提升修为。楚池必须找一个洞天福地，或者说拥有大量2级野兽的地方。他相信血妻的死，嗜血教短时间内是不知道的。等他们知道血妻出了事情，再查到楚家的头上来，也需要一些时间。这前前后后怎么也得半月有余吧。利用这个时间差，只要他将修为快速提升起来，这场危机便可以化解。半个月提升4层修为应该不是问题，只要能将修为提升到强人境7层，他自认为强人境无敌，到时候不管谁来都是送死。杀了对方，他又能得到喘息的时间，他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再将修为提升1-2层。哪怕嗜血教教主真如传言那样是狂人境的强者，他也有自信与其一战。就算不是对手，凤青羽手里不是还有1张3级雷符吗？这张雷符对付嗜血教教主正合适。就在楚池思考的时候，凤青羽问道：“提升修为，你不趁这个时间逃跑吗？”楚池咧嘴一笑道：“不跑，跑能解决什么问题？只有灭了嗜血教，才能一劳永逸。”你……凤青羽仔细盯了楚池一眼，他的眼神非常惊讶，他居然在楚池的眼神里看见了自强不息的光芒。这种光芒太少见了，换做其他任何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绝望，都会恐惧，就如同方才的楚家人一样。但楚池眼里有光，别人想的是这种危机怎么能活，而他想的却是怎么灭掉对方，解决危机。这就是天才与普通人的区别。同一时间，在距离楚家往西大约100-200里之外，这里有一座大山，大山人迹罕至，没有几个人知道嗜血教就建在这座大山里。楚池以为血妻的死，嗜血教要很久才知道，其实不然。此刻，嗜血教某间石屋，一位弟子本来昏昏欲睡，但下一刻他像是看见了鬼，睡意全无。他猛地站起身体，去到了神龛之前。这神龛上摆放着10几块玉佩，其中一块玉佩碎了，玉佩下面的盒子上赫然写着“血妻”2个字。弟子拿起玉佩，快速跑出了石屋，一边跑他一边喊：“不好了，血妻大人死了！”弟子的话刚刚落下没多久，一位半百中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灵气如爪，掐住了弟子的脖子。“你胡说什么？”“血六大人，我没有胡说，血妻大人的灵魂玉佩碎了。”灵魂玉是一种神奇的玉，只要滴上修者的鲜血，就能通修者的灵魂进行绑定，一旦玉碎，就表示修者死了。“什么？给我看看。”几分钟后，血煞殿，这里是嗜血十煞修炼的地方，一共6位血袍人盘腿坐在大殿上，他们身穿血袍，身后都有一个巨大的血字。一位白发老者率先开口道：“血妻死了，诸位怎么想？要将此事告诉教主吗？”这是嗜血十煞的老大血一。“大哥，小事而已，告诉教主干什么？难道这事情还要教主替我们做主？”“是啊，血妻的事情我们自己处理了就行，首要之急是赶紧查出凶手，让他死全家。”“大哥，这次老七出去是办什么事情？”血一回答道：“他是去雨家村验货，顺便去一趟新成立的楚家村。雨家村我知道，雨家的家主是强人境6层的修为，他的确有能力杀老七。妈的，雨家村是找死！大哥，将灭雨家的任务交给我，我现在就去替老七报仇。”血六自告奋勇，嗜血十煞，他和血七的关系最好，血七死了，他最生气。没了血六，晚上谁陪他缓解寂寞啊？老六，别大意，你也是强人境6层的修为，对方既然能杀老七，也能杀你。大哥，那是老七还没有学会嗜血秘术，但我会。血六并不知道，血七已经学会了嗜血秘术，这一点就连血意都不知道，因为血七是在赶往雨家的途中学会的秘术，还是不可大意。这样吧，老九、老五、老四还有老二，你们都跟着一起去。血一的话让所有人为之惊讶，特别是血二。大哥，你让我也跟着一起。是啊，大哥，二哥就不用去了吧，他可是强人境8层的修为，施展嗜血秘术，
黄仁境的高手不出，他绝对无敌。雪姨却是开口道：“有他在，我才放心。而且，老二是除了教主外，唯一学会搜魂术的人。有他在，你们才能更好的找凶手。记住，你们此行务必替血妻报仇，犯我嗜血教者，杀无赦。乘坐独眼乌鸦去吧。”大约10分钟后，一只巨大的乌鸦从大山里飞了出来。这是2级5阶飞行走兽独眼乌鸦。这乌鸦只有一只血色的眼睛。独眼乌鸦扇动翅膀，快速飞向了雨架。血六站在乌鸦头上，手中握着一把血色大刀。血刀，你是不是饥渴难耐了？待会我就让你吃个饱。楚家，楚池已经回到杂院，此刻他朝凤青羽开口道：“你收拾一下东西，走吧。”凤青羽惊讶地道：“你送我回来是要让我走？但你刚才不是说你要灭世血教，一劳永逸吗？我是想灭世血教，只要给我时间，我肯定能解决这个麻烦。但这只是最理想的情况，万一我没有时间呢？所以你得走，楚家人也得走，这里留我一人应对就行了。”楚池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刚才想的都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给他足够的野兽，他的确能在半个月内将修为快速提升起来。但现在的问题是，他压根就不知道2级野兽生活的地方在哪里，就算打听，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听到。楚池的话落，凤青羽没有开口，因为他不想离开。他很想知道，眼前的少年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一次危机。这是女人天生的好奇心吗？不说话，难道你不想走？青羽，你不会这么快就爱上了我吧？楚池忽然变得嬉皮笑脸。凤青羽对楚池刚刚上升的好感荡然无存，他冷着脸开口道：“你想多了。”楚池耸了耸肩，不承认就算了。话落，他转头看向身后的周涛和周瑜星，他朝周涛开口道：“你也看见了，我遇到了大麻烦，得罪了本不该得罪的人，你们也走吧。”楚池本来就是为了周瑜星才收的2人，但现在他都不确定能不能自保，留下2人干什么？恩公，我不。周涛本想说他不走，话还没有说完，周瑜星的声音传来：“不走，我留下来陪你死。”周瑜星的眼神第一次有了点光芒，这点光芒是楚池给的。他的脑子里现在都是楚池出手斩杀血妻的画面，这个画面以前只出现在他的幻想中。那一日他被宇超带走的时候，他多希望出现这一位英雄来拯救他，可惜楚池出现的太晚了。陪我死？你这是在咒我吗？楚池有些无语。总之我留下来。楚池皱眉道：“算了，随你。周涛，那你呢？”七少爷，我是你的马夫，你去哪里我去哪里，我这条命从今往后都是你的。那我现在命令你，带着你妹妹还有我未来的女人去星空客栈。谁是你未来的女人？无耻！楚池只是微微一笑，继续道：“如果我死了，替我照顾好她，她的身体受了重伤，任何体力活都干不了。如果我最终活着，再回来找我。少爷，我……如果真将我当少爷，就听命令。”周涛立马拱手道：“是。”楚池这才笑了：“走吧，走吧。”凤青羽没有说话，其实他很想留下，但他储物戒指里的确没有能拯救楚家的东西。储物戒指里低等级的东西也就这些了，杀一人可以，但杀更多人就无能为力了。至于高等级的东西，那一战全部毁了。那我先换个环境，这张符给你。凤青羽将掌心雷放在了石桌子上，他走进屋子里，简单收拾了一下，随后头也不回离开了杂院。这娘们说走就走，都不回头看我一眼，真的如此凉薄？楚池皱起了眉头。这想法刚落，凤青羽回头了：“我希望你能活着。”楚池这才笑了：“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死，毕竟像我这样优秀的男人不多了。”凤青羽看着楚池没有说话，他的心里是认同楚池的。这世上迎难而上的人的确不多，能做出这些决定的人都是优秀的人。好一会，凤青羽开口问道：“楚池，你知道什么是天才，什么是凡人，什么是妖孽吗？”凤青羽的话落，楚池一脸懵逼，他不明白凤青羽为什么这样问。凤青羽没等楚池回答，已经自问自答了：凡人遇到困难总是自怨自艾，怨天尤人，他们有点压力就会惶惶不安，辗转难眠，心中就像压了一座大山，压力还没下来，他们的心已经先一步崩溃。天才则不同，天才会想尽办法，最终成功解决困难。楚池笑着道：“我怎么感觉你在夸我是天才？那妖孽呢？难道妖孽不会有困难？”
凤青羽回答道：“妖孽是遇到100个、1000个困难依旧能活着的人。”楚池眼神一眯，这条件太苛刻了吧？他好奇地问道：“这是你对凡人、天才和妖孽的定义？”凤青羽说的天才和妖孽，同别人眼里的天才和妖孽绝对不同。在所有人眼里，天才是天赋极高的人，而妖孽不仅天赋极高，修炼速度还极快。但凤青羽的话里丝毫没提到天赋。凤青羽点了点头：“对，我的定义。”这些话其实是凤家的老祖告诉他的。老祖说，看一个男人有没有出息，有没有未来，不是看家庭背景，也不是看天赋，更不是看他现在的修为成就。天赋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对方有没有永不畏惧的心。这个心就是修者的修炼之心，也就是说强者口中的道心。道心坚固，道路才会通畅。当然，一个人只是道心坚定也不够，还得有气运。气运是什么？就是遇到100个困难都能化险为夷。如果一个人有道心，还有气运，哪怕天赋不强，也必定大有所为。凤青羽重新围上面巾，转身离开了杂院。楚池，活着吧，只有如此，才能让我知道老祖说的是不是对的。凤青羽走后，周涛和周瑜心也先后离去。楚家人应该也在收拾东西了吧？去看看，顺便同八妹告个别。从宇家得到的资源还没有给他们呢。楚池闯下了这样的大祸，他知道以楚家人的心态，绝对会选择逃跑。逃跑也好，今后他也不想再看到他们，因为不值得。此刻，主院，楚山将所有楚家人聚集在了院子里，所有人都在交头接耳，似乎在商量着什么。商量好了吗？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楚山开口询问。他的话落，楚莹莹开口道：“爷爷，真要这么做吗？这对七哥是不是太残忍，太不近人情了？”楚山呵斥道：“妇人之仁，这是唯一可能让楚家继续留在楚家村的办法。行了，我要听你们商量的结果。”楚山的话落，楚寻则开口道：“爹，我同意你的决定，楚池应该被踢出楚家。”楚寻则摸着自己的断腿，他到现在都不会忘记那一日楚池对他做的事情。那小子打断了他的腿，让他成为了残废。他对楚池是有恨意的。我也同意，虽然楚池之前救过我们，却也将我们推向了绝望的深渊。他根本没有替我们想过，对我们也没有感情，否则那一日不会让我们下跪。踢出祖籍，必须踢出祖籍。你们，楚莹莹没想到楚家人对七哥有如此大的怨恨，他们的内心里应该还是排斥七哥的吧。好，既然大家都同意，从现在起楚池被踢出族谱，不再是楚家人，他杀血妻的事情也同我们无关。稍后我们要想办法主动联系嗜血教，告诉他们血妻大人死了，是被我楚家弃孙楚池杀死的。我们主动请罪，方能有活路。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得走一部分人，保留心火。楚山的声音没有丝毫感情。壮士断腕，主动请罪，这就是楚山想到的唯一能让楚家继续当村长的办法。他知道嗜血教要收集女子，还用得上他们。嗜血教或许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楚莹莹，你同楚池的感情最好，去吧，将他叫过来，我要公布这个决定。我，楚莹莹怎么好意思去叫楚池啊？他根本开不了口。就在他为难的时候，楚池的声音从侧门传来了：“不用这么麻烦，我来了。”声音落，楚池踏入主院，他的眼神冷漠到了极点，他身上的气息让现场所有人都有些畏惧。你们想赶出我楚家是吗？楚池冰冷询问。楚池，是你的闯祸的太大了，我们楚家人根本不敢直视他的眼睛。怕了？不用怕，我只说一句，我谢谢你们。楚池笑了，他双手放在后脑勺，仰望着天空，显得非常轻松。什么意思？意思还不清楚吗？你们以为我想同你们当一家人？你们说的对，我和你们的确没有感情，因为感情从来都是相互的。要不是我流着楚家的血，又想要光宗耀祖，我都懒得为楚家做这么多事情。但现在我正好单开族谱，楚家人只能共富贵，不能共患难，这样的家族留下来也没意思。一个没有凝聚力的家族只是一盘散沙，正好可以单干了。他单开族谱，楚家的传奇由他来写，这正合他意啊。他笑着道：“从现在起，我们不是一家人，今后你们是死是活，也同我再也没关系。但有一句话我得说清楚，今后我若是崛起，你们可不要舔着脸来求我办事，谁来我打断谁的腿。我楚池说话算话。不见。”
楚池挥了挥手，转身就走。他的背影在阳光的照射下拖得很长很长。猛啊！楚家人原本以为想要将楚池踢出去有些麻烦，甚至会激怒楚池，却没想到人家主动就走了，好像没自始至终都没将楚家放在眼里一样。这可是村长之家啊！七哥，楚莹莹看着楚池离去的背影，眼含热泪。她知道离开或许是楚池对这个家族最后的照顾，但这完全就是她想多了。楚池离开只是因为不值得。楚池一直都是一个果断的人，既然不值得，那就族谱单开，何乐不为？他真的走了，还是笑着走的？楚家人面面相觑，没想到同楚池撇清楚关系会如此简单。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现在做的事情让楚池豁然开朗，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从一开始，楚池就知道楚家同他并不同心同德。之前他让楚山提防庞家，楚山在乎了吗？他当时还自嘲人微言轻，他说的话没人在意。之后哥哥被挟持，楚山更是提出壮士断腕。可以说整个楚家没有几个人真心在乎他哥哥，甚至他的死活。他们对楚池好，也只是因为楚池对楚家有利，就这么简单而已。这就是楚池对楚家人不感冒的原因。刚才在听到楚家人商议要踢他出家族那一刻，他醒悟了，不是一路人，为何硬走在一起？他应该开创属于他自己的势力，他要创建一个新的楚家。他感觉他的念头忽然变得通达，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好像佛家人一朝顿悟了一样。他嘴角带笑，慢慢离去。他的脚步一点都不沉重，反而无比轻松。忽然他停住了身体。主院正门口，楚天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那里。哥，楚池想开口说些什么，楚天却是淡淡开口道：我们走。只是3个字，却清楚表明了他的立场。很显然，刚才的一幕他也看见了。楚池笑了，立马去到楚天身边，小声问道：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知道这里怎么回事吗？不知道，但不重要。走吧，我们回去收拾东西。楚天的话并不多。眼见2人就要离开，楚莹莹的声音忽然传来：4哥、7哥，等等我。楚池转头发现楚莹莹红着眼眶朝他们跑了过来。八妹，你干什么？楚莹莹红着眼眶道：我跟你们一起走。这话一出，楚莹莹的父母变了脸色。莹莹，你说什么呢？快回来！楚池命不久矣，你跟着他干什么？楚莹莹回答道：七哥是为了救我才出的手，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七哥走。他走我也走。你是不是傻？他是为了你吗？他是为了那个凤青女。回来，你给我回来！楚莹莹没有回头，她去到楚天和楚池身后开口道：七哥，你们不会丢下我吧？2人回头，似乎看见了小时候楚莹莹跟在他们身后追他们的画面。楚莹莹绝对是一个另类，全家人都不喜欢楚池这个废物，唯独他总是黏着楚池。小时候他是因为善良，不忍心楚池被哥哥姐姐们欺负，长大后他则是觉得七哥很坚强，受到那么多排挤，他每天还是能露出笑容。生活好像压不倒他，困境也只能磨练他的意志。楚池看了一眼楚莹莹，微微一笑，不再停留。长大了，不是小时候。小时候他会伸出手等着楚莹莹过来，但现在不能，因为他的危机还没有解除。7哥、4哥，你们是不是也没将我当成家人？楚莹莹待在了原地，感觉内心有些凉。楚池没有说话，直到走出了门口，他才开口道：傻丫头，等我解决了麻烦，欢迎你来找我，想走想留都随你意。现在保重。挥了挥手，楚池和楚天大步离去。他们没有直接离开楚家，而是返回杂院。哥，杂院有什么东西要收拾吗？有庞月的尸体。虽然楚天对庞月没感情，但那终究是他的结发妻子。虽然故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但有的人只需要一时的灿烂，就能让你铭记终生。哥，嫂子就先不去动了吧，我们还没有找到地方落脚呢，等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再回来也不迟。也好，那就不用收拾了，我的东西都在储物袋里。走吧。哥，你就不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吗？不重要。楚池有些无语，随后主动开口道：我杀了嗜血教的人，还是嗜血10煞之一。楚天眼皮跳了跳，好一会才道：不重要。还说不重要？那你的眼皮一直在跳，有吗？楚天脸色不变，问道：那你是怎么打算的？你主动离开楚家，怕是已经想好了计划吧？哥，还是你懂我，既然要族谱单开，我们就得有自己的势力。我打算去白云村。
楚池之前看过地图，以前白云村的位置写了一个私字，这个意思是在说白云村也有建村的资格，只是还没有开始考核，估计不在明天就是后天。去白云村？怎么，你去过白云村？去过，那里有我一个朋友。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你有朋友？你这性格也能交朋友？楚池一脸惊讶。楚天淡淡道，他再也受山岭救过我一次，而我救过他3次，只是今年很少看见他来野兽山岭了。我原本也打算抽个时间去看看他的。那正好，走吧。对了哥，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你别告诉我你学会了天地霸体。没有，我只是将他背下来了。楚天还是担心楚池会出事，他背下天下霸体后就立马回来了。楚池心里明白，嘴上却笑着道，我还以为你学会了呢。走吧。当楚池和楚天来到大门口的时候，周涛正好牵着马车走来。凤青羽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楚池和楚天，这两兄弟楚天要英俊一些。楚池谈不上英俊，但这张脸却很阳光，他的嘴角总是带着笑容。两兄弟估计一个随父一个随母。七少爷，你怎么出来了？是要送我们吗？周涛开口询问。你们还没走啊？正好送我们去白云村。另外以后直接叫我少爷，不要加个妻字。是的，少爷。马车逐渐远去，白云村距离楚家村并不远，乘坐马车就算乡路崎岖，最多也就1个小时。1个小时后，楚池抵达了白云村。同一时间，雨家村雨家主院，于浩然等人跪在院子里，大气都不敢呼出。他们面前站着嗜血五煞，血六的手中更是提着一把大刀，大刀鲜血淋漓，地上有3颗脑袋。大人别杀了，血气大人真的不是我雨家杀的。于浩然急得快哭了。这几尊杀神一来雨家就说要替血气报仇，这弄得他一脸懵逼。血气死了，这怎么可能？谁敢杀嗜血蛟的人啊？就算血气真的死了，同他雨家又有什么关系呢？大人冤枉啊，比窦娥还冤，怎么每次受伤的都是我雨家啊？血六冷哼道，放屁，不是你雨家还有谁有能力杀老七？难道是刚建村的楚家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于浩然眼神一亮，血七不就是去了楚家吗？大人明察，肯定是楚家，肯定是。话还没说完，血六一脚将宇浩然踢飞了，这一脚让他五脏六腑一阵翻涌，他的胸骨直接被踢碎。他想要站起来，却发现根本站不起来。妈的，以为我血六好糊弄，楚家怕是连强人境都没有，能杀老七？不想死就给我说实话，告诉我宇正然在哪里，是不是躲起来了？大人，我大哥已经死了，在场的人都知道宇正然死了。血六一脸愕然，他转头看了血二等人一眼。此刻血二上前一步，他开口道，直接搜魂吧。声音落，血二去到了一位老妇人面前，这妇人是宇正然的妻子，他的手放在了老妇人的脑袋上，血光萦绕，老妇人的整个脑袋都变成了血色，一股神秘的气息萦绕四周。没多久，老妇人瞳孔涣散，倒在了地上，已经失去了呼吸，她的灵魂灭了。二哥怎么样，搜魂成功了吗？血六开口询问。血二冷漠地道，失败了，没事，再来。血二的手又放在了旁边一位老者头上，10几秒后，老者也倒在了地上，但他没有死，而是疯疯癫癫地道，我要吃奶奶，我要吃奶奶。很显然老者疯了。这一幕惊呆了所有宇家人，这是非死即杀，又失败了。我的搜魂术成功率比想象的还要低，再来，再来，再来。血二一连施展了5次搜魂术，他的脸色已经变得惨白。搜魂术消耗的是精神，每一次搜魂他自己的消耗也不小。他其实很想停止重新审问宇家人，但现在停止岂不是太他妈的尴尬了？这不是给嗜血叫丢脸吗？还好第6次他成功了，被搜魂之人没有死也没有疯。血二脸色阴冷地道，他说的没错，宇正然早就死了，老七是在宇正然死后才来的。说着他看向宇浩然，那个年轻人就是楚家村的人，小小年纪居然能杀宇正然。大人明察，他就是楚家村的楚池。血气大人从我宇家离开后就是去了楚家，还是我宇家的人驾车送他去的。血二眼神阴鸷，他看了血六等人一眼，开口道，走吧，去楚家村。要是真是他们做的屠村，血二打了一个口哨，独眼乌鸦飞天而下，
薛二等人跳上鸭背，快速远去，直到乌鸦消失在月色中，所有人才如释重负。宇浩然强忍住伤势，从地上站了起来。难道真的是楚池杀了血妻？他胆子怎么这么大，差点连我宇家都连累了。楚家，一只鸽子落在了楚山的手里。楚山取下信，看了一眼。他去了白云村吗？知道去哪里就好。楚池离开楚家村后，他就叫人暗中跟了上去。他必须要知道楚池是去了哪里，不然怎么给嗜血教提供消息，减轻楚家的罪过呢？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在附近所有村子散播嗜血教的大人被楚家弃孙楚池杀害的消息。他必须将这个消息主动通知给嗜血教，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楚家的小辈们也已经连夜出村了，他必须做两手准备，楚家必须留后。只是楚山并不知道，嗜血教的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白云村村口，已经到白云村了吗？周涛，你们待会就在白云村找间客栈先住下。还是那句话，照顾好我未来的女人。马车里楚池的声音传来，少爷放心，我定然会看好凤小姐。但少爷，感觉有些不对劲啊，怎么每家每户都大门紧闭？楚池走出马车，四周看了一眼，白云村里漆黑一片，所有房屋关上了门窗，一点烛光都没有，乡道上只有银白月光，的确有些不对劲。这天色才刚刚黑，这些人也不可能睡得这么早。进去看看。马车继续驶入，乡道变得大了一些，道路上一片狼藉，地上还有尸体。周涛正准备说些什么，前面忽然传来了声音，他在那里，弄死他，不能放他走，何家的人一个都不能留。声音落，前方传来打斗声，月光下，一位青年一只手扶着腰，一只手拿着断刀，虽然受了伤，但他不敢回头，也不敢停留。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字：逃。他不能死，不然父母就白死了，何家也就断后了。但他的腿越来越沉重，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他已经快要坚持不下去了，却看见前方有一辆马车，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但他终究没有抵达马车前面，就跪在了地上。太累了，他已经跑不动了。他朝马车伸出手，似乎在说：“救救我！”此刻马背上周涛没有出手，因为楚池没有发话。他转头看了楚池一眼，似乎再问楚池就不救。楚池没有说话，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情况，怎么会轻易出手救人呢？此刻追兵已经去到了青年身后，他们手中的刀剑在月色下闪烁着寒芒。终究是逃不了吗？青年绝望了，但他没有等死，而是转过身将断刀横在身前。他慢慢站起了身体，就算死也要站着死，但这简单的动作却让他吐出一大口鲜血。哈哈，灵气枯竭了吧？家主说了，杀了你，重重有赏，你的人头我们要了。死！追兵们手持刀剑杀向了青年。青年知道他根本无力抵抗，他已经在等死了。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身旁闪过，身前的追兵只是3-2下就被此人打飞。动手的不是楚池，而是楚天。楚天转过身朝青年开口道：“何兄，好久不见。”楚兄，是你？很显然，这青年就是楚天的朋友，这就是他出手的原因。惊讶之后，青年立马开口道：“楚兄，你赶紧走，不然就走不了了。不要管我。”青年的话刚落，一声冷笑从远处传来：“还想走？都留下命吧。”一位老者领着大约7-8人快速赶来。楚兄，完了，完了！青年面如死灰。这老者是龚家的家主龚能。楚兄，是我害了你啊，你不该出手救我的。青年捏紧了拳头，一脸自责，明显是一位性情中人。楚天淡淡道：“放心，不会有事，有我弟弟在。”你弟弟？青年一脸错愕。以前他听楚天讲过楚池的事情，但他记得很清楚，楚天的弟弟无法修炼，只是一个普通人啊。惊讶间，楚池来到了2人身旁。楚池看了一眼楚天，开口道：“哥，先带他上马车吧，这里交给我。”楚天还没有说话，龚能当时就怒了：“小子，你是没将我放在眼里吗？找死！”声音落，他双脚一踏，像是一头猛虎冲向了楚池。他体战灵光，像是黑夜中的幽灵，但他的身体还没有靠近楚池，就被楚池隔空拍飞了。落地后再也没有站起来。所有人定睛一看，这才发现龚能的脑袋直接被打碎了。死了，家主死了，灵气离体。刚才是灵气离体，
他是强人境的高手，只是一击，龚家人就吓破了胆，再也不敢上前。快去叫前辈，请他出手。对，去叫前辈，只有他能帮我们。有人转身想要去请高手，一位中年摇头道：前辈已经走了。龚家这一战早已经尘埃落定，那位暗中来帮忙的高手已经悄悄退走了。什么？龚家人瞬间就慌了，如果高手不在，谁是这小子的对手啊？惊慌间，楚池出手了。既然那青年是哥哥朋友，这些人都得杀。金色灵气从楚池身上射出，只是一个呼吸，现场所有人全部死光。这青年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少年怎么这么强啊？楚兄，这真的是你弟弟？我弟。楚天看着楚池，眼神复杂，有欣慰，有自豪，还有失落。楚池在尸体上搜了一下，这才回到马车上。原本宽大的马车显得有些拥挤，哥，不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朋友吗？楚池笑着开口，他叫何宽。宽哥你好，我是楚池。楚池朝何宽伸出了手，两人握手之后，他再次道：带我去灭他们全族吧。何宽瞳孔一缩，这少年看上去笑嘻嘻，怎么说的话却让人心里发冷啊。别惊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两家都是白云村的大家族吧？只是你何家被他们打败了。何宽咬牙切齿地道：我何家不是被龚家打败了，而是被龚家灭族了。如果不是遇到你们，我也活不了了。何兄，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何家和龚家这些年一直都相安无事，龚家对我们何家一直都很恭敬，因为他们的实力比我们弱。但谁知道今天日落，龚家忽然全族集结，杀向了何家。听到这里，楚池心中已经了答案，龚家这样做是为了建村名额，肯定有人暗中帮了龚家。说到这里，何宽忽然朝楚池跪下了。楚池兄弟，你可否帮我报仇？楚池扶起何宽，开口道：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带我去灭他们全族。楚池这次来白云村就是想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赶上建村考核。要是赶得上，他就会以绝对的实力成为村子里唯一的霸主，要是赶不上，就去下一个地方。总之他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楚家村，他就是要告诉所有楚家人，他出来单干一样能干得很好。谢谢。马车继续前进，很快就去到了龚家。龚家已经在杀羊宰牛，准备庆贺了。楚池没有任何废话，体战金光杀了进去。原本充满笑声的龚家瞬间被尖叫声所代替，这是一场屠杀。当然楚池只是象征性的将高手杀了，其余人全部都是何宽杀的。老人孩子都死于何宽一人之手，没有仁慈也没有对错。何宽杀人，楚池在后面收拾战利品，每一具尸体他都会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储物袋。同一时间，楚家，楚山没有睡觉，而是盘腿坐在床上，全力撞击体内的双子脉。不知道是不是有压力才有动力，一直都撞不破的端口终于松动了，第一条双子脉出现在了他的体内。他的修为成功提升到了强人境一层，晋级了，我终于晋级了，哈哈，强人境的感觉居然如此强大。楚山正高兴，一股摄人的气息从院子里传来，这股气息强大和冰冷，他晋级到了强人境，也觉得全身发寒，身体发抖。怎么回事？难道是楚池想不通又杀回来了？他该不会是要对楚家人动手吧？楚山强忍着心中的恐惧，打开了房门。这一看，他的瞳孔不停收缩。院子里，几位身穿血袍的男人从一头巨大的乌鸦背上跳了下来，他们的背后都绣一个巨大的血字，是嗜血教的大人。或许是因为害怕，他不小心摔倒在地，整个人像是球一样滚在了院子中央。楚山出现后，楚寻泽等楚家人也先后出现在院子里。楚寻泽留下是因为他断了腿，算是废人。楚山干脆让他主动留下，一起应对这场危机。楚家家主楚山见过几位大人，没想到大人来得这么快。楚山还以为是他叫人散播的消息引来了嗜血教的人。嗜血教不愧是嗜血教，情报网也太厉害了吧？你知道我们会来？血六的眼神射出一道凶光。这么说，血七的死的确同楚家有关系。是的，大人，我在等你们。楚山的头埋得很低，他的腰杆同大地平齐。老七，真的是你们杀的？找死！血六当时就怒了，他伸出手掐住了楚山的脖子，似乎要将楚山直接掐死。一边掐一边低吼道：楚池，速来见我，否则屠你全村。还不出来是吧？是不将我的话当回事吗？
血六的手越来越用力，楚山被掐得口吐鲜血，他感觉自己快死了。嗜血教的人的确心狠手辣，根本就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就在楚山觉得快被掐死的时候，雪儿的声音传来了：“先放了他，感觉他有话说。”血六这才松手。楚山大口喘息，随后开口道：“诸位大人，那个弃子已经不在楚家村了。”弃子？什么意思？诸位大人，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楚池已经被我踢出楚家了，杀血戚大人完全就是他个人所为，他根本不听我们的劝阻。血六等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好像有什么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啊。血六看向了血二，开口道：“二哥，还能施展搜魂术吗？”血二淡淡道：“应该能施展1-2次。”声音落，他已经将手放在了楚山的脑袋上。大概1分钟后，楚山坐在地，他的眼神有些呆滞。“二哥，如何？”血二摇了摇头：“失败了，失败了。那还能再来一次吗？”“没办法了，我已经快要站不稳了。搜魂秘术太消耗精神了，我得好好休息几个月才可以继续施展。”“没法施展了。”血六眉头一皱，他们看了一眼一脸呆滞的楚山，轻喃道：“不该对他施展搜魂术的，他是楚家家主，知道的应该是最多的。罢了。”血六转头看向了楚寻泽等人，一声低吼：“说，楚池在哪里？”或许是吼声太过霸道，一脸呆滞的楚山像是被惊醒了，他的瞳孔快速聚焦。刚才发生了什么？我的脑子怎么一片空白？这话落，雪儿有些惊讶：“你居然没有傻？”搜魂秘术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术，如果失败，被搜魂者有很大概率成为傻子，也有一定概率直接脑死亡，只有很小概率能安然无恙的活着。楚山自己都不知道，他已经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你没死正好，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大人。”楚山跪在地上，将楚池杀血妻的事情一五一十交代了出来。“大人，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全家人都让那个畜生不要杀，但他不听，谁让他是楚家修为最强的人呢？我大儿子更是被楚池斩断了腿。”楚山指着楚寻泽，虽然楚寻泽的腿是之前被楚池弄断的，但反正都是楚池干的。“你说的都是真的？就因为一个女人，他就敢杀血妻？什么女人有这么大的魅力？”血儿明显不相信，他嗜血教的威名还敌不过一个女人。“大人，那是你不知道那个人有多美，她就像下凡仙子一样。”“仙子？”血六等人不屑一笑：“你们的意思是人是楚池杀的，同你们没关系？但你以为这样就能算了吗？”血六手中的刀猛然横斩，嗤的一声轻响，楚寻泽的脑袋滚落在地，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明显死不瞑目。他的脑袋滚到血九脚下后，被血九一脚踩碎，鲜血四溅，脑浆横流。“不，大儿！”楚山放声大吼，一瞬间就老泪纵横。他抱住血六的大腿，开口道：“大人，我楚家愿意为嗜血教效犬马之劳，你们要的货物，我楚家一定按时按量准时上交。还有，我知道楚池在哪里。”血六原本还想杀人，听闻这话，立马将刀放在了楚山的脖子上。“你知道那小子去了哪里？”“是的，大人，他离开楚家的时候，我叫人暗中跟上去了。他现在在白云村。”“白云村？你没骗我？”“绝对没有，我也不敢。你这老头倒是省了我们不少调查的时间。既然如此，先留你们性命。”血六快速跳上了独眼乌鸦的背，他现在只想早点手刃凶手。很快，独眼乌鸦扇动翅膀，快速飞远。他们彻底离开后，楚山终于笑了：“没死，我们都没死。哈哈，我赌对了，这的确是我楚家唯一能活的办法。”大笑之后，他看了一眼楚寻泽的尸体：“寻泽，你没有白死。嗜血教的大人虽然杀了你，却也算是发泄了心中怒火。我楚家应该安全了。那小子一死，楚家村该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从现在起，你们别叫我家主，别叫我爹，我只想听2个字：村长。”白云村龚家，凤青羽和周涛兄妹去住客栈了，何宽则回了何家烧纸。龚家只剩下楚天和楚池。此刻，楚池一把火将尸体全部烧毁，火光冲天，将楚池的脸映衬得像是恶魔。“弟弟，你是准备住在这里了吗？”楚天开口询问。楚池点了点头：“不出意外的话，建村使者快要来了，我就在这里等他。白云村要姓楚了。”闻言，楚天脸色有些不自然：“这个村子里只有你和我姓楚。”楚池却是无所谓地道：“多少人姓楚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是不是楚家村。再说，现在人少不代表以后人少。哥，
要不我先给你找个嫂子，你多生几个崽，赶紧将楚家壮大起来。楚天脸色冷漠，没兴趣，要生你生，反正你喜欢玩女人。楚池却是一本正经地道，玩归玩，闹归闹，别拿生孩子开玩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提升修为才是最重要的。楚天认同地道，我也一样，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楚池捂着脑袋道，我说的不生孩子，又不是今后都不玩女人。哥，你对这方面过于冷淡了。楚天没有过多说这方面的事情，他忽然问道，嗜血教的事情你到底怎么打算的？就算拿下白云村，危机也没有解除啊，面对嗜血教，你真的有把握吗？哥，说实话，没把握，但如果让我知道哪里有2级野兽，我就肯定有把握。哥，你经常外出，可知道哪里有2级野兽生存？要像野兽山岭那样拥有大量野兽。大量？楚天剑眉微皱，拥有2级野兽的地方，他倒是听说过几处，但每一处的数量都不多，最多几头。他思考了一下，道：想要大量的2级野兽，怕是只有去部落。我听说部落掌控着2级资源，包括2级野兽生活的区域。哥，那你知道附近的部落在哪里吗？楚池的眼里有了光芒。楚天淡淡道：不知道。楚池眼里的光芒瞬间消失了，但很快他笑了，没事，那我就选定一个方向，主动去寻找部落。比如我一路向北，总会找到部落在哪里。闻言，楚天没有说话。对弱者来说，出去探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路上是有很多盗匪的，就算没有盗匪，如果遇到强大的野兽或者惹到强者，也是死路一条。哥，你去何家陪陪你的朋友吧，等我处理完嗜血蛟的事情，你再回来。对了，这些东西你拿着。楚池拿出了一个储物袋，储物袋里装的正是从雨家得到的资源。楚天大概查看了一下，瞬间变得惊讶了，他居然在里面看见了月心草。除了月心草，还有一把黄级下品的长剑，人级上品的疗伤灵药也有几株。楚天收下资源，拍了拍楚池的肩膀，随后转身离去。他知道他帮不上楚池的忙，如果嗜血教的人来了，他留下只是拖累。楚天黯然离去。即将抵达何家的时候，他忽然抬起头，昏暗的月色中出现了一只巨大的乌鸦。乌鸦飞得很低，在白云村的上空盘旋了几圈，好像发生过战斗。那里有大火，去看看。独眼乌鸦快速落入了公家。公家。楚天走后，楚池并没有回房间休息，他坐在院子里开始吸收日月星辰之力。嗜血教的事情，他表面上看上去平淡，实际上也是有压力的。在修为没办法提升的情况下，他必须将天地霸体的等级提升起来。他的天地霸体只是入门，如果将天地霸体小成，他的战斗力肯定会继续得到提升。他估计小成的天地霸体能让他的力量再提升一层，也就是说小成后他能轻松越3层对敌，再遇到强人境6层，他都不需要偷袭。月黑风高，日月星辰之力萦绕在楚池四周，这股力量在他的体内循环，无时无刻不在淬炼他的身体。虽然在停止灵气运转的情况下，他现在的身体强度只相当于凡人境6、7层，但如果一直用日月星辰淬炼身体，今后哪怕不施展天地霸铠，他的肉体强度也能同灵气修为平齐，甚至日积月累下超过灵气修为。这就是天地霸体被划分为体技的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单开族谱让念头通达的原因，又或者是荒古大日体的确牛逼。这一次四周的日月星辰之力非常浓郁，他的身体自动浮现出了天地霸铠，天地之力主动汇入，让原本普通的铠甲多出了一条条特殊的纹路。这金色的铠甲看上去更加霸道，更加有气质。楚池眼神一亮，按照现在的状态，天地霸体小成只是时间问题啊。就在他高兴的时候，空中传来波动，一只乌鸦出现在了他的斜上方。乌鸦的背上站着5位血袍人。楚池睁眼一看，眉头紧皱，血色长袍，嗜血教的人，但怎么来的这么快？嗜血教的情报网这么给力吗？这快的超乎楚池的想象，他原本计划的是10天半个月啊，这才半天时间就找上门来了。没错了，就是慈子。乌鸦背上血儿冷漠的声音传来，他看着楚池的眼神里只有冰冷的杀意。他对雨家施展过搜魂术，他清楚知道楚池长什么样子。刚才在天空，他就觉得这小子的背影有些像。此刻他确定不是像，这小子就是楚池，就是那个杀了宇正然又杀了血七的人，真的是他。哇呀呀呀！血六扛着大刀率先从独眼乌鸦的背上跳了下来，直接跳在了楚池的对面。距离楚池不过1米的距离，
火光映衬下，血六的面容格外狰狞。就是你杀了老七！血六举起刀，刀就放在楚池的脖子上。楚池没有动，也没有说话。他的体内日月星辰之力快速旋转，他整个身体内部似乎化为了宇宙星辰。他身上的灵气铠甲烟消云散，准确来说不是烟消云散，而是重组。楚池知道他现在的修炼状态不能破坏，要是破坏了，下一次进入这种修炼状态不知道要多久。嗜血教的人来的真不是时候，不说话找死！血六一脚踢向了楚池的胸口，楚池的身体直接被踢飞，巨大的力量将院墙撞了一个大坑。楚池口吐鲜血，却还是保持打坐的姿势。此刻他微微抬头看了一眼先后落在院子里的血六等人，眼神微眯。这5人有4人的身体放出了血光，强人境的气势全部绽放。从气息上来看，手持大刀的血六是强人境6层，手持斧头的血9是强人境5层，手持巨大狼牙棒的血5强人境6层，空手的血4强人境7层。至于脸色惨白的血2并未释放出气息，但直觉告诉楚池，这个人才是最恐怖的，因为其余几人对他的态度非常恭敬，对方的修为很可能在强人境7层之上。嗜血教一次来5人就算了，来的还都是强者。最重要的是，嗜血教有一种能暂时提升修为的术，能将修为提升2层。也就是说，想要对付现场的5个人，除非强人境无敌，否则死路一条。嗜血教真是大手笔啊！就算如此，楚池也没有恐惧，更没有逃避。他比谁都知道，遇到困难，恐惧和逃避是没用的。他一直不说话，是因为他在思考，要如何才能反杀。就在楚池思考的时候，血六伸出了手，血色灵气形成爪子，将远处的楚池抓了起来。楚池没有反抗，他的身体内部日月星辰之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他的身体四周似乎出现了星光点点，这是天地霸体即将小成了。不说话，你难道是哑巴吗？给我去死！血六往后一拉手，楚池的身体快速朝他靠近，他举起了手中的大剑，似乎打算一剑将楚池的身体刺穿。就在楚池的身体即将接触到大剑的时候，他的身体释放出了璀璨金光，金光耀眼，好似一轮明日。这一刻，整个村庄都变得明亮了起来，黑夜似乎变成了白天。街道上正在快速朝公家赶回的楚天瞳孔不停收缩，果然那乌鸦是去找楚池的。楚池，有危险，是嗜血教的人到了吗？弟弟，不要死啊！等我。院子里金光灿烂，血六等人根本睁不开眼。虽然金光只是一闪而逝，却也足够楚池动手了。此刻的楚池身披天地霸铠，现在的天地霸铠同之前都不一样，现在的铠甲比之前更加威猛，这已经不是一个铠甲了，而是一尊天神。天神威严，看不清楚脸，只看得见如同日月一般发光的眼睛。这就是小成之后的天地霸铠。楚池根本没有理会身前的血刀，而是任由身体撞上去。他的手里出现了黄级中品长剑。楚池不会黄级剑技，也没有施展七剑斩，因为修为提升到强人境后，七剑斩已经不适合他了，他只是施展最基础的剑术：刺、劈、点、撩、截、斩、磨、削。基础剑术虽然无法对攻击进行加成，配合黄级中品长剑也足以击杀强人境6层强者。吃吃，枪！金光消散后，2颗人头落在了地上，分别是血6以及血9。楚池趁着金光耀眼，在一瞬间秒杀了2人，对方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至于那枪的一声，是他打算杀第3人的时候，被血武手里的狼牙棒挡住了剑，一击无果。楚池手中剑挽出剑花继续攻击，基础剑法在他的手中却像是高深莫测的剑术。这一幕惊呆了血武，这小子是传说中的剑道天才吗？还好他不是一个人。此刻血四一声怒吼，给我滚！排山掌！一掌推出，狂风怒嚎。他的修为是强人境7层，虽然施展的只是黄级中品武技，威力也非常狂暴。楚池的身体瞬间被击飞，哪怕他将手中剑插在地上，也足足后退了5米。强人境7层同强人境6层的确是有很大差距的，普通人根本无法越层杀人。此刻楚池看着现场还活着的3个人，眉头微微皱起。他知道他的优势没了，方才之所以能斩杀2人，是因为这群人没有认真。他们也想不到楚池根本不顾血6的大刀，然后在瞬间反杀他们2人。老九，
老六！啊！不！看着地上的尸体，血武等人悲痛欲绝，血儿更是神色阴冷。这小子似乎比之前又强了，是因为身上的铠甲吗？这难道是皇级上品的体技？不对，皇级上品的体技也没有此等威压。莫非血儿的眼里释放出了光芒？他朝血武和血四开口道：“不要大意，这小子无论是身法还是剑法都太快了。他手中拿着的是皇级中品长剑，身法定然也是皇级中品身法。我没记错的话，他还有一把皇级上品的匕首。要是被他得手，我都要当场阴狠。”血四咬牙道：“的确大意了，接下来我出手吧。”是血。血四正准备施展是血术，血二却上前了一步：“不，我亲自动手。”二哥，你……血四太惊讶了，就算这小子让人惊讶，也不至于让二哥亲自动手。他施展是血术，就算这小子再强，也不应该是他的对手。血二没有解释，而是一声低喝：“是血术！”血二本来是强人境8层的修为，施展是血术后，他的气息变得更加强大，他惨白的脸也多出了一丝血色，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此刻的血二强人境无敌，给我跪下！血二没有啰嗦，手猛然往下一压，血色灵气像是血色的天空，当头朝楚池压了下去。哪怕楚池全力抵挡，他身上犹如神王一般的铠甲还是在逐渐崩碎扑哧。楚池猛然喷出一口鲜血，跪在了地上。差距太大了，他的修为终究只是强人境3层，区强人境3层的蝼蚁能让强人境8层的强者施展最强的手段，这已经是奇迹了。这样的表现在哪里都是天才。不，妖孽，是我的极限了吗？楚池自嘲地笑了，但他的眼神依旧有光。极限归极限，底牌却还有，这一次该动用震天鼎了。还笑得出来？血色灵气继续往下压，楚池几乎平躺在了地上，他的脸同大地接触，被压得变了形状。血儿其实可以直接压死他，但他没有。此刻他一步步走向了楚池，他的眼里有着期待的光芒。他将手放在了楚池的脑袋上，他是要搜魂，这也是他施展是血术的原因。他想知道这小子学的到底是什么武技，这武技太强大了，居然能让人越3层杀人。还有那剑法究竟是何人教的？明明只是最基础的剑术，施展起来却犹如行云流水。只有剑道宗师才能传承下来如此恐怖的剑道心得吧。这小子身上有秘密，很快这个秘密就是他的了。血儿的内心有些激动，思绪有些复杂，但下一刻他就没有思绪了。一口黑色的大鼎忽然出现，重重砸在了血儿的脑袋上。小小的鼎像是一座大山，他的身体瞬间被砸得粉碎。黑鼎落地后，大地摇晃，不停皲裂，那裂缝像是蜘蛛网一般蔓延向了整个院子。血儿死！血儿已死，威压消失，楚池立马起身。天地霸铠再次出现，他踏着游蛇步伐，手拿大鼎，朝目瞪口呆、一脸懵逼的血丝杀了过去。楚池像是人间霸王，一鼎抡向了血丝的身体。血丝下意识绽放出了灵气，却哪里挡得住震天鼎？这鼎似乎有万钧之重，瞬间将他的身躯打得粉碎。原地只剩下脖子以上的部位，还有小腹以下的部位。血丝足，不可能，不可能！这一幕将血武吓得后退了几步。他加入嗜血教30年了，却还是第一次被别人吓到。这小子手中的这口鼎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怎么如此坚不可摧？而且刚才一落地就让大地皲裂，这是有多重啊？这么重的东西，这小子怎么抡得起来的？血武脸色一冷，立马施展是血术，展开了攻击。惊讶归惊讶，该战还是得战。他现在可是相当于强人境8层的高手。百怒拳，没有迟疑，血武师展出了武技。天空中忽然出现了灵气拳头，但绝对没有100那么多，最多也就70、80。小子，死吧！灵气拳头从四面八方击向了楚池，楚池躲无可躲，避无可避，就算他剑术精妙，也绝对挡不住。力量的差距始终在那里。楚池知道挡不住，他根本就没挡震天鼎，忽然悬浮在了他的头顶。他将灵气输送进入震天鼎，没多久，震天鼎方向将灵气反向输送给了和他，只是金色的灵气化为了白色的光芒，这些光芒像是一层结界，将楚池护在了里面。这就是震天鼎的守护能力，这也是女仙剑选择将震天鼎交给楚池的原因。有这口鼎，哪怕修为强楚池一个大境界，
也碎不了震天鼎反向输出的结界。砰砰砰砰砰，剧烈的爆破声不停传来。楚池被震天鼎反向输出的光芒笼罩，没有受到丝毫伤害。什么？血武当时就懵逼了，这鼎到底是何方宝物啊？不仅能抡起来杀敌，居然还能释放出灵光护主，果然能轻松挡住。楚池咧嘴一笑，光芒笼罩下，他像是神王降世，蕴含不是神威。他双脚一踏，冲向了血武。跑！血武终于慌了，他知道他杀不了这小子，相反，这小子手中的鼎却能将他的身体砸碎，不能让楚池靠近。这一刻，他除了逃跑，别无其他选择。还好，这小子的速度不如他，但楚池怎么可能让他跑？此时，血武身体刚刚转身，就听到身后传来了风声。他脸色一变，下意识躲开，但还是慢了一点。他感觉手臂有些凉，低头一看，他都快吓晕了。他的左半身从胳膊往下全部是碎肉，甚至还能看见被砸碎的器官。此刻轰隆一声巨响传来，楚池的大鼎将墙壁击穿后落在了旁边的院子。血武之所以被打破身躯，就是因为楚池扔出了手中的鼎。他追不上，难道不知道扔吗？既然动用了震天鼎，就不能有人活。这口鼎的存在不能被活人知道。陈逆病，要你命！楚池踏着游蛇步伐，已经去到血武的身旁，他手中的匕首刺入了血武的脑袋。这到底是什么鼎？血武的话刚刚没有说完，身体轰然倒地。他的修为就算提升了2层，他也挡不住黄级上品的匕首。血武卒。至此，嗜血教派来的5煞全部死光。楚池5杀。同一时间，嗜血教存放灵魂玉的石屋，守狱的弟子快要疯了，他眼睛瞪得像是铜铃一般大小，似乎快要爆珠了。他的身体更是在不停颤抖。视线中，血9、血6、血5、血4，甚至血2的玉佩先后破碎，这太让他惊恐了。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出了石屋，一边跑一边大喊：“教主，出大事了！”短短3分钟后，嗜血殿6位老者齐聚于此，为首的是一位看上去50-60岁的男子，这就是嗜血教的教主血无极。他的真实年纪已经150岁了，在他的脚下躺着一具尸体，正是那一位守狱的弟子。这弟子全身枯槁，像是被吸干了血液。血无极身旁坐着4位血袍人，这些血袍人的胸口绣着金刚2字。嗜血教不仅有嗜血10煞，还有4大金刚，也被嗜血教的人称为血金刚。血一，为什么之前不通知我？血无极嘶哑的声音传来了。血一脸色一变，跪地道：“教主，是我觉得这种小事不应该打扰你的修炼，所以就死了6位血煞吗？教主，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们白死，我会亲自出手。”血一的身上浮现出了狂人境才拥有的气势。哦，你晋级了，在血炼术的帮助下顺利晋级。教主，就让我去会一会雨家，我真想知道雨家到底得到了什么奇遇，都敢忤逆我嗜血教了。血无极没有允诺，而是看向了4大血金刚。你们怎么看？教主，对方应该有狂人境的高手，不然血2他们不至于团灭。我觉得我们要慎重，得先查清楚对方的实力和势力，不查清楚就去找人家麻烦，很可能重蹈覆辙。闻言，雪姨皱起了眉头，问道：“你们是不是太谨慎了一些？要是对方趁这个时间逃了怎么办？浪费一点时间而已，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万一杀血2的人是狂人境4层的修为呢？那样就算我们一起出手，也是死路一条。不可能，这样的强者不可能出现在私家村里，就算部落也没有几个。就算雨家有人走了狗屎运，得到了狂破经，步入狂人境，也最多就是狂人境1层的修为。狂破经，狂人境凝聚的晶体，那万一真是高手呢？哪里那么多万一？对方杀我6位弟弟，我必须弄死他们。我嗜血教除了蛮牛部落，这么多年还没有怕过谁。你啊，太自大了，可谓是无脑至极。我无脑？血意还想说些什么，血无极一声冷喝：“都住嘴！嗜血教的威严不可忤逆。这样吧，我给你们2天时间，2天后你们必须查到杀血2他们的人到底是谁，有何背景。如果对方背景很强，收起怨恨，苟着发育，我们修炼的是血炼魔功，我们修炼速度是别人的2-3倍。”血无极的话落，血一立马开口道：“我这就叫人去查。”公家，楚池收回了震天鼎，震天鼎不能过多暴露。要不是今晚每家每户都紧闭着大门，要不是现在是夜晚，他也不敢用震天鼎
如此光明正大的杀人。此鼎要是暴露，杀他的人绝对不在少数。呼出一口气，楚池开始拾取战利品。刚刚弯下腰，他听到了脚步声，他抬起头看向了门口。很快，楚天出现在了视线中。楚天看着地上的尸体，又看了一眼楚池，眼神惊愕。他知道嗜血叫来人了，这速度比想象的还要快。但怎么回事？这些人怎么都死了？这些人你杀的？楚天开口询问：“不是我，还能有谁？”楚池反问了一句，他的脸色非常严肃。他没等楚天开口，继续道：“哥，去找你朋友，千万别回来。”楚池比谁都明白，他虽然杀了这5人，却并不意味着危机解除了，相反，危机越来越严重。这一次嗜血教来的只是强人境，下一次怕是有狂人境的强者来。嗜血教的教主绝对是狂人境的高手，虽然震天鼎很重，能杀狂人境，但前提是楚池的攻击能击中对方。他能如此顺利的杀血2等人，是因为这些人还是大意了。特别是血2，他几乎是强人境无敌的存在，却因为距离楚池太近，直接被秒杀。要是今后对上狂人境，他亦不定能轻松杀对方。他的修为终究太弱了，除非全力释放震天鼎的威压，但那恐怖的威压绝对会暴露震天鼎，到时候他的敌人就不止嗜血教了，所有强者怕是都想弄死他。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一刻，楚池已经在思考，要是嗜血教再来，如何在不暴露震天鼎的情况下去反杀？万一下一次他们是白天来人呢？来的人数比这一次还要多呢？要如何破局？难道要逃跑吗？楚池陷入了沉思。好一会，他的眼神一狠，逃跑是不可能的，他要赌一把。楚池忽然伸出手，金色灵气化为大手。没多久，血6、血9、血5、血4的人头被他拿在手中。他快速前往了村口。几分钟后，4人的脑袋被他高高挂起。既然人已经杀了，同嗜血教已经是不死不休了，那就干脆不躲不避，直接摊牌。他要主动告诉天下人，他楚池要同嗜血教作对。挂上人头后，他还在村口拉了2条横幅。第一条横幅上写着：“不要再派苍蝇来打扰我，烦。”第2条横幅上写着：“半个月后，我亲临嗜血教，灭全教。”村子口，楚天看着这2条嚣张至极的横幅，五官震惊的在跳舞。弟弟，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确定要写这2道横幅？要不我毁了它。这横幅太嚣张，太猖狂了。楚池这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楚池却是眼神深邃地道：“现在的我只能这样，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楚天没有说话，好一会他叹了口气：“我怎么感觉你才是嗜血教的人？你比他们还疯狂。”楚池耸了耸肩道：“哥，去找你朋友吧，不用跟我待在一起，何况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说不定埋葬了族人后他就会自杀。但我楚家现在需要人，只要信得过，都可以跟着我们。我们必须要壮大自己的势力和实力。现在还想这些，你就不担心你自己？我不需要担心，车到山前必有路，如果真没路，我就走出自己的路。放心吧，这点事压不倒我。”楚池咧嘴一笑。楚天忽然发现，楚池似乎真的长大了，成熟了。他居然如此临危不乱。对了哥，这个给你。楚池拿出了物，不管他的未来是死是活，这些好东西都得传给哥哥。他知道哥哥想要什么，哥哥肯定也想成为强者。楚池打算再抽个时间，将女剑先传给他的基础剑道知识也写给楚池。只不过手写的剑道传承没有女剑先用意念传承来的真切，但有总比没有的好。之前楚山想要这些传承，楚池以外传死，全家拒绝了，但传给哥哥，他心甘情愿。这是什么？楚天眼神疑惑。你拿着它，试着用精神去感应就知道了。楚天摇了摇头，我感应了，什么都没有。没有？你再试试。还是没有。这……楚池拿回纸张，仔细思考了一下，他明白了。物具有唯一性，他不死，怕是没有第2个人能知道上面的是什么内容。想要将物上面的东西传承给第2个人，只能手写，但手写那得写多久啊？不然就只能等修为强大，像女剑仙一样，直接以意念将物传承给第2人。那你将这个储物袋拿着，左边这个是给八妹的，如果我真出现什么意外，你替我给她。楚池又拿出了一个储物袋，这个储物袋里是他给楚莹莹准备的资源。他在拍卖会拍了几株人级中品提升修为的灵药，
楚莹莹都用得上。但意外来得太快，他什么都来不及给。那种情况下，他也不可能当着楚家人的面给楚莹莹资源。其实楚池身上还有给楚家准备的资源，但楚山他们不配。这个资源正好给他创造的势力留着。好了哥，去找你朋友吧。楚池没有说太多废话，挥了挥手，转身离去。楚天看着楚池离去的背影，又看了看村口的人头，我一点忙都帮不上了吗？他双拳紧握，指甲陷入了肉里，也浑然未知。楚池回到公家后，盘腿坐在院子里。他没有睡觉，因为根本睡不着。他在横幅上只给自己留了15天时间，那是因为只有这个时间嗜血教才等的了。他要是说1个月甚至3、5个月后灭世血教，嗜血教岂会傻等？15天是最合适的时间。他相信这个消息传到嗜血教的耳里，足以让他们震惊，然后忌惮。这也是他如此大胆的原因。置之死地而后生。检查一下战利品吧。止住思考，楚池开始检查战利品。5个储物袋出现在手中，他一一查探。薛儿等人给他留下黄级下品疗伤灵药12株，黄级中品疗伤灵药6株，黄级上品疗伤灵药也有2株。这等级的灵药除了断骨不能复原，身上的伤口都能结疤愈合。但可惜他们5人没有一人有机会服用灵药。楚池还得到了黄级武技12本，大部分是下品，只有2本是中品，上品武技1本都没有。黄级武器13件，其中5件是黄级中品，其余的都是黄级下品。黄级上品的武器1把都没有，上品武器的确稀少，血儿也没资格拥有。楚池还在血儿的储物袋里发现了8颗释放着绿光的晶体。楚池知道这是狂破晶，狂破晶肯定是血儿为冲击狂人境做的准备，正好便宜了楚池。今后他要是将修为提升上来，也不需要为狂破晶发愁了。狂破镜虽然只有8颗，却足够了。除了这些东西，没有任何能提升楚池修为的灵药。倒是有一株人级上品提升修为的灵药，可提升凡人境9层以下修者1层修为。这灵药正好给哥哥。这株灵药加上月星草，楚天能直接将修为提升到9层巅峰，进入强人境只是时间问题了。果然，杀人越货才是获取资源的最好手段啊！没有嗜血术吗？此刻楚池眉头微皱，他最想要的还是能暂时提升修为的术。狂破晶虽然好，但他现在终究是用不上啊。倒是嗜血教那提升修为的术，他很感兴趣。这绝对是一大杀招。要是学会此术，哪怕不会任何其他武技，在荒古大日体和天地霸铠对修为的加成下，他能越5层杀人。楚池又将几人的储物袋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什么好东西。他闭上双眼，继续修炼天地霸体吧。天地霸体是能伴随他终生的秘术，必须要尽快将此术大成，甚至圆满。闭上眼睛，日月星辰之力像是音符在他身旁跳动。虽然这一次没有进入之前那神奇的修炼状态，但楚池还是明显感觉到他的精神无比集中，他能感应的日月星辰之力比刚开始修炼时要多很多。是自己修为越强，对这些力量的感应越清晰吗？不对，好像是他。10几分钟后，楚池将胸口的配饰拿了出来。这配饰并不华丽，就是一个普通的石头，连玉都算不上，不然小翠也不敢拿它砸核桃。此刻楚池将配饰扔在了地上，他自己更是远离玉佩10米。他再次打坐感应4周日月星辰之力，4周的日月星辰之力明显减少了，他的精神似乎没有之前那么集中。真的是他？楚池太惊讶了，这看上去不起眼的配饰似乎能帮助他修炼，他似乎能让人更加聚精会神。楚池并没有得到雾的骑士篇，不然他一定能认出这石头是罕见的彗星石。彗星石质地坚硬，看上去普通，却能帮助修者修炼。小翠一家人都是普通人，彗星石的用处他们根本不知道。幸亏我没将这玉佩扔了，真没想到小翠还给了我这样的好东西。楚池心中感慨，如果他不是出自底层，能和小翠这些普通人打成一片，换做其他任何人都会在小翠离开后将这不起眼的配饰收起来，或者扔掉，但楚池没有，也正是因为他没有，才能慢慢发现这玉佩的好处。看来给小翠的钱还是太少了。楚池知道他同小翠是2个世界的人了，但这并不表示他不能关照小翠一家人。楚池重新戴好玉佩，继续感应日月星辰之力。一夜很快过去，次日天还没亮，白云村爆了。你们听说了吗？村口有4颗人头。人头是公家还是何家的？不是公家，也不是何家。他们说是嗜血教。什么？嗜血教？
那个传言连小孩子都要生吃的邪恶门派，假的吧？不假，杀嗜血教的人还留下得了话，说15天之内必灭嗜血教。我的天啊，何人这么大胆，敢惹嗜血教？不好，我们得赶紧搬家，白云村不能留，要是嗜血教没被灭，绝对会来屠村的。对，搬家。这一日，白云村不少村民都搬走了，村子里只留下傻子和垂死的老人。原本还算热闹的白云村一片死寂。随着村民的离去，有人挑战嗜血教的消息像是燎原之火，快速散开。方圆数十里的村子几乎都知道了这个消息。楚家距离白云村不远，这个消息他们自然也知晓了。不可能，不可能！此刻的楚山一脸惊愕，他原本以为楚池必死无疑，但怎么第二天村子口挂着的是嗜血教大人的人头呢？楚池难道没死？这怎么可能啊？楚池之前杀血期是因为血气大意了，他没想到楚池有那么厉害的符箓，但这一次可是来了5位嗜血教的大人啊！一人大意就罢了，5人怎么可能都大意呢？5个人怎么可能都死了呢？楚池有这么强吗？来人！楚山并不相信这个传言，立马派探子骑快马去白云村。很快，探子回来了，他告诉楚山，这不是传言，而是事实。村口挂着的人头就是嗜血教的大人们。确定是事实，不是谣言后，整个楚家人都懵逼了。楚寻义更是朝楚山开口道：“爹，楚池居然能杀5位嗜血教的大人，我们将他踢出楚家，到底是对是错啊？”楚寻义吐词不是很清楚，因为他没了舌头。原本没舌头的人是无法说话的，但修者可以将灵气运集到喉管，也能让空气震动，产生声音，只是没有原来那么清楚。楚寻义也在慢慢适应，找寻技巧。楚山冷哼了一声道：“肯定是对的，嗜血教谁敢惹？我就不信15天后他灭得了嗜血教。他要是灭得了嗜血教，我跟他姓。”楚寻义和楚家人一脸懵逼，跟谁姓不都姓楚吗？楚山似乎也知道自己的说法有问题，他冷冷道：“我的名字倒过来写，可以了吧？嗜血教岂是私家村能对付的？我明白了，我知道楚池这一招是什么用意了。爹，什么用意？他是想给自己争取时间，逃跑。逃跑？对，这可能是缓兵之计。这个楚池太聪明了，他故意吓唬嗜血教，就是想要逃生。但不得不说，这小子很聪明，这或许是他唯一的逃生机会。整个楚家唯一不相信楚池会逃跑的是楚莹莹。当初同四伯父约战，七哥不也没逃吗？这一幕何其相似啊！只是七哥，15天后，你真的能对抗嗜血教吗？这也太让人难以置信了。楚莹莹知道楚池的修为也就强人境3层而已，他想要对抗嗜血教，就必须将修为提升到狂人境去。嗜血教肯定是有狂人境的高手的，而且还不是狂人境1层那么简单。七哥，这一次你能创造奇迹吗？同一时间，嗜血教血无极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他的身旁坐着血翼和4位金刚。很显然，他们也知道了楚池留下的消息。此刻，他们将各个村子传来的消息汇总之后，终于知道杀石煞的人只是一个私家村的家族弃子，没想到杀我嗜血教的人居然是一个无名小辈，猖狂至极，猖狂至极！教主息怒，请让我去一趟白云村，我亲自取那小子的项上首级。血衣依旧在主动请战，血无极没有说话，而是猛然打出一掌，血衣的身体直接被他击飞，撞在墙壁后，脸色一阵潮红，似乎要忍不住吐血了。教主，为什么？血翼神色惊讶，没想到教主会对他出手。血无极冷冷道：“与其你去送死，我还不如一巴掌打死你，也省得你再让嗜血教蒙羞。”教主，你的意思是我不是那个小子的对手？难道你觉得他年纪如此轻，也是狂人境的修为？这根本不可能。闻言，血无极瞪了血衣一眼，他还没有开口，一位血金刚的声音传来了：“血衣，这么多年，你的智商一点都没长，你真觉得教主是在顾忌这个年轻人？教主是在担心这年轻人身后有强者，不然他怎么敢叫嚣15天后灭我嗜血教，还让我们不要派苍蝇去送死？”血翼瞳孔收缩，他身后有强者，这一点他倒是没有考虑到。不然你真以为这小子有能力杀掌握了嗜血术的血儿？你以为他是绝世天才吗？血翼逐渐冷静了下来，他声音嘶哑地道：“那我们什么都不做吗？”这话落，血无极再次道：“全教戒备，15天后让他们有来无回。他们要是敢来，那就是自寻死路。在我的地盘，就连蛮牛部落的酋长亲自前来，
也很难活着走出去。说着，他看了一眼血衣。我知道你想给雪儿他们报仇，杀了那小子和他身后的人后，你去楚家村大开杀戒吧。虽然这小子是楚家的弃子，但你的愤怒终究需要发泄的，就用楚家人的血祭奠雪儿他们的亡灵。公家。楚池看了看天色，太阳已经挂在了最高空。使者还没来吗？楚池之所以到现在都没有离开白云村，就是在等剑村使者。他现在要是离开，岂不是错过了剑村名额？但他又不敢多等，因为他只给自己留了15天时间。这15天他还得寻找附近的部落，只有部落才有足够的2级野兽让他杀。15天对别人来说或许改变不了什么，但只要给他足够的野兽就能崛起。所以他就算要等使者也等不了太久。看了一眼挂在正空的太阳，他站起了身体，算了，等不下去了。楚池起身正准备离开，一道声音从门口传来：少主。转头一看，周涛从远处走来，他的身旁还站着周于心。楚池眉头一皱：你们怎么来了？少主，嗜血教的人都是你杀的，昨晚这里是发生过战斗了吧？楚池无语地道：不是我，难道是你？行了，赶紧走，不是让你们照顾好我未来的女人吗？来这里干什么？周涛没有说话，他看着楚池，像是看着神明。忽然他跪在了地上，咬牙道：少主，请让我跟在你身边，我既然选择跟你，就不怕危险。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们好，但我们就是想告诉你，我愿。周涛的话还没有说完，楚池就打断了周涛的话：执行我的命令才是你要做的事情，我可不想跟着我的人是个短命鬼。不过你们来了也好，要是真不怕死，就替我守在这里。你的修为是凡人境8层，算是这里面修为最强的人了。如果剑村使者来，知道该做什么吧？知道，告诉他我是少爷的仆人，这个村子姓楚。等等，少爷，你要离开公家？不错，我只有15天时间，必须抓紧提升修为。周涛，你想好了，留在这里可能会死。周涛他们如果留在公家，终究还是有危险的，万一嗜血教还是派人来了呢？但剑村名额很难得，他又舍不得。正好周涛他们来了，倒可以将这事情托付给周涛。他真的等不下去了。少主，哪怕死，我也要等使者到来。周涛立马表示决心。弟弟，这事情还是我来吧。既然村子要姓楚，怎么能没有楚姓人？楚天的声音忽然传来了，他一步步走入了前院，他的身旁还跟着何宽。哥，你怎么又回来了？楚天脸色冷漠，只说了6个字：一世人，2兄弟。哥，你……楚池眼眶有些红润，他知道经过一晚上的思想挣扎，哥哥还是决定留下。如果真要死，2个人一起死，但楚池的感动只存在刹那。他知道现在不是感动的时候，他的身体一闪，去到了楚天身旁，拥抱了一下楚天的身体。他举起了手，砰的一巴掌，他将楚天打晕了过去。嗜血教不一定要了他的命，但如果15天后他哥哥死了，那才真是要命了。就算他杀光嗜血教的人，又有什么用？打晕楚天后，他看向何宽，他打算让何宽暂时将哥哥带走。但他还没有说话，一位男子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公家可有活人？这声音楚池居然有些耳熟。声音落，2道人影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位中年胸口绣着一头雄狮，他眉头紧皱，脸色阴沉。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村子外面的横幅是谁拉的？嗜血教的人是谁杀？中年的话还没有说完，他的瞳孔不停收缩。你是楚家的楚池，你怎么在这里？楚池看了一眼中年，嘴角露出了笑容。他知道使者到了，而且使者居然是老熟人。这中年不是吴帆是谁？此刻的吴帆表情复杂到了极点。今天一大早他就出发来了白云村，不出意外的话，白云村的大势力应该只剩下公家了，因为昨晚帮公家的人就是他吴家的高手。他今天本来是非常喜悦的，但刚刚来到村子口，他就被吓得丢了魂。他的心中有100个问号，现在看见楚池，心中的问号更多了。这尼玛什么情况？公家没有公家人，反而是楚池在这里。吴使者，你我真是有缘啊！既然是老熟人，那我就不说废话了。公家灭了，灭他们的正是我。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就是白云村最强的势力。剑村名额没人同我们争夺，直接给我吧。什么？公家是楚池灭的？这小子怎么老是挡自己的财路？吴帆皱眉道：楚池，你楚家已经建村了，忘了说了，
我虽然姓楚，但同那个楚家村没有关系。我已经单开族谱。单开族谱？那你告诉我，这个村叫什么村？楚家村。吴帆却是摇了摇头道，同一个范围内是不允许有同姓村子的。还有这个说法吗？但这个好解决，我这里叫楚家村，楚山那里改名叫小楚村，或者楚二村都可以。你说了算吗？他会改名？当然会。总之这附近绝对不会有2个楚家村。这些问题你不需要操心，你只需要回答我，建村名额是不是我的？吴帆没有回答，他忽然问道，外面嗜血教的人？楚池没等他说完，咧嘴一笑道，也是我杀的。吴帆惊讶的差点从地上跳起来，似乎没想到楚池如此胆大包天。好一会，他阴沉着脸道，既然白云村你最强，建村名额自然是你的。但恕我直言，你这个村子存在不了多久，得罪是血教，绝对是被屠村这一个下场。吴帆的话落，转身就走。等等，楚池像是想到了什么，叫住了吴帆。你还有什么事情？吴帆眉头一跳，不知道为什么，同这小子待在一起，他总觉得心里发慌。你身为使者，建村名额确定后是向谁交差？当然是附近的部落。楚池的眼神瞬间亮了。那你知道部落在哪里？你问这个干什么？楚池忽然笑了。吴大哥，你过来，我有话同你说。楚池攀着吴帆的肩膀去到了角落。吴帆想反抗，却发现他居然挣脱不了楚池的手。这小子似乎比之前见面更厉害了，怪不得敢杀嗜血教的人。吴大哥，别这么惊讶，你我也算一回生，二回熟。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吴大哥只要告诉我部落在哪里，这把刀就是你的。楚池手里拿出了一把刀，这刀是血六用的那一把。这是什么等级的刀？吴帆下意识问了一句。楚池笑着道，黄级中品。什么？吴帆大吃一惊。黄级中品，他吴家一共也只有2把。真的黄级中品？你将它给我。我楚池说话算话。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是你给我指的路。吴帆眼珠子不停转动，随后他不动声色地握住了大刀。楚池知道对方还是没忍住贪恋，反正告诉楚池部落在哪里也不是什么罪过。白云村往西180里。多谢。我不知道你在谢什么。对了，楚家改名后告诉我，我一并交上去。吴帆收起大刀，转身离去。楚池微微一笑，看向了西方。往西吗？那正好，去一趟楚家。楚家村就在白云村的西面。既然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楚家村，那自然只能是他。监督使，这个村子姓楚，没问题吧？此时吴帆去到了监督使的身旁，朝对方拱了拱手。监督使看了吴帆一眼，他总觉得这2人去角落可能有什么猫腻，但既然这里只有一个势力，那按照规矩，建村名额就是这个势力的。没问题，没问题就好。吴帆回头看了一眼楚池，朝天上吹了一个口哨，一只血色鸽子从天上飞了下来。这是红血鸽，比普通鸽子大1倍，因为这是1级2阶飞行野兽。吴帆再次开口道，你用这只红血鸽可以直接同我联系，到时候我会将你提供的资料递上去，但时间不能超过3天，你赶紧将楚家村改名的事情解决了。放心，要不了3天，我待会就去。好，告辞。吴帆和监督使快速离去。他们走后，周涛的声音传来了，少主，这就建村了。他一脸惊讶，似乎没想到建村这么简单，这使者也不用留下什么信物吗？就留下一只传信的鸽子就行了。楚池淡淡道，就是这么简单，他只需要将获得名额的家族汇报上去就行了。周涛皱眉道，那如果他们想做手脚，岂不是很容易？你担心他做手脚？但放心，他不会的。楚池微微一笑，抬头看了看天空，今天天很蓝，云很白，是个风和日丽好日子。他伸了伸懒腰，再次开口道，好了，既然建村名额已经归我们了，你们就不用一直守在这里了，你们就待在公家附近，随时关注着这里的动静就行。要是看见嗜血教的人，千万别理会他们，他们找不到我，自然会离开。好的，少爷。对了，以后别叫我少爷，叫我村长。村长的确比少爷好听多了。楚池忽然有些理解为什么楚山那么在乎村长的位置了，摇了摇头，他去到楚天身旁，将晕倒的楚天弄醒了。既然建村名额已经有了，也就没必要让何宽将哥哥带走。你将我打晕了。楚天摸了摸脖子，脸色明显有些不悦。楚池却是大大咧咧地道，哥，别在意这些小细节，我要准备出门了，这段时间你保重。对了，这株灵药还有这个储物袋，你拿去。
楚池将人级上品灵药交给了楚天。楚天瞳孔一缩，有了这一株灵药，他就可以一路冲击强人境了。至于那个储物袋，自然是雪儿等人留下的皇级资源。楚池只将自己用得上的东西收了起来，那些皇级下品武器和灵药留在哥哥那里，比带在他身上要安全一些。你这是要走了？要走了。哥，等我回来，希望已经入了强人境，替我照顾好你未来的弟妹。告诉他，我就不同他告别了，让他不要想我。哦，对了，不要忘记将门口的牌匾换成楚家村。楚池简单交代了一下，挥了挥手，快速离去，只留下一面懵逼的楚天。他应该没有晕多久吧？已经建村了，这么快？似乎明白他的疑问，周涛开口道：“天少爷，刚才使者来过了。少，村长说，我们这些天还是别住公家，就住公家附近。果然已经建村了。”楚天这才恍然，但随后他皱起了眉头。可惜现在的村子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就连楚家也只有你我几个人而已。周涛却是毫不在意，他看着楚池离去的背影，开口道：“只要村长能灭了嗜血教，那些离开的村民会回来的。”楚天没有说话，只有15天时间，楚池真能做到吗？怕是没有几个人相信他做得到吧。就连楚池自己都没有那个自信，不然他也不会让他们不要入住公家。5分钟后，楚池在马厩牵了一匹马，又找了一个鸟笼，他将红血鸽装了进去，直奔楚家村。半个小时后，他来到了楚家村村口，看着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牌匾，他猛然轰出一拳，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村口的牌坊瞬间被击碎，插在牌匾上面的楚字旗也落在了地上。看着这面旗帜，楚池居然有种将自己的足旗踩在脚下的感觉。他忽然发现，就算楚山将村名改了，对方也是用的楚字旗，这么说还得一并让楚山将族旗也换了。何人闹事？找死吗？村口的守卫这才反应过来，他们灰头土脸，有人脸上更是挂了彩。他们原本很愤怒，但看清楚是谁后，他们直接转过头当作没看见。尼玛，这可是楚池少爷啊！他们谁是对手？楚池没有理会守村的下人，他捡起地上的旗帜，收进了储物戒指。楚这个姓不能倒在地上。驾！一声轻喝，楚池骑着骏马快速进村。几分钟后，楚家前院，楚山站在院子里，四周围着楚寻义等楚家人。楚池，你怎么回来了？难道你要在死前对我们出手？你是回来报仇的？楚家人只是远远围着，不敢距离楚池太近。楚池要是上前一步，他们就退3步。七哥，难道你真要对我们出手？楚莹莹的声音传来了，他也闻讯来到了前院。楚池笑着道：“放心吧，杀他们，我嫌脏手，也懒得浪费这个力气。”七哥，你真的杀了嗜血教的人吗？楚莹莹再次询问。楚池笑着点了点头，随后他眼神一冷，朝四周质问道：“楚山呢？不敢出来见我，怕我杀了他。我在这里。”楚山终于从内院走了出来，他看着楚池的眼神充满了忌惮。他的确担心楚池是来报仇的。有的人在明知道必死的情况下，的确会找人垫背。怎么离我那么远？不敢靠近我？楚池依旧在笑，只是他的笑容在楚家人眼里一点都不温暖，反而像是冰块一样冷。他耸了耸肩，继续道：“既然人都到得差不多了，那我就直说了。此次前来，我只有一件事情。你到底什么事？村口的牌匾我打碎了，你们重新换一个吧。但不能再叫楚家村，因为我已经重新建立了一个楚家村。”楚山很是惊讶，他开口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不是在白云村吗？难道白云村建村了？老头，你还不笨，今天刚建的村。使者说同一个区域不能有2个楚家村，所以只能你们换个名字，改名吧。”楚池这话落，楚家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楚山更是捏紧了拳头，咬牙问道：“我们不叫楚家村，还能叫什么？”楚池一脸无所谓地回答道：“名字你们自己想，我只需要一个结果。另外，我不是在同你们商量，我只给你们1盏茶的时间，1盏茶后若是没有结果，我给你们一个结果，要是不接受，我就开始杀人。你们应该知道，我说到做到。”你，楚山气的脸色都白了。好一会，他咆哮道：“你都快死了，争一个名字有什么用？”轰！楚山的话刚落，身体猛然被击飞。楚池冷冷道：“你是在咒我死？抓紧时间，我的耐心有限。对了，不仅村民要改，你们的旗帜也不能用楚字。”这话一落，所有楚家人都不干了。楚寻义咬牙道：“楚池，你是不是太过分了？我们也姓楚，用楚字旗，
天经地义。是啊，就算我们不用楚字旗，王国这么多大，楚姓的人不少，你能让所有楚姓人士都改族旗吗？楚家人的话让楚池微微一愣。是啊，楚姓不是一个小姓氏，楚字旗在大元国肯定有不少。在大元国，大多数私家村都是用姓氏为旗，只有少部分家族是以图腾为旗。比如庞家，庞家的族旗是一头灰狼，因为庞家的祖宗是游牧民族，狼一直都是庞家的图腾。吴帆所在的吴家也是以图腾为旗，他们的族服上绣着的也不是吴字，而是一头咆哮雄狮。凡是以图腾为族旗的家族都是有志向的，因为他们都想做独一无二。楚池原本的打算是让楚山将族旗也换了，但现在他发现没这个必要，他自己应该弄一个独一无二的族旗。楚字旗的确太大众化了，这么说族旗的事情得好好想想啊。这样吧，你们的族旗随意，但名字必须改，抓紧时间，如果想不到，我给你们一个选择，小楚村、楚二村，你们选一个。楚池的话让楚山脸色不悦，无论是小楚还是楚二，那不都低于楚池的楚家村一头吗？这一刻，院子里安静了下来，楚家人都在思考要将村子改成什么名字。他们都很清楚，楚池不会在村名上退步。很快，一盏茶的时间到了。时间到了，看来你们是想不到名字了，那就叫小楚村吧。谁反对，我杀谁！赶紧的去写改名申请，不然马上就会有人死。楚池的声音冰冷无情，四周的人在他眼里就是陌生人。楚池，你……楚山牙龈都要咬碎了，但最终他还是拿出纸笔，当着楚池的面开始写改名申请。盖上官方送来的印章后，他将信纸递给了楚池，这样才对。楚池收下信，这才转身离去。路过楚莹莹身边时，他在楚莹莹耳边轻语了几句，随后他头也不回，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啊！哎，我们将祖宗的脸都丢尽了，这个村子居然改名为小楚村，这是落了楚池一头啊！楚池走后，楚家人这才纷纷开口，每个人都恨楚池恨得牙痒痒，更是有人询问楚山：“爹，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啊？这太耻辱了。”楚山冷冷道：“我不答应他，他就会杀人。你真以为他是说着玩的？你们也别痛心，村民也不是不能改回来，还能改回来，但不可能，楚池不可能让我们改回来。”楚山冷笑道：“你们真觉得他能活着？忘了吗？嗜血教的问题他还没有解决呢。我就不信他真能灭世血教。他在妖孽15天也做不了什么。对，只要他死了，我们还是能将村民改回来的。爹，还是你想得远。”楚山没有说话，转头看向了楚莹莹：“刚才他对你说了什么？”楚莹莹没有犹豫，回答道：“七哥说让我暂时离开这里。你的意思是他让你去他那里？”“不是，他让我先出去住客栈。他说嗜血教的人大多不正常，万一嗜血教的人找不到他，还是有可能找我们的麻烦。他让我先出去躲一躲。”闻言，楚山皱起了眉头。昨日雪儿他们走了后，他就让楚家小辈们连夜回来了。既然雪儿等人没有动手杀他们，说明楚家的危机已经安然度过。但雪儿他们居然全部死了，他们到底安全不安全，的确是一个问题。楚池对楚莹莹说的话不无道理。想到此，他咬牙道：“小辈们，还是出去躲躲，直到听见楚池被嗜血教杀死的消息再回来。”说着，他看了一眼远方，轻喃道：“嗜血教，千万别让我失望啊！不要告诉我，你连一个楚池都对付不了。”楚池离开楚家，没有马上放飞红血哥，他骑在马背上，速度并不快，因为他还在思考他的族旗怎么设计。楚池没有信仰的图腾，如果选择动物还真不好选，要不用老虎。老虎可是百兽之王，意味着他也要当人中之王，但他总觉得还差了点什么。老虎终究只是凡兽。就在楚池思考的时候，四周传来了村民的议论声。抬头一看，街道两旁围满了人，这群人看他的眼神有崇拜，也有惋惜。是七少爷，听说七少爷被楚家赶走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也听说了。你们说楚家是怎么想的？他们能成为村长之家，全靠七少爷啊。此时有人小声开口道：“有人叫嚣要灭世血教，你们知道吧？”“怎么能不知道？都已经在村子里传疯了。”“那你应该不知道，那个叫嚣要灭世血教的人就是七少爷。”“什么？是七少爷？”“就是七少爷。楚家之所以赶他走，是因为在楚家的时候他就杀了一位嗜血教的人。楚家这样做也是为了自保。这事情你怎么知道？”
我二叔就在楚家当下人，他告诉我的。天啊，七少爷居然要灭嗜血，叫这太不可思议了。他要是真做到了，那就是人中之龙。村民的议论被楚池听到了耳里，这一刻他脑子里灵光一闪，犹如醍醐灌顶，人中之龙4个字不停在他脑海里回响。他瞬间知道要以什么为族旗了。龙，传说中的存在，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看见龙了。传言龙暴力，龙嗜血，龙贪婪，龙好色，但无论是什么评价，都改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龙这种生物无比强大，不然就不会有人中之龙、望子成龙之类的词语流传下来。如果说一个家族是有信仰的，那么龙就是信仰之上的存在，决定了楚家的族旗就是龙旗。龙旗不仅霸道，还代表楚池的决心，他要楚家所有人人人为龙。楚池敢肯定，这世界上以龙为族旗的绝对没有多少。越想，楚池越觉得热血沸腾。哈哈，诸位乡亲，今天我心情不错，我手中有大把钞票，谁捡到就是谁的，就当我对你们最后的关照。另外，今后如果有谁想来我楚家村，我热烈欢迎。老街坊、老朋友必定受我楚池的关照。刘叔，你来吗？你的面条我可是从小吃到大啊。张婶子，你的饺子我也很喜欢，要是来楚家村，我给你们最好的位置。哈哈，楚池一边大笑一边扔银票，银票洒落满地，村民们疯狂争抢。楚池一路撒钱，直到去到了村口。他转头发现村民们都在同他挥手，这些人他大多都熟悉，村东的张寡妇，村西的宁寡妇，以及村尾的小翠。小翠也在人群中，她没有捡到银票，只是在不停同楚池挥手。她眼含热泪，咬牙轻喃道：七少爷一定要长命百岁啊！诸位再见。楚池转身驾马而去，他的速度依旧不快，因为他正在书写资料。这一份资料是交给吴帆的，资料上是楚家村的名字以及楚家村的族旗。族旗是一条腾飞的龙，龙旗比起楚字旗来就要显得威严许多。等他从部落回来，他就会让楚家的龙旗高高飘扬。放飞了红血哥后，楚池一路往西，没有停留。现目前要做的还是解决嗜血教的问题，他必须去部落找到2级野兽生存的地方。吴帆说部落就在楚家村的西方，但往西的道路却并不是一条直线，他必须有非常好的方向感。100多里路，楚池走了1天1夜，因为在半途他就将马匹扔掉了。在没有具体地图的情况下，他不敢走大道，大道曲折蜿蜒，有多岔口，很可能走错路。他看着夕阳一路往西，遇见山丘就翻过去，越到河流就游过去，只有如此，走错路的可能性才低一点。朝阳出生时，楚池从一片荒野中走了出来，他的视线中是一条宽阔乡路上正好有一辆马车。楚池双脚一踏，挡在了马车前面。怎么回事？马车里传来了一位女子的声音：四小姐，有人拦住了马车。什么？这条路还能有盗匪？不是盗匪，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围帘拉开，一位女子从里面走了出来。女子大约25、6岁，衣服上绣着一个赵字。很显然，女子至少也是私家村的人。你是谁？为什么挡我的路？女子的表情有些不悦。楚池拱了拱手道：你好，唐突了，我只是想请问一下，这条路是不是通往部落？楚池这一路上虽然是一路往西，却还是担心一不小心就偏了方向。正好有马车，那就顺便问问路。女子眉头一皱道：你都来到这里了，却不知道路。说着，她打量了一下楚池的衣着。楚池的衣服上没有任何图腾和姓氏，要么眼前的少年没有背景，要么是没有穿族服，但估计前者的可能大一些。想到此，女子也没等楚池回答，而是冷冷开口道：不要挡道，不然撞死你。强爷爷，走吧，赶时间呢。好的，小姐。老者抽动马鞭，马车快速前进，丝毫没有理会路中间的楚池。楚池不想被撞，只能退开。楚池耸了耸肩道：问个路而已，不说就算了，好像差你钱似的。算了，继续往前吧，方向应该没有错，遇到人再问问。楚池继续往前，越是走，前方的路越小，视线尽头更是出现了几座大山。大山若隐若现，远远看去像是天宫城墙。楚池已经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走错路了。就在他惊疑的时候，旁边的树林里传来人语：江小凡，别跑了，你跑不掉的，赶紧将变色花叫出来。我不知道什么变色花，我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哼，还狡辩，
既然没有，为什么不让我搜身？声音还在飘荡，5道人影从树林中跑了出来，1人跑，4人追。江小凡，你的灵气也快枯竭了吧？哈哈，你是跑不回玄风堂的。叫江小凡的男子似乎真的灵气枯竭了，他跑了几步，一下子摔倒在地。哈哈，跑啊，怎么不跑了？江小凡没有说话，他脸色阴郁，看向了身后的追兵，他的目光放在了一位女子身上，这是这群人中唯一的女人。妹儿，为什么你要背叛我？我得到变色花的事情，我只告诉过你。妹儿还没有说话，一位身材健硕、模样俊朗的男子一把搂住了妹儿的腰，他戏谑开口道：江小凡，现在知道了吗？你们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她本来就是我的女人，只是我们一直没公开而已。江小凡，你当舔狗当了1年，你怕是不知道，你舔的女人早就在我胯下成欢了吧？也幸亏你是个舔狗，不然你怎么会将捡到变色花的事情告诉给妹儿呢？你们，江小凡气得都快吐血了。他这1年一直都在追求妹儿，甚至还将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资源都给了妹儿，却没想到妹儿早就是别人的女人了。大力哥，同他废话那么多干什么？杀了他，直接搜身，回去就说他在做任务的过程中不小心摔下悬崖死了。我们都给你作证，对大力师兄，我们都作证。大力师兄，你要是将修为提升到强人境4层，可得照我们啊！哈哈，放心，肯定照你们。叫大力的男子拿着一把刀走向了江小凡。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楚池的声音传来了：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这条路是不是通往部落的？楚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这群人身边，他一脸笑意，眉毛都笑弯了，因为他听到了变色花。变色花，黄级灵药，能提升强人境3层修者1层修为。现在的楚池正好用得上，所以他借着问路的幌子来到了众人身边。哪里来的白痴，一点眼力见都没有。这种氛围，你来问路，我看你是在自寻死路。大力哥，怎么处置这小子？妹儿等人一脸冷笑。这边都准备杀人了，居然有人来问路，脑子没问题吧？不知道什么叫惹火上身，弄死他！大力哥冷冷说了3个字。大力哥，我来吧。一位青年体战灵光，猛然打出了一拳，一拳出，灵气化作猎豹冲向了楚池的脑袋。咦，这威势，你将猎豹拳小成了，不错不错。大力哥的眼神有些惊讶，他的嘴角带着笑容。猎豹拳，黄级下品武技，能将下品武技小成，的确是有天赋的。声音落，轰的一声闷响，楚池所在的位置烟尘大起。该你了，看在同门师兄弟的情分上，我会给你一个痛快。大力哥看向了江小凡，在他看来，师弟刚才那一拳已经打爆了楚池的身体。此刻他的身体释放出了红色灵光，灵气燃烧，像是火焰。他伸出手掐住了江小凡的脖子。江小凡想要反抗，却根本反抗不了。大力哥是强人境3层的修为，而他只是强人境2层，逃避几人的追杀，他早已经力竭。他感觉自己的喉咙要被捏爆了。我给。江小凡用尽力气，本想说我给你，但他只说了1个字。楚池从旁边的烟尘中走了出来，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嘴角露出一抹笑容。没吃饭。此话出，全场皆惊。方才出手的男子更是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中了我的猎豹拳，居然一点事情都没有，怎么可能？我可是将猎豹拳小成了啊！妈的，那就一起上，弄死他！这群人正准备一起上，楚池的身体释放出璀璨金光，金光像是浪潮，同时击向了4人，包括抓住江小凡脖子的大力哥。尽管4人全力释放出灵气抵挡，却根本挡不住，他们的身体瞬间就楚池击飞。4人中唯有大力哥要好一些，他的身体只是被击退。此刻他看着楚池的眼神充满震惊，这个问路的少年太强了，他只是随意释放出灵气波，他们4人居然没有还手之力。你是谁？怎么会如此强？但你是怎么敢对我们出手的？难道你是没看见我们胸口上绣着什么吗？大力哥眼神阴冷，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他的左胸绣着一头正在狂奔的牛，他的右胸绣着一道旋风。楚池没有说话，而是隔空一大嘴巴子打了过去。大力哥连忙举手抵挡，只觉得手臂火辣辣的疼。他一直盯着楚池的脸，发现楚池的脸色没有变化，他心里太惊讶了，这小子好像不惧怕他身上的图腾。他站起身体，咬牙道：走。声音落，大力哥扶起妹儿等人快速离开。跑远后，妹儿询问男子：大力哥，我们就这样算了吗？大力哥脸色凝重地道：他的实力很强，
我就算全力出手，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而且，他看见我们胸口的图腾，一点都不害怕，说明他是有背景的。你这么一说，他好像真的没将我们放在眼里。那跑快点吧，万一他追上来就不妙了。这就跑了。楚池一脸愕然，他都还没有正式出手，对方居然跑了。他微微皱眉，在思考要不要追上去杀了4人。但仔细一想，他还是没那么做。这几人的身份，他隐隐有了猜测。如果他猜的是对的，还是不要轻易杀人的好。止住思考，楚池转头看向了江小凡：“多谢你救了我。”江小凡第一时间开口道谢。楚池微微摇头道：“不必谢我，拿来吧。”说着，他伸出了手。拿什么？江小凡开始有些懵逼，但随后他明白了。你是要变色花？楚池点了点头。如果不是为这东西，你我素不相识，我为什么救你？我救你命，你给我花，很公平吧？这公平。江小凡咬牙，手里出现了一株黄绿交加的花朵。这花纹路奇特，有一股淡淡的香味，果然是变色花。楚池神色一喜。变色花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灵药，它绽放的时候是黄色，但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成蓝色。当花完全变成蓝色后，这朵花能提升强人境3层修者1层修为。如果在花变成蓝色之前将之服用，这就不是灵药，而是泻药，哪怕强人境巅峰的修者也会一泻千里，拉他个10天半月。你救我的命，这朵花给你也是理所应当的。江小凡将花交给了楚池，挺爽快的。楚池微微一笑。江小凡淡淡道：“比起将变色花给他们，我也宁愿给你。”楚池拿着变色花，却没有将变色花收起来。他再次开口道：“这朵花，你想不想要？你如果想要，我可以还给你。”什么？江小凡大吃一惊，似乎没想到这世上真的有人做好事不求回报。你当真要还给我？刚才你出手，我观察过你的气息，你应该是强人境3层的修为吧？等花变蓝，你正好服用。除非你是强人境4层的修为，你判断的挺准确，我的确是强人境3层的修为。如果你想要这株变色花，就回答我几个问题。要是我满意，这花还给你。什么问题？这条路是不是通往部落？是的。你看见前面的大山了吗？大山里面就是部落。果然如此。楚池的眼神当时就亮了。这么说，他并没有走错。第二个问题，你们的衣服左边是牛，右边是旋风，这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这就是刚才你一脸平淡的原因。怎么，这2个标志很有来头吗？你真的不知道？江小凡表情诡异，他知道妹儿他们逃走都是觉得眼前的少年可能有背景，否则怎么敢在这个地方多管闲事呢？却未曾想，眼前的少年似乎根本就不认识这胸口的标志，也不知道这些标志代表什么。惊愕之后，他解释道：“我左胸绣着蛮牛，表示我是蛮牛部落的人；右胸绣着旋风，表示我是玄风堂的弟子。这个部落叫做蛮牛部落吗？是以图腾命名的啊。这么说，我刚才得罪了蛮牛部落的人。算了，不重要。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既然你是蛮牛部落的人，那你肯定知道在部落的领地范围内哪里有2级野兽生存吧？”楚池问这句话时明显有点紧张，还有点惶恐，他生怕对方说不知道，或者没有。江小凡回答道：“2级野兽，一些荒野里就有。不，我说的生存是大量生存，像是人类群居一样。”大量生存。江小凡皱起了眉头，似乎在思考，好一会他才道：“那就只有去牛家的历练秘境了。”楚池眉头一挑，问道：“秘境里有2级野兽吗？”当然有，而且有很多，甚至还很可能遇到黄级灵药。说到这里，江小凡摇了摇头。不过，既然是牛家的历练秘境，自然只有牛家人和被牛家准许的人才能进去。你的意思是，外人进不去？那偷偷进去呢？楚池赶来部落就是为了猎杀野兽，要是牛家的秘境，外人进不去，那还搞毛啊？偷偷进去？你想什么呢？想要入秘境，必须开启入口的传送阵。先不说寻常人不知道传送阵该如何开启，就算知道，又哪里能提供开启传送阵需要的资源？我听说每一次开启传送阵至少需要消耗10万甚至数十万强体金。闻言，楚池脸色并不好看。这么说，想进入牛家的秘境很难。这时，江小凡再次开口了：“楚池兄弟，你很想进入秘境？不错，你如果真想进，也不是没有办法。你要是能加入4大堂口，通过努力，或许能获得进入秘境的资格。”4大堂口，看来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那我们边走边说，正好我也要回部落。两人一边赶路，江小凡一边解释。楚池总算明白，四大堂口分别是玄风堂、烈火堂、奔雷堂、闪电堂，这四大堂口都归牛家管，是牛家的外族势力。外族势力负责维护部落的治安，外族并不姓牛，所有姓牛的都属于内族。在蛮牛部落，内族的权威不容挑衅，谁挑衅谁死。江小凡是蛮牛部落外族玄风堂的弟子，所以他的左胸口绣着蛮牛，右胸口绣着旋风。四大堂口作为牛家的附属势力，还是有资格进入秘境历练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加入四大堂口的原因。资源对修者来说非常重要，猎杀野兽就是获取资源的方式。根据野兽的等级可以获取对应的贡献值。可惜历练秘境不是每个外族弟子都能进去，四大堂口每4年才只有100个名额，也就是说每个堂口只能分到25个名额。每一次进入秘境的大多都是修为强的老弟子，只有他们才能更好的获取资源，不浪费这个名额。明白之后，楚池开口询问道，要怎样才能加入四大堂口？四大堂口还收人吗？四大堂口的确在收人，但你应该没有潜力牌吧？潜力牌？什么东西？相当于入堂考核的邀请函。部落里稍微有潜力的青年都会收到潜力牌，当然你没收到也不要紧，你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获取潜力牌。你的年纪应该没超过28岁吧？我才20，那就没问题了，只要不超过28，并且将修为提升到了强人境1层，就有可能获得潜力牌。何况你是强人境3层的修为。走吧，我带你进部落，你应该能得到潜力牌。要是没得到，赶紧离开部落，毕竟你得罪了狗大力他们。狗大力？楚池毫不在意地笑了一下，问道，如果我加入四大堂口，什么时候能进入秘境？这要看你自己的天赋和运气，要是能得到执事甚至长老的赏识，说不定4年后你就能进去。慢一点的话，那就得8年后甚至12年后了。你的意思是最快也得4年？楚池眉头紧皱，他给自己的时间只有15天啊，不，现在只有14天都不到的时间了。4年太长久了。他本来还想加入四大堂口，看看能不能进入秘境，但现在看来加入了也没什么用啊。到底哪里还有2级野兽？要如何应对嗜血教的危机？呼出一口气，楚池再次问道，四大堂口是才参加了试炼吗？怎么最快要4年后了？这倒是没有，虽然今年就是试炼年，但试炼还没有开始呢。没开始？那什么时候开始？8天后。8天后？这么说我还有机会？楚池眼神又变得明亮了。既然4年1次的试炼他没有错过，这一次的试炼还没开始，那他就有机会啊。楚池兄弟，你想多了，就算你通过考核加入了四大堂口，也不可能在短短8天时间内获得进入秘境历练的资格。我听说四大堂口最天才的弟子也花了2年时间才获得长老的认可，得到了进入秘境历练的资格。8天太短了，你怕是连堂口的地皮都没有踩熟？楚池却是眼神坚定地道，不试一下怎么知道我不行？对了，你确定大量生活2级野兽的地方只有牛家的历练秘境？确定以及肯定。这么说我也没有选择，这唯一的机会必须抓住。江大哥，这变色花你拿走吧，等你修为提升到第3层正好用得上。楚池将变色花还给了江小凡。你真将变色花还给我？江小凡一脸惊讶，这可是变色花啊，师兄弟都能因此反目，楚池这个第一次见面的人却要将花还给他。楚池洒脱地道，我楚池说话算话，变色花虽然好，但只是提升1层修为，对楚池来讲帮助也不大，他还是得想办法进入牛家的历练秘境才行。一株变色花解决不了问题，既然如此，那我就收下了。江小凡也不矫情，收下了变色花。走吧，我带你去报名登记。两人一路前行，大约3个小时后，终于抵达了大山脚下。远看大山像是围墙，近看大山像是天幕，这座山怕是有数千米高。大山之间只有一条小道，小道位于2山之间，如果不是正午，抬起头你连太阳都看不见。现在虽然是白天，这小道也昏暗无比。这条路是进部落的必经之路，蛮牛部落绝对是易守难攻。经过狭长的入口后，阳光重新恢复，视线中出现了一条大道。沿着大道走了半个小时，终于看见了部落的大门。大门口插着一面旗子，旗子上是奔跑的蛮牛，旗帜随风飘扬，像是蛮牛在咆哮。
村子口排着长长的队伍，进部落的人不少，可谓是络绎不绝。这么多人，今天是报名参加考核的最后一天，人自然多，但我们不需要排队，你直接跟着我。江小凡昂首挺胸，径直往前走。江师弟，做任务回来了。对了，你怎么没同狗大力他们一起？我记得你们是一起出门的吧？守门的弟子正是玄风堂的弟子，他看见江小凡，主动打招呼。我有事，耽搁了一会。师兄，这位是我的朋友，我带他进部落看看。好，直接进吧。守门弟子并没有为难，立马打开了内部通道。这一幕让身后排队的人太羡慕了。这少年是谁？居然认识玄风堂的大人，真是有实力啊！是啊，还能省下一颗强体晶呢。进入部落是有门槛的，每个人都得缴纳一颗强体晶。也就是说，非私家村的人就算误打误撞来到部落，也是没有资格进去的。他们不可能拥有强体晶。进来之后，江小凡直接带楚池去了报名登记处，这里也排着队伍，队伍一共2条，其中一条队伍排得很长，另外一条却只有3、5个人。你去人少的这边排队吧，他们都是像你这样没有收到潜力牌，却主动来寻求机会的人。多谢。楚池说着，朝人少的队伍走了过去。还没靠近，他就听到前面的人发出了惊呼：什么？只有最后3个潜力牌了？这位大人，不可以再多准备几个潜力牌吗？是啊，我们这还有1、2、3、6个人呢，潜力牌却只有3个，怎么分啊？大人，你刚才也看见了，我们的修为都是强人境，都是合格的。负责登记的是一位胸口绣着旋风的年轻弟子，他冷冷道：长老们一共就准备了10个潜力牌，以往10个都够了，谁知道今年散修这么多，这位大人就不能通融通融吗？是啊，这只有3个潜力牌，我们怎么分啊？怎么分？当然是先来后到，谁让你们不早点来？先来后到。有修者脸色一变，要是按照先后顺序，岂不是没他的份？他立马去到年轻弟子旁边，开口道：大人，我这里有一颗疗伤丸，强人境受了伤也能慢慢治愈，劳烦您去跟执事大人或者诸位长老讲讲，让他们多给几个潜力牌。年轻弟子嘴角带笑，收下了疗伤丸，开口道：我倒是可以给你们说说情，但长老他们同不同意，我就不知道了。年轻弟子转身离去，再次回来时，他的身后跟着一位30岁左右的女子。看见这位女子，现场所有修者都呆滞了，因为这女子无论是容貌还是身材都非常霸道。那胸前的山峰，一只手是绝对是握不住的，配合完美的 S 形状曲线，让人移不开眼睛。那旗袍开叉的位置更是引人遐想，她的身上有一种成熟女人才有的魅力。花执事，女子一出来，年轻弟子们纷纷起身打招呼。她就是花执事，4大堂口最年轻、最貌美的执事。早就听说花执事是部落里最勾人欲火的女人，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啊！希望这一次我被花执事收走。花执事，看见你，我就有了动力，我一定会通过考核的。排队登记的青年们瞬间被打了鸡血，就连楚池都感觉内心一阵燥热。这女子的身材前凸后翘，无论是跪着还是趴着都很舒服吧？不对，自己的心怎么乱了？这是媚术。楚池心里一惊，连忙运转大道自然诀，让自己冷静下来。他的眼神重新恢复清明。你们就是没有潜力牌，却想参加考核的人吧？花执事来到了楚池等人面前，陷入媚术的人这才清醒过来。有人开口道：执事大人，我们还有6人，潜力牌却不够了，能不能多弄几个潜力牌？花执事咯咯一笑道：既然人多了，那我就来亲自筛选一下。我问你们，你们中可有谁是来自排名前10的私家村？众人相互看了一眼，纷纷摇头。没有吗？那可有人闯出了什么名气？花执事再次开口。这话落，有青年举手道：执事大人，我9岁打死了一只老虎，天赋震惊儒家村，算吗？女执事眼神有些失望，却还是开口道：勉强算吧。待定。你们呢？又有人开口道：执事大人，我只是强人境1层修为，就斩杀了强人境2层的强者，算不算？哦，能越层杀人的都是天才啊，是真的吗？我要听真话哦。女执事瞬间来了兴趣，她甚至伸出手抚摸了一下对方的脸。这位青年的眼神瞬间变得迷离，他开口道：是真的，但当时对方他已经身受重，重伤2字还没有说出来，青年的身体猛然被击飞，重重落在了道路中间。他猛地吐出一口鲜血，一时之间难以站立。这一瞬间，所有人都清醒了，他们瞬间明白了，这女执事绝非善茬。
她绝对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好说话。她的笑，她的美，都是一把刀。哥，我这个人只喜欢听真话吹牛皮，说大话的人小心自己的小命哦。女执事咯咯一笑，看了另外几人一眼，眼神犀利，犹如刀子。这几人当时就吓得汗流浃背，有人更是低下头，不敢看女执事。女执事的眼角露出一抹失望，她神色猛然变得冷峻。这些人都不用参加考核了，这种意志也撑不到最后。说着，女执事转头看向了那些手拿潜力牌正在登记的青年俊杰。你们记住了，对于修者来讲，意志比修为更重要。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怎么攀登高峰？话落，女执事转身就要走。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楚池开口了：“执事大人，还有我呢。”女执事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回头。楚池知道，对方回头就是给他说话的机会。他要是现在不说，等女执事将头收回去，他再说什么，女执事都不会听了。这是强者和上位者独有的高傲啊！楚池笑着道：“我前后杀了6位嗜血教的人，算不算闯出了名气？”必这话一出，全场骇然，所有人的目光瞬间从花执事移到了楚池的身上。我听见了什么？他说他杀了嗜血教的人，人比人真是气死人。之前我遇到了一位嗜血教的人，却连对方的眼睛都不敢直视，他居然敢杀嗜血教的人。人们有人惊讶，有人佩服，还有人一脸的不相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现在的人怎么这么喜欢吹牛？嗜血教谁敢得罪？他要是得罪了嗜血教，还能活到现在？不错，你们信他杀了嗜血教的人，还不如信我是天神。哼，之前吹牛的被花执事一掌打飞了，这小子的牛都在天上飞了，估计会被打残。此时人群中一位女子一直盯着楚池看，是她。这女子正是楚池在路上碰到的那位4小姐。她嘲讽地笑了一下，道：“现在的人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什么话都敢胡说。”女子记得很清楚，这小子连部落在哪里都不知道，一看就没见过世面的人敢杀嗜血教的人。他也觉得不可能，嗜血教的威名，蛮牛部落谁不知晓？别说10大村庄不敢招惹嗜血教，就连蛮牛部落都对嗜血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众人议论间，花执事已经去到了楚池的身旁，他的腰像是扶风杨柳，轻轻搭在楚池的身上。告诉我，是真的吗？楚池不知道是不是被花执事的媚术迷惑住了，居然下意识搂住了花执事的腰，这姿态像极了热恋的情侣。甚至楚池还用手抚摸了一下花执事的脸。你自己凑上来的，就别怪我咯。俗话说，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楚池搂住花执事的手，微微用了用力，花执事的身体几乎是贴在了他的身上，这其中滋味真是爽。花执事的身体温暖如玉，柔软似棉，楚池的体内一阵躁动。他知道，这不仅是男人本色，还有荒古大日体的原因。花执事身体不自主颤抖了一下，他的神色非常惊讶。这小子是没有被媚术迷惑，还是迷惑后露出了男人本色？就在花执事思考的时候，楚池开口了：“美丽的执事大人，我说的话当然是真的。”是吗？告诉我时间、地点。时间就是1-2天前，地点往东100多里的白云。楚池的话还没有说完，花执事右脚一踏，身体转了一个圈，已经离开了楚池。3000发丝随风起舞，那卓绝身姿让四周的男修者们下意识擦了擦嘴角的口水。站稳后，花执事开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楚池。给楚池一块潜力牌，让他参加明天的考核。花执事说着，看了楚池一眼，那眼神热情似火。随后他转身进入了内堂。这就给潜力牌了？难道他真的杀了嗜血教的人？我看走眼了。围观的人一脸惊愕，楚池也有些发愣，他的话都没说完，执事就给潜力牌了。随后他明白了，蛮牛部落怕是也听说了有人同嗜血教作对的消息，毕竟他在白云村做的事情非常惊世骇俗，早就闹得沸沸扬扬。蛮牛部落得知这个消息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此刻内屋，花执事进来之后咯咯大笑，一位老者忍不住开口问道：“花执事，你笑什么？”刘长老，这次参加考核的人终于有让我感兴趣的了。刘长老似乎很意外：“你一向眼高于顶，谁能让你感兴趣？”花执事咧嘴一笑，笑容妩媚：“就是那个同嗜血教作对的人。你是说白云村的那件事？”花执事点了点头。昨天我听到这个消息就很好奇，是谁这么有魄力，敢叫嚣是血教，正准备叫人仔细查查呢，没想到今天正主就来了。刘长老却是皱眉道：“你的意思是同是血教的作对的，
只是一位年轻人，那他的修为应该不强吧？不强，大概也就强人境1、2层的样子吧。我没仔细探查，就这修为还嚷嚷15天要灭世血教，他杀的怕也是嗜血教最普通的弟子。蛮牛部落得到的消息只是有人杀了嗜血教的人，要对抗嗜血教，并不知道死的具体是谁。在他们看来，楚池的修为要杀也只能杀嗜血教凡人境的弟子，他们压根想不到楚池杀的是嗜血十煞。顿了顿，刘长老继续道：年轻人就是这样，不知道天高地厚。我明白他为什么要来参加考核了，他是想让部落庇护他，只要加入4大堂口，他就是蛮牛部落的外族弟子。你不会真给了他潜力牌了吧？花执事笑着道：当然给了，真的给了。这小子可是一个烫手山芋啊。烫手吗？我不觉得，既然他想活命，我就给他机会咯。当然前提是他能通过考核。花执事咯咯一笑，不再说话。楚池兄，恭喜你得到了潜力牌。登记处江小凡的声音姗姗来迟。楚池淡淡道：这没什么值得恭喜的，潜力牌只是参加考核的资格，楚池想得到的是进入秘境的资格。他刚才为什么直接暴露身份，说他杀了嗜血教？是他故意高调做事。在楚家的这些年，他比谁都知道，想要被认可、被关注，你就不能低调。这也是所谓的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做事不高调，别人怎么记得住你？楚池又怎么能在短时间内获取进入秘境的名额？所以从一开始就得高调。楚池兄弟，那就等你通过考核，我再跟你庆祝。我现在要回玄风堂了，后会有期。江小凡朝楚池拱了拱手，转身离去。楚池也没有逗留，他离开报名处，打算在部落里面逛一逛，顺便找一间客栈住下。半个小时后，楚池来到了金牛客栈，这是部落里最大的客栈。小二，还有天字房吗？怎么收费的？楚池身为纨绔，要住就住最好的。这位小爷，巧了，正好还有一间，10颗强体金就能住1晚。强体金？楚池有些意外，没想到住客栈需要花费强体金。部落真不是普通人能来的地方啊。但没事，他储物袋里强体金也不少，10颗强体金毛毛雨而已。那我……楚池的话才刚刚开口，一道嘲讽的声音从旁边传来：你这表情怕是连强体金都出不起吧？就这还想住天字房？楚池转头一看，一位衣着华丽、胸口绣着一头猛虎的青年大步走了进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位仆人。三少爷，您走慢点，小的我跟不上你的龙腾虎步啊。三少爷，腿疼不疼？我给你捶捶。看见这位青年，小二的眼神猛然亮了。三少爷，您也要住房吗？小二明显是认识这位青年。青年冷冷道：来客栈不住房，难道是来看别人睡觉吗？这天字房开给我吧。三少爷，没问题，您跟我来，我带你去房间。青年这才点了点头，他转头看了楚池一眼，开口道：滚，挡我路了。这话一出，楚池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他先来问的房，这青年问都不问就要抢走也就算了，居然还让他滚，别挡路。这么狂的人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啊。他懒得废话，正准备动手给这小子一个教训，青年已经先一步动手了。他的身体释放出了黄色灵光，他大手一挥，黄色灵气击向了楚池的胸口。轰的一声闷响，楚池的身体后退了一步。楚池眉头一挑，明显有些惊讶，这青年居然是强人境4层的修为，也只有强人境4层才能逼退没有防备的他。没飞。此刻青年比楚池更加惊讶，他刚才出手就是要将这挡路的小子击飞，但对方居然只是后退了一步，这怎么可能啊？他可是强人境4层的修为，这绝对是这一批参加考核的青年俊杰中实力最强的人。惊愕间，楚池的声音传来了：抢我天字房，骂我滚，还动手打我，你很霸道啊。楚池每说一个字，眼神就变得冷了一些。闻言，青年笑了：你说对了，我就是这么霸道，谁让我就叫刘霸道呢？青年的话一出，四周的人这才反应过来，他就是刘家村的刘霸道，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今日终于见到本人了。他是50个私家村公认的青年第一，年仅27，已经是强人境4层的修为，这样的修为我想都不敢想。听说刘霸道8年前就收到潜力牌了，但他一直都没有来部落参加考核。什么？8年前他就收到了潜力牌？那为什么现在才来？因为他想打破以往所有考核的记录，他想要修为再提升一些再来。刘家村的资源怕是都用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
刘霸道听到四周人的议论，很是满意，他哈哈大笑道：“没想到我这么出名。”大笑罢，他看向了楚池，他的身体释放出了璀璨灵光，黄色的灵气将他的身体衬托得高大了许多。他身边的仆人当时就跪在了地上：“三爷，您这是霸气侧漏吗？我感觉我都站不起来了。”三爷，请受阿福一拜。刘霸道很满意自己仆人的举动，这就是他为什么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位仆人的原因。懂事。他看着楚池，再次开口道：“我说且只说一次，滚！”三爷，您真霸气，三爷无敌。仆人不停惊呼，这绝对是一个氛围组。楚池摇了摇头，怎么走到哪里都能遇到纨绔。他知道这个刘霸道估计是四大堂口都想要的人，所以他才会如此嚣张，如此肆无忌惮。可惜找错对象了。楚池懒得废话，他的身体猛然跃起，一个回旋踢踢向了刘霸道的胸口。找死！刘霸道眼神一冷，又全释放出璀璨灵光，迎向了楚池这一击。拳脚相碰，爆发出了一声闷响，两人的身体各自退了一步。什么？居然是平手！这个年轻人是谁？他怎么这么强？只是一击，全场皆惊。刘霸道公认的青年第一，却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了对手，而且从容貌上看，对方明显比刘霸道年轻。是他。客栈角落，四小姐瞳孔一缩，这是第3次看见楚池，这次见面，楚池又让他惊讶了，对方居然同刘霸道打了个平手。这一刻，他对楚池杀嗜血教的人深信不疑，这个男人值得结交。此刻，四周的议论让刘霸道脸色一点都不好看，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这么没面子。我要你死！一声冷喝，刘霸道忍不住要动用武技了。就在这时，掌柜的声音传来了：“三少爷，你是要毁了金牛客栈吗？这可是牛家的产业。”这话出，刘霸道这才冷静了下来。这里并不是战斗的地方，你敢同我出去决一死战吗？楚池冷冷道：“决一死战？哼，我要是想杀你的话，你刚才就已经死了，你的喉咙哪里还发得出来声音？”哗！楚池的话惊呆了四周人，这小子说的话也非常霸道，非常嚣张啊。所有人都觉得楚池是在吹牛皮，但实际上楚池说的是事实。他要是想杀刘霸道，对方已经是一具尸体。顿了顿，楚池继续开口道：“这间天字房我要了，你要是再不识抬举同我抢，我会弄死你。我楚池说话算话，不信你可以试试。”楚池可不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要是他将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对方还要坚持同他抢，那就杀了吧。我去，怎么感觉这年轻人比刘霸道还霸道？刘霸道肯定要气疯了吧？此刻刘霸道的确快疯了，他的脑袋气得都快冒烟了。他咬牙道：“好啊，我就看看到底是谁弄死谁，就让你见识一下我刘家的家传绝学金刚拳。我再说一次，这里是金牛客栈。”掌柜的声音再次传来，他的表情明显有些不悦，他的身上释放出了恐怖的气息，这气息是强人境6层。刘霸道眉头一皱，终究没有动手，他冷冷哼道：“小子，庆幸吧，掌柜救了你的命。”楚池淡淡道：“是救了你的命。”说着，楚池看向了小二：“还不带我去房间？”小二看了一眼楚池，又看了一眼刘霸道，明显很为难。这时，掌柜再次开口了：“谁先问的房？是这位小爷。”小二指向了楚池。闻言，掌柜隔空一巴掌打了过去：“既然是他先问的，还不赶紧带客人去房间？就是你的无能，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罚7日的工钱。”掌柜，我，这位小爷，请跟我来。小二捂着脸将楚池带去了2楼，只留下牙齿都快咬碎了的刘霸道。这一次真的太丢人了。似乎明白刘霸道心中的愤怒，掌柜去到刘霸道身边，小声开口道：“我知道你想杀了他，但这里不是动手的地方。要是牛少爷知道这里有人闹事，后果你知道有多严重。在内族人眼里，我们屁都不是。胡爷爷，我知道，你也别急，我没猜错的话，这小子也是参加考核的。你要是想弄死他，考核的时候有的是机会。就算你没有机会，你二爷爷……”刘霸道打断了掌柜的话：“这点小事哪需要告诉我二爷爷？如果他也是参加考核的人，他死定了。”这话我刘霸道说的。掌柜拍了拍刘霸道的肩膀，这才笑了：“我这里还有一间地字房，你暂时住下吧。对了，替我向你二爷爷问好。”2楼，小二将楚池领入了天字房。天字房之所以收费贵，不仅是因为天字房大，还因为天字房自带练功房。楚池关好房门后，
直接进入练功房。接下来的时间多学习几门武技吧。一夜无言。次日朝阳初升时，楚池离开客栈，前往部落中央的蛮牛广场。参加考核的弟子就是在这里集合。楚池来的时候，现场已经到了不少人，包括昨天同他有过节的刘霸道。刘霸道像是众星捧月，被人围在最中间，四周到处都是阿谀奉承的声音。霸道哥，你是铁定通过考核的，要是我也能通过考核，你今后可要罩着我啊。三少爷，这次新人王非你莫属啊。刘霸道哈哈大笑，很享受这种被人吹捧的感觉。三少爷，那小子来了。刘霸道的下人阿福提醒了一下他。刘霸道这才转头看了楚池一眼。他来了最好，昨日没能弄死他，一晚上我都气得睡不着。今天参加考核，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第一关他就会尸骨无存。少爷，您真霸气，他得罪你就是厕所里点灯自己找死啊。那是自然。楚池到来之后，就站在刘霸道旁边不远的地方。这时一位女子走向了楚池。还记得我吗？楚池看了一眼，淡淡道：你是马车上的女子，找我有事。女子微微一笑道：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赵家村的四小姐赵青颖，昨天就想和你打个招呼，但你进入客栈后一直没有出来。楚池淡淡道：你找我有什么事？赵青颖虽然长得还不错，但楚池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想同你交个朋友。赵青颖主动伸出了手，楚池却皱起了眉头。抱歉，我不想。声音落，他往旁边走了几步。楚池就是这么一个人，你对我笑脸相迎，我自热情相待。但最开始女子明显看不起他，没将他放在眼里。楚池虽然性别男，爱好女，却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得到他的回应。他知道女子对他的态度忽然转变，多半是因为在客栈里见过他动手。你……赵青颖整个人都懵逼了，似乎没想到楚池这么不给面子，还想说些什么。原本喧嚣的人群安静了下来，花执事从远处一步步走了过来。时辰到了，如果还有没赶到现场的人，自动失去考核资格。现在你们随我来，我带你们去考核的地方。花执事说着转身带路，诸位修者连忙跟上。花执事越走越偏僻，最后更是去到了东边的大山脚下。山脚下有一间巨大的宅院。花执事领着众人进入院子，这才开口道：大家应该都知道，四大堂口的考核分为3关，每一关都有积分，积分越高，最终排名越高。你们一共380人，最终被收入四大堂口的只有16人，也就是说总分的前16位成功通过考核。什么？这一次只收16位弟子？这么少？四大堂口每2年招一次人，这2年内死了多少弟子就招收多少弟子，也就是说这2年时间四大堂口一共才死了16位弟子，这数量太少了。但想想也对，谁敢得罪四大堂口的人啊？花执事用手指着左边的房间，再次开口道：考核的第一关就是活着通过这间屋子，屋子的尽头就是出口。执事大人，里面是不是有危险？有人下意识问了一句。此话一出，花执事伸手指着大门口：你考核不通过，赶紧走吧。执事大人，这为什么啊？花执事根本没有解释，也不需要他解释，四周已经有人开口了。你刚才的问题太没脑子了。执事大人都说了，活着通过这间屋子，你还问有没有危险？没脑子的人，四大堂口怎么看得上？这话出，所有人这才恍然。我……这位修者一脸委屈，却只能转身离去。他离开后，花执事继续道：下面我详细说一下第一关考核的规则。这屋子里有木人阵，摧毁木人可以得到木人之心，按照最终的数量决定名次。第一关只会留下100人，也就是说排名100名以后的淘汰。另外前3名有奖励，第3名奖励强体筋500颗，2级下品疗伤丹3克；第2名奖励强体筋1000颗，2级下品疗伤丹6克；第1名奖励灵药沙木根。花执事的话落，立马有人发出了惊呼：什么？第1名居然奖励沙木根？沙木根可以将强人境1层的修为提升到2层啊！决定了，为了沙木根，我一定要得第1。不，第1是我的。现场的青年俊杰有不少都是强人境1层的修为，他们都没想到，只是第1场考核就有如此丰厚的奖励。四大堂口不愧是四大堂口，出手就是大方啊！看见我手中的香了吗？这炷香烧完大概需要半个时辰，也就是说半个时辰之内，只要你们没死，必须出来。要是没按时出来，不管获得多少木人之心，都会被淘汰。现在我宣布，
考核开始。花直式的话落，灵气如风，推开了紧闭的门。同时，他手里出现火折子，点燃了手里的长香。第一，我一定要得第一！冲啊！修者们疯了一般，不停往里冲。楚池也是其中之一。第一名，他要了，但不是他对沙木根有兴趣，而是既然决定了要高调做事，那就得三关考核，样样都得第一，而且是破纪录的第一，不然7天后他怎么可能有资格去秘境？这群人真是疯狂，难道以为冲得快，第一个跑进去就能得一了？是啊，第一肯定是霸道哥的，他们跑再快也没用。霸道哥，待会进去能不能关照我们一下？毕竟这第一关就要淘汰200多人呢。刘霸道身旁的青年依旧在拍马屁。刘霸道咧嘴一笑道：“跟着我，绝对有肉吃，我不会让任何一个拥护我的人出局。”这话我刘霸道说的。霸道哥，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一日为歌，终身为歌。大哥在上，请受小弟一拜。刘霸道很享受这种感觉，所有新人中，除却他，还有谁能有这种待遇？弱者是体会不到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的。刘霸道，我是赵家村的赵青颖，我们一起，可好？此时，赵青颖也去到了刘霸道身旁。既然楚池不跟他组队，和刘霸道组队也是一样的。赵青颖，赵家村的天才少女。刘霸道眼神戏谑地道：“你亲我一口，我就带着你亲你一口。”不错，刘霸道说着，微微侧过了脸。赵青颖笑了，还真当着众人的面吻上了刘霸道的侧脸。亲一口而已，又不会怀孕，哈哈，够爽快。好妹妹，跟着我，保你没有意外。此刻，楚池已经来到了屋檐下，他却放慢了脚步。他的视线中有2位弟子从门里面走了出来，一位弟子又凶嗅着火焰，一位弟子又凶嗅着旋风。他们分别站在大门两边。那嗅着旋风的弟子正是江小凡。这2人是负责待会锁门的，也就是说，参加考核的弟子进去后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前进。楚池之所以放慢脚步，是因为江小凡一直看着他，似乎有话要说。他特意靠近了江小凡。江小凡小声说了4个字：右边屁股。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江小凡有什么特殊喜好，楚池却知道江小凡是在提醒他。收到提醒后，楚池这才进入屋子。屋子里什么摆设都没有，与其说这是屋子，倒不如说是一条巨大又宽阔的走廊。走廊上是快速奔跑，想要快速抵达终点的参赛弟子们。楚池跟着人群一路前进。很快，远处传来了打斗声，还有惊呼声。我的天，怎么这么多木头人？视线中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木头人，有人施展出黄级下品武技，也只能将木头人打退或者击飞。但这鬼东西不知道疼痛，倒地后直接站了起来。好不容易将他们的胳膊打断，脑袋打掉，他居然还能动。有人一不小心就被木头人按在了地上，只是眨眼之间，密密麻麻的木头人蜂拥而上。他们举起拳头朝地上一阵乱打，轰轰轰轰。当木头人散开后，倒地的修者已经成为了肉泥。死了！妈的，这什么鬼东西？头和身子都没了，就剩下下半身，也能打我？有修者快要疯了。他凭借实力打爆了木头人的上半身，但这木头人还是能攻击。一时之间，修者死伤惨重。此刻，楚池体战金光也冲进了木人堆里，四周的木人瞬间朝他轰杀而来。楚池没有理会，身体释放出璀璨光芒，一路远去。四周的木头人无法近他的身。他是谁？怎么这么强？木人的攻击好像伤不到他。在人们惊讶的眼神中，楚池的身影快速消失。那小子呢？怎么这么快就不见了？刘霸道的声音姗姗来迟。他好像冲进去了。哼，为了躲我，不想被我杀死，已经进去了吗？但这是自寻死路。这里布置了木人阵，越往里木人越厉害，只凭借一人是根本杀不出去的。刘霸道为何要收这么多小弟？因为他知道这第一关是什么考核。这里面有上千木人，最弱的木人也有强人境1层的实力，最强的木人有强人境4层的实力。这一点他二爷爷早就告诉他了。哪怕刘霸道对自己有自信，也不敢独自一人去闯，双拳还难敌4手呢，何况这是一群不知道疲惫不知道疼痛的木头人。这就是他拉一个小团队的原因。我们保持一个圆形，一起冲。刘霸道这个团队背靠着背，彼此扶持，彼此照顾，倒也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组队，我们也组队。四周的人纷纷效仿，彼此组队后伤亡的确减小了许多。此时木人堆里
刘霸道等人被牧人包围了，四周除了牧人，什么都看不到。刘霸道忽然开口道：“待会看清楚，我是怎么获取牧人之心的。很快你们就知道，跟着我是最明智的选择。”刘霸道将一个牧人制服后，很快就从牧人下方拿出了一颗晶体。同一时间，在距离刘霸道他们大约300米外，楚池停住了脚步，没有继续横冲直撞。四周没人了，可以动手了。楚池已经决定了，从这里开始，所有的牧人之心他都要了。为了节约时间，楚池第一时间施展出了天地霸铠。此刻，他左手搂住一个木头人，右手抓向了木头人的屁股。让楚池惊愕的一幕出现了，他这一抓，哪怕是强人境6层的高手也会皮开肉绽，但这木头只是出现了几个爪子印记，他居然没将木头人的屁股一把抓碎。这么硬，难道我理解错了江小凡的意思？没道理啊！楚池眉头一皱，再次展开了攻击。这一次，他直接将木头人肢解了木头人的脑袋，四肢全部被他卸掉，地上只剩下了木头人的屁股，屁股在颤抖，似乎想要原地翻滚，但没有四肢，根本翻滚不了。楚池蹲在了地上，他仔细打量木人的右边屁股。他刚刚蹲下，四周的木人头像是叠罗汉，快速扑向了他。只是几个呼吸，他就被木头人包裹得严严实实。忽然，缝隙中传来耀眼金光，四周所有木人头快速倒飞。楚池从原地站了起来，手里握着一颗发光的晶体。这晶体就是牧人之心。牧人之心给牧人提供能量，不然就算有阵法，牧人又怎么攻击呢？江小凡果然是在帮我，这倒是省了我不少时间。那株变色花没白给他。楚池微微一笑，他为什么舍得将变色花给江小凡？不仅仅是因为江小凡给他讲解了蛮牛部落的知识，还因为江小凡是外族弟子，虽然修为不强，但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一个人要是不大方，又怎么能让人对你大方？这世上想要陌生人照顾你，就得让对方尝到甜头，至少要让对方看你顺眼吧。现在可以屠杀了。